穿越咒术世界，成为了还未出生狗卷级的远房表哥文人莫言。因有成为咒术师的天赋，被传授于咒言术，并觉醒金手指，悟性逆天，加入咒术高专，与五条悟夏油杰成为同期，并通过观摩两人的独有咒术领悟，无上限咒灵操言术与无下限咒言术。五条悟文人莫言是我唯一不敢与之战斗的咒术师，夏油杰在他面前，我的咒灵操作简直如皓月与银辉相比。狗卷，在表哥的教导下，我没想到咒言术还能这么用。伏黑甚尔，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体术方面竟被单方面吊打。拯救黑化的夏油杰，救赎被欺凌的吉野顺平，降服四大咒灵，挽救死去的天内离子，收服伏黑甚尔，利用咒术重新帮助死去的李香受肉，与乙骨忧太永远在一起，创造咒灵大军，咒害部队，一人杀穿死灭回游，望着已经吞下20根手指，完美重生，手持神无解的宿傩。文人莫言，宿傩很强吗？第1章咒术高专。霓虹，东京，咒术高专。一轮今日高悬于穹顶之上，散发着亿万金光，为大地与世界带来光明与暖阳。路边绿树如茵，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零零碎碎地洒落在地。巨大的红色鸟居外，正站着一名身材高挑、身着一袭黑色风衣的白发少年。少年的衣领很高，遮住了口鼻。你来了。作为咒术高专教师的叶娥正道望着站在路边的少年。文人莫言同学。文人莫言点了点头，随后跟着叶娥正道走向了神社的内部。作为霓虹唯二的咒术高专，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想到东京最大的私人神社内会有一个教书育人的学校？准确来说，他们教的不是书，而是术，可以利用诅咒的力量而使用超人类的超能力。姐，最近银谷那边又开了一家新甜品店，我们去呗。此时还正就读咒术1年级的五条悟对着自己邻桌，也是自己最好的挚友夏油杰道：好啊，等放学了我们就去。夏油杰一脸宠溺地答应下来，两人关系亲密无间，几乎形影不离。而他们的身边另一名同学加入萧子却被他们无视，倒也不是无视，而是加入萧子曾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甜食，而作为甜品党的五条悟在甜品这方面的计划都会将加入萧子排除。就在五条悟与夏油杰讨论放学以后去哪里玩时，叶娥正道走了进来。站在讲台上的叶娥正道示意3人静静，随后开始宣布：各位，今天会有一名新同学加入我们。叶娥正道话还没说完，五条悟就打岔道：森森，他喜欢吃甜品吗？叶娥正道一脸黑线，眼前戴着墨镜的少年乃是御三家的五条家，还是几百年都难得一见的六眼，其实力连他这个老师都不是对手，平日里没少膈应，给自己唱反调。但没办法，谁叫这小子不仅实力强，还是现任五条家的少族长。五条家的老东西们巴不得五条悟现在就是族长，带领他们五条家走向昌盛。才入学几个月就已经是准特级咒术师了，这可是 99.9% 咒术师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甚至现在的御三家的一些家主都没达到准特级，也难怪五条家这么迫不及待。恐怕过不了几年就是特级咒术师。特级咒术师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开个领域就是特级，而是可以颠覆一个国家才能被称为特级。闭嘴，五条悟！老师在上面讲话，你在下面别插嘴。叶娥正道双手猛地一拍讲桌，霹雳作响。夏油杰见此，赶忙劝道：让五条悟安静下来。见五条悟不再讲话，叶娥正道平息一口气。那好，我们继续。就在叶娥正道准备叫文人莫言走入教室时，文人莫言已经抢先一步走入了教室。望着走入教室的文人莫言，五条悟等人第一时间感应到的是无比庞大强横的咒力。一瞬间，暗紫色的咒力充斥着整座教室，连教室的温度都低了几度。这小子很狂啊！五条悟看着眼前的白发少年，心中提起了兴趣。很明显，刚刚几乎笼罩整个教室浓郁到极点的咒力是眼前的白发少年刻意为之。文人莫言走到讲台，一脸冷酷地俯视着台下的五条悟和夏油杰，眼中尽是轻蔑和挑衅。听说你们两个很强，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来？此话一出，五条悟与夏油杰纷纷涌出一丝跃跃欲试的冲动。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遇见敢挑衅他们两人的家伙了。面对如此嚣张且强大的家伙，两人不免有种教训他的感觉，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趣！夏油杰的嘴角上扬如弯月，眯起双眼，露出他的招牌假笑。另一边的加入萧子却是有种幸灾乐祸看戏的表情，还鼓起了掌。悟姐，你们被人看扁哥哟！加入萧子看热闹不嫌事大，火上浇油，推波助澜起来。而五条悟只是双手一摊，目光瞥向身边的夏油杰。如何，杰？这位同学如此的热情，是你先上还是我先？夏油杰用手支撑着侧脸，
眯着的左眼露出一条细缝，看向五条悟，又看了看台上的文人莫言。你先吧，我能看得出来，你对他很感兴趣。作为挚友的我，可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两人的交谈仿佛将文人莫言当作礼品，还整出来谦让的美德，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但这番话语并没有激怒文人莫言，反而把叶娥正道给惹怒了。叶娥正道愤怒的大吼：你们都给我闭嘴！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师放在眼里？可就在叶娥正道刚刚把话说完，文人莫言却毫不留情地打了叶娥正道的脸。很好，我在外面等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让我尽兴，毕竟我能感觉你们很弱哎。话音刚落，文人莫言的身影已然消失在了讲台，留下的只有教室窗帘的晃动。见对方如此之快的速度，五条悟和夏油杰心中不由得给出了一个更高的评价。五条悟笑盈盈地看向夏油杰，杰，真的让给我吗？夏油杰微微一笑，心中已然被刚刚文人莫言的话给激怒。你这么说，我突然有点舍不得了，不然我先上。两人相视一笑，然后也准备像文人莫言一样从窗户飞出去。叶娥正道看出来两人的心思，你们两个给我站住，给老子从正门走！五条悟和夏油杰仿佛被打淹了茄子，一下子就瘪了下去。森森，我们的兴致都被你扫了。五条悟露出一抹淡淡的忧伤，像是一个做错事被家长训斥的小孩，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夏油杰也跟着附和点了点头，是啊，是啊，您知道这对我们幼小的心灵有多么大的伤害吗？加入萧子被两人逗笑，银铃般的笑声在教室内回荡起来。叶娥正道被两人气疯，一个是六眼，一个是咒灵操控的天才，现在又来一个千年难遇的咒言师怪才。叶娥正道已经能想到这三臂以后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了。给老子走正门！叶娥正道身后的咒力开始扩散，一只只诡异咒害的身影开始浮现，仿佛下一秒这些咒害就好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朝着五条悟和夏油杰扑啸而来。此时的五条悟和夏油杰才意识到真的把老师惹生气了，赶忙走起了正门。而他们被叶娥正道教训的怨气准备全部撒在敢招惹他们的文人莫言身上，真是久违的感觉。两人不约而同回想起第一次两人的见面，当时也是谁也不服谁，然后一场战斗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章，悟性逆天。咒术高专的演武场上，深幽的森林，空旷的草地，优美的平原。文人莫言此时正静静地等待着两位对手的到来。春风拂面，吹动着少年的银发，吹动着少年的衣摆。文人莫言已然拉下遮住口鼻的衣领，露出一副与狗卷几分相似、俊美的脸庞。他的嘴边有着狗卷家独有的咒印。刚刚激怒挑衅五条悟和夏油杰两人，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任务罢了。没错，我文人莫言是一名穿越者，而且还是狗卷级的远房表哥。刚刚表现的之所以如此高冷且嚣张，完全是因为想要与咒术回战的两位未来天花板交手，然后利用自己的金手指逆天悟性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罢了。说起来，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6年了。作为一名只看过动漫第1季和第2季几集的男人，我除了知道现在还是小鬼头的几个主角虎杖、灰外，还知道再过几个月，五条悟和夏油杰两人就会接到保护新疆体的任务。至于那个新疆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毕竟这么多年了，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到时候五条悟会被天宇暴君伏黑甚尔给弄死一次，然后在生死存亡之际，五条悟觉醒了反转术士，正式成为了世间最强术士，并且开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至于后来变成了 2.5 条悟，文人莫言表示自己也只是在抖音上面玩梗而已，只知道这梗玩的真挺欢乐，还有秤金刺和那个芒果干。只有杂鱼才有这种思想，老子会在这4分11秒把你的不死之身轰得血肉横飞。这臂装的确实挺不错，就是后面打素挪的时候，我以为你是八门铠，没想到你是小丑云。我以为你最次会断素挪一条手臂，没想到你就走了个过场，然后就芒果干了。不愧是独眼猫借鉴下下，这视角和我们普通人就是不一样啊。还因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梗，比如来不及哀悼了，下一个登场的是谁？五条悟最喜欢乙骨了。素挪，你这个玩弄老师感情的家伙，乙骨真是失礼啊，我们可是师生情啊。刚开始我还因为五条悟的死亡有些不满，直到看到了一条更为炸裂的评论。素挪干掉五条悟和一众咒术师以后，涂灭了整个霓虹，然后站在富士山上拿出红色的徽章，两面素挪，一面向党，一面向人民。我突然觉得五条悟死的也不是那么可惜啊，反而合情合理起来。毕竟在华夏，挪的意思是驱赶瘟疫的神，真像了。借鉴下画的是抗霓虹片。一瞬间，文人莫言浑身上下的不自在豁然开朗，通畅起来。啊，如果是这样，五条悟倒也死得理所应当啊。
当然，玩梗归玩梗，其实作为一名动漫党，也不希望五条悟被腰斩。毕竟种花家人君白毛控，谁会拒绝一个强大、俊美，还是白毛蓝眼1.9米的大帅哥呢？我一个男的也拒绝不了啊。还有许许多多的意难平，比如第1季当中的那个被真人欺骗的少年，原本保护弱者，最后黑化的夏油杰，都是让人十分可惜的。听说后面七海都嘎了，实在让人想说，界下渐渐，你应该死在娘胎里。所以当时的我脑海就在幻想，如果我在咒术世界，我一定会阻止这一切发生。然后我就两眼一黑，直接穿越到了产房。这穿越的也囫囵吞枣了吧？穿越后，我原本以为自己将会有着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结果却大失所望。自己的父亲虽然生得一头白发，与众不同，母亲也貌美如花，家庭和睦，有车有房，且生活优渥。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传奇一生，帅到炸天的人生。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如同平凡人一般过完这一生的时候，转折点出现了。6岁那年，自己的眼睛突然能够看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并且模样十分像自己前世穿越前咒术回战中咒灵。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恐怖、扭曲让人感到呕吐的怪物，但文人莫言激动的心强压了颤抖手。区区咒灵，等你文人莫言大人我成为了咒术师，通通弄死！怀着高昂激动的心情，文人莫言回到了家中的3层小别墅内，并直接回去就问自己的父母文人几伯和文人由美两人自己家有没有什么会特异功能，或者平时很神秘却特有钱的亲戚。文人莫言的父母知道了自己的儿子能够看见那些怪物的时候，两人的反应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父亲欣喜若狂，母亲莫名其妙，还顺便准备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原来早在几十年前，自己爷爷的爸爸狗卷领因为没有觉醒出咒力，一直被家族排挤在外，最终迫于无奈被逼流走，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改姓文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但这个秘密狗卷领并没有保留，直到孤独死去，而是告诉了自己的儿子文人豪。而爷爷文人豪在临死前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文人几伯，说出了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孙子如果能够看见你们看不见的东西，那就送他去这个地点。说着，一张纸条塞入了文人几伯的手里。听着父亲描述完我们家族的整个历史后，母亲震惊了，没想到这个世界还有如此神秘不为人知的一面。一想到自己的儿子以后也能成为超能力者，心中不免一阵激荡自豪。文人莫言也震惊了，没想到自己家还真有来头。那夜，父亲连夜驱车前往祖爷爷留下的地址，也就是狗卷家族的总部。也就是那时，文人莫言成为了一名咒言师，并且觉醒了属于自己的金手指逆天悟性。文人莫言只是稍稍运转修行了几下咒力，就已经达到了许多咒术师穷极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只是学习了一会术士，就领悟了5条悟拿命才领悟的反转术士，并且这所有的咒术和领悟大部分都与咒言术有关。简单来说，如果文人莫言想要给自己治疗，能够选择使用单纯的反转术士，或者直接使用反转咒言术，直接说上一句恢复吧，并且这种咒言术也可以治疗队友。文人莫言只需一句止血吧，或者提高咒力来去恢复治疗吧，甚至断臂重生都可以达到。可惜的是，文人莫言到现在也无法做到重生吧这么逆天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没死透，自己一句话的事而已。第3章秒杀。风些许停了，阳光宛若金粉一般洒在了文人莫言高挑的身姿之上，镀上了一层金光，美轮美奂。文人莫言抬起头来了，看向这次来到咒术高专的目标们，5条悟和夏油杰。看着对方慢慢吞吞走路，一步步一点也不着急的模样，文人莫言语气有些不满：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慢？老子刚刚走马灯都过了一遍了，你们怎么才到啊？难道自己刚刚挑衅的还不够到位？望着正吃着雪糕的5条悟，文人莫言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刚刚春暖，还没到夏天呢，你怎么就吃起雪糕了？不愧是全剧天花板的存在，这脑子和正常人就是不一样，相当另类。本来自己就不是什么高冷的人，刚刚在教室里面完全是因为剧情需要，自己是为了与5条悟和夏油杰交手，通过与对方的战斗观摩感受对方的术式，随后利用金手指逆天悟性，从而领悟对方的无下限术式与咒灵操纵。早在2年前，在咒言方面和实力方面，文人莫言就已经完全碾压了狗卷家族的现任族长1级咒术师，其实力在1级当中也是顶尖的存在。而文人莫言的实力已然达到了恐怖的准特级咒术师，等级与5条悟、夏油杰相同，被狗卷族常誉为咒言师重铸的荣光，千年难遇的奇才。仅仅只是使用咒言术就能呼雷唤雨，增幅自身，就已经达到了他所不能企及的高度。要知道，咒言术看似简单，
说俩字就能消灭敌人，实则其中奥妙博大精深，并且极其伤害嗓子。毕竟咒言师需要咒力通过嗓子来达到施术的效果，对于喉咙来讲有着极大的负担。大多数咒言师晚年都是无法说话，或者喉咙因为曾经的战斗损伤严重，每一次说话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让人唏嘘不已。但文人莫言打破了这个咒言师千古不变的束缚。没错，他会赋予，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赋予，而是可以对外施术的赋予。曾经也不是没有咒言师想要利用赋予代替喉咙施术，结果却是失败，因为咒力无法外泄，只能在自己体内游荡。而拥有逆天悟性的文人莫言却很轻易地将赋予施术运用的炉火纯青，其中的奥妙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悟性就是如此的玄妙且无法理解，自然而然就达到了那种境界。真是不好意思啊，莫言同学。悟刚刚走到一半，突然想吃香草雪糕，所以我们就陪他买了一根，耽误了一点时间，你不会介意吧？夏油杰笑容满面地解释道，仿佛并没有将之前的挑衅放在心上，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般。但这皮笑肉不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假笑，却让文人莫言感到一股寒意直逼心头。当然，这正是文人莫言想要的。他们越是用尽全力与自己交战，露出的术式越多，我的收获也就越多。啊，既然五条悟同学喜欢吃雪糕，那就让他先吃雪糕吧。文人莫言冷呵一声，勾了勾手指，嘴角咧开一抹极具挑衅玩味的弧度。那你先来，让我练练手把。呵呵，好啊，那莫言同学要小心哦。一旁的叶娥正道赶忙提醒两人要适可而止，不能损害同学感情。夏油杰嘴上说着注意，但召唤咒灵的速度可一点也没放缓。只见夏油杰手轻轻一指，身后黑色的咒力显现，浓郁的咒力如水一般在空气之中化开，化为一个黑色的门户。一头紫色巨大蠕虫咒灵如同炮弹一般飞速涌出，速度之快仿佛一辆全速前进的重型坦克。巨大狰狞的口气里面排满了密密麻麻，足以比拟尖刀匕首的锯齿，仿佛可以磨具一切，哪怕连钢铁都会被锯磨成粉末。二级咒灵，一上来就这么不留情面吗？我还以为夏油杰同学你会顾及同学之间的友谊，放些四级咒灵让我练练手呢。文人莫言轻声低语，但却又无比清晰地传入了夏油杰的耳中。咒言术传音吗？夏油杰嘴角微起，立马就感知到了对方使用的术式，望着越来越近，即将要将自己吞入血盆大口的蠕虫咒灵。折返吧！文人莫言张开印有咒言印的嘴唇，舌头上的咒印也在此刻发威，一股无形的力量强制将宛若炮弹一般袭来的蠕虫咒灵改变轨道。原本攻击文人莫言的咒灵，此刻却朝着自己的主人夏油杰冲去。奇怪的咒言让蠕虫无法停下自己的行动，蠕虫咒灵的身体好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掌握，就像一个普通人第一次体验失重一般，惊慌失措。夏油杰心中一凛，望着像刚刚冲向文人莫言一样的咒灵冲向自己。夏油杰能够清晰地感应，不是咒灵不受控制，而是咒灵本身已经失控。这种情况只需要用另一股力量拦截下来即可。随即第二个巨大蠕虫咒灵被夏油杰召唤而出，两只蠕虫相互碰撞，发出足以让众人能有身体感受到的巨大轰鸣声，仿佛一块巨石重重摔在地上，掀起尘土飞扬。紧接着两头蠕虫咒灵在夏油杰的指挥下再次朝着文人莫言冲去。蠕虫咒灵紧贴着地面高速移动，在空旷的草地上离出道道深痕，而就在两头蠕虫咒灵的掩护下，遮住了夏油杰全部的身影。夏油杰再一次召唤出一只咒灵，朝着地面钻去，随后又召唤一只飞行咒灵，准备来个三面夹击。望着再次袭来的咒灵，文人莫言脸上没有丝毫的紧迫感，反而显得有些无聊。喂，夏油杰同学，拜托，刚刚你已经试探了，再放这些二级咒灵就有些不礼貌了吧？你让我以为我被看扁了呀？所以我杀了你可爱的咒灵们，你也不会生气的，对吧？死吧！文人莫言话音刚落，原本即将击中他的四只二级咒灵，顷刻间被一股诡异的力量扭曲，随即轰然炸裂。巨大的身躯一瞬间支离破碎，血肉横飞，紫色的鲜血四溢，洒满了文人莫言的周身。但唯独站在中心的文人莫言片叶不沾。虽然普通人无法看见咒术与咒灵，但这并不代表这玩意不恶心，依旧会有落在身体之上的触感。况且文人莫言作为一名强大的咒术师，对咒灵有着更加的明显的触感，哪怕最后咒灵会消散得无影无踪。好强！一旁远远观战的加入萧子忍不住夸赞，仅仅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直接击破了杰的四只二级咒灵，而且看他的样子好像没有任何的负担，这可就太可怕了啊！真是麻烦，我以后的学生里面又多出一个怪物了吗？叶娥正道扶着额头，
忍不住埋怨道：“有趣，接下来姐你应该要动真格了的吧？”苍天之瞳散发着如清辉、如蔽月的芒光，在五条悟六眼的视角中，一只只散发着磅礴咒灵的强大咒灵，此时已蓄势待发。红龙，第4章领悟。夏油杰低声喝语，一头龙形咒灵呼啸而出，其散发的咒力与刚刚的咒灵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如果说刚刚的蠕虫咒灵是孩童的玩具车，那么现在这个正朝着鸡卷飞袭而去的红龙，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人人避讳、装满货物的大型货车。这就是1级咒灵与2级咒灵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况且，作为夏油杰底牌之一的强大咒灵，在1级咒灵当中也是顶尖的存在，其战力完全可以媲美1级咒术师。还没结束，夏油杰疯狂倾泻体内咒力，有黑色咒力形成的漩涡门户陡然间出现数十道，无数奇形怪状的恐怖咒灵倾巢而出，散发着骇人的冰冷与恐惧。这一刻，仿佛天清地暗，让人感觉来到了的人间炼狱，百鬼夜行。他们宛若洪流，势不可挡地冲向挡在他们面前的少年，挡在他们主人夏油杰眼前的敌人。此等气势，让人震惧、绝望。这就是准特级咒术师的含金量吗？真是厉害！文人莫言嘴角上扬，兴奋地笑出声来。久违的紧张、压迫感让文人莫言肾上激素飙升，毛孔微微张开，一种难以逾越的兴奋朝着4肢百骸蔓延。没错，那是久违的战意，来自与强者直接交锋的战意。这种感觉真是让人愉悦啊！这才像话嘛！先说好，打死了你的宝贝咒灵，可不许记仇哦。文人莫言拉开拉链，将套在身上的风衣甩到一边，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我也要动点真格了。文人莫言张开嘴，显露出印有咒言印、粉嫩的红舌。停止吧，然后消失吧。只是刹那间，宛若洪水的咒灵大军先是一顿，随后被一股无法抵抗的伟力毁灭，化为齑粉。怎么可能？夏油杰被这一幕震惊的瞪大的双眸，一脸不可置信。红龙可是我硬度最高的咒灵，怎么可能没有幸存？厉害，真是厉害！文人莫言，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遇见物以外最强的家伙。但是这场战斗是我赢了。下一秒，就在咒灵大军被毁灭的那一瞬间，文人莫言感觉到自己身处的空间仿佛被什么东西禁锢，变得暗淡无光，冰冷异常。文人莫言微微一惊，随后立马反应过来。领域，我美吗？一名身着素衣、披头散发的女人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视线之中。特级假想咒灵裂口女。文人莫言微微侧目眼前的怪异女人，特级咒灵裂口女也是目前夏油杰的最终底牌，曾经为霓虹带来过一段时间无穷无尽的恐惧，是都市传说当中赫赫有名的存在。听说是一些女人整容失败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下诞生的强大咒灵，有着女性最可怕怨念的集合体。没有女人会拒绝美丽，当然也没有女人会接受自己失败而得到的丑陋。自己感到空间被禁锢，应该就是眼前咒灵的简易领域所造成。我美吗？裂口女再次发问，狰狞恐怖，长满扭曲的面容足以让人恐惧的失去理智，手中的剪刀微微切合。下一秒，文人莫言的身体也随着出现几道血痕，只见几把巨大足以剪断世间一切的锋利剪刀赫然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周身，仿佛下一秒文人莫言的回答不能让裂口女满意，就会被剪刀大卸8块。夏油杰在一边善意提醒，莫言同学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哦，怕我等一下恐怕收不住手啊。在他人眼中，文人莫言已然落败，可在六眼的注视下，五条悟发现眼前四面楚歌的男人竟然在笑，那抹笑容自信、欣喜、绝对、癫狂，仿佛得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般。恭喜您通过观摩，切身感受咒灵操术，您领悟了全新术式无上限咒灵操研术。无上限咒灵操研术，您收服咒灵将没有上限，哪怕是特级，也仅仅只需一句轻描淡写的咒言。等级越高的咒灵，收服越轻松，消耗的咒力也越少，并且您收服咒灵没有任何条件与限制，哪怕对方已是有主咒灵，照收不误。文人莫言感受着自己刚刚领悟的逆天神技无上限咒灵操研术，心中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这挂开的也太爽了吧。这样的话，以后整个世界所有的咒灵都只需要自己轻飘飘的一句话，无论你是一级还是特级，都能轻易的收为己用，获入囊中。不仅如此，无上限咒灵操研术还有很多其余的功效，比如可以通过收服咒灵来增加等同的咒灵，还可以自己培养更加强大的咒灵，甚至还能运用那些强大咒灵的特殊咒术，并且能够通过逆天悟性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强大的术士，并且咒灵还能从自己这里获得那些全新的术士，变得更强，比夏油杰那个高级的不知道多少。
相比于夏油杰天天打咒灵、吃咒灵，那恶心呕吐物混合着抹布的味道，自己这个简直爽到没有朋友啊！要是夏油杰知道自己有这能力，恐怕会直接气得怀疑人生吧，恨不得把我掐死吧。文人莫言感受着自己脑海中刻满在自己全身上下五脏六腑的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心中不免澎湃万分。文人莫言从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当中的感悟抽离出来，一脸玩味的看向夏油杰，又看向即将剪断自己身体的准特级咒灵裂口女。你很美。听到这话的裂口女顿时心花怒放，原本就巨大恐怖的大嘴直接咧到了脑门后面。要有多恐怖有多恐怖，要有多猎奇就有多猎奇。文人莫言接着发动无上限咒灵操炎术。那么你愿意做我的仆人吗？文人莫言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愣了神，心中不约而同升起一个想法，他是不是疯了？担心文人莫言安危的叶娥正道赶紧劝道，文人同学，你已经很棒了，可千万别想不开啊，真的会死的。加入萧子也跟着附和，对啊，文人同学，刚刚你的表现已经很出色了，不要钻牛角尖啊。夏油杰倒吸一口凉气，摸了摸后颈，表情有些难办。啊，这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有点伤脑筋啊。夏油杰还以为文人莫言无法接受失败而说的风言风语，毕竟像这种家族当中的天之骄子，从小到大就生活在所有人的阿谀奉承、夸奖称赞，干什么都一帆风顺，从小到大就没吃过什么亏，同龄人里也永远都是第一，觉得整个世界就像是为他而生的一样。殊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旦受到一点点的挫折，就感觉世界崩塌了似的，不愿意承认和接受自己的失败。麻烦，我可不想伤害同学，要不认输算了吧。夏油杰有些无奈的想着，却又很想赢，毕竟刚刚那个家伙那么嚣张，还弄死了我多少辛辛苦苦收集而来的咒灵啊。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文人莫言是因为无法接受失败而说出那番莫名其妙的话语时，只有一旁的五条悟清楚，现在的文人莫言神智和脑海都十分理智和清晰。难道五条悟眉头微蹙，六眼死死地盯着今天这个刚刚入学的新同学，六眼不断闪烁着如苍天一般蔚蓝的光芒。算了算了，认输就认输吧。最终夏油杰的善良还是促使着自己认输。可就在夏油杰准备下达解开领域的指令时，他和裂口女的联系断了。第5章，没想到吧？好啊，主人。刹那间，夏油杰瞳孔急速收缩，一滴冷汗从夏油杰额头流过，目光猛地看向自己的咒灵裂口女，却发现此时的裂口女仿佛一个受到嘉奖的小女孩一般，隐藏在头发内的数双鬼眸因为甜蜜的笑容弯为雀跃，巨大狰狞的裂口也露出从未有过幸福的笑容。此时夏油杰脑海当中回想起刚刚文人莫言的那句话，这怎么可能？夏油杰又惊又疑，茫然、震惊，各种情绪覆盖在了他的脸上。这种诡异的感觉是夏油杰从未有过，冰冷、无助，汗流浃背，仿佛进入骨髓的失重。恐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油杰百思不得其解，心中的疑惑成为了他现在最想知道的答案。不好意思啊，夏油杰同学，看来这场战斗是我赢了。文人莫言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仿佛就是一名来自邻家的小哥一般，充满阳光、活力与温柔。而夏油杰此时已然被自己的咒灵裂口女拉入领域，成为了刀板上的鱼肉。夏油杰看着已经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巨大剪刀，苦笑连连。我输了。夏油杰承认自己失败，但现在他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输赢，而是文人莫言是如何断了他与裂口女的束缚，和为什么他能在一瞬间收服裂口女，据为己有。难道是刚刚那句话？夏油杰后知后觉，想起了文人莫言那句在所有人都认为是风语的那句话。战斗结束，文人莫言来到裂口女的身边，温柔地揉了揉对方的脑袋，轻声道：其实你一直都很可爱哦。真的吗？最喜欢主人了。文人莫言昧着良心夸赞着裂口女，这一幕被夏油杰尽收眼底，心中的疑惑问出：你是怎么在短短一瞬间收服我的裂口女的？文人莫言眼眸微转，微微一笑，随后发出几声咳嗽，声音有些虚弱沙哑道：嗨嗨，其实这是我的咒言术了，可以在一瞬间内断掉对方与咒灵的联系，然后在短时间内收为己用。文人莫言当然不可能直接就将自己刚刚领悟的无上限咒灵操炎术说出来，如果说出来，夏油杰肯定会直接怀疑人生，当场退出咒术高专都说不定。啊？什么？原来收服咒灵只需要轻飘飘的一句话，甚至不用打败对方，然后搓成球，像吃下水道擦过呕吐物的抹布一样。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人生的价值又是什么？原来收服咒灵如此简单。一想到那个场景，文人莫言就忍不住发颤。咦，还是算了吧，这也算是善意的谎言了吧。
好歹我与夏油杰也有同窗之情嘛。虽然连1个小时都没有，毕竟就算自己真的说了出来，多半他们一时半会也不会信。怎么可能有这么逆天的咒术？这不欺负我老实人夏油杰吗？我夏油杰天天勤勤恳恳，辛辛苦苦的拔除，然后吃，拔除，然后吃。你直接一句话的事，压根就不可能。竟有如此厉害的咒言术，这不玩克我吗？听到文人莫言回答的夏油杰震撼不已。这不玩克我这个咒灵操纵者吗？怎么会有这么逆天的咒术？还好是同学，如果是敌人，那恐怕不堪设想。想到这里，夏油杰心中长舒一口气。果然，兄弟多就是好。这招虽然厉害，但对我的咒力消耗十分巨大，喉咙带来的负担也很难受。文人莫言说着，揉了揉喉咙，声音的确有些沙哑，但并不是因为操纵裂口女，而是之前一口气喷死了那么多咒灵的缘故。希望夏油杰不要让我赔，毕竟好多。这样吗？倒也是，往往越是强大，逆天的咒术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巨大的。夏油杰表达了理解，然后伸出手来，一时间两人陷入了 Q 版状态。阿累，夏油杰他伸手是几个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赔他的咒灵吧？那怎么可能，我才不赔。对，不赔。夏油杰开口道，还给我，把裂口女还给我。听到夏油杰只是想要将自己的裂口女要回去，文人莫言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去。文人莫言点了点头，一旁的裂口女惊呆了，我如此的可爱，你居然舍得把我送人？主人，主人，烈烈不想离开你。这个男人长得鬼迷日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裂口女扭捏着身子，撒娇的看向文人莫言。在裂口女自己的心目中的形象是可爱的，可在文人莫言的心目中却是头皮发麻，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的那种。你能想象一个长着深渊巨口，脸上10几只眼睛的怪物对你撒娇卖萌吗？文人莫言毫不犹豫地将裂口女抓起，就准备塞入夏油杰的口中，一边推还一边面无表情地说着：快吃，快吃！无论是夏油杰还是在场旁观的3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好混乱，好畸形的关系啊！夏油杰一边无语地推着文人莫言送到嘴边的裂口女，一边解释道：你先把束缚解除再说啊，你这样我怎么吃啊？哦。文人莫言立马解开了裂口女的束缚，下一秒裂口女好像变了一个人一般。又开始了，我美吗？然后就被夏油杰一拳打翻在地，搓成了一个蕴含强大咒力的黑球。见夏油杰将黑球吞下，文人莫言挑了挑眉毛，凑到夏油杰身边，一脸恶趣味地问夏油杰：好吃吗？见文人莫言眉飞色舞，夏油杰竟直接将黑球吐了出来，上面还淌着他的口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呢？文人莫言直接被夏油杰的骚操作秀了一脸，大喊一声卧槽，这玩意还能吐的？来不及回顾两人之间的战斗了，接下来上场的咒术回战的最强，也是文人莫言前世最喜欢的大帅哥五条悟。哟，文人同学，你不需要休息一下吗？完全不需要，我期待与五条悟同学一战已经很久了。文人莫言眼眸战意盎然，脸上带着一抹自信满满的笑容和期许。不知道五条悟的无下限术士能够给我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第6章术士开启。文人莫言望着距离自己只有几十米的五条悟，心中开始想象自己到底会领悟什么不得了的术士呢？御三家的五条家不仅有着流淌在血脉中的6眼，还有祖传的无下限术士咒术停止之力，可以让攻击五条悟的事物和术士变得无比缓慢，等同于停止。也就是五条悟说过的，我们之间距离着无限。咒术苍，简单理解就是吸引力像黑洞和漩涡一样，有着恐怖的吸力。反转术士呵，简单理解就是斥力，最小的威力是苍的2倍。目前五条悟还不会用。前2种自己之所以知道的这么详细，原因很简单，狗卷族长告诉自己的。毕竟作为传承1000年的咒术家族，御三家之一，那些招牌术士早就被扒得干干净净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也就是五条悟的终极杀招虚势词。这是连五条家内部都极少有人知道的术士，是文人莫言前世观看咒术回战才知道的信息。其威力不知高于其他2种术士多少倍，其威力也是足以将眼前的一切化为湮灭虚无。这么说来，自己领悟的多半就是文人莫言此时已经能够想到自己与五条悟战斗结束以后领悟的逆天神技了。引力和斥力加上咒言术，那不就是辛辣天星，苍万象天影，虚地爆天星？好像不是，管他的，帅就完了。没错，我就是咒术当中的6道佩恩。一想到以后动动嘴皮子就能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中，文人莫言就不免心中的激动。毕竟谁能拒绝如此装逼且帅气的神技呢？文人同学，我要上喽！演武场上，
已经被文人莫言与夏油杰的战斗弄得乱七八糟起来，到处坑坑洼洼。五条悟此时已经走入战场，摘下自己的墨镜，露出传说当中的苍天之瞳六眼，美丽，真是美丽。文人莫言凝望着五条悟的双眸，仿佛看着的不是一双眼睛，而是烂漫星河，无尽的星辰璀璨，仿佛有着无数晨光在其中流转，美不胜收，美轮美奂。不愧是传说中的六眼，不愧是自己在咒术回战里面最喜欢男人。那么让我好好品尝一下你的滋味吧。文人莫言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说出如此变态的话，或许强者都喜欢这么说。那么我来割哟。话音刚落，五条悟的身形已然消失在了文人莫言的视野当中。当五条悟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文人莫言的身前，一记冲拳毫不留情地轰向文人莫言那俊美的脸庞。好快！文人莫言瞳孔微震，本能反应的双臂交叉，轰隆一声，刚刚五条悟的一拳赫然打出了音爆，能够清晰的用肉眼可视的发现刚刚的一击在空气当中打出如水雾一般的涟漪，而刚刚如此强横的一击，直接让文人莫言往后倒退了数米，双臂被刚刚的一击震得发麻。这就是加上无下限术是停止之力展现的体术吗？真是恐怖啊！文人莫言赞叹，可五条悟却没有丝毫想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停止吧！五条悟身形顿止，文人莫言发动咒言术，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丝喘息和反攻的间隙。体内暗红色的咒力急速流转，包裹在了文人莫言的右脚上，摇曳的咒力仿佛闪烁的黑火，其蕴含的力量让人惊叹。哪怕刚刚的咒言术只能让五条悟停止短短的一瞬，但也已经足够文人莫言接下来这一脚击中他。砰的一声，比刚刚还有巨大的声音响起。刚刚文人莫言的一记攻击宛若鞭子一般，狠狠地抽向了五条悟的头。在击中的瞬间，甚至闪烁着类似黑色的闪电，原本平稳的空间都有些扭曲起来。也就是主角虎杖的招牌攻击方式——黑闪。对于其他咒术师而言，能够偶尔打出一次黑闪都是不错的成绩，但对于拥有逆天悟性的文人莫言来说，只要他想，每一记都能是黑闪。妙到颠毫，细致入微的咒力操纵，文人莫言敢说自己在咒力方面的运用，自己称第一，没有人敢称第二。无论过去还是将来，甚至是现在。果然，你一点事也没有。文人莫言望着被自己击飞100米之远的五条悟，安然无恙地走了回来，脸上还一脸的轻松和惬意，好像有种很享受刚刚攻击的样子。这可不行，不施展点手段，恐怕接下来要被你在体术方面单方面吊打呀。文人莫言桀骜一笑，双手结印，其实结不结印都不影响，最重要的是帅。嘴唇紧闭，却又能够清晰地听见对方声音。腹语。在五条悟的六眼当中，文人莫言的咒力宛若巨大的洪流一般，向着自己身体的各处奔赴。肉体增幅，力量增幅，反应增幅，速度增幅，防御增幅，感官增幅。咒言术式武神灵体。武神灵体，文人莫言自创的增幅型咒言术，可以通过赋予为开启咒术的先则，然后通过将自身庞大的咒力输送至身体各处，大脑、四肢、五感、肉神防御、速度、力量达到质的飞跃。开启时期，其对肉体带来的巨大增幅，足以媲美天宇咒符带来的极致增幅，甚至超越。但与天宇咒符不同的是，天宇咒符是舍弃自身咒力换来肉体感官的极致，而武神灵体是施术者通过操纵自身咒力，短时间内获得强横无比的身体素质，宛若武神附体。与天宇咒符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没咒力，一个全是咒力。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会耗费大量咒力，并且需要细微到极致的咒力操纵，不然一个不小心，蔓延在体内的咒力就会发生紊乱暴动，轻则重伤，重则直接嘎了。并且武神灵体的缺点不止于此，相比于天宇咒符有着近乎零咒力，可以很好的隐藏自己，甚至第一代天宇暴君因为体质特殊，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零咒力。要知道，普通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丝丝咒力，而伏黑甚尔竟能达到恐怖的零咒力，这让伏黑甚尔无论是在咒术师眼中还是结界当中，完全就是透明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伏黑甚尔会被誉为咒术师杀手的原因，其恐怖的刺杀技巧和独有一份的隐秘优势，让他成为了术师们谈之色变的怪物。而武神灵身却与天宇咒符完全是两个相反，一个透明，一个宛若夜空的照明灯，全身上下充盈到极点的咒力，在普通的咒术师眼里，你简直就明摆在面前，根本不可能隐藏。对于拥有六眼的五条悟更不用说，仿佛就是极夜之中的那抹火光，清晰可见，引人注目，完全无法躲避藏匿。所以每当文人莫言开启武神灵体那一刻起，就说明了
他不会躲躲藏藏，而是和你堂堂正正、正大光明的和你战斗，而你也将面对一个拥有恐怖怪力、肉体和咒力的怪物，直至将你正面击溃，轰杀至渣。第7章，来吧。那么，现在轮到你来说，好快了。文人莫言嘴角流露出一抹邪魅自信的笑容。速度即是力量，你有被光速踢过吗？下一秒，文人莫言的身影化为残影，骤然消失在了原地，留下的只有一缕扬起青草与泥土的清风。在五条悟震惊的目光中，一记鞭腿已经抽向了自己的脑袋，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五条悟就已经被击飞。在所有人都视线当中，文人莫言仿佛已经消失在了这空旷的平原，竭尽全力也只能捕捉到他阵阵残影。但在他们的咒力感知当中，一个发光的巨大光源此时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进行移动，准确来说近乎瞬移。一时间，五条悟被开启武神灵体的文人莫言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好快的速度！五条悟目光凝重，眉头紧成一个川字。此时的五条悟被文人莫言利用极致的速度和攻击频率定在了半空中，没有任何的着力点，仿佛是一只在无尽海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波逐流，在半空当中就没下来过。而文人莫言正以一种绝对凌驾的姿态对着五条悟进行着来自肉体的狂轰乱炸。轰轰轰！猛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黑色的闪电在五条悟的周身不断闪烁，在众人的眼中，五条悟好像在被文人莫言无情的吊打和单方面的碾压。实则不然，相比于伏黑甚尔的灵咒力无法感知，文人莫言因为武神灵体而形成的巨大咒力，在五条悟的六眼之中并不是无迹可寻，反而十分的清晰可见，只是目前单纯的因为现在的身体跟不上眼睛而已。并且作为咒术界第一天才的五条悟，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和惊艳绝伦的战斗天赋。他在等，在适应文人莫言的攻击频率和速度，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将对方击败的契机。表面看上去，文人莫言在单方面碾压五条悟，利用自身武神灵体的优势，对着五条悟进行着宛若疾风暴雨般的体术攻击，哪怕是极致的肉体力量，加上拳都是黑闪的攻击，凭借无下限术式，五条悟依旧安然无恙，甚至毫发无损，真是一个乌龟壳。文人莫言看着躲在自己无下限术室内的五条悟，忍不住吐槽道。而被殴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的五条悟，此时已然展现出一名绝顶天才的魅力，沉着冷静，并没有因为被这恐怖的攻势吓得失去思考能力，而是全心全意将咒力和注意力投入到无下限术式的防御当中，伺机而动。苍天之瞳散发着碧蓝的异光，五条悟此时正快速地计算着文人莫言的行动轨迹和分享此时的战况。果然，如此恐怖的增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咒力和大量精力损耗。五条悟内心一喜，在他的六眼当中，文人莫言的咒力输出已然开始减弱，而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虽然自己拥有六眼和无下限术式，在咒力方面几乎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哪怕让对方打个几天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本大爷是谁？老子要堂堂正正正面击溃他，这是强者本就该有的自信。五条悟目光一凝，抓住对方运动轨迹空隙的瞬间，就是现在！顺转术式，藏！五条悟轻声一喝，纤细修长的手指之上，赫然凝聚出一颗蕴含着足以撕裂大地的蓝色能量球。轰！术士仓宛若一颗炮弹一般飞出，其骇人的引力连周遭的空气都遭了殃，方圆数米的一切都无法逃脱这宛若黑洞的引力。裹挟着一股无形的漩涡，此时正以极快的速度飞向文人莫言。就在文人莫言与仓即将来个亲密接触时，文人莫言的身影竟再次消失。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在半空也能如此迅速的转移轨道？五条悟看着失去身影的文人莫言，心中一凛。下一刻，文人莫言的身影再次出现，赫然来到了五条悟的身前。两人的距离此时已然如同一对热恋的情侣一般。如果不是无下限术式的阻隔，五条悟甚至能够感受到文人莫言那温热的鼻息。真是遗憾啊，五条同学，那个破绽是我故意卖的。文人莫言嘴角勾起一抹倦狂得意的笑容，右拳裹挟着诡异的白色咒力，用尽全力，狠狠地朝着五条悟的腹部打去。简易领域延伸破！怎么可能？五条悟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的腹部，自己的无下限术式居然被突破了。感受着来自腹部的巨力，一股钻心的剧痛随之而来。五条悟整个身子宛若紧缩的虾，五条悟被这是大力沉的一击直接打飞数百米之远，落入了不远处的森林当中。几棵大树也在此时轰然倒塌，文人莫言则完美的落地。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干得漂亮！一个欢呼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原来就在文人莫言与五条悟刚开始战斗没一会的时候，刚刚执行完任务回到高专的2年级学生歌姬与明明听着这边的动静赶了过来，结果就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的新面孔正在与五条悟战斗。小帅哥，干得漂亮！歌姬身着一袭霓虹舞女装，一脸幸灾乐祸。平日里五条悟凭着自己实力强大，可没少阴阳怪气，欺负自己，说自己实力弱，怎么样，真是让人讨厌。要不是自己实力不济，早就给对方一个大笔兜了。真是老天有眼，终于来了一个正义使者，给自己出了这口恶气。真是没想到，五条悟这么强的家伙，居然会被人打得这么狼狈。身着黑色校服裙的明明有些诧异道：“要知道，那可是六眼啊，五条家数百年才一遇的存在。”正道老师，这位是？明明看向身旁的叶娥正道。叶娥正道回答道：“文人莫言是今天刚刚入学的新同学。”看对方嘴边的咒印，他和狗卷家恐怕有渊源吧？明明妩媚一笑，撩拨着长发，轻声道：“哪怕现在的明明只有17岁，可无论是语气还气质，甚至是身体，处处透露着与年纪并不相仿的风情与妩媚。听说狗卷家出了一个千年难遇的天才，应该就是他吧？”明明自言自语道。一旁的叶娥正道点了点头，表达了肯定。哦，天才还千年难得一遇，好厉害！歌姬满眼小星星地望着平原中那俊美少年，春风拂动着少年额头的碎发，也吹动着少女的心，就像童话故事里斩杀恶龙的白马王子营救公主。很显然，在歌姬的心目中，五条悟就是那条讨人厌的恶龙。而此时，一个人影缓缓从森林当中走来，真是厉害啊，文人同学！只不过单靠这个可是没办法击败我的哦。五条悟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仰起头，一脸兴奋，甚至带着一丝癫狂，战意昂然地盯着刚刚把自己打飞的文人莫言。真是有趣，好久没有遇见你这么尽兴的对手了。五条悟露出一副意犹未尽的神情。经过刚刚的战斗，他已经摸清楚了文人莫言的武神灵体，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正面打倒他。可就在五条悟完全准备好之际，文人莫言却收回了全身的咒力，解除了武神灵体。这一举动让刚刚还兴奋异常的五条悟愣了神。什么意思？不打了？五条悟心中想着，要真是这样，自己岂不是亏大了？勾起了人家的兴趣，现在准备撂挑子不干了，这怎么行？很不舒服的好吧？可接下来文人莫言的一句，再一次让五条悟激情澎湃起来。这样打太没意思了，来一次最大咒力输出的对轰如何？求之不得。第8章，放屁吧！五条悟仿佛打了肾上激素般，眼睛瞪得溜圆，激昂亢奋起来，伸出双臂，像打太极般在半空当中虚和柔转，全身咒力开始调动。一颗媲美篮球大小的蓝色能量体在五条悟咒力的倾注和融合下诞生。与之先前为快速释放，如同玻璃珠般大小的苍来说，其威力简直蚂蚱与猛虎的区别。顺转术式，最大输出，苍！五条悟经过短暂的蓄力，双手猛然一推，散发着宛若六眼一般碧蓝光芒的苍迅速飞出，其蕴含的庞大引力直接在平原上犁出了一条又深又宽的河道。这要是去搞建筑，别人1年的活他1天就搞定了。文人莫言望着飞疾而来，仿佛能够将一切事物摧枯拉朽的苍，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与凝重，而是兴奋的表情洋溢的几乎快要溢了出来。此等威力，不愧是未来的最强现代咒术师的顶点。文人莫言目光疯狂，竟十分愉悦享受了起来。扭曲吧！他大吼一声，一股如渊如海的咒力经过他的喉咙与嘴巴，化为一股无形的扭曲之力与飞来的苍碰撞。一时间，天地失色，剧烈的爆炸响起，直接将原本是演武场的场地炸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撼，这是何等的威力！真是怪物啊！几人心中不约而同地升起这个想法。眼前一切仿佛一座战场，就好像被无数导弹轰击过般。五条悟喘着粗气，一脸满足地朝着文人莫言望去。刚刚的那一击耗费了他大量的咒力，但达到极限还是有一段距离。而文人莫言有些难受地揉了揉嗓子，这种感觉真是不舒服啊！看来刚刚全力的一击不仅耗费了文人莫言大量的咒力，也给他的喉咙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和副作用。这还是通过逆天悟性对喉咙有过锻炼和增强才有的效果。如果是一般的咒言师这么玩，基本上离当哑巴不远了。这足以让一个咒言师失声的一招，在文人莫言这里却是有点难受。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虽然难受，但终归还是有收获呀。此时，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您通过观摩与切身感受无下限术式时，您领悟了全新术式无下限咒言术。无下限咒言术，您的咒言越无耻，越下流，越肮脏，越不要脸，越卑鄙，越恶心人，越膈应人，
越没有下限，您所消耗的咒力也会越少，并且无下限咒言术是无法防御、无法躲避、无法忍耐、无法隐藏、无法适应，且没有任何反噬，有着与领域一般必中的特性，并且能够达到传说中的言出法随，哪怕对方没有那方面，也能凭空创造那方面。感受着全新的领悟的无下限咒言术，文人莫言人一下子直接就愣在了原地。人妈了，这无下限咒言术，先不说和五条悟的无下限咒言术有1毛钱关系，简直完全不沾边啊！哎，不是，有没有搞错？你这领悟的什么玩意啊？和五条悟的术士压根没有任何交集，甚至根本不可能让人想到啊！好歹我也是有素质，讲文明树新风的文明青年，好不喽？我幼儿园的时候还当个文明标兵的好不好？说鸡不说吧，文明你我他，我向来都不会说鸡这个词，都是说坤的。所以，作为一名讲文明的好咒术师，怎么可能会说脏话呢？没错，我作为经过高等咒术教育的咒言师，怎么可能会说那些烟杂之词呢？可就在下一秒，喂，五条悟，你体验过败北吗？文人莫言露出一副诡异的怪笑，一脸阴险地盯着战意十足的五条悟。五条悟直接被文人莫言这阴森的眼神盯得直发毛，后背一凉。怎么回事？我居然在害怕！五条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在害怕，怎么可能？自己怎么可能会怕？望着五条悟，文人莫言桀地大笑起来，活脱脱像一个反派人物。五条悟，接下来我的咒术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死亡，你确定要继续和我战斗下去吗？死亡！听到这个词，五条悟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兴奋起来。五条悟不怕，这不代表其他人不怕，尤其是在场唯一的成熟男性，咒术高专的老师叶娥正道坐不住了，赶紧站了出来。住手！我宣布，这场战斗已经结束。面对来自叶娥正道的警告，两人竟都直接无视了过去。老师，没事的，我可是很强的，我很想见识文人同学那可以让我死亡的术士。五条悟此时已经疯魔，作为五条悟家六眼，从小到大就没遇见过可以与他比肩的对手，哪怕是与夏油杰的战斗，都只不过是点到为止，远远没有与文人莫言的战斗来到尽兴和满足。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很久没吃甜品，突然吃下一个最好吃的大福一般，让人从心底、从灵魂全方面欢快愉悦。见两人剑拔弩张，丝毫没有想要放弃战斗的意思，叶娥正道决定自己要亲自下场。虽然打不过这俩怪物，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两人会因为他的介入还会继续战斗下去。作为五条悟的老师，他相信只要他挡在两人的中间，两人再怎么想打，再怎么想继续战斗，都必须收手，哪怕冒着受伤和死亡的风险。这就是作为一名老师的责任啊！虽然很讨厌五条悟，也很想小帅哥可以好好教训他，但我可不想看着五条悟死去，所以请两位结束战斗吧。歌姬摆出架势，身边的几人都准备介入这场战斗，也就是另类的劝架。真是的，明明刚刚才执行任务回来，还没洗个热水澡呢，又要加班了。五条悟，你可欠了我一个人情啊！明明轻松随意地挥舞着手中的巨斧，宛若一名在世的女武神。停手吧，文人同学，再打下去。夏油杰话还没说完，就被文人莫言打断。看来各位误会了啊，我说的死亡并不是单纯的死，而是社会性死亡，俗称社死。社死？众人第一次听到，都露出了十分疑惑的神情。文人莫言没有解释，而是让五条悟做好准备，他要来喽。五条悟自信一笑，除了之前对方那诡异的咒术，其他任何咒术都是不可能突破自己的无下限术士的，无论是对方的咒言术还是什么，都是无法。放屁吧！第9章与歌姬独处一室。噗！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刚刚还担心两人战斗出事的众人，此时也和五条悟一般，露出懵逼的神情。卧槽，这什么情况？还没等五条悟反应过来，文人莫言继续坏笑道：“放连环屁吧！”噗噗噗！一阵清脆的屁声从五条悟的后面传出。哈哈哈！哈哈哈！不行，我要笑死了！看着糗大的五条悟，歌姬率先大笑起来，疯狂地拍打着地面，眼泪都直接笑了出来。其他几人在歌姬的影响下也忍俊不禁起来，就连夏油杰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因为这实在是太好笑了。哈哈哈！叶娥正道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吐槽道：“我怎么不知道咒言术还有这用途？真是见世面了呀！”五条悟难以置信，自己可是施展着无下限术士，将自己保护起来，怎么可能会被他的咒言术影响？社死，其含义为在公众面前出丑的意思，已经丢脸到没脸见人，只想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的程度，被称之为社会性死亡。所以，五条悟同学，你现在知道社死是什么意思了吗？文人莫言向着众人解释着社死的含义。
五条悟冷冷一笑，丝毫不畏惧。区区放屁而已，你觉得你能杀死我？听到这话的文人莫言再一次阴森至极的笑了起来。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哦，可以带线哦。啊，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面还有晾干的衣服忘记收了，我先告辞了，文人同学。五条悟摸了摸头，讪讪一笑，说完直接消失在了演武场上。其速度恐怕是开了武神灵体的文人莫言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果然，人在面对生死存亡之际，会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潜力。文人莫言望着五条悟落荒而逃的背影，伸了一个懒腰。没想到这玩意这么好用，啧，不愧是逆天悟性领悟出来的，果然够逆天。这咒术要是给华夏大妈和那些骂人高手的话，那画面我简直都不敢想啊！看来以后自己还得多去学习一下，这样以后岂不是拉屎吧，放屁吧，然后一大堆不可描述的话语，那场面别说五条悟了，素挪也得跪啊！在术士的威力和实用性来说，无下限咒言术的确是现在文人莫言最强的咒言术。无解，逆天！战斗结束，文人莫言来到场外，一眼就认出了歌姬和明明。此时的歌姬的脸上还没有那道横跨脸部狰狞的疤痕，脸庞肤如凝脂，俏丽可人，活脱脱一个青春靓丽的大美人。您就歌姬前辈吧。文人莫言一脸激动地凑了上去，紧紧抓住歌姬那双纤细如玉一般凝滑的小手。第一次被男生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让从没谈过恋爱的歌姬瞬间羞红了脸。而且那个男生还这么帅，最重要的是他不仅暴打了五条悟一顿，还让五条悟出糗，这感觉实在是太爽了。歌姬颔首，害羞的点了点头。早就听说歌姬前辈您的舞姿美妙绝伦，宛若天仙下凡，请一定让我欣赏一下您的舞姿。对了，学校里应该有舞蹈室吧？不如我们去那里怎么？文人莫言笑着道，一脸期待地注视着歌姬。歌姬此时已经脸红到了耳朵根，听到文人莫言如此强烈的请求，居然莫由来的答应了这个请求。看着歌姬点头答应，文人莫言心道，没想到这就答应了，不知道他的术士又能给我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文人莫言抓起歌姬的手，就准备前往教学楼，毕竟自己可是急不可耐啊！自己来到咒术高专，不就是为了这些吗？这暧昧的一幕，直接让旁观的几人发出哦的起哄声。果然，年轻就是好啊！叶娥正道感慨万千，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段青涩甜蜜的感情经历，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多让人回味。被几人这么一干扰，歌姬的脸更加红了起来，头也低得更深。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手好暖好舒服。难道这是恋爱的味道吗？歌姬毫无抵抗地被文人莫言牵着走。歌姬以为文人莫言是贪图她的美色，其实不然。文人莫言想要的是她的咒术。两人很快来到了歌姬平时练武的房间。在这里，文人莫言不仅近距离观看了一番歌姬的舞蹈，还感受了一番歌姬的术式。最终，文人莫言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全新术式。只不过这个术士并没有让文人莫言觉得惊艳，这并不代表文人莫言领悟的术士不强，而是在自己众人的术士当中，这个术士显得很一般。领悟完歌姬的术士后，文人莫言一阵感谢，然后说有空会请歌姬吃饭，好好报答，然后就离开了房间，瞬间将这个事情抛之脑后。几日后，休闲室内，文人莫言和夏油杰几人在房间里打起了麻将。砰！五条，胡，清一色，你又输了。牌桌上，夏油杰眯着眼，笑盈盈地看着在牌桌上气急败坏的五条悟。加上这次，五条你一共输了萧子8次，我10次，夏油杰20次，和一炮3响3次。文人莫言拿着计算机，咬着嘴唇，啪啪啪的开始算起账来。最终你欠我们好多好多钱。文人莫言看着计算机上的数字，没错，我也忘记五条悟到底输给我们多少钱了。算账小能手夏油杰将每次五条悟输的钱记在了心里。一共是197800，对，一共20万，那个2800给你抹零了，都是好兄弟嘛。文人莫言拍了拍五条悟宽厚洁白的胸脯，发出清脆的闷响。艾玛，这皮肤比女生都滑啊！五条悟一脸苦瓜相，只好从钱包里掏出了自己今天的零花钱。作为五条家的少家主，钱自己随便一件衣服，哪件不是上10万？注：霓虹币，钱只不过是一串数字罢了。就凭五条家在霓虹的那些产业，都够五条悟每日挥金如土了。钱都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五条悟输多赢少。毕竟打牌吗？是不能用6眼的，不然就太玩不起了。再来，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五条悟不服气，准备再来几把，输钱是小，丢面是大。就在几人沏好麻将，准备再次开始时，一个不速之客却推开房门闯了进来。第10章第一次执行任务。你们几个居然在这里打麻将！
叶娥正道气冲冲地对着几人大喊。文人莫言一脸无辜：我们不打麻将干什么？这次轮到叶娥正道不知道说什么了。对啊，这4个家伙没任务，不打麻将干什么？毕竟个个都是天才，还有自己的独家的术士，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教不了什么呀。咒力这方面，自己这老师都自愧不如。好有道理。叶娥正道以拳击掌。文人莫言，老师要来2把吗？5条他好菜他，简直就是散财童子啊，和他打2把几天饭钱都够了。面对文人莫言毫不留情的嘲讽，5条悟自知自己确实是文人莫言说的那样，冷哼一声：切，我只是不太熟练，等我多打几把，一定可以把我失去的都赢回来。哦，是吗？既然这样，那老师我可要好好领教一番。叶娥正道正襟端坐，全然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坐下的叶娥正道却问了句：这玩意这么打的？稀里哗啦，一阵洗牌的声音过后，5条悟看着手里这张没用的5条，恨恨地打了出去。我就不信，我打5条还能输？5条！呼，一炮3响。啊，怎么可能？5条悟直接被气炸。叶娥老师可是新手，输给他实在是太丢脸了。哎，悟，这2天我们都摸清楚了，你还是这么喜欢打5条？夏油杰无奈地叹了口气。刚开始夏油杰还故意放水给5条悟，后面5条悟却说自己要靠自己实力取胜，不允许自己放水。结果嘛，就是5条悟输的最多的男人就是他的挚友夏油杰，对吗？5条，你干嘛这么喜欢打自己？你和自己这么有仇吗？文人莫言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发现5条悟最喜欢打的就5条了，每次都是这样。连叶娥正道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可很快就收敛了笑容，一脸严肃。作为老师，叶娥正道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鼓励5条悟。没错，这才是老师该做的呀。教书育人。就在叶娥正道准备好好劝慰一下5条悟，门再次推开。怎么回事？叶娥老师。歌姬推门而入，一脸气愤盯着叶娥正道。叶娥正道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来找文人莫言做任务的呀。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忘记正事了？叶娥正道刚想解释，就被歌姬抢先一步。文人莫言同学，你跟我走一趟，我们要去偏远县城执行任务。了解，歌姬前辈。文人莫言淡淡一笑，站起身子就跟着歌姬离开了这里。2人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车，司机是一名身着黑色西服、戴着黑色墨镜的中年监督辅助。歌姬一脸不开心地瞥着第一次执行任务而兴高采烈的文人莫言，想问这几天为什么没找我，却又不好意思问出口，只好为此次的任务打开话题。文人同学，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一个偏远县城的医院，这次事件是因为有几名护士神秘失踪，经过调查，没事的，前辈，我可是很强的，到时候你和辅助不好为幕，在外面等我就行，请相信我，我很快就能解决，前辈你只需要在外面静静等待我的好消息就行了。文人莫言言语中充满了自信和随意，好像对于他来说，这种任务简直比吃饭喝水还要简单。不就是咒灵吗？一句话的事。见识过文人莫言实力的歌姬自然知道这种级别的任务对于文人莫言来讲小菜一碟，但作为前辈的威严可不能没有。文人同学可别太小看咒灵了，虽然这次的咒灵评级在2级，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威胁。每一只咒灵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自信过头就是自负了，知道吗？看着歌姬如此严厉，文人莫言莫名的觉得有些可爱。了解，前辈，但你觉得那些咒灵会比5条同学和夏油杰同学更强吗？文人莫言拉下衣领，露出自己俊朗如潘安的面庞，一脸坏笑的靠近歌姬。看着文人莫言的脸越凑越近，歌姬的脸再一次忍不住发烫起来。歌姬前辈，你不会还没谈过恋爱吧？文人莫言转了转眼珠，看着一脸羞涩却又想要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歌姬，文人莫言忍不住想要捉弄一番，可回敬的文人莫言却是一记粉拳。还好文人莫言躲得快，不然免不了一阵皮肉之苦。行了，不要贫嘴，我们这场是去执行很危险任务的，给我严肃一点。好好好，严肃严肃。文人莫言一副听劝的样子，规规矩矩地坐在了车后。几个小时的路程后，已是下午，几人还没吃午饭，准备随便找个地方对方一下。而在路上，文人莫言真的就一点也没搭理歌姬，全程都对着手机在哪里咯咯咯地笑着。随后歌姬感到奇怪，看了一下文人莫言的手机，也跟着笑了起来。原来文人莫言走后，叶娥正道觉得赌钱什么的有害学校风气，改成了贴纸条，结果就是5条悟全身上下好像选上了一件白色的纸衣。由此可以想象5条悟到底输得有多惨。来到县城，这里熙熙攘攘，街道虽没有东京那般繁华，也别有一股人间烟火味。3人准备等到夜晚再行动，吃了午饭以后，来到了一处奶茶店打发起时间来。看着就在自己身边的文人莫言，歌姬很想问他
这几天为什么不来找自己，但最后还是强压下去。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女生问吗？这个混蛋！文人莫言也注意到了歌姬一整天心情都不太好。作为一名单身了30多年的单身狗，加上前世，对女孩子什么的真的一点也不了解。但肯定的是，女生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招惹她，不然她很有可能会把愤怒发泄在你身上，到时候你有理都说不清。就这样，歌姬生闷气，文人莫言当歌姬不存在。直到夜晚，繁星点点，文人莫言进入医院，让两人放好帷幕，静静等待，独自一人解决咒灵。可让文人莫言感到意外的是，这里虽然有咒灵的气息，可并没有咒灵的存在。就在文人莫言疑惑的时候，一把飞刃划破夜空，朝着文人莫言的心脏袭去。第11章咒祖师。文人莫言只是微微侧身，随后竟徒手将飞来的飞刃捏住，感受着飞刃之上还余留的咒力。文人莫言明白，看来自己是被捷足先登了呀。咒祖师。文人莫言看向楼顶，一个戴着青面鬼脸面具的男人此时正冰冷地俯视着自己，其散发的杀意哪怕宛若凝滞，这可不是靠咒力能堆积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杀人。文人莫言看着一动不动的咒祖师，心中有些疑惑，这里一没钱，二没什么宝贝咒物啥的，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些家伙可是出了名的无利不起走，而且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咒术界追杀，所以一般没有什么滔天的富贵的话，他们可不会突然冒出来，而且还是在这么敏感的地方。难道这里有特级咒物？一想到特级咒物，文人莫言立即兴奋起来。没想到第一次执行任务就遇见这好事，好像一只普通的咒灵一旦吞下特级咒物，经过一段时间的滋养和发育，就能依靠特级咒物其中蕴含的咒力一跃成为特级咒灵。莫非这里不会有根宿傩的手指吧？对于普通的咒术师来说，遇见特级咒灵那可是要命的事，但对于文人莫言来说，什么特级咒灵，这不纯福利吗？等我一句话收服他，让他给我跪在地上唱征服。只不过按照这里遗留的气息来看的话，充其量也就一只2级咒灵，看样子并不像有特级咒物的样子啊。文人莫言思考再三，觉得还是先把那人打个半死，然后问问吧。可就在文人莫言准备动手之际，一个戴着红面鬼脸面具的咒祖师猛然从他的身后袭来。看着对方那裹满紫色咒力的铁链，文人莫言只是拉下衣领拉链，淡淡说了句停止吧。下一秒，刚刚还准备杀死文人莫言的红鬼面具的咒祖师就被一股力量狠狠地压在了地面上，动弹不得，好像被一座巨石给压住。眼见自己的队员竟被对方一句话给秒了，青鬼面具的咒祖师暗道不妙，准备跑路。可就在青鬼面具咒祖师刚刚踏出去第一步，还未落地，一只大手就已经拍在了他的肩膀上。要去哪里啊，我的朋友？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青鬼面具咒祖师知道这等级差太多了，对方最起码是个1级咒术师。行了，我不喜欢别人低头看我，跪下吧。此话一出，一股无形的力量强压在了青鬼面具咒祖师的肩膀上。青鬼面具咒祖师双腿一软，轰的一声，膝盖重重地跪在地上。青鬼面具咒祖师被眼前的少年直接给吓傻了眼。你到底是谁？青鬼面具咒祖师浑身颤抖地问向文人莫言。我呀，咒术高专的一名学生。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在这里啊？文人莫言十分阳光地笑着，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青葱少年盘，仰视着眼前和颜悦色的少年。若不是自己汗流浃背，我跪在少年眼前，自己差点就信了。而现在，楼下的红鬼面具咒祖师还被死死地压在地面。喂，我问你们呢，你们2个2级咒祖师在这里干嘛？你别告诉我你是来拔除咒灵的。青鬼面具咒祖师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大哥，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文人莫言一脸狐疑地盯着眼前的咒祖师，看来不施展一些手段，你们是不会开口讲真话了。行吧，就让你们试试我前不久领悟到的新招式吧。要说现在就说，不然等会你想说恐怕都来不及喽哟。文人莫言嘴角疯狂上扬，诡异阴暗的笑容让青鬼面具咒祖师感到一阵寒冷，心惊胆战。理智告诉自己要将事情的真相告诉眼前的少年，但理智又告诉自己，要是说了，组织也会让自己生不如死。文人莫言见对方半天没有反应，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嘴很硬嘛，希望你接下来也可以这么硬。文人莫言将青鬼面具咒祖师带到1楼，和自己的同伙红鬼面具在一起。那么要开始了。半个小时后，两人此时已经被文人莫言折磨得口齿不清，浑身上下沾满不明的黄白之物，嘴里更是咦想起刚刚的场景，就连作为施术者文人莫言都不敢正眼瞧啊，实在是太恶心了。
虽然过程很变态，很没人理，但结果是好的，最终还是问出了两人此次前来的目的。复活八岐大蛇？你们咋不复活九吞童子啊？玉藻前也不错呀。文人莫言冷笑，在普通人眼里，八岐大蛇只不过是霓虹传说中的鬼神传说，但作为咒术师，文人莫言自然知道，那玩意可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过的怪物。不仅是八岐大蛇，还有玉藻前、九吞童子等，在古代都是威名赫赫的大妖怪。他们的实力说是呼风唤雨也不为过，其实力可不是用特级能够形容的。只不过不知为何，后面他们都诡异的消失了。两面宿傩也在霓虹的神话历史当中存在过，只不过故事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有些民间英雄方面的描述，可能是因为那天宿傩心情好，救了几个村庄，所以被人传颂；而另一个就是咒术世界描述的那样，那个千年之前的诅咒之王，哪怕集结了整个咒术界所有的力量去讨伐，换回的也只不过是尸横遍野，大败而归。要知道，当时的咒术界可是整个霓虹咒术最巅峰的时期，无论是咒灵还是咒术师，与现在相比，不知道衰弱了多少。但哪怕现在的时代如此衰弱，不也出了一个五条悟这样的怪物吗？当五条悟领悟反转术式那一刻，整个咒术界都将暗淡。五条悟具体有多强？这么说吧，整个现代咒术界绑起来和他打，结局就和千年前那群打宿傩的咒术师差不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可不是五条悟说着玩的，而是真的。他真的就是现代咒术师的顶点，绝峰。第12章领域展开。至于你们两个，文人莫言将目光移向两个已经被自己折磨得不成人样咒祖师，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芒光。你们应该很恨我吧？文人莫言望着两人的眼睛，其中满是恐惧、害怕与绝望，但深处却隐藏着滔天的恨意和怒火，恨不得把文人莫言抽筋扒皮，千刀万剐的恨与怒。文人莫言看着对方的眼神，脸上露出让人害怕的笑容，说出了一番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不如这样，我不用咒力，把你们杀死，让你们变成咒灵来找我复仇如何？我这个人一向很公平，绝对不会让你们报隔夜仇的。说完，文人莫言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几把手术刀，直接将两人送去见了上帝。为什么99游击会说出咒术师不会产生咒灵？原因很简单：一、咒灵的本来组成就是人民心中的怨恨、愤怒、各种情绪产生的诅咒之力诞生的怪物；二、因为咒术师除去自然的老死，基本上都是死在与咒灵的战斗和诅咒师的战斗，所以他们死后不会变成咒灵，并且快要老死的咒术师也会在快老死前用咒术处理，这是不成文的规定。不然的话，很有可能死去的咒术师会变成咒灵，给活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损失，这也是咒术师们不想看到的。所以为什么说咒术师不会变成咒灵，而咒祖师不包括在内？这也是为什么咒祖师和咒术师之间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说咒术师不会变成咒灵，而是咒术师的死亡一般都是被咒术所杀死，所以无法产生咒灵。毕竟一旦咒术师产生咒灵，那实力可是会高上一大截的，说不定眼前的两个咒祖师等会就会变成特级咒灵也说不定。如果变一级的话，那说明对我还是不够恨啊。但文人莫言相信自己都这样对待他们了，他们肯定会以特级咒灵之姿回来向我复仇。这样的话，自己岂不是可以收服2只特级咒灵加上1只2级咒灵？那真是收获颇丰啊。想到这里，文人莫言忍不住笑出声来，爽，实在是太爽了。并且收服2个咒祖师变成的咒灵以后，自己还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然后去摧毁、铲除那个咒祖师组织，到时候肯定会赚得盆满钵满。只不过这种事情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做，毕竟自己这故意让咒祖师变成咒灵的操作，在咒术界眼里和咒灵已经没什么区别，需要立即拔除。文人莫言可不想变成咒术界的公敌，毕竟很麻烦。文人莫言等待了段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一股诡异的氛围悄然而至，两人的尸体转瞬间不翼而飞，下一秒，一个咒胎出现在文人莫言的视线之中。文人莫言目光淡然地看着距离自己不足5米的咒胎，平静地观看着他们的诞生过程。此时的咒胎正贪婪地吸食着周围残存的咒力，其中蕴含的咒灵磅礴如山，应该是特级咒灵跑不了了。晦暗的咒胎悬浮于半空，如同心脏般不断鼓动，仿佛下一秒一个巨大的恐怖就要破胎而出。没过多久，咒胎破裂，一只怪异的大手探出，随后而来的是第2只、第3只、第4只，4只怪手撕开咒胎，一个怪面獠牙、半红半青的鬼脸赫然出现在文人莫言的眼中。鬼脸咒灵从咒胎当中跳出，将刚刚孕育了自己的咒胎残骸其搓成一团吃了进去。吃完后的鬼脸咒灵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干裂暗青的嘴唇，
硕大突出的眼球满是贪婪地注视着文人莫言，仿佛在看一个可口的美食。咒术师，我们又见面了。文人莫言闻言一笑，心中想：这俩二货不会以为自己变成特级咒灵就是我的对手了吧？你活着的时候都打不过我，死了就行了。现在我要将你之前对我做的一切100倍奉还。结。鬼脸咒灵大笑着，声音好像是2个人重叠在一起的声音，显得十分诡异，让人恐惧。但在文人莫言耳中却显得有些二。看着对方滑稽的模样，文人莫言一点也不着急着收服对方，准备好好玩玩，看看他们2人诅咒诞生的咒灵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毕竟特级也是分等级，最低等级的连1级术师都能搞定，再高一点能开领域说人话什么的，那就不是一般的1级能够解决的了，需要出动1名或者多名1级咒术师或者特别1级咒术师围剿，当然还不一定成功。文人莫言看对方能说人话，咒灵也很浓郁强烈，多半应该达到了真人或者花玉的水准。漏壶就算了，毕竟人家胡宝可不菜，只是单纯的喜欢打巅峰赛。哈哈哈，我不会这么轻易的将你杀死，我会把你屎打出来，让你尝尝自己屎的味道。鬼脸咒灵凶相毕露，恶狠狠死盯着眼前宛若孩童的文人莫言。在鬼脸咒灵3米以上的体型面前，文人莫言1米9的身高的确就像一个孩童一般，显得娇小无力。鬼脸咒灵癫狂一笑，脚下猛然发力，砰的一声，脚下地板碎裂，现出一个小小的凹坑。鬼脸咒灵巨大的身体宛若炮弹一般，朝着文人莫言冲杀而去。文人莫言不紧不慢地看着已经逼近的咒灵，轻描淡写了一句：速度不错。轰！鬼脸咒灵拳如重锤，宛若4支长枪一般刺向文人莫言，发出阵阵雷鸣，将文人莫言直接轰飞了出去。力量也很棒。感受着来自鬼脸咒灵的攻击，文人莫言估摸着起码有6成武神灵体的威力，爆发全力的话应该有7成。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家伙应该有领域吧。文人莫言眼眸闪过一丝异彩，看向已经在结印的鬼脸咒灵。领域展开，青鬼刀山，红鬼炼海。第13章，一句话的事。领域展开，咒术师战斗最高境界。不会领域的咒术师不一定是弱者，但会领域的咒术师一定是强者。领域展开，刀山炼海。鬼脸咒灵双手结印，霎时间天地骤变。原本还身处医院的文人莫言，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一个满是锋利刀刃和布满铁链的神秘空间。钢铁般冷清寒瘦的光，凛冽地照亮着整个空间。鬼脸咒灵的领域仿佛一个倒扣的巨碗，直接将整个医院扣住。歌姬布置的帷幕也在领域出现的瞬间，因为承受不住巨大咒力的冲击被挤爆。医院外，歌姬满脸惊愕地望着已经将医院覆盖的黑色的领域。开什么玩笑？领域不是调查过吗？怎么会突然变成特级任务？这群该死的家伙，2级和特级都分不清楚吗？歌姬连忙将手机拨通，打给还在咒术高专的叶娥正道请求支援。殊不知他冤枉了调查的辅助们，这个特级咒灵是文人莫言自己搞出来的。嘟嘟嘟嘟嘟嘟。此时正在高专内的叶娥正道正与5条悟3人围在一个木桌前吃着寿喜锅。喂，歌姬，有什么事吗？叶娥正道吃着刚刚煮熟的手打肉丸，呼啦呼啦地吹着。叶娥老师，赶紧派来支援，任务评定出现错误，我们遇见了特级咒灵。电话内传来歌姬焦急的催促声。什么？特级咒灵？听到特级2个字的叶娥正道瞬间站起身来。没错，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特级的咒灵，而是一个能够开启领域的特级咒灵。能够开启领域的特级。叶娥正道墨镜下的目光猛地沉了下去。领域，咒术界公认咒术战斗的最高境界，能够开启领域的无论是咒灵还是咒术师，都是十分恐怖且强大的存在。这样的咒灵哪怕是在霓虹也是寥寥无几。这样的咒灵一旦出现，都会被咒术高专记录在册。目前咒术高专总共才记录16名特级咒灵，但现在却突然冒出一个，还是在自己的学生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现，麻烦了。叶娥正道平复着内心的紧张。目前的情况如何？歌姬，目前的状况我也不太清楚，但能确定的是文人莫言在里面。老师，事态紧急，赶快让5条悟那个混蛋和夏油杰来救人啊！歌姬几乎用吼的方式道。可电话那头却传来5条悟玩世不恭的声音。你刚刚骂我的话可全都听见哥哟，歌姬，明明这么弱还这么凶，母老虎母老虎。听着5条悟这如同孩童一般不着调调皮的声音，歌姬气都想直接给5条悟俩大嘴巴子。安心啦，莫言可是很强的，他一定可以安全的走出来的，你就慢慢等着就行了。夏油杰也跟着附和。是啊，歌姬学姐，你就安心等待就好了。虽然不得不承认，但文人同学确实很强，比我还强。
你能不能和文人同学说一下，把那个咒灵打败回来给我吸收啊？毕竟特级咒灵可遇不可求啊，我太想要一个强大的特级咒灵了。听到五条悟和夏油杰的回答，歌姬差点就将他刚买不久的手机气得捏碎。你们两个混蛋，现在文人莫言在领域里面生死不知，你俩还在那里说风凉话，不帮忙就算了，还让文人莫言给你把咒灵打包带回来，你怎么不直接去死啊？歌姬气得直接挂断电话。两个混蛋，真是气死人了！求人不如求己，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歌姬叹了口气，哪怕学校那边派出支援，也得好几个小时才行，可远谁也解不了近火呀。但面对领域，他一个辅助咒术师能有什么办法？希望文人莫言同学能安全的出来吧。就在歌姬刚刚为文人莫言祈祷，眼前的巨大领域仿佛破碎的镜子，突然裂开，层层碎裂，化为虚无，消失在了迷离的夜色之中。就在刚刚，领域内，鬼脸咒灵利用领域的避重特性，从空间的四面八方招出数条由咒力形成的铁链，铁链粗大如蟒蛇，坚硬无比，宛若游龙一般，直接绑住文人莫言的手脚，将其大字形吊在半空之中，仿佛一只待宰的猪羊。我丢，没想到你这家伙喜欢玩捆绑 play。 文人莫言有些没想到，自己居然被这种方式绑在了半空，有点羞耻啊。鬼脸咒灵得意笑道，狰狞的面孔开始扭曲起来。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要怪就怪你的愚蠢和自大，居然敢不用咒力将我杀死。现在我从地狱中爬了出来，还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你现在求我，说不定我会网开一面，给你一个痛快。文人莫言有点无语地俯视着下方的鬼脸咒灵，你咒力很多吗？还有时间和我闲聊？见对方如此藐视自己，鬼脸咒灵也不再打嘴炮，而是准备先折断文人莫言的四肢，然后把他囚禁起来，天天让他吃自己的大便。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鬼脸咒灵之所以和文人莫言说那么多废话，就是想亲眼看看文人莫言在他面前如一条狗一般，像之前自己求他那般求饶，结果却大失所望。文人莫言不仅没有像狗一样祈求鬼脸咒灵，反而一直以一种玩味自信的目光打量鬼脸咒灵，这副傲慢的姿态让鬼脸咒灵更加怒火冲天起来。鬼脸咒灵发动术式，准备将文人莫言千刀万剐。无数刀刃从半空中陡然浮现，密密麻麻，仿佛一场冰冷的刀雨。无数铁链也在鬼脸咒灵的调动下，宛若大海的波浪一般游走蜿蜒。可面对如此绝望的境地，文人莫言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话：跪下吧。鬼脸咒灵粗壮如犀牛一般的双腿居然不听使唤的弯了下去。鬼脸咒灵震惊地望向那个被自己吊起来的少年，怎么回事？是你搞的鬼？鬼脸咒灵目瞪口呆，冷汗直冒。此时鬼脸咒灵只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被眼前白发少年随意玩弄的玩具。为什么会这样？鬼脸咒灵颤抖的开口，灵魂也开始畏惧臣服。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主人。话音刚落，鬼脸咒灵瞬间像换了一个人一般，当场解开了文人莫言的束缚，跪在地上恭敬地对文人莫言道：是我的主人。此时的鬼脸咒灵的突出的眼球不再有刚刚愤怒与仇恨，取而代之的是无上的忠诚与崇拜。文人莫言看着突然变得比狗还乖的鬼脸咒灵，心中不禁感叹，这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太逆天了。自从文人莫言那天与五条悟和夏油杰战斗后，获得了这两个逆天神技，实力突飞猛进。就算宿傩现在摆在我面前，只要他没第一时间把我秒了，就当他哭了。第14章折拳。完成任务，文人莫言走出医院。没事吧，莫言？看着文人莫言安然无恙，歌姬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当然没事了，我可是很强的区区特级咒灵，手拿把掐。文人莫言嘿嘿一笑，让歌姬放心。清楚文人莫言没事后，歌姬气愤地捏紧了粉拳。这群监督搞什么鬼？特级和二级都分不清楚，差点害死我们！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投诉，及那个监督的职。听到这话的文人莫言突然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毕竟特级是自己搞出来，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让别人背了黑锅，这可不好。文人莫言只好劝劝歌姬：哎呀，歌姬前辈，算了算了，人都是犯错的，警告一下就好了，为此丢掉工作太过了。歌姬闻听此言，看向眼前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少年，心中不免感慨，同样是帅哥，同样是白毛，为什么五条悟那个家伙那么讨人厌，而文人莫言学弟却那么的讨人喜欢？明明是监督错误判断任务评级，害他陷入困境，却还为监督开脱，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文人学弟，你实在是太善良了。歌姬一脸欣赏地注视着文人莫言，眼眸中有说不出的温柔。啊，是吗？文人莫言听得一脸懵逼，我什么时候这么优秀了？
管他的，他说是啥就是啥，毕竟自己今天也是收获颇丰啊。不仅得了一个特级咒灵手下，还得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哲权，鬼脸咒灵生前隶属的咒祖师组织，是一群信仰大妖怪八岐大蛇的疯子。毕竟连天元那种家伙都有人信奉，更别说比他还久远，在霓虹历史赫赫有名的八岐大蛇了。这还没完，不仅有八岐大蛇，还有九尾狐玉藻前和大天狗。在这个咒术师日益强大的今天，咒祖师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为了复活自己的信仰的神，占有一席之地，只好抱团取暖。真是一群躲在暗地里的老鼠。文人莫言冷冷一笑，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将那群组织连根拔起，然后收入囊中，为己所用。任务结束，几人坐上汽车，朝着咒术高专回城。路上望着繁星夜色，文人莫言打开话题：果然还是乡下能看见如此繁星美景，你说对吧，歌姬前辈？听到文人莫言的话，歌姬也微微点了点头，吹着清凉的晚风道：是啊，不像东京，美丽的星空都被耀眼的霓虹灯和高楼大厦所遮盖。文人莫言道：说起东京，最近新开了一家寿司店，前辈明天晚上有空吗？我想谢谢前辈上次教我跳舞那件事。听到这话的歌姬先是小脸猛的一下就滚烫起来，想起了那次和文人莫言亲密接触，说话都有点不利索起来。啊，好啊，明天晚上几点啊？听到歌姬的回答，文人莫言笑了笑：真的吗？那明天晚上6点吧。对了，歌姬前辈可以把明明前辈也一起叫出来吗？我对明明前辈的咒术很感兴趣，希望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心得。听到这话的歌姬心中突然就有些失落，但仔细一想，好像也是。文人莫言总是对大家的术士很感兴趣，无论是5条悟的无下限，还是夏油杰的咒灵操纵，难道他是个咒术痴？歌姬叹了口气，好不容易遇见一个自己满意喜欢的同龄人，没想到居然是个对女人不感兴趣的咒术痴啊！苍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啊？歌姬无奈的叹息道：为什么自己身边的优秀男人就没一个正常的？回到东京，文人莫言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咒术高专，而是身边找了一间偏僻的旅馆住了下来。他有很多问题需要问鬼脸咒灵。生前鬼脸咒灵有很多束缚，哪怕文人莫言手段尽失，对方也无法完全说出。现在他们已经死了，束缚不在，又成为了自己咒灵，所以会对文人莫言知无不答。文人莫言调动咒力，鬼脸咒灵便被召唤出来。主人，鬼脸咒灵恭敬道。文人莫言问道：我问你，你对哲权的了解和那个联盟的了解知道多少？鬼脸咒灵思索领域番，回答道：不多，我只知道最近我们的首领齐晨需要大量的咒灵，听说是为了复活八岐大蛇，重回人间做准备。文人莫言听完鬼脸咒灵的汇报，点了点头：这样吗？那你知道最终他们的目的地或者联系的方式吗？鬼脸咒灵顿了顿：有，但我并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一般都是组织的一名1级咒祖师和我们接头，从我们这里收走咒灵。那距离哲权复活八岐大蛇还有多久的时间？鬼脸咒灵回答：还有3个月左右。3个月吗？文人莫言考虑了一番，应该够了。翌日，文人莫言一大早就回到了咒术高专，在学校里和5条悟和夏油杰玩了一会，随后前往东京的街道开始了游玩。毕竟今天晚上有约，就不便去调查咒祖师。到了晚上，与夏油杰2人分别，文人莫言来到了一处寿司店前，与歌姬明明碰头。走入寿司店，3人喝着昂贵清酒，吃着最鲜美的食材做的寿司。酒足饭饱以后，明明用手撑着半边脸，妖娆的拿着酒杯，斜视的看向文人莫言。文人学弟，听歌姬说，你这次请我来是为了见识一下我的咒术。文人莫言点了点头，毫不掩饰：是的，明明前辈。明明微微一笑：你不知道我的术士本质的来说是个监察术士，并没有什么杀伤力。文人莫言：我知道，所以明明前辈，你是有什么条件吗？明明伸出5根纤细葱白的手指，道：50万霓虹币，如何？听到这个要求，文人莫言人都骂了，但还是答应下来。钱都是小问题，只不过自己昨天才辛辛苦苦执行任务得来的奖金，今天就只剩一半了。借用七海的一句话，咒术师就是屎。第15章万灵观察术。夜晚，咒术高专一处平地上，神风明明娇喝一声，数只乌鸦被解除咒力限制，以生命为代价而来，朝着文人莫言飞袭而来。其威力宛若炮弹，连钢铁都能将其贯穿。文人莫言看着几乎瞬移消失在自己视野当中的乌鸦，文人莫言心念一动，无数铁链凭空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身前，交织成网，一瞬间就已形成了一堵硬度极高、
厚厚的铁墙。这就是无上限咒灵操炎术的能力之一，可以使用吸收咒灵的咒术。无上限咒灵操炎术不仅可以使用吸收的咒灵术士，还能吸收其咒力，为己所用。只听蹭蹭的数道金属碰撞交割的颤音响起，夜色闪过几道艳丽的火花，几只乌鸦状的血肉横飞，艳丽乌黑的羽毛散落一地。恭喜您通过观摩，切身感受黑鸟操术，您领悟全新术式万灵观察术。万灵观察术，文人莫言感受着从明明术士全新领悟的咒术，心中有些惊喜。这全新的咒术，其价值完全不逊色于自己从五条悟和夏油杰那里领悟的无下限咒言术和无上限咒灵操炎术。相比于明明的黑鸟操纵，只能使用自己饲养的乌鸦作为媒介，从而达到观察的效果。术士万灵观察术不仅可以通过各种动物的视角和感知，甚至植物来达到观察监视的地步，还能让施术者模仿自然界各种生物特有观察能力，比如狗灵敏的嗅觉、鹰的动态视力、蛇的热成像，还有蝙蝠的次声波等。甚至还能通过万灵观察术观察自身。啪啪啪，清脆的鼓掌声响起，文人莫言将铁链散去，明明迎面走来。真是厉害啊，文人学弟，除了你以外，也只有五条悟能够接下我这招神风了。面对明明的夸赞，文人莫言只不过淡然一笑，算不得什么厉害，相反，明明前辈能够将偏向辅助的术士开发出如此巨大杀伤力的招式，才是让人值得敬佩的。明明莞尔一笑，伸出白玉一般的手，承蒙惠顾，一共100万霓虹币。啊，不是说好50的吗？什么时候涨价了？文人莫言被明明的突然涨价惊住了。明明解释道，是因为刚刚的几只乌鸦是自己精心培养，所以需要赔偿损失。无奈，文人莫言只好掏出自己腰包，给了明明100万。看着差不多见底的钱包，文人莫言忍不住感慨，不愧是以金钱为价值标准的女人，干什么都得要钱。没想到这次2级任务的钱一下子就花光了。文人莫言叹息道，真是钱到用时方恨少啊。文人莫言不像五条悟，家里家大业大，几十代人打下的家业花都花不完。自己所处的狗卷家族，要不是文人莫言的横空出世，他们都快凋零的所剩无几了。听说最近家族那边又出了一个天才，叫吉。文人莫言听到这个名字，不禁回想起前世那个喜欢说寿司名的可爱少年，没想到成为表弟了。文人莫言不由失声摇头。一切结束以后，文人莫言与歌姬和明明告别，望着文人莫言离去的背影，歌姬眼眸闪过一丝不舍和留恋。毕竟这么优秀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温柔、强大、善良。明明注意到了自己这可爱后辈的异常。歌姬，你喜欢那小子吗？明明开口道。听到这话的歌姬好像被戳破了内心秘密的女生一般，瞬间脸蛋就红了起来。歌姬结结巴巴的回答，没有，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呢，我可是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咒术师啊。看着有些惊慌失措的歌姬，明明美眸微微眯起。歌姬，如果你对那小子有好感，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歌姬疑惑，为什么？明明有些怅然地看向天空，缓缓开口，仿佛在回忆着什么。虽然文人莫言是个十分优秀的后辈，甚至在我们这辈当中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也只有五条悟那个家伙，但和五条悟不同的是，我能感觉到文人莫言的疯狂，一个面对我饱含杀意的神风都能笑得如此兴奋的疯子。这种疯狂对于实力强大之人来说叫野望，但对于你来说，歌姬，那就是一团不能接触的火焰，你很有可能被那股火焰焚烧殆尽。而且那个家伙很明显对你不感兴趣，听我一句劝，你和文人莫言就像五条悟他们一样，当一个好朋友就足够了。爱上一个这样的家伙可是会很痛苦的。歌姬听完明明的话，突然有些明白了什么，但随即反驳道，我和五条悟才不是朋友，他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知道有些东西喜欢是喜欢，但得到往往会付出很多，甚至遍体鳞伤也得不到。趁现在还没陷进去，及时收手也是正确的选择。歌姬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不过是青春期的荷尔蒙罢了，我能克服的。明明见歌姬如此决心，很是欣慰。毕竟咒术师不是寻常工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拔除咒灵，还有咒祖师这种危险的家伙。什么？青鬼红鬼死了？深邃的黑暗之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声音沧桑低沉，仿佛来自地狱一语，却又带着一丝丝惊讶和吃惊。是的，齐晨大人。一个身着黑袍的浑身洋溢着强大咒力男子屈膝跪地，禀报着一切。但黑袍男子足以挺进1级咒术师的咒力，在齐晨面前却显得小巫见大巫起来。青鬼和红鬼原本是一个咒术师家族诞生的双胞胎，因在咒术界双胞胎为不祥的征兆，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抛弃，后来被齐晨收养。虽然他们的实力只有2级，可两兄弟亲密无间，心有灵犀，形影不离，
就算是遭遇一级咒术师，也能够全身而退，并且执行的任务也只不过是收服一只2级咒灵。他们怎么死的？齐晨缓缓开口问道。在这种关键时期，他们组织可谓是处处小心，就是怕东窗事发，复活八岐大人计划功亏一篑，被一名咒术高专的学生杀死的。黑袍人回答道：是五条家的六眼，还是那个叫夏油杰的天才，或者是他们2人一起？听到咒术高专这4个字，齐晨心头狠狠地跳了一下，下意识想到了那个自出生以来就让所有咒祖师闻风丧胆，不敢露头，只能如过街老鼠一般隐藏在下水道这种见不得人的地方，让整个咒术界所有咒术师黯淡无光的男人。第16章五条家。黑袍人微微摇头，都不是，是狗卷家前几年异军突起，让五条家家主力排众议晋升为准特级的天才文人莫言。文人莫言，齐晨眉头一皱，口中不断重复着这个名字。咒术界真是人才辈出啊！齐晨感叹，短短的几年就已经出现了3名在不久的将来跻身成为特级咒术师的天才。反观咒祖师当中，别说特级，连1级都少得可怜。自从五条悟的诞生，咒祖师们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起来。五条悟仿佛就是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制在咒祖师们的心头，无法反抗，甚至快要喘不过气来。只有复活8岐大蛇，才能让他们有与咒术界分庭抗礼的资本。齐晨大人，我们从现场经过调查，发现了特级咒灵的气息。特级？齐晨有些没想到，难道是有咒物能够短时间内孕育出特级咒灵？除了利用强大的咒物，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途径了。当然也有例外，经过我们的调查，那只特级咒灵很有可能就是青鬼红鬼死后形成的。黑袍人解释道。齐晨仿佛嗅到了一丝诡异的味道，随即下令让黑袍人雇佣几名私家侦探去监视文人莫言。相比于拥有显眼咒力的咒祖师，作为普通人的私家侦探不仅性价比更高，隐藏性在某方面也比咒祖师更好，而且还没有暴露情报的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组织人手不够啊，总不能雇佣咒术师来抓咒灵吧？或许我可以雇佣那个男人。齐晨眼眸微微一亮，脑中闪过了一个男人的身影，那个在赏金界赫赫有名的男人。但转念一想，想起了10年前几个咒祖师组织因为忌惮六眼的存在，联合悬赏才年满6岁的五条悟，结果惹怒了御3家之一的五条家当代家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被其顺藤摸瓜，几乎全歼。不然就凭6岁连咒术都不会使用的五条悟，怎么可能会在那群恶魔手里活下来？等黑袍人离开以后，齐晨的身后缓缓亮起几朵鲜艳欲滴的血红色火焰。真是时不待我呀！齐晨长叹一声，咒祖师自诞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般窘迫衰落。谁能想到，在这末法时代，居然也会有五条悟这般宛若神明重生一般的人物存在。身后的巨大8岐大蛇雕像在火光中缓缓浮现，在如血一般的照亮下，这座雕像仿佛活过来一般。在文人莫言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几天后，咒术高专教室内，此时身材魁梧雄壮、戴着墨镜的威武男子叶娥正道，正站在讲台上宣布着今天文人莫言等人需要执行的任务。五条悟这2天回家探亲去了，莫言你和萧子前往一家百货商城去处理一下那里最近诞生的咒灵。夏油杰你准备，听说北海道那边乡下出现了灵异事件，你去调查一下。老师，百货商城的任务是什么等级啊？文人莫言询问道。3级。叶娥正道回答。3级？文人莫言眉头扭在了一起，脸上表情仿佛在说，你是在和我开玩笑？没错，就是3级，有什么问题吗？文人莫言同学。叶娥正道声音沉闷，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感觉，目光直直地看向下方的文人莫言。老师的威严和压迫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让叶娥正道没想到，却又在他的意料之中。文人莫言压根不吃这一套，毕竟天才有天才的傲气和怪癖，问题有倒是有，就是能不能给一些像比如1级啊或者特级什么的任务。文人莫言的话语中带着有些撒娇的感觉，好像在说你给的任务太垃圾了，我不想干。没想到文人莫言的话却惹恼了叶娥正道，你当特级咒灵是大白菜吗？文人同学，我知道你实力很强，但你要知道，特级出现的越少，说明咒术界越安稳，我们咒术师才能越好。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拥有如此强大实力，就算是老师，在面对特级咒灵都需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有性命危险。叶娥正道苦口婆心道，可文人莫言的下一句话直接让叶娥正道无法反驳，那就把所有特级咒灵的任务全部交给我不就好了吗？文人莫言微微一笑，露出一副理所应当的神情，干脆把1级以下的任务全部交给我吧。蜘蛛侠说过，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承担这份责任，这样既保护了其他咒术师们安全，还能将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文人莫言慷慨激昂地说完，一脸的正气凛然，一副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给几人唬得一愣一愣的。其实就是文人莫言根本就看不上2级以下的咒灵，甚至看不起2级咒灵，只有1级和特级咒灵才入得了他的眼。一刹那，叶娥正道居然觉得文人莫言说的很有道理。对啊，把那些危险的任务全部交给他不就好了？但仔细一想，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拔出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咒灵？光是赶路就够受的了。最终，叶娥正道表示，只要文人莫言乖乖听从他的安排，完成任务，就答应之前文人莫言的请求。得到叶娥正道保证的文人莫言立马表态道：“森森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就火急火燎地拉着加入萧子和夏油杰走出了教室。校园外，辅助监督们的汽车早已恭候多时。东京御三家五条家总部，坐落于郊外千年的古宅内，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树正矗立于五条家的中心。古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见证了五条家一代又一代的兴衰。如今，五条悟的诞生，让这个传承千年的家族重新焕发新生。祖爷爷，您又在发呆啊？五条悟看着盘坐在古树脚旁的前代家主，咒术高层的首脑之一的老者，自己的曾爷爷，一名在五条家有着极高威望和地位的传奇咒术师。哪怕此时的他已然垂垂老矣，宛若即将枯萎的老树。你来了，曾孙。老者一脸慈祥地看着五条悟，浑浊的眼眸露出希冀与清明。他仿佛看见的不仅仅是自己可爱的曾孙，还有五条家的未来和辉煌。第17章文人莫言。是啊，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五条悟笑嘻嘻地走到老者的跟前，这幅场景有着说不出的温馨与祥和。老者闻言笑了笑，时光在老者的脸上刻满皱纹，因为五条悟的到来，脸就像一朵烂漫的菊花一般绽放。曾孙啊，你知道文人莫言吗？老者嗫嚅着枯槁一般的双唇问道。您说文人莫言同学啊，当然知道了，不仅认识，我们还是同学，很要好的朋友呢。那个家伙真的超强啊，只不过手段有点脏，甚至来说他已经被我列入最不想战斗的家伙名单中了。唯一。五条悟说起文人莫言，不禁想起了前不久的那次耻辱的战斗。五条悟能够确定，如果继续战斗下去，一定是自己赢。但那奇怪的咒言术是真的恶心啊！不仅怪异肮脏，最重要的是居然无法防御。一般的咒言术想要达到让对方失禁，只能通过控制大脑来达成这个目的。但控制大脑，要么对方放松警惕，又或者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可当时我不仅有着无下限的保护，大脑也处于紧绷的状态，怎么会中招呢？并且看对方一脸轻松惬意、有说有笑的样子，根本就看不出那诡异的咒言术对他带来了什么负担，已经完全颠覆了咒术的常理，简直逆天。五条悟当时能感觉到，如果继续打下去，文人莫言那个混蛋肯定会让我射死。听完五条悟对文人莫言的评价后，老者露出一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喜悦，嘴角微微轻笑。就在2年前，狗卷家的新任族长找上了老者，对一名天才推崇至极，已经到了完全的狂热与疯狂，说他是千年一遇的咒言术奇才，是咒言师的希望。而那名天才就是当时打败前任狗卷家族族长的14岁的文人莫言。当时的狗卷家族几乎距离断掉传承只有寥寥几步，原因竟是前任族长的放养准则，不想继续让咒言继续传承。那时的狗卷家族不仅觉醒咒术师资格，继承传承的孩子越来越少，甚至连很多族人都保持着十分模糊的态度，仿佛所有人都厌恶咒言师的存在。相比于其他咒术师，绝大部分都是在战斗中身死或者受伤，咒术为他们带来损失并不严重。但咒言却恰恰相反，不仅在施术时会对喉咙带来伤害，甚至过度使用还会带来不可逆的巨大损害。晚年的咒术师们不仅因为曾经的战斗过度使用喉咙，有的吞咽食物都仿佛被刀刮过一般，痛苦至极。更加严重的，甚至成为无法说话的哑巴。而且因为咒言术的原因，他们甚至失去了正常的交流的权利。这份咒言师的痛苦让前任族长不再努力培养后代，部分族人也因为咒言术长年累月积累的后遗症，纷纷默认这一行为。有黑暗的地方就会有光，狗卷家族有不希望传承的族人，那自然也会有想要将咒言发扬光大的家伙。很明显，这个人就是现任狗卷家的族长，也是狗卷吉的父亲狗卷次。因为文人莫言的出现，让狗卷家重拾对咒言术的希望，不仅仅是因为文人莫言的强大与天赋异禀，更重要的是，
拥有逆天悟性的文人莫言改良了咒言术，降低了咒言术对喉咙的伤害和不敢与人正常交流、害怕伤人的弊端。不仅如此，文人莫言还研发了一款特制的咒药，利用反转术式加上一些特定药物制作的喉咙药，被文人莫言取名叫金嗓子。本来文人莫言刚开始只是想赚点零花钱，结果没想到金嗓子的效果出奇的好，不仅可以治疗因为拔除咒灵而过度使用咒言的咒言师，还能缓解已经退下一线那些曾经为咒术界贡献受伤的族人们，甚至几名已经失去声音的狗卷族人，还因为服用文人莫言的金嗓子重新获得了说话的权利，这让文人莫言那2年赚得盆满钵满。但树大招风，很快就引来了前任族长的刻意打压，文人莫言可不会惯着他，直接就给他干懵逼了。这也让狗卷刺成功上位，毕竟当族长什么的，文人莫言是真不感兴趣，事又多又不赚钱，当来干嘛？很快文人莫言就被狗卷刺引荐给了咒术高层之一，也就是五条悟的祖爷爷，并以狗卷家族成为五条悟的附属家族为代价，成功让文人莫言成为了咒术界又一个准特级咒术师。古树下，老者目光已然有些昏黄，他望着眼前的白发少年，仿佛看见了年少风发的自己。老者开口道：悟啊，你知道为什么祖爷爷我要将你送去咒术高专吗？五条悟，上学啊，不然是为了什么？五条悟的回答让老者有些好笑，心中一想也对，去咒术高专不是上学时什么？那你知道为什么我送你去咒术高专上学吗？老者平静道，平静的仿佛什么也无法阻止他。五条悟摇了摇头，作为天生的骄子六眼，他的心智始终停留在5岁孩童，对什么事情都不加以太深层次的考虑，也可以理解为赤子之心，亦或是无敌之心。没有任何人是我的对手，我即是最强，那我便不需要考虑，直接用强大的力量横压过去便是。弱者殚精竭虑，步步为营，强者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什么？你要帮他，连你一起扇？因为学校有教无类。老者声音悠长道，心中感慨万千。相比于已经传承1000年的家族制，学校的有教无类更适合现在的末法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你送去咒术高专学习，而不是留在五条家教导你的原因。其实你也不需要教导，我们能教的都教给你了，剩下的你只需要慢慢领悟。说到这里，老者目光猛地凝重起来，闪过一丝无比锐烈的精芒。老者用力挤压着自己身体内最后的咒力，散出了一道黑色的帷幕，将2人团团围住，好像在防备着什么。老者的举动让五条悟有些不解，毕竟这里可是五条家的总部，戒备森严，结界凌厉，是不可能有外人能够潜入这里。悟啊，我的墨孙，我们五条家的荣耀，我现在说的事情虽然只是我的猜想，但你一定要一字不落的记住，因为这关乎着咒术界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第18章，咒术师的宿命。五条悟盘坐落地，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老者，表情认真，生怕自己错过一个细节。看着没有吊儿郎当像小孩子一样不着调的五条悟，老者开始说起：悟儿，你应该知道几百年前江户时代，我们五条家当时的家主与禅院家家主御前比试同归于尽那次事件吧？五条悟点了点头，我记得，因为那场战斗以后，不仅我们五条家与禅院家关系达到了冰点，实力大损，如果不是家茂家当中调和，说不定我们五条家和禅院家早就全面开战了。没错，那次战斗让我们2家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悟儿，只不过是一次御3家之间普普通通的比试，却让五条和禅院的当代家主以命搏杀，而家茂家在这故事却刚好是个和事佬、好人的形象，你不觉得太诡异了吗？祖爷爷，您的意思是有人从中作梗？五条悟目光瞬间沉重起来。确实，那次战斗疑点重重，毕竟能够坐上家主这个位置的存在，不仅要有极其强大的实力，还有为家族着想的决心和责任，不可能随随便便胡来，因为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家族。所以作为当时的御3家、五条家和禅院家的家主，就算彼此互看对方不顺眼，也不可能将事情闹大，因为他们清楚，一旦他们开战，带来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可他们不仅开战了，还打出了真火，最终竟在那次战斗中同归于尽，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没错，还记得150年前9象图事件吗？老者道：您是说被家茂家称为污点的男人家茂宪伦？五条悟若有所思地回答道：没错，我怀疑家茂家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沦陷了。我也很怀疑，当年那场大战之所以会发生，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家茂家族当中的幕后黑手从中作梗。所以您的意思是，家茂家现在很有可能被一个邪恶的咒术师操纵着？老者开口道：没错，并且
那个幕后黑手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被誉为史上最恶术师的卷锁。听到卷锁的名号，五条悟眉头微微一皱，应该不可能吧？他已经是1000年前的人物了，说不定他有特殊的续命方法，只不过我们不得而知罢了。老者顿了顿，随后仿佛在交代后事一般：悟儿，从今往后五条家就交给你了。老者看着五条悟，一脸的不舍。祖爷爷，我总感觉在未来，咒术界和霓虹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说不定家族制的御三家会因此毁灭，咒术高层和家族制的腐朽糜烂。我希望你可以改变咒术这个现状，改变这个日益腐烂的咒术界。这就是我送你去咒术高专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咒术师们才会没有门第之见，没有偏见和歧视。也只有你，五条悟，五条家的苍天之瞳，六眼的拥有者，你一定可以创造这个奇迹。祖爷爷，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可惜啊，还没见到我的默默孙呢。说罢，帷幕退散，老者最后一丝咒力全部耗尽，他闭上双眼，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而五条悟则缓缓起身，对着老者保证：放心吧，祖爷爷，您的遗愿我一定会完成的，毕竟我可是最强啊。五条悟离开后，几名五条家族的人来到老者身前，用咒术送了老者最后一程。死在咒术之中是咒术师的规定，这是咒术师的最终的宿命。百货商城外，此时文人莫言已经完成任务，准备与夏油杰一起去乡下。看着已经走出百货商城的文人莫言，加入萧子有些意外，这就搞定了。加入萧子算了算，文人莫言从走进去到出来才不过2分钟啊，这也太快了吧，这效率！不仅加入萧子被文人莫言这迅雷般的速度震惊，连夏油杰都看呆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你冲迅雷 VIP 了，比五条悟都快。我说的是任务，想歪的自己反省。文人莫言表示，就这，自己这算慢的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你们的感受，我早在1分钟前就出来了。进去就一句话的事，快到碗里来。然后那些咒灵就像收子弹一样，咻咻咻的就被文人莫言收走了。走吧，夏油杰同学。文人莫言拍了拍夏油杰的肩膀，一个箭步走跳进了车中。夏油杰无奈的笑了笑，你还真准备和我一起去乡下呀？文人莫言一脸的理所当然，对啊，怎么不行吗？难道你嫌弃我？文人莫言立马摆出一副渲然而泣，被老公欺负小媳妇模样。夏油杰嘴角抽搐，直接无语。上次遇见这事情的时候，还是上次。见夏油杰没有说话，文人莫言扭了扭屁股，找了一个舒服的坐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乡下采采青喽。万一有好玩的事情呢？比如刚出土的特级咒物，或者藏在深山老林里面的特级咒灵。哇，想想就兴奋啊！看着想象力如此丰富的文人莫言，夏油杰有点无语。文人同学想象力真丰富啊！文人莫言摆了摆手，一般般吧，我这个人平时很低调的，很高冷的，不苟言笑，懂不懂？看着文差点就把得意和话多2个字写在脸上的文人莫言，夏油杰，你高冷？的确，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夏油杰觉得文人莫言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言、十分狂傲自大的家伙。结果经过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夏油杰发现文人莫言这小子跟雾差不多，表面高冷，其实行为做事一点也不着调，一点也不稳重，不像我，长得不仅帅，还很稳重成熟。没办法，谁叫我长得帅啊？等等，我被这俩货带偏。夏油杰坐上车，两人开始朝着乡下进发。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两人终于来到了一处山明水秀、安宁祥和的村子。坐了几个小时车的文人莫言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呼吸着来自大自然最清新的空气，其中夹杂泥土的醇香和青草的清香，还有花朵的芳香。几人刚刚到村口，发现已经有几名中年男女已经恭候多时，应该是村里的村长、村官啥的。随便简单客套了2句后，几人来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宴席。文人莫言顶着咕咕叫的肚子，痛快的大块朵颐起来。吃饭时，夏油杰从村长等人的口中知道了这次事件的情况。随后几人来到村庄最边缘，这里坐立着一栋精美的3层小别野，只不过已经很久没人居住的原因，显得有些阴森恐怖。文人莫言和夏油杰也看出了别墅内的异常。第19章4级咒灵。文人莫言观察了一番眼前的别墅，听着村长在一旁的说着这栋别墅曾经主人的故事，文人莫言大概就已经猜得七七八，脑海中已经脑补出了一段哀怨情仇，让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的悲惨故事。可怜天下父母心，果然爱才是最扭曲的诅咒。等村长说完，文人莫言与夏油杰商量了一番，决定还是让文人莫言出马。夏油杰放下帷幕，文人莫言走进别墅。已是夜晚，乡村的夜
只要不是乌云漫天，就一定能够看见星星和月亮。这与城市的钢铁丛林可不同，璀璨的灯光可不会抢了来自宇宙星辰的风头。文人莫言推开大门，一股阴风迎面而来。文人莫言感受了一番，发现一团等级应该在3级的咒灵，此时正躲在别墅最深处的房间内。文人莫言大步向前，走到了房间门外，随后推开房门。房间内的装饰风格类似于温暖风宝妈房，里面挂着各种各样玩具与玩偶。房间的中心还有一架婴儿床，只不过因为长时间没有打理，上面布满了灰尘。而在床上，一个长相极度宛若一个500斤大胖子的丑陋咒灵，此时正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嘴里还模糊不清地哼着歌谣，看起来十分诡异恐怖。文人莫言看着咒灵怀中已经失去生机的婴儿，心中有些遗憾和心疼。咒灵后知后觉，终于发现了站在门口的文人莫言，站起如肉山一般恶心的身躯，想要杀死这个打扰自己与宝宝相处的坏人。但结局就是被文人莫言轻飘飘的一句话给收服。文人莫言准备浏览了一番被自己收服咒灵的记忆，文人莫言企图寻找一下是否还有幸存者，但还好的是，有10几名孩童正被咒灵锁在一处暗门内。这种低级咒灵智慧太低了，只知道跟随着自己心中的执念行动，却不知道人需要吃饭。文人莫言看着暗门内都已经饿得失去意识，只剩半条命的孩子们，很明显，刚刚的咒灵应该就是一个母亲失去自己疼爱的孩子，最后悲痛欲绝，死后在时间和村民们的负面情绪下诞生的咒灵，所以才会抓村里的小孩子和婴儿。文人莫言将幸存的孩子抱出别墅，但唯一可惜的是那个婴儿不同于其他几岁的孩子，生命力没有那么顽强。解决完事情的文人莫言和夏油杰准备返回东京，但让文人莫言没想到的是，村里居然还有一个咒灵，只不过是一个4级的弱小咒灵。秉着蚊子肉也是肉的原则，文人莫言与夏油杰打了一声招呼以后，来到了那躲在一处房屋外的小咒灵。看着比婴儿还小1半左右，脑袋大4肢短小的小咒灵，文人莫言刚想要收服，却没料到这只4级咒灵居然开口说话。痛，好痛啊，不要再打我了，不要再打我。小咒灵口齿不清，说话断断续续，但能感觉到他很害怕。文人莫言有点意外，一般2级咒灵都不一定能口吐人言，但眼前的4级咒灵居然有如此高的智慧。文人莫言嘴角一翘，还知道求饶，我喜欢。文人莫言十分轻易的就将小咒灵收服。像4级咒灵这种级别的存在，只要你能够使用咒力，能够看见它，那根木棒都能轻易拔除，其战斗力就比一般的小孩子强一点，也就强那么一点点，很好欺负。但对于无法看见咒灵的普通人来讲，也是很麻烦的存在，被附身久了，说不定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代价。收服小咒灵后的文人莫言，怀着好奇的心态开始查看了一番小咒灵的记忆，想弄明白区区一只4级咒灵怎么会说话的。可看完小咒灵的零零碎碎的记忆后，文人莫言沉默了，眼里充满了愤怒与哀痛。这种怒上心头的冲动让文人莫言有点想要杀人泄愤。但很快文人莫言冷静下来，他回到夏油杰的身边，看向夏油杰，杰，要去吗？夏油杰被文人莫言这句话搞得有些摸不清楚头脑。去哪里？夏油杰疑惑地问道。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残酷，去看看死亡。文人莫言淡淡地回答道。回想起前世，夏油杰就是因为对自己保护弱者的理念和种种原因冲突扭曲，最后黑化。文人莫言想让夏油杰提前感受一下他尽心竭力保护的普通人之中内心的黑暗，想要他知道咒术师的工作不仅仅是拔除咒灵，还有面对人心的丑恶。文人莫言不想让夏油杰变成那副模样，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咒术师的孩子里也有普通人，总不可能将那些没有咒术师资格的孩童也杀了吧。这个世界不可能创造一个全是咒术师的世界，只有现在改变他的观念，才不会误入歧途。文人莫言想让夏油杰能够正确的接受这个世界的残酷与人心的黑暗，不会产生极端的想法和信念。虽然搞不明白你想干嘛，但你都邀请我了，那我们就去看看吧。夏油杰笑眯眯，无所谓道。跟随着文人莫言的脚步，两人很快来到了村庄的一处仓库外。仓库外，几名村民见文人莫言和夏油杰的到来，纷纷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但普通人怎么可能是咒术师的对手？更何况是2个准特级咒术师。滚开！文人莫言轻飘飘的一句话，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将拦住他们去路的村民推开，让出了一条路。两人在村民们惊诧、恐惧的目光下来到了仓库内。两人一走进仓库，昏暗的环境内映入眼帘的是一间铁笼，里面躺着一个估摸着只有7、8岁的男孩。铁笼中的男孩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了一般。可当夏油杰仔细观察时，却发现
男孩早已没了呼吸和生机。夏油杰用咒力暴力将铁笼打开，却发现男孩的身体早已血肉模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伤痕。实在想不到男孩生前到底受过何种痛苦的折磨，也无法想象到到底是什么人居然如此冷酷，能对一个孩子下如此酷刑和折磨。这是怎么回事？夏油杰一脸茫然地回头望去，目光涣散，呼吸也停滞起来，仿佛在向文人莫言寻求帮助和答案。夏油杰此刻宛若一头茫然的孤狼，原本强大内心此时却显得如此的弱小与无力。文人莫言没有回答，而是将那只4级咒灵召唤出来。第20章光与暗。他是怪物，是祸害，是诅咒。我们村子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村长带头闯了进来，指着夏油杰怀中已经死去的孩子就破口大骂起来，一副嘴脸恶心到了极致，仿佛他做的事情天经地义，是伟大的，是不朽的，是正确的。夏油杰木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明明从进村就对他们慈祥和蔼，知无不答，对他们很是照顾和客气的村长，此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一般。他疯狂地诉说着，控诉着男孩的罪行，脸上扭曲的表情宛若一个疯子，好像这次的咒灵事件就是男孩的杰作一般，只要杀了他，一切就太平了，失踪的孩子们也会没事。夏油杰实在想不到，也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自己保护的家伙都是这种人？好恶心！夏油杰此时感觉一阵反胃，这种心理上的恶心比他吃过任何一个咒灵都要恶心1000倍、万倍。文人莫言目光落在村长刻满褶皱宛若恶鬼一般的脸上，冷冷一笑，你说这个男孩是灾祸，那你的证据是什么？村长一听有机会解释，情绪瞬间激动起来，说了一大通自以为是的理由和狗屁不通的道理，并没有试图说服文人莫言扭曲他杀人的事实，但在文人莫言听来，这简直就是谬论和愚蠢。文人莫言目光平淡，扫了一眼在场的几人，几乎都是花白之年，都是当爷爷奶奶的年纪。你们所谓的征兆和灾祸，只不过是你们的一厢情愿，用你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解答就是，那个孩子是阴阳眼，可以看见你们看不见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他和我们是同一类人。那栋别墅内藏着的不是别的，就是你们所理解的鬼。所以，你们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无法掩盖你们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孩子的事实。文人莫言的话宛若一道天雷一般，将在场几人如遭雷击。村长何尝又不知道这件事不关男孩的事，可他们也去过那栋别墅，想要救回自己可爱孙儿们，但他们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就被一股无形诡异的力量打翻在地，受伤，甚至差点失去性命。他们想过用火将别墅烧掉，但里面的孩子们怎么办？他们不怕死，毕竟活了大半辈子，可他们的孩子才几岁啊？他们还小，还年轻，还有很多美好的人生。他们不能死，最起码不能死在我们前面。可孩子的失踪并未结束，等村民们反应过来将孩子送出村庄的时候，已经有10几个孩子被鬼怪抓走。可这么多孩子，唯独只有那个男孩没被抓走。原因很简单，那个男孩有成为咒术师的资格，能够看见咒灵，所以躲过了咒灵的抓捕。但男孩躲过了咒灵，却没躲过来自人心的黑暗和嫉妒。为什么我的孩子失踪了，你还好好的？你凭什么？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一定是你，一定都是你！病急乱投医，男孩的咒术师资格却成为了他被视作祸端的理由。甚至有点村民认为这是山神作乱，要将男孩血祭，这样自己的孩子就能平安归来。村民的愚昧无知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可文人莫言并没有看见他们脸上后悔的神色，也是，毕竟这就是人性啊。他们不害怕杀人的追责，他们害怕的是自己做错了，他们违背了自己一生的正义、善良，放弃了做人的准则，放弃了一切，做了一件自以为对的事情，到头来全是错的。他们无法接受来自良心的谴责，他们明明知道，却无法接受自己如此丑陋恶心的一面。明明他们没有错啊！文人莫言可没心情继续和他们胡扯，直接就报了警。他的任务是来拔除咒灵，解决他们所谓的灵异事件。文人莫言可没兴趣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孩把这些村民全杀了。你说他们丑陋，可丑陋的初心却是为了那10几个孩子。人真是矛盾。很快，警察来到了村庄，将涉案人员全部抓捕归案。夏油杰为男孩寻觅到了一处僻静之地，将他安葬好。夏油杰看着男孩的坟墓，心中迷茫无助地问向文人莫言：莫言，你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拔除咒灵，就是为了保护这么一群家伙吗？夏油杰此刻内心已然动摇，他从当上咒术师那天开始，让他每天不断重复着拔除、吞噬咒灵的动力，
就是为了保护弱者不受咒灵的侵扰。可现在他竟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他的信念，他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文人莫言看着陷入迷茫的夏油杰，心中叹息。现在的夏油杰也只不过16岁，换算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高中生的年纪，正是一个人塑造正确三观和人生意义的重要时刻。现在的夏油杰有多正义，多善良，多责任心，后面就会黑化的越极端，越让人难以置信。文人莫言明明可以独自解决，可他偏偏带上了夏油杰。为什么？因为文人莫言不想夏油杰变成那个连父母都杀的疯子。有些事情经历过了，自然就有抵抗能力了，也不会那么容易走上极端的道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善恶，也没有绝对的对错。你认为对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是错的；你认为错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是对的。光明伴随着黑暗，黑暗之中亦有光明。文人莫言走到夏油杰的身边，将手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杰，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当你见得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是一道深沉的灰色。有点时候，黑的可以变成白的，白的也能变成黑的。有的黑未必比白阴险，而有的白可能罪孽更加深重。你说他们错了吗？当然错了。可是他们的初衷却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可是，那个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夏油杰语气激动，咬牙切齿的恨恨出声。文人莫言淡淡道：“你看过《悲惨世界》吗？”夏油杰摇了摇头。悲惨世界有句话：释放光明的是人心，制造黑暗的亦是人心。光与暗交织着，厮杀着，这便是我们为之眷恋，却又万般无奈的人间。剑下油杰沉思，文人莫言问道：“杰，你为什么当咒术师？”夏油杰有些不确定，毕竟今天的事情让他大受打击。道：“为了保护弱者，维护正义。”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咒术师吗？为什么？夏油杰转头看向文人莫言，目光望眼欲穿，仿佛想要从文人莫言那里得到答案。因为帅啊！文人莫言说着，直接咧出来一个大大的笑容，用手比了个八，粉红色的牙床都露了出来。第21章，承诺。2日后，咒术高专，夏油杰在那次事件以后，开始变得更加成熟起来，看开了许多的事情。此时，文人莫言，森森，你答应过我的事，该兑现了啊！文人莫言来到叶娥正道的办公室，开启了讨债模式。叶娥正道无奈地看了一眼文人莫言，心里无语，但更多的是无奈。毕竟自己答应了文人莫言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自己可是他们的老师啊，得以身作则。可你阿的，从回来就开始缠着自己，你是怕我跑了吗？叶娥正道无奈，谁叫自己理亏？好吧好吧，等我忙完这些事情就来。叶娥正道的案桌上堆满了文件，这些原本都是校长办公室的，只不过都被校长甩给了叶娥正道，美其名曰这是给你的试炼啊。叶娥正道，我的好徒儿，师傅很看好你哦。叶娥正道只能叹息，没办法，谁叫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校长还是自己曾经的老师，现在的师傅。最重要的是，咒术高层和校方都觉得叶娥正道更适合下一任校长，准备等朝美惠香退休以后，让叶娥正道成为下一任校长。至于其他2个年级的班主任，2年级班主任，学生们打咒灵最重要是什么？2年级忙。2年级班主任怎么忙？上声嘶力竭，跪在地上长啸道缺氧。2年级莽就是莽，群情激愤，嗷嗷嗷的。3年级班主任干就完了，让那群咒灵石我们超级无敌炫酷大爆炸咒术吧。3年级一堆中2到极点的咒术名字，再三权衡，选择了更加成熟稳重的叶娥正道。不对，是根本不需要想，叶娥正道最适合了。交给其他2班主任，这咒术高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想都不敢想啊。叶娥森森，文件可以晚上批，但我的事情晚上可就做不了了，所以赶快兑现承诺呀，老壁灯。文人莫言一副流氓地痞的样子，完全不给叶娥正道时间，毕竟自己可是很忙的，我还要去秘密调查那个诅咒术组织呢。文人莫言开始在叶娥正道吵闹、撒娇、搞破坏、制造噪音。叶娥正道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无法静下心做事，最后忍无可忍，够了，老师这就完成你的承诺。文人莫言这才停下用马克笔在叶娥正道的脸上画王八的举动。文人莫言还准备画完拍下来给5条悟他们发过去呢，叶娥正道一把擦掉，才画了一个鬼头的王八。文人莫言同学，走吧，去外面。文人莫言哈哈大笑，森森，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哟。10分钟后，混蛋，真就不留手是吗？演武场上战斗结束后，叶娥正道追着文人莫言就打了起来，脸上已经挂彩，
但最大的伤害在叶娥正道的墨镜之下。没错，叶娥正道被文人莫言揍成了熊猫，伤害性不大，可侮辱性极强。谁不知道叶娥正道有个熊猫咒害的儿子？而文人莫言此时也被叶娥正道在头上揍了一个大包。森森，我不是说了吗？全力以赴啊！还敢狡辩！叶娥正道举起拳头，准备再给文人莫言一个红包，就当提前庆祝新年了。而在一边的五条悟正拿着手机以各种角度疯狂拍照，一边拍还一边大笑，眼泪都被笑了出来。哈哈，文人这个家伙还真敢啊！一旁的加入萧子跟着五条悟笑了起来，不是他加入萧子不淑女，而是这一幕真的太好笑了。夏油杰也在一边默默地注视着，嘴角噙着幸福的微笑。看来那次文人莫言的开导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嘛。终于，叶娥正道追得满头大汗，文人莫言也累得喘着大气。虽然被老师揍了一顿，但收获还是很不错的嘛。恭喜您通过观摩与切身感受咒害操纵术，您领悟了全新术式咒害创造术。文人莫言查看着新领悟的咒术，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叶娥正道擦了一把汗，来到文人莫言的身后。走吧，文人，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你可别来打扰我做事了。文人莫言听着叶娥正道的话，一下子就从地上蹦跶了起来。瞧您这话说的，好像说的我是个坏学生似的。文人莫言笑嘻嘻，叶娥正道心里 MMP， 你不是坏学生？难道五条悟是？等等，五条悟这家伙也不是啥好人，平时没事就给我添堵。叶娥正道觉得有些又好气又好笑，笑骂道：行了，快跟上我的脚步。过了一会后，空空空，进来。一个成熟的女生开口道。叶娥正道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红色职业制服的美妇人。看容貌估摸着有40左右，可实际朝美惠香已经50多了，只不过保养得很好，风韵犹存。如果18的姑娘水灵的像桃子，那朝美惠香就是熟透了的苹果，鲜嫩多汁，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叶娥正道表情恭敬，甚至带着一丝紧张。惠香校长，哟，稀客呀！朝美惠香一脸笑意地看着叶娥正道，这不是我宝贝徒弟叶娥正道吗？怎么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想起我这个老师了？朝美惠香略带一丝幽怨的语气，像极了一个长辈埋怨长久不来看望自己的后辈。叶娥正道叹了口气，老师，您就别打趣自己了，您可别忘了，你现在的文件都交由我打理，我现在分身乏术，每天做完我的工作，还要做您的。朝美惠香听着叶娥正道的话，表情只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转变，没有刚刚的不着调和二郎腿，而是双手撑住下巴，一脸严肃道：这可是老师我给你成长的历练啊，难道你觉得老师我这是故意为了偷懒才把那些东西甩给你的吗？叶娥正道一时间噎得说不出话来，内心疯狂吐槽，难道不是吗？当然，叶娥正道可不会这么说，毕竟他可不想等会被自己的老师揪耳朵，这是曾经的痛。话归正轨，你来找我干嘛？朝美惠香靠着真皮背椅，又开始翘起了二郎腿，脚上的红底高跟鞋更平添一丝魅惑和风情。叶娥正道刚刚节节波动，我怀疑有人潜入进了咒术高专。第22章，校长。朝美惠香目光蓦地凝重起来，为什么我这里没有收到消息？朝美惠香并不觉得叶娥正道会拿这种事情打趣自己，可朝美惠香看了看自己这边，并没有什么波动和异常。叶娥正道哦了一声，那可能是我搞错了吧。朝美惠香摆了摆手，那就下去吧，今天的事有点多，你得好好加油啊。叶娥正道这就下逐客令了。可就在叶娥正道准备离开时，一个怪异的笑声在朝美惠香的办公室内响起。叶娥正道眼眸猛地瞪大，瞳孔急速收缩，仿佛遭遇了巨大的雷击。一把尖锐的匕首从叶娥正道的心脏处冒出，叶娥正道嘴角流出血液，一脸骇然的想要回头望去，却因为刺穿心脏倒地不起。结！叶娥正道倒地，显露出他身后那个偷袭他的家伙，一个戴着鬼脸黑袍的存在。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两人都陷入了震惊。朝美惠香一脸愤怒地盯着眼前这个伤害自己徒弟的凶手，来不及哀伤，没有多说一句废话，全身咒力喷发，毫不留情举起拳头朝着鬼脸轰去。红色的咒力紧紧包裹着朝美惠香的拳头，鬼脸被直接轰飞出校长办公室。朝美惠香没有时间查看叶娥正道，他知道眼前此人竟然有能力潜入结界，那说不定还有同伙，危险！朝美惠香毫不犹豫追了出去，反正一时半会自己叶娥正道也死不了。朝美惠香对自己徒弟生命力还是很有自信的，等老娘把那个家伙轰成渣，就回来救你。等朝美惠香追出，叶娥正道居然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就在不久前，文人同学，你确定这样做？
叶娥正道有些犹豫，毕竟骗自己的老师不太好吧？况且自己老师又不是二傻子，有那么好骗？文人莫言撇了撇嘴，森森你都说了，校长不一定会答应跟我战斗，那不如我们演场戏怎么样？嘿嘿。见叶娥正道一副摇摆不定、犹犹豫豫的样子，文人莫言笑了笑，放心啦，森森就当玩玩喽。叶娥正道看着已经追出的招美惠香，又拨弄了一下自己胸前的匕首，舔了舔上面的番茄酱，心中有些疑惑，身经百战的老师怎么会连这种骗局都看不穿呢？难道是刚刚的笑声？叶娥正道想起了文人莫言的名号，千年一遇的昼颜师奇才。朝美惠香追着鬼脸来到了一处空地，此时的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到不对劲，反而怒目圆睁地死盯眼前的敌人，说：“你是谁？隶属于哪个咒祖师？用的什么方法潜入的结界？”朝美惠香上来就是一问三连。伪装成鬼脸的文人莫言冷冷一笑，没有丝毫的话语，直接召唤出几只2级咒灵冲向朝美惠香。朝美惠香目光一凝，有些意外，居然是咒灵操纵，但就这种程度，来只特级给老娘玩玩还差不多。朝美惠香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对纸虎，上面散发着如同刀刃一般锋利的特殊咒力。朝美惠香，术士咒具制造，哪怕是在整个咒术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咒具师，其精湛的技艺连御三家都奉为座上宾，其战力在咒术界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那就揍的你说。朝美惠香挥舞着双拳，直接一记上勾拳就将一只咒灵打翻，其力量简直惊人，仿佛眼前的女人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蛮荒猛兽。穿着黑色丝袜的修长美腿往后一撩，在空中划过一道冷冽华美的弧线，一头咒灵瞬间被划过的高跟鞋斩断。咒具！文人莫言有些大开眼界，他这才发现眼前的大娘全身上下，哪怕是丝袜，好像都特么是咒具。我靠，这么秀吗？文人莫言没想到，甚至接下来朝美惠香直接控制起了自己插着头发的发簪，变成了一只宛若利剑的1级咒具，其穿透力比之前明明的神锋还要可怕。文人莫言侧身躲开，可下一秒，发簪直接分解，化为更加纤细致命的银针，刺向文人莫言。文人莫言赶紧用咒力抵挡，可就在文人莫言这微微一晃神的机会，朝美惠香就已经瞬移到了文人莫言的身前，带着尖锐直虎的拳头狠狠冲向文人莫言的腹部。就在朝美惠香即将打中文人莫言的时候，别动！文人莫言透过鬼脸面具发动咒言，让朝美惠香的攻击停滞下来，哪怕只停顿了短短1秒，却足以让文人莫言逃脱朝美惠香的攻击距离。毕竟自己又不是真的咒祖师，怎么可能打校长？况且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恭喜您通过观摩与切身感受咒具操纵术，您领悟到了全新术式咒具创造术。文人莫言内心喜悦，短短半天自己就又收获了一项了不得的术式。见对方完全没有想要和我战斗的意愿，朝美惠香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刚刚那好像是咒言术吧？咒言术？朝美惠香好像想到了什么。你就是文人莫言吧？朝美惠香冷声道，脑海中也开始回忆起刚刚的种种细节。难怪有些不对劲。文人莫言见被识破，摘下面具，露出自己俊朗的面容，企图用美色让朝美惠香原谅自己，结果发现朝美惠香不吃这套，看来美男计不管用啊。文人莫言决定使用 B 计划，甩锅术。正所谓老师不死就是死学生，对不起了，叶娥正道老师，来年的今日我会想念您的。校长，其实都是叶娥老师的主意。说完，文人莫言火力全开，消失不见了。朝美惠香见一溜烟就消失不见的文人莫言，手中的纸虎开始震颤起来。朝美惠香仰天长啸，叶娥正道。找不到发泄口的朝美惠香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己的宝贝徒弟叶娥正道。此时的叶娥正道正漫步在走廊上，殊不知一头猛兽正朝着自己席卷而来。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叶娥正道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汗毛直立，仿佛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即将发生。下一秒，一个浑身上下充满着恐怖咒力的红衣女人赫然出现在叶娥正道的眼前。看着已经陷入狂怒的朝美惠香，叶娥正道想要解释，朝美惠香就如洪水猛兽似的朝着叶娥正道就扑杀而来。叶娥正道，看老娘不打死你！老师，我错了。第23章，尾巴露出来了。当天下午，文人莫言就看见了悲惨的叶娥正道，脸上挂彩，贴着创可贴，左手似乎也被朝美惠香给弄折了，绑着绷带吊着，受伤不轻。文人莫言看见叶娥正道如此惨烈，不由得有些心生不忍与愧疚。毕竟这都是因为我的甩锅术造成的。但你要说我后不后悔，难不难受？那肯定难受啊。
叶娥正道：“可是我的森森啊，如父如母啊，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还是会甩锅的。”文人莫言走到叶娥正道身前，想要郑重的道歉一番，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结果却让文人莫言没想到是，叶娥正道竟毫不在意的笑了笑：“没事的，文人，老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说罢，叶娥正道摸了摸比自己还高一点点的文人莫言的头。就在文人莫言感动叶娥老师真是一个温柔亚撒系的真男人时，却不料直接被叶娥正道一个锁喉禁锢在了原地。“老师！”文人莫言被我抓住，你快来！叶娥正道大声咆哮。只见朝美惠香宛若恶魔，黑色的长发在皱力的包裹下狂舞，从走廊的拐角处缓步走出。哟，这不是我们刚刚才见过面的文人同学吗？真是难得一见啊！朝美惠香捏了捏自己拳头，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文人莫言看着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的朝美惠香，文人莫言慌了：“叶娥老师，你居然卖我！”叶娥正道露出一抹鄙夷的笑容：“哼，你好意思说我？明明是你先卖的我。”文人莫言想了想，好像也是。望着已经近在眼前的朝美惠香，文人莫言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嘿嘿，校长，我们先说好，咋不打脸中不？”朝美惠香带上纸虎，露出嗜血的笑容：“放心，校长我可是下手很有分寸的。”砰砰砰！2个小时后，文人莫言的绑起了和叶娥正道同款绷带。校长是个实在人，还真没打文人莫言的脸，只不过其他地方就难说了。看着被修理的比自己还惨的文人莫言，叶娥正道忍不住内心喜悦。果然，幸福感是靠对比出来的。叶娥正道望着被打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的文人莫言，说道：“你接下来要和我一起去找萧子吗？”文人莫言疑惑地将头转向叶娥正道：“为什么要去找萧子？”叶娥正道微微一愣，显然文人莫言的话让他有些没想到，心里嘀咕：难道这小子不知道萧子的反转术是可以治疗他人的吗？虽然咒术师的体质在咒力的滋养下比普通人强很多，但这种伤势短时间内也无法快速愈合，只有找加入萧子使用反转术士才能最快治愈。就在叶娥正道以为文人莫言不知道这件事时，文人莫言直接将绷带拆了下来。在叶娥正道震惊的目光之中，文人莫言的伤全好了。那你……叶娥正道震惊，难道这文人莫言这小子也会反转术士？感受叶娥正道震惊的目光，文人莫言傲然一笑：“森森，你难道不会反转术士吧？”叶娥正道一时间尴尬的低下了头，不好意思的抠了抠自己的脸蛋：“不会吧，不会吧，森森，你居然真的不会反转术士吧？”“不会，真是太逊了。”文人莫言揶揄了一句叶娥正道，便开始治疗叶娥正道。哪怕叶娥正道坑了自己，但也是自己的老师啊。虽然是自己先坑的他坑回来倒也无可厚非。不一会，叶娥正道也被文人莫言治疗完毕。叶娥正道难以置信，小子不仅会反转术士，还会利用反转术士给他人治疗，这奇才啊！叶娥正道从未见过如此变态存在。一时间，叶娥正道甚至觉得文人莫言将会超越未来的5条悟，但想了想，叶娥正道还是摇了摇头，感觉不可能。毕竟5条悟从诞生那一刻起，直接就将整个咒术界的格局打乱，甚至影响了阴阳平衡。只不过现在的5条悟还未彻底觉醒，一旦觉醒，就宛若鲤鱼跨越龙门，一飞冲天，成为真正主宰整个咒术界的霸主。但文人莫言的天赋也是叶娥正道平生都未见。第2天，文人莫言、5条悟、夏油杰3人正晃悠在东京的某条繁华街道。文人莫言侧目看着5条悟和夏油杰，一个弓着腰差点要仰翻自己，一个弯着腰好像在给过路的每一个人拜年。望远处乍一看，好像是个8字在走路。文人莫言无语，开口道：“你俩走路能不能正常一点？”喝着可乐，悠闲走着六亲不认步伐的5条悟看向身旁插兜走路也蛮拽的文人莫言，露出疑惑的神情：“我们不正常吗？”夏油杰也开口道：“是啊，我觉得蛮正常的呀。”文人莫言心中吐槽：“这正常？”几分钟后，啊，这走路方式还挺考验腰啊。大街上，文人莫言学起了5条悟的走路姿势，感觉确实不一样，有点意思。5条悟嘿嘿一笑：“怎么样，没骗你吧？”一旁的夏油杰也道：“等一下你也学学我的，感觉也很不错哦。”文人莫言点了点头：“好好好，我等一下也。”哎，不是我怎么被这俩二货给带偏了？文人莫言后知后觉，然后发现，对哦，我也是个二货。强者总是与众不同。自此，这条街上又多出了一个走路姿势高难度的男人。姐，文人，我们去吃甜品吧。5条悟突然馋虫作怪，
吵着现在就要吃。夏油杰与文人莫言无奈，只好作陪。就在三人前往五条悟比较喜欢的一家甜品店时，文人莫言身形一顿，嘴角微起，随便找了一个理由与五条悟和夏油杰分别。终于，老鼠的尾巴出来了！文人莫言感慨一声，果然，咒祖师方面放不下心自己，派出了人监视。文人莫言一直都以最小程度自动化催动着万灵观察术，仔细观察，能够从文人莫言如同琥珀一般的眼眸之中察觉到一丝丝白色。第24章蛛丝马迹。你们总算是让我找到一丝丝蛛丝马迹。文人莫言感慨一声，你知道我想你们想的有多苦，找你找的有多苦吗？简直日思夜想，辗转难眠啊！我真是太想念你们了。文人莫言目光冷冽，瞥向不远处的一栋高楼之上，随即又将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咖啡厅内，那里有个靠窗的位置，有个大衣男子正惬意地喝着咖啡，看着报纸，活脱脱一副悠闲自得的下午茶生活。谁能看出他是个私家侦探，正偷偷窥探着文人莫言。最后，文人莫言的目光放在了一个刚刚和自己擦肩而过的路人。文人莫言能够看出对方的纽扣有问题，真是够下血本的。全是普通人啊！文人莫言没想到哲权居然聘请的全是普通人的私家侦探，看来他们很清楚，相比于咒祖师，普通人的私家侦探更加不容易被咒术师发现。毕竟，如果派出咒祖师，咒力的起伏可是非常容易被文人莫言发现。倒是这几个普通人靠着特殊的窥探科技调查文人莫言，倒还真不容易被发现。毕竟那些私家侦探花重金搞得千奇百怪的侦查科技，那玩意可没咒力波动。文人莫言走入一处人流量极少的街道，几名被哲权雇佣的侦探立马不着痕迹，十分自然地跟上了文人莫言的步伐。可当他们跟上文人莫言走入拐角时，却不见文人莫言的人影。在天台上靠着自己奇怪摄像机正偷偷观察拍摄的侦探，浑然不知自己身后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哎，那家伙跑哪里去了？天台侦探正疑惑，站起身来四处寻找目标人物。你是在找我吗？一道声音冷不丁的从天台侦探的身后响起，吓得天台侦探直接吓了一大跳。天台侦探扭头一看，眼前的少年正是自己偷偷跟踪的目标。天台侦探一脸震惊的看着眼前的少年，马德，这家伙怎么上来的？天台侦探心中发出疑惑，但职业的本能却已经开始让他脚底抹油。作为一名业务能力极强的私家侦探，跑得快，跑得好是必不可少。文人莫言缓缓拉下围住自己口鼻的衣领，看着仓皇而逃的天台侦探，一点也不着急，因为咒言师在普通人面前如同神。别动！文人莫言轻飘飘的一句话，直接将天台侦探定在原地，哪怕用尽全力也无法再跨出一步。在天台侦探惊恐的神情中，文人莫言开始了审问。随后在文人莫言一句句的咒言下，天台侦探直接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文人莫言。文人莫言没有为难他，毕竟对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拿钱办事，甚至连咒祖师面都没见到。现在流行网上交易，转账就完了，不仅安全，而且便利，最重要的是不会留下任何现实之中的蛛丝马迹。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必然就会有线索可循。现实不行，这并不代表网络。文人莫言见对方没有什么价值，自然放过了对方。他又不是什么杀人狂，这种普通人也只是干他吃饭的活。随后文人莫言又将其他的私家侦探禁锢，利用咒言术开始审问。在绝对的差距下，所有人就像吃了土真剂似的，迷迷糊糊就把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问完一切后，文人莫言便将几人放走，而几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们的目标人物跟丢了。狡兔三窟啊！文人莫言思考，结合着刚刚那群私家侦探所吐露的信息，只知道几个账号和数个不同的银行卡号，并且几个银行卡还不是同一个银行，而是几个，甚至连信息都是让几人发在一个特殊的群内，里面鱼龙混杂，一大堆人，极难查找。甚至那群咒祖师为了保险，说不定还会多转几次信息渠道，真是够谨慎的，也难怪可以苟活下来。文人莫言冷喝一声，心中鄙夷不屑，只不过是一群蛆虫。文人莫言拿出按键电话，也就是棒棒机华夏的诺基亚，毕竟现在才06年，连爱甚4都没出，基本上玩的都是按键。嘟嘟嘟，摩西摩西，是我 QQ。 文人莫言开口道，我叫 Q 啦，别叫我 QQ。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声音，听起来较为青涩。好的 QQ， 有事你帮我查一下。电话那头 Q 沉默了一下，应该是在无语文人莫言还叫他 QQ 的事情。啊，你赢了， QQ 就 QQ 吧。 Q 无奈至极，谁叫那个家伙不仅是自己的老大，还是自己的金主，全靠他养着，不然自己都不能宅家里面了。
毕竟外面那些人情世故，上班加班什么的，好麻烦。最重要的是，钱少，离家还远，都不能陪我的二次元老婆们开心快乐的玩耍了。你说对吧，雏田酱，娜美酱？随即，文人莫言将那些从私家侦探嘴里套出的信息全部发给了 Q。搞定一切后，文人莫言叮嘱几句，加快速度后便挂掉了电话。Q 是文人莫言曾经在一个灵异网站的认识的一个宅男。他说他自己从小就是阴阳眼，可以见到鬼，所以不敢上街，也不敢和别人说话，最终成为了一个超级宅男，把二次元的漂亮女性角色视作老婆，心灵的内心伴侣。可为了生存 ，Q 又不得不出去上班打工。直到认识了文人莫言。Q 是个电脑天才，只不过在咒力方面非常普通，可能一辈子都只能打3级咒灵，一辈子也只能在3级咒术师徘徊。但文人莫言很欣赏他的电脑才华和能力，反正又不差钱，文人莫言就直接雇佣了 Q， 让他成为了自己的手下。平时做的就是关于网络信息方面的调查，并且文人莫言还让 Q 做了一个大型的资料库，里面装满了咒术师们的资料。文人莫言还让 Q 做了一个全新的网站，用于吸收民间那些有咒术师资格的平民，类似于咒术高专那种。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后面会继续扩大。文人莫言准备结束高专的学业以后，就打造属于自己的势力和公司。毕竟，作为主角，文人莫言怎么可能会屈居于人下呢？就让我静候佳音，等待着猎物的出现吧。文人莫言嘴角勾勒出一抹嗜血贪婪的笑容，仿佛那群穷凶极恶的咒祖师只不过是他口中的食粮。第25章，凌迟。霓虹，东京一处繁华的夜店内，店内灯光缭乱，忽明忽暗，五光十色，嘈杂不已。大量的年轻男女在舞池内随着动感十足的流行歌曲肆意摇摆着自己年轻有力的身躯。昏暗的环境下，女人们各色的香水与体香与年轻男性们释放求偶的荷尔蒙相互碰撞，欲情迷乱，放纵情欲，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欢伦之中。这里充满了迷情、狂浪、男欢女爱、恣意放纵，还有咋样，哥，这货如何？嘻嘻嘻，啊，不错，很带劲，堕落。哟，帅哥，面生啊，第一次来吗？一名身姿妖娆、穿着暴露的金发女人走到一位白发少年身前，一双如白葱的小手肆意在文人莫言的胸膛游走。女人心中欲望升起，心中暗叹：好帅的小哥哥呀！如果可以……想到这里，女人的身体不由一颤。文人莫言只是淡漠地看了一眼眼前的女人，长得不错，就是粉抹的有点多了。文人莫言没有搭理女人，而是径直朝着吧台走去。路上，文人莫言神秘的气质和露出的半张帅脸，引得数名浓妆艳抹的女人走上前来勾搭文人莫言，并暗示文人莫言，如果可以，现在就可以跟文人莫言走，狂欢整夜。文人莫言人妈了，这就是长得帅的烦恼啊！文人莫言直接从妓女当中穿过，片叶不沾身。他来这可不是为了和这些小姐姐讨论人生，探索生命的奥义。况且自己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人，连烟酒都不带碰的。文人莫言的独特的气质一出场就吸引了夜店内所有女性的目光。没办法，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拒绝一个充满神秘感、高冷的俊美少年。可这种出风头很快就引来了几个黄毛混混的嫉妒，嘴巴一扭，鼻子一翘，一副流氓样，就准备走过来，准备好好教训一下文人莫言。文人莫言没有将几个黄毛混混放在眼里，虽然他们长得很像 NTR 里面的黄毛混混。哟呵，敢无视你本大爷！为首的黄毛见文人莫言连正眼都不带看自己的，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蔑和侮辱，举起拳头就准备给文人莫言来上一下教训，教教他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结果下一秒却捂着拳头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仿佛打在了一堵铁墙上面，手指都骨折了。吧台的总管瞳孔猛地一震，立马放下手中的家伙，飞速逃跑。在普通人眼里，这黄毛混混是莫名其妙，好像在演戏，但在咒祖师眼中，一堵由铁链形成的铁墙直接挡住了混混的拳头。该死，全是咒术师！咒祖师暗骂一声，转头就跑。才刚跑2步，仔细一想，咒术师抓捕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说不定外面已经重重包围，还放有帷幕，来个瓮中捉鳖。所以现在最优的方法是，没错，就是抓个人当人质。想到这里，咒祖师看向身边自己亲自招聘来的调酒师，可怜的打工人，不许动！文人莫言拉开衣领，露出刻有蛇眼与牙的嘴。随着声音的出现，咒祖师抓向调酒师的手蓦地停在了半空。咒祖师看着眼前的少年，心中一凛，蛇眼与牙是狗卷家的人。咒祖师心中绝望，他知道自己以自己3级咒祖师的实力，肯定无法逃脱。还没等咒祖师反应过来，文人莫言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
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让咒祖师肝胆俱颤，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咒祖师眼睛不由得瞪得溜圆，此时咒言的效力已经消失，可他好像被下了咒言似的，一动不动，宛若一尊石像。在如此巨大实力差下，咒祖师根本生不起任何反抗之意。他知道对方来到目的，不知道坦白从宽能不能让自己舒服一点。文人莫言俯视着眼前陡如筛糠的咒祖师，嘴角流出一抹讥讽的笑容：“你刚刚是准备擒拿人质？”咒祖师紧张地咽了咽口水，点了点头，随即立马又摇了摇头。文人莫言冷笑一声，眼眸尽是戏谑：“你不会以为抓个普通人就可以威胁我吧？哪怕你抓100人，我该干嘛还是干嘛，没有人可以威胁我。只有蠢货才会为了救人放下武器，那不就是蠢二傻子行为吗？你都放下打败对方的武器了，不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吗？”文人莫言抓起咒祖师就随便走进了一个没人的房间。“来吧，我们好好聊聊。”刚刚进门，文人莫言就释放了帷幕。毕竟等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见不得光，把咒祖师变成咒灵，这种事情大逆不道。可他文人莫言就喜欢做一些别人害怕又无法理解的事。天才就该有天才的与众不同和独特，别人不行，不代表我不行。才刚刚进门，咒祖师就跪倒在地，与其说是跪倒，不如说是瘫倒。他的手脚早也被冷汗浸湿，仿佛浑身的力量都拿去对抗文人莫言那让人战栗的气势。“我说，我什么都愿意说，只要您放我一条狗命，我愿意把我知道的、能说的一切都告诉你。只要您放我一马，我家里还有80老母，3岁女儿等着我养活，都是那群该死的咒祖师逼我做的，我也不想的。”文人莫言看着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涕泗横流咒祖师，无语至极。这种老掉牙的求情方式已经用烂了，好吧？还80老母，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文人莫言笑了笑，说了一句让咒祖师寒冷到深入骨髓的话：“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你活，只不过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咒祖师见还有机会，赶忙说自己愿意：“那我就给你一个向我复仇的机会吧，变成咒灵以后。”说完，还没等咒祖师明白这句话怎么回事时，文人莫言就照出了鬼面。文人莫言丢给鬼面一把锋利的小刀：“凌迟吧。”鬼面接过毫无咒力的小刀，当即表示自己保证完成任务。咒祖师泪水和鼻涕混合，望着越来越近、闪烁着寒芒的刀刃，他无助、绝望的一直摇头，就像他曾经狩猎的那些普通人一般。“不要，不要，求您发发善心，发发善心啊！”第26章，好人好事。哇，你这家伙也太废物了吧！文人莫言一脸难受地看着已经变成咒灵的咒祖师，怎么才2级啊？我对你这么狠，又是折磨又是侮辱的，还千刀万剐你才变到2级。文人莫言无语至极，自己辛辛苦苦等了2个小时，就等了这么个结果。操！看着眼前长相丑陋诡异、满身都是坑坑洼洼的咒灵，文人莫言是越看越来气。一旁的鬼面大气都不敢喘一个，生怕到时候不小心笑出声，被主人迁怒。主人也想得太多了吧？区区一个3级咒祖师，实力底层，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特级咒灵嘛。鬼面有些得意洋洋，毕竟自己可是主人第一个收入麾下的咒灵，并且也是唯一的特级咒灵，手下最强战力。鬼面之所以能够成为特级咒灵，究其原因还是有着过人的天赋。如果鬼面不是双胞胎，一定会被家族视作瑰宝。可惜对于咒术师而言，双胞胎就是诅咒。就像禅院真希2姐妹一样，原本连涉谷大战都没资格参战的禅院真希，在妹妹死后立马解开了束缚，成为了第2代天羽暴君，其实力直接媲美第1代伏黑甚尔，竟直接将整个禅院家屠戮殆尽。要知道，当时的禅院家虽然不复当年荣光，可实力还是有几个1级咒师的存在，不容小觑，却还是被真希杀光。可想而知，双胞胎的潜力是多么巨大。这也就是为什么鬼面生前2兄弟明明只是普普通通的2级咒祖师，死后融为一体，却成为了比肩花玉真人之流特级咒灵中的佼佼者，并且在文人莫言的培养下，鬼面的力量还在持续上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鬼面的实力一定可以超越落狐，应该有个10根秀挪。当然，这只是文人莫言的粗浅估算，未来还说不准文人莫言能将无上限咒灵操研术开发到何种地步，潜力无限。文人莫言解决完所有事情以后，直接报警把这个夜店给举报，随后试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拒绝黄赌毒，从你我他做起，请叫我5星好市民。此时，几个正在吸粉的鸽子表示：“我谢谢你啊。”管辖这家夜店的咒祖师也表示：“你真他妈是个好人啊。”深夜，一个装潢富丽堂皇的5星级酒店房间内，红纱漫步，金丝珠幕，
一名黑发如瀑、身姿婀娜的美丽女子此时正通着电话。我操你妈的王八蛋！齐晨，这笔账怎么算？复活玉藻前咒祖师组织首领胡服大发雷霆，全然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对着电话那头的齐晨疯狂大骂。就在刚刚，手下传来消息说自己在东京的夜店被封了，而且管理那间夜店的咒祖师也消失不见了踪迹。很显然，有人在找他们。一个夜店封了就封了，反正他名下还有几家其他地方可以为他们组织产生金钱的产业。可他的手下没了消息，虽然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还被下了束缚，很多消息也无法说出来。可这种被人盯上，还是在这种紧要关头被一个实力强大的咒术师盯上。最重要的是，他担心的是会引来咒术界的追查，这是十分要命的。很有可能他们的筹谋许久的计划会功亏一篑。电话那头的齐晨沉默了一会，他也没想到文人莫言的侦查能力竟如此厉害，不仅短短时间内就查找到了线索，还顺藤摸瓜搞了几个他们的据点和产业。不仅是胡服的夜店，还有他们手下的赌博场和狗焕的地下拳击场，都在最近1个月被文人莫言一个人搞毁，然后举报被封。他们本就是见不得光的存在，自然不可能做一些正儿八经、明明亮亮的生意。要不是5条悟的诞生，他们被咒术界死死压制，早就做更加赚钱的生意了，比如买凶杀人、器官贩卖、人口贩卖、走私毒品。但今时不同往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3家会互相联合抱团取暖的原因。并且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大量的中坚力量都被派去抓捕咒灵，甚至他们组织都开始冒险猎杀那些零散的咒祖师和一些倒霉的咒术师，转化成为咒灵。连他本人都开始亲自下场抓捕咒灵，推进进度。两人在电话聊了几句后，约定3天后在京都会面，好好商议一番接下来的计划。就在胡服挂完电话，内心忧愁地叹了口气时，一个声音从他身后的露台阳台响起：“聊完了。”胡服顿时一滞，内心惊骇不已。怎么可能？胡服全身汗毛直立，仿佛遭遇了极大的恐怖，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一般。明明刚刚我什么都没感觉到。胡服感受着背后传来的咒力，仿佛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无法跨越的大海和深不见底的魔渊。而刚刚发出声音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莫言。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文人莫言笑道，笑声就像隔壁家的邻居小哥哥一般，人畜无害，温和大方。但胡夫只感觉对方好像是在戏谑地嘲笑自己。这件事准特级的实力吗？完全不是对手啊！胡夫心中暗自对比，苦笑连连。哪怕自己在1级中也是最顶尖的存在，在准特级面前也只是一个随意击败的孩童。准确来说，文人莫言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准特级，达到了特级，已经有了颠覆一个国家的实力。胡夫转过身去，看着已经很自来熟坐在自己露天沙发上的文人莫言，莞尔一笑，不知这位小帅哥有何事找妾身？胡夫的声音很柔，却又带着一丝丝妩媚，听了以后忍不住让男人激动。文人莫言望着眼前身材高挑、肤如凝脂、全身上下好像就是为了魅惑男人而生的胡服，笑了笑，没什么，就是希望你们3位不要紧张。说着，文人莫言还自来熟地问：“这位漂亮姐姐，可以给我来杯茶吗？刚刚做了一件好人好事，有点口干舌燥。”胡服嘴角忍不住抽了抽，你说的好人好事应该就是查封我的店吧？心里纵然100个不愿意，但胡服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去给文人莫言倒了杯茶。第27章，胡服，疯子，真是个疯子。胡服仰天长啸，在黑夜中浑身大笑着颤抖，一袭如瀑布的乌黑长发在桃粉色咒力的影响下，宛若9只长尾一般恣意飘扬。他好久都没被如此折辱，像一个任人宰割的畜生一般被羞辱、玩弄、轻视、羞耻、愤怒、憎恨、杀。胡服杀意从未像这般迸现，宛若实质。哪怕是曾经被咒术师的数位1级高手和家主追捕，都未像现在这般狼狈。他们咒祖师组织能够生存，能够组织力量复活玉藻前，不仅仅是因为隐蔽的极好，像老鼠一般躲在暗处和污秽，最重要的还是实力。胡服其实力恐怕已经完全超过了文人莫言的老师叶娥正道，甚至超越咒术高专校长昭美惠香，在咒术界也是臭名昭著、威名赫赫的咒祖师顶尖强者。这件事为什么咒祖师经久不灭，还能在这种被咒术师如此打压的情况下爆发出力量复活古代大妖的原因？回想曾经，哪怕被数名1级咒术师联手追杀，被打得遍体鳞伤，都未像现在一般狼狈。为什么？因为胡服从追杀的咒术师眼中看见了忌惮和惧怕，可他却从文人莫言的眼中和情绪都未捕捉到一丝一毫的惧怕和恐惧，甚至是一丝丝忌惮和防备，从头到尾都是对他的凌驾和掌控。这种感觉让久经盛名的胡服感到耻辱与愤怒。
却又无能为力而狂怒。跳梁小丑这个词现在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烦死了，烦死了！如果不是齐老鬼，我怎么会受到这番侮辱？不，归根结底还是我太弱了，太弱了，我太弱了。胡福喃喃自语，目光猛地变得狠辣坚定起来。呵呵，你不是想让我复活玉藻前大人吗？胡福发出病态的娇笑。那我就成全你。好久都没如此这般肆意的进食了。胡福伸出香舌舔了舔红润的嘴唇。此时巨大的5星级酒店已经被胡福的咒力包围，里面的男性住客已然堕入胡福的术式之中。让胡福如此暴怒甚至失去理智的原因就在不久前。胡福正动身去给文人莫言倒茶，没办法，谁叫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啊。再说他现在可不想弄出什么大动静，打草惊蛇，引起咒术界的注意。现在正是筹备的最关键时刻。胡福也能感觉到文人莫言单独来见自己肯定有其他目的，而这个秘密肯定不能让咒术界那边知道。可刚刚动身，一只大手就搭在了胡福的香肩上。算了，我对茶并不是很感兴趣。文人莫言来到胡福的身后，随意的说道。胡福感受着身后来自文人莫言年轻澎湃的气血。那小哥想要妾身为你做些什么？胡福妩媚一笑，语气之中好像在暗示文人莫言，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说着，一股桃粉色的咒力开始缓缓泄出，一股异香也随之从胡福婀娜多姿的身体传来。胡福姿态妖娆万千，轻轻扭动玉白的脚腕，想要扑入文人莫言的怀中。可下一秒，胡福就被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死死扼住喉咙。好骚的狐臭啊！文人莫言扇了扇，一脸嫌弃。胡福眼中惊恐，他没想到自己的术式居然会失效。要知道，眼前的少年正是男人热血沸腾的时候，也是火气最旺盛的年纪，居然丝毫没有被自己的术式影响，怎么可能？胡福难以置信，自己的术士连7老80块入土的老头都能硬朗起来，连烟狗都能叫春，性冷漠都能被欲火焚身，搭配上自己美艳的容颜，多少咒术师死在他的裙下。这就是胡福的术士情欲，可现在居然对眼前的少年起不到一丝一毫的作用。被死死扼住喉咙的胡福艰难求饶，美眸泪光流转，宛若颗颗璀璨的珍珠，搭配上他那恰到好处的神情和绝美容颜，天剑犹怜。胡福这番演技让文人莫言心中都不由称赞，奥斯卡都不及你1/1000。可文人莫言仿佛是块冰冷的石头，任凭胡福如此施展手段都无济于事。文人莫言目光戏谑，饶有趣味欣赏着胡福的表演。别演了，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你，但不是现在，你现在对我还有用。话音刚落，文人莫言便松开了手。胡福捂着洁白修长的脖颈，止不住的咳嗽，随后一脸妩媚的眼传秋波的跪坐在地上，仰望着文人莫言。哦，那小哥的意思是现在很需要妾身为你做什么喽？胡福咯咯咯的娇笑着，发出如银铃般清脆的笑声。知道文人莫言目前不会对自己下死手的胡福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开始更加大胆赤裸裸的勾引诱惑，甚至胁迫。既然你有求于我，那我自然就可以谈条件。既然谈条件，你就得对我尊重一点，而你也该把姿态放低一点。但胡福肯定想不到，文人莫言想要他做的事就是复活他一直都在为之努力的玉藻前。既然小哥需要妾身为你做事，那刚刚你还这么凶干嘛？胡福委屈巴巴的望着文人莫言，想要文人莫言安慰他。做事胡福伸出右手，想要文人莫言拉他起来。可让胡福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一把匕首直接将他的手掌贯穿，钉在了地上。胡福痛苦的惨叫一声，鲜血很快流出，化为一滩血泊。文人莫言一把抓起胡福的头发，冷笑道：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情，不是我在求你办事，而是因为你能办这事，我才暂时放你一条狗命。胡福也不甘示弱，怨毒的目光死死盯住文人莫言。两人四目相对，文人莫言根本没有将胡福放在眼里。在他眼中，胡福只是一个复活玉藻前的工具人，其最大的价值就是变成咒灵被文人莫言吸收。哦，那小哥真是了不得呢，那你动手啊！胡福红唇微起，面对文人莫言的威胁不卑不亢，甚至略带一丝丝嘲讽和戏谑。看着胡福一副吃定自己的模样，文人莫言内心已经笑翻，下一句话直接让胡福像吃了屎一样难受。我要你做的事就是复活玉藻前。胡福震惊，刚刚的戏谑的表情瞬间转移到了文人莫言的脸上。第28章侮辱。胡福一脸不可置信，随即冷笑道：你觉得我信吗？文人莫言无所谓道：信不信由你，我这次来主要目的就是告诉你们，抓紧时间
咒术界那边已经察觉到你们的踪迹和行为。胡服还是有些不相信，你到底要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复活那些上古大妖，对你们咒术师还是整个霓虹而言，甚至整个世界都是灾难。莫非你想加入我们？胡服调笑道，发出刺耳尖锐的笑声。看来你还是没认清楚形势啊。文人莫言长叹一声，抽出刀刃，利用反转术式治疗胡服。胡服的伤口开始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就在伤口即将愈合的时刻，文人莫言酷吃又来一刀。胡服吃痛惨叫，鲜血再次流淌。胡夫人都骂了，你神经病啊！治好了又给我来一刀。胡服此时才看明白，眼前的少年乖戾异常，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和自己有的一拼。胡服本人也是这样，性格怪异，前一秒好笑嘻嘻，人畜无害，下一秒就直接坐你身上，把你吸干。眼前少年也是这样，刚刚还温柔的替你疗伤，下一秒又给你开个口子。我呀，只是单纯觉得无聊。文人莫言笑道，你知道无敌是多么寂寞吗？所以我想找点乐子。听着文人莫言的话，胡服心中升起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这个家伙不会是想和复活的八岐大蛇和大天狗战斗吧？如果文人莫言能够听到胡服的心声，一定会放声嘲笑。当然不会了，谁他妈吃饱了撑的专门找人生死搏杀，还是上古时期实力恐怖的大妖怪？我文人莫言战斗只喜欢单方面碾压虐杀和轻松取得胜利，能群殴绝不单挑，能吊打绝不搏杀。唯一能和我交手的存在是我的挚友，但是吧，和他交手总差点意思。文人莫言话语有些无奈，和他打又不能下死手，那多没意思啊。胡服心中想到，他说的挚友难道是五条家那个六眼？如果是的话倒也正常，但这小子的实力恐怕已经超越了五条家那个六眼了，毕竟当初六眼可没给我这么大的绝望感。文人莫言看着已经在思考的胡服，心中冷笑连连，想就对了，你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吸收你们所谓的八岐大蛇和玉藻前，增强自己的实力，而你们也只不过是我静心等待的食粮罢了。利用霓虹对玉藻前和八岐大蛇的恐惧产生的特级假想咒灵，作为容器，利用大量咒灵为祭品，重现那些传说中大妖怪的一丝风采。说白了，复活的也还是咒灵，只不过实力更加强大，又不是真正的上古大妖，那不就是纯纯给我送福利吗？在我无上限咒灵操言术面前，任何宇宙灵想要收服，都只需要一句轻飘飘的话罢了。你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好不容易才抓不到的特级咒灵，还没等你们捂热乎，就被我一句话收走。到时候你们怕会恨死我，然后再被我杀掉，变成咒灵，被我收服，简直杀人诛心啊！连死了都不放过。文人莫言粗略估算了一下，三大咒祖师组织首领实力在一级咒术师当中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死后完全可以成为特级咒灵。三大假想咒灵玉藻前、八岐大蛇和大天狗，又是三个特级咒灵，并且实力十分强大。再加上三大咒祖师组织近100名咒祖师，虽然大部分都是3级4级的存在，在咒术界都只能当监督辅助，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多了也很香。算下来，文人莫言起码能收获6只实力强大不弱与鬼面的特级咒灵，和近100只普通咒灵，可谓是大丰收。尤其是特级咒灵这方面的收获，更是直接吊打黑化下游节10几年来的辛苦收集。胡服多多少少有些明白文人莫言的心中的想法，不免觉得可笑。虽然文人莫言很强大，可在八岐大蛇这种级别的面前，也只不过是大点的蝼蚁。要知道，作为霓虹人人皆知的传说，其实力是远超所谓的六眼，哪怕是古代最强咒术师安培秦明，也无法独自一人收服其中任意一只妖怪，哪怕只有1%的力量，他们三大组织的首领都不是对手。更何况这次他们能够接引三大大妖1/10的力量，这股力量足以让他们扭转局势，称霸整个霓虹。只要他们成功复活玉藻前、八岐大蛇，那他们就是咒术界真正的天。文人莫言看着被自己钉在地上的胡服，有些无聊。最重要的是，你们太弱了，让我杀起来不尽兴。其实我早就已经知道了你们的藏身之处，但我一直没动你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对我而言还有些许价值。我会在你们复活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希望到时候你们能拼死抵抗哦，不要因为我的出现让你们的计划功亏一篑哦。文人莫言说到这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种他喂鱼肉，我喂刀俎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胡服也被文人莫言的话憋得说不出话来，但同时心中也暗喜，毕竟他们的秘密基地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三大首领共同打造的生的领域，是他们的主场。虽然单打独斗我们3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可如果你敢独自一人前来挑战我们，
那我们自然有的是手段，将你的头颅拿来血祭我们信奉的神明。但文人莫言轻视侮辱他们所信奉的玉藻前大人，却让胡福恼火不已。3日后，胡福来到京都，一处帷幕内，哲权首领齐臣冷声斥责胡福前几天酒店行为，说胡福的肆意妄为暴露了他们，而胡福也丝毫没有给齐臣任何面子，直接对了齐臣一顿。而这几天的新闻头条也替换成为了某5星级酒店因煤气泄漏，导致大量受害者死亡，而真正的真相早已被霓虹政府所掩盖。因为一旦普通民众知道了咒灵的真相，大量的负面情绪会直接让社会崩溃，产生的咒灵更是会让本就人手短缺的咒术界捉襟见肘。第29章涩谷。时间流逝很快，转眼距离胡福等人复活玉藻前只剩时间1个月。这天，咒术高专的学生们，清晨，教室内，站在讲台上的叶娥正道随便讲了2句以后，就让文人莫言几人自由活动。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大半个月，整个霓虹的咒灵好像凭空消失一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国民幸福感提高的原因，最近的咒灵出现少得可怜。收到消息的几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毕竟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大半个月了。其他几人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只有文人莫言一脸愁容。唯一不同的就是加入萧子，他倒满脸无所谓，毕竟自己只是一个辅助咒术师，打打杀杀什么的并不适合自己。相反，五条悟等人作为战斗人员，长期不战斗都快生锈了。其中最是忧愁的当属想要收服咒灵的文人莫言。相比于夏油杰还得打败，还要吞，还要被咒灵的味道恶心，文人莫言收服咒灵却没有任何代价，只需要一句轻飘飘的话而已。变强，迫不及待。阿叶娥正道森森，给个任务吧，孩子快要饿死了。教室外，文人莫言一脸可怜地拽着叶娥正道的衣角。叶娥正道满脸的无奈，他从未见过如此积极拔除咒灵的学生，也从未遇见过效率之高的学生。其他学生完成拔除咒灵的任务需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倒好，上午出发，上午回来，吃个午饭还能继续干，1级以下还看不上。别的学生，什么1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文人莫言，什么1级？让隔壁京都分校知道了，还以为我们玩不起任务呢。再来10个，天天10个，而且开口就要特级任务，你真当特级是大白菜啊？想要就要。别说人口密度最高、最繁华的东京出现特级的概率极低，放眼整个霓虹也才记录在册16只特级咒灵。叶娥正道叹息一声，这几天他已经被文人莫言纠缠烦了。不是他叶娥正道不想给文人莫言派发任务，而是最近的咒灵就像说好了一样，集体消失了。这样的异象自然引起了咒术高层的注意，已经开始着手调查。听消息说是那群咒祖师的杰作，叶娥正道虽然不知道那群家伙为什么要这样干，但直觉告诉他很有可能是个巨大的阴谋。虽然现在咒祖师示弱，可老鼠也能滋生让人人畏惧的鼠疫。文人啊，不是老是我不给你任务，而是最近真的没有任务给你完成啊。叶娥正道说道，用了一扯，摆脱文人莫言的纠缠。望着叶娥正道快步离去的背影，文人莫言苦苦哀求道，给个1级，不2级也行啊。森森，叶娥正道就像没听到一般，速度更加快了一筹，转眼就消失在了文人莫言的视线当中。看着叶娥正道毫不留情的离去，文人莫言表面上气愤不已，还吐槽了叶娥正道几句八嘎牙路，八嘎牙路，心里却是赞叹胡福他们效率真高，不愧是1级中的顶尖强者，亲自出马比手下的小卡拉米强太多了。看着文人莫言独自一人寂寥的背影，五条悟几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随后开口询问道，文人，一起去逛街啊？听说嘴角涉谷又开了一家全新的甜品店，有没有兴趣啊？五条悟拉下墨镜，露出他那璀璨如星海的眼眸，对着文人莫言就挤眉弄眼起来，好像在说去吗去吗？去，干嘛不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说那里新来了一家海鲜自助餐，你们有没有兴趣？文人莫言一脸认真，随即与众人一拍即合，前往涩谷。文人莫言吃海鲜，五条悟吃甜品，夏油杰陪五条悟和文人莫言，而加入萧子则是陪他们3个。而涩谷，没错，就是那个10几年后那个涩谷。涩谷，东京23区之一，霓虹国最大的商圈，旅游盛典。这么每天来旅游的人络绎不绝。这里有着著名的百货店、时装专卖店、饮食店、咖啡店、游记设施，甚至是风俗设施等密集如云，是与新宿同样被列为24小时不眠之街的城区。另外，其所拥有的年轻人之街之美称，这也使得涩谷成为面向霓虹国内外各种流行的发祥地，被称为亚洲的潮流时尚中心。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涩谷。繁华的街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大街上人山人海，十字路口人流涌动。听说这个十字路口是整个亚洲最大，每次红绿灯亮起都会有近3000人通过，而这里也是霓虹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人口越多，怨念和诅咒也就会越多，而咒灵也会越多，所以定期都会有咒术师处理涩谷的咒灵，以免积少成多，诞生出一些实力强大的咒灵。而平日里随处可见咒灵的涩谷，今天却显得这么的干净。几人来到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前往对面的商城，先逛街，再去逛甜品店，最后去吃海鲜自助。文人莫言说着今天的顺序，随后看向身边的3人，有问题吗？3人纷纷表示没有问题。来到商城外，还没等文人莫言几人走进大门，就被几名漂亮可爱的女生跑到身前，挡住了去路。大哥哥，我可以和你合个影吗？一名估摸着只有15岁的可爱少女一脸腼腆的拿出手机，害羞的看向3人。今天5条悟穿着一身白色羊毛衫，长腿的黑色休闲裤，搭配上1.9米的身高，身材高挑有型，看起来十分的阳光帅气。再加上他那不羁的笑容，更是俘获了一众少女的芳心。而夏油杰则穿着与5条悟相反颜色的衣服搭配，亲和的笑容与5条悟完全相反，让人感到如沐春风。文人莫言则穿的是暖黄色条纹的白色羊毛衫，一脸呆萌的东看看西瞅瞅，再加上嘴巴被衣领遮住，更添一分神秘的可爱。3人走在大街上，完全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被小女生搭讪，情有可原。只有萧子还是穿着高专的制服，但看起来依旧出彩，走在路上频频引得他人的目光。但在文人莫言3人的护法下，没有一个男人敢过来搭讪。第30章紧急，哨子被搭讪了。大哥哥，大哥哥，你可以把墨镜摘下来吗？几名穿着洛丽塔的女生对着5条悟尖叫道。了解。5条悟十分骚气地摘下墨镜，还不忘撩拨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啊，好帅啊！你看，你看，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哎。大哥哥，你是外国人吗？不是哦，我是霓虹本地人哟。5条悟用修长的食指比在嘴唇，还眨了一下眼睛，给了几名女生一个帅气 wink， 引得少女们尖叫连连。那大哥哥，你是戴了美瞳吗？穿着黑色落裙的女生问道。没有哦，无论是我的头发还是眼睛，都是纯天然的哟。那大哥哥，你有女朋友吗？一名女生红着脸蛋，鼓起勇气问道。听到这话，5条悟故作深沉道：不好意思，我的家族不允许我随意交往女朋友。家族？几名女生瞬间沸腾，没想到眼前的白发大帅哥不仅有如此高的颜值和美丽璀璨的眼眸，还是一个名门望族。这件事拿出去完全可以吹一辈子啊。而另一边，文人莫言这里，帅哥，你可以把你的衣领拉下来给我们看看吗？几名年轻靓丽的少女一脸期待地看着文人莫言。文人莫言百无聊赖，随意瞥了瞥眼前的几人，无精打采地说道：可以啊，只不过我想喝奶茶。文人莫言看向不远处的奶茶店，其中一名女生立即跑了过去，买了一杯奶茶拿了过来。文人莫言从女生的手中接过奶茶，说了声谢谢，随后自顾自地拉下衣领喝了起来。当他们看见文人莫言拉下衣领的模样时，立即发出几乎要刺破耳膜的尖叫。好帅，尤其是他嘴边的纹身，好可爱。几名女生一脸入迷地看着文人莫言，这种呆萌加上诡异咒印的模样，莫名 get 到了他们心里的审美和爽点。文人莫言还很客气地展示了一下自己舌头上的咒印，再搭配上文人莫言一副无精打采，好像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模样，更是让眼前的几名女生兴奋起来，甚至有股莫名的冲动想要。而夏油杰那边也非常繁忙，好几个女生都想加夏油杰的电话。随着人越围越多，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一个身材普通平常的男人走了过来，金丝眼镜下散发着狡黠精明的光。男人走到文人莫言3人身前，拿出名片，表示自己是某某公司的经纪人，然后开始对3人一顿夸赞，问3人愿不愿意组成一个团队出道。他可以为3人提供非常好的机会和资源，并开始了画大饼模式，开始为几人展望未来，说3人必定是明日之星，肯定会享誉国际。男人心中想到，发了，没想到今天居然能碰到这么优质的资源，只要签了他们，我一定会成为国际知名经纪人的。但还没等男人说完话，又有几个经纪人穿过围观的人群，来到3人面前。涩谷作为霓虹最繁华的地区之一，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帅哥美女，也有数不清的星探和经纪人。但可惜的是，文人莫言等人对当什么明星并不感兴趣。就在这时，5条悟突然发现2个男生居然在搭讪加入萧子。姐，文人，紧急情况！5条悟急促道，仿佛遇见了天大的事情。就连遇见特级咒灵都没看见过5条悟露出这副模样。
文人莫言，夏油杰顺着五条悟看向的方向，刚刚还一脸轻松样子，瞬间变得凝重起来。这几个鸟蛋居然敢搭讪我们家的萧子，已有去死之道。上吧，我的挚友们，避阵型，出动！五条悟低喝一声，宛若一只架翱翔天空的战机，随便准备出发。文人莫言一脸懵逼，什么？啥玩意？避阵型？五条悟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这样很帅。看着两个臭男人都掏出手机，准备加萧子手机号时，文人莫言三人忍不了了，一瞬间就突破了人群，来到了加入萧子身后。速度之快，强风扑面而来，直接吹得两人眼睛都睁不开。喂，听说你们想要电话号码是吗？来，我加你们。五条悟一脸凶狠地俯视着眼前的两个年轻男子，压迫感十足地掏出手机。而一旁的文人莫言则是一脸杀意，你们是想死对吗？好，我成全你们。唯独夏油杰不仅平和，不好意思，萧子可是我们的，希望你们两个识趣一点，现在走还来得及。感受着来自未来3大特级咒术师的压迫，两人赶忙道歉，随后落荒而逃。加入萧子看着身边成功赶走搭讪自己的男生，还在那里拍掌庆祝的五条悟、文人莫言、夏油杰三人，加入萧子直接揪起身边最近还揽着自己肩膀五条悟，一脸怒意，皮笑肉不笑道：你们三个想干嘛？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样根本找不到男朋友的？被加入萧子抓住衣领的五条悟一脸讪笑，好像在说不关我事。文人莫言直接将手轻轻地搭在加入萧子的肩膀上，一脸认真，声音低沉严肃道：萧子，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这种级别的男人怎么可能配得上我们家貌美如花、倾国倾城、赛若西施的萧子酱呢？你们说我说的对吧？文人莫言看向五条悟、夏油杰两人，两人赶忙点头，对呀，萧子，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心把你托付给那种不三不四的男人？必须得经过我们的考验和挑选才行啊。文人莫言，没错，最起码得跟我长得差不多帅吧。五条悟，跟我差不多强就行。夏油杰，跟我差不多温柔，那我就放心了。加入萧子一脸无语的看着沾沾自喜的三人，生无可恋道：按照你们这个筛选条件，我恐怕一辈子都找不到男朋友了。文人莫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或许，好吧，还真找不到。涩谷商城内，一间宽敞豪华的办公室内，涩谷的咒灵们此时宛若一只只饿狼一般，群四周围将整个大厦团团围住，寒冷诡异的气息，哪怕是普通人都不寒而栗，让人心惊肉战。他们好像在等待什么。会长，这是我们祖传的宝物，您看。第31章，刀冰野。被眼镜男人称作会长的中年男子看着摆在自己眼前，用上等红木打造的木盒，里面的东西可是他心心念念许久、梦寐以求的宝物。会长长笑一声，将粗大的手掌放在长盒之上，细细摩挲着木盒光滑的表面，露出渴望、贪婪、想要据为己有的目光。好说，至于你们酒店死人的事情，记得把赔偿金给到位，别让别人抓到小辫子，借题发挥。到时候哪怕是我也保不了你，毕竟死人姿势体大，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也尽量替你掩盖其中的真相，以后消防部门会经常光顾你们酒店的。眼镜男子一听，眼眸瞬间明亮。前几日自家酒店男性顾客突然一夜之间全部暴毙，甚至自家留守的员工也没能幸免，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是如此的诡异和突兀，让人不由寒胆。如果传出去，恐怕自己的酒店会被政府勒令封锁。多谢会长，请会长收下。眼镜男子恭敬地将自己的传家宝推到会长的身边。虽然自己的爷爷曾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将封条打开，但现在家族支柱的产业却受如此重创，不拿出这个宝物，恐怕很难善了。会长看着眼前的红木盒，心中感慨，虽然他在涩谷有着很大的权势，在政府也有关系，但那种级别的事情怎么可能是他能左右的？除非是政府那边的掩盖，否则任谁也不可能将那次酒店事件说成煤气泄漏，这简直天方夜谭。你家煤气泄漏，只死男人啊！但这都不重要，重要是眼前这个东西终于是属于他的了。会长眸光急切，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木盒。打开木盒，里面赫然摆放着一把宝刀，刀全身被已经泛黄、写满奇怪文字的布条缠绕，看起来十分有年代感和岁月感，仿佛是1000年前的古剑，历史悠久，迎面来的岁月的古素味。会长小心翼翼地拿起，缓缓裁开封条，一圈又一圈泛黄的布条被拆下。没过多久，一把被红色剑鞘、刀柄、刀口、剑鞘上刻有黄金龙纹的唐刀赫然呈现在两人的眼中。好刀，
真是一把绝世好刀。会长摩挲着刀鞘，细细品味着，细腻宛若宝玉，又如少女的肌肤，仿佛吹弹可破，忍不住想要让人拔出。噌的一声，刀已然出鞘，刀气森寒，寒芒乍亮，宛若一条银龙飞翔而出。会长！眼镜男子刚想要阻止会长拔刀，却没想到刀已经被拔出。他的爷爷曾警告他，一定不能将刀拔出剑鞘，否则会有大祸临头。眼镜男子看着已经被拔出的刀，也没发现有什么大祸临头。会长目光满足地看着眼前的唐刀，多少年了，你终于还是我的了。望着唐刀，会长仿佛是看见了阔别已久的初恋爱人，眸光温柔，满足，欣喜。见会长如此满意自己的礼物，眼镜男子不由感到喜悦。会长已临近中午，我已在您经常去的包间备好了上好的佳酿与上好的美食，我邀请您与我一同入座。眼镜男子乐呵呵地邀请道，殊不知下一秒他将失手分离。我的，你是我的。会长仿佛在说着梦中一语，眼眸瞬间闪过一丝嗜血的猩红，一道血线划过，一颗头颅飞出。眼镜男子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随后看着眼前的一具无头尸体，哎，这是谁？这个背影好熟悉。随后眼镜男子才明白，那是自己的身体，他死了。好刀，果然要用血来祭刀。会长被唐刀操纵了心神，成为了刀奴。就在会长准备出发，将这座商场的所有人屠戮殆尽，以让唐刀饱饮鲜血时，却发现自己的身边已然被一只只诡异恐怖的怪物所包裹。会长看着这些咒灵，昂然不惧，仿佛这些咒灵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是他一合之敌。会长发出极度凶残的笑声，哈哈哈！我有此刀，谁能拦我？可下一秒就被成群结队的咒灵扯成了碎片。咒灵们纷纷开始自相残杀，不断的吞噬、融合、杀戮。在唐刀的影响下，无数咒灵死去，又有新的咒灵诞生，仿佛一切都被悬浮在空中，散发着血红恐怖的唐刀所驱使。很快，一个全新的咒胎出现在了房间内，它大如水牛，咒力内敛，一个全新的特级咒灵正在此中孕育。特级来临。而这一切都根源都是文人莫言来到这个世界带来的蝴蝶效应。巨大的商城内，咒术高专4人组正逛着地下一层的超市。这位客人，请不要坐在购物车内啊！一名超市工作人员正全力追赶着一名白发墨镜少年，白发他的身后是一个面露尴尬的黑发少年。此时五条悟正坐在一辆购物车内，在夏油杰的推动下穿梭在超市内的各处。油儿，再快点，再快点！哈哈，五条悟欢快地笑着，夏油杰一脸的尴尬。要不是五条悟一直吵着要玩，他才不会做这么幼稚且丢人的事。这位客人，请您不要在超市内这样做，很危险的。工作人员喘着粗气，最终挡在了装有五条悟购物车前。一旁传来文人莫言的声音：是啊，你怎么乱给人家工作人员添麻烦，这样是不对的。听着文人莫言一本正经的声音，要不是看见对方坐在专给小孩子做的玩具购物车上，他差点就信了。这位客人，请不要坐在电动购物车上，那是给小朋友玩的玩具。工作人员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是个孩子啊，其实我才8岁。工作人员看着身高比自己都高3个头的文人莫言，这特么8岁。文人莫言，乘个2，我这不也没成年吗？我真的只是一个孩子啊，你们不要抢我的坐骑啊！文人莫言直接就被工作人员请下了车，再让文人莫言坐，恐怕车就要被压坏了。结束后，文人莫言和五条悟被请出了超市，一旁的加入萧子甚至没眼看，假装不认识他们。第32章刀刃咒灵。结束后，几人来到商城一层，这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名牌连锁店。望着有几十米高、被明亮雪白照明灯照亮的商城，不免有种震撼之意浮上心头。就在几人准备乘坐电梯前往3楼购买五条悟想吃的甜品时，文人莫言感知到了一股异常。哎，怎么今天有种不好的预感啊？文人莫言有些疑惑，不由开启万灵观察术，覆盖整个商城。刹那间，文人莫言瞳孔泛起一抹绝对的白色，这抹白色让人感到畏惧，不敢与之对视。如果五条悟的6眼是苍天之瞳，璀璨如星海，象征着苍天的至高，俯瞰一切，那么文人莫言的万灵观察术就是苍天的神性，绝对的天地无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对，应该是平等，绝对的平等，万物皆一视同仁的平等。一双双只有文人莫言能够感知的眼眸出现在了商城内的各处，观赏的植物、喷泉、人们的视野，还有死人的血液。办公室内，一颗巨大的咒胎赫然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眼中。咒胎悬浮于半空，几乎要将能够容纳10几人的办公室挤满。可如此巨大的咒胎，其散发的咒力却极其微小，
就像一只弱小到极致的4级咒灵，可在文人莫言的万灵观察术中，却看见的是无边无际的诅咒。难怪他们走进商城这么久，他们发现异常。该死，这只特级咒灵要孵化了！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文人莫言一定会非常兴奋，因为自己又能收服一只特级咒灵。可现在是在商场内，这里面少说也有几千人，特级咒灵哪怕只有一瞬间造成的破坏，都足以让数十人丧失生命。不行，必须紧急疏散！萧子、杰，赶紧疏散人群，这里出现了特级咒灵！文人莫言一脸凝重地告知身边的3人，语气带着他们相识以来前所未有的认真。3人虽然疑惑，但还是毫不犹豫相信了文人莫言的话。文人莫言与5条悟对视一眼，默契地对着几处没人的地方发出攻击，造成巨大的爆炸声。一时间和所有人说这里有危险，几乎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但只要闹出动静，所有人都会为了自身安全紧急撤离。轰隆巨响，商城内巨大的爆炸响起，所有人先是一惊，随后开始恐慌。人类哪怕是一根削尖的树枝都能取其性命，更别说这突如其来的爆炸与未知的威胁。无数位于商城上层的普通人忽然被什么东西抱起，悬浮于半空当中，从上层很快来到了底层。还没等他们缓过神，就听到了萧子和工作人员的撤离信息。此时夏油杰正操纵着咒灵，将一个个普通人从商城上方快速运到底层，而他身边的文人莫言也操纵着咒灵，这让夏油杰为之一惊。但现在事态紧急，没时间想那些。文人莫言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暴露自己的咒灵操纵，一是为了救人，二是他相信夏油杰暴露也没事。3最重要的一点，老子就算暴露了又能咋地？你能干我？他以前不暴露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单纯的为夏油杰着想。如果让夏油杰知道了自己的无上限咒灵操言术，那他不得怀疑人生。严重一点，说不定留下阴影都说不定。随后文人莫言又召出鬼面，结果刚出来差点就被5条悟给干了。还好5条悟认出来鬼面的咒力是文人莫言的。鬼面身后大量的铁链飞出，在文人莫言万灵观察术的共享视野下，开始快速将上层的人往下运送。几人速度很快，没一会就运送了数百人。尤其是鬼面效率嘎嘎快，文人莫言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没死没残，能自己跑就行。所以几乎所有被鬼面救下的人都会痛得叫出声来。与夏油杰相反，夏油杰很温柔，轻拿轻放。可商城十分巨大，不仅只有他们所处的一栋建筑，而现在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往下一栋建筑救人。咒灵已经诞生！一阵诡异尖锐的笑声从顶楼传来，4人映入眼帘的是一只身材魁梧、与花玉相貌体型十分相似的特级咒灵，唯一不同的就是花玉眼睛那里长着2只树根，而这只咒灵眼睛与双耳处是沾染了血迹的刀刃，恐怖、骇然、锋利，很像文人莫言前世看过的一个电影《寂静岭》里面的一个脸上长有刀刃的怪物。刀刃咒灵双臂如刀刃，仿佛就是一个刀做成的人形怪物。只见刀刃咒灵猛地一挥，锋利的刀光一闪而过，轰然间，原本巨大的商城大楼被劈成2半，光滑如镜子面。骗人的吧？这种威力，怎么可能？加入萧子美丽的面庞充斥着震恐，望着楼上的刀刃咒灵，瞳孔微微震颤。看来刚刚加入萧子被刀刃咒灵展现的破坏力吓得不轻，这种威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特级咒灵啊！这种级别的怪物，哪怕是5条悟与夏油杰也是第一次见。卧槽！文人莫言一副吃了答辩的表情，好像看见了什么让他极度无语的事情。刚刚通过万灵观察术，发现自己费了老半天进救的普通人，被掉下去的大楼给砸死了一大半。你狗娘养的，你完了，你完了！等老子收服你以后，看我不天天抽你屁股！文人莫言捏紧拳头，气愤的低吼，恨不得把眼前的刀刃咒灵碎尸万段。一旁作为文人莫言手下唯一特级咒灵，第一狗腿的鬼面跳了出来。主人，这种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保证天天抽打他，保证让你解气又宽心。听到鬼面的声音，文人莫言答应下来。行吧，以后这个家伙我就交给你调教，你得把他好好教乖啊，别像今天一样，老子好不容易救的人，直接被他霍霍了一大半。抄！马德越想越气，算了，老子要弄死他！想到这里，文人莫言直接就冲了上去，看着刀刃咒灵摇头晃脑那副模样与姿态，虽然没有眼睛，但文人莫言能感觉到对方在嘲讽和揶揄自己，并且在炫耀自己刚刚的杰作，欣赏文人莫言气急败坏的样子。文人莫言越看越气，愤怒差点顶开了天灵盖。奶奶的，今天老子必杀你！第33章，一语镇压。5条悟看了一眼已经因为愤怒冲上去的文人莫言，对夏油杰道：杰，你先带哨子离开，
我去帮文人。夏油杰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将加入萧子护在身后，照出咒灵严丝密缝的守护起来。加入萧子是他们一行人中唯一没有战斗力，属于后勤医护人员，在咒术界也是十分稀有的存在，属于国宝级别的人物。加上是五条悟、文人莫言、夏油杰的同期好友，4人当中唯一的女生。几人每次战斗，只要加入萧子在场，第一任务就是保护好萧子不受到伤害。要知道，现在的除了文人莫言，只有加入萧子领悟了反转术式，连五条悟都没领悟，并且加入萧子会使用反转术式治疗伙伴。打魔兽和 MOBA 的都知道，打团先保护奶妈。趁着现在这个特级咒灵还没开启生得领域封锁这里之前，夏油杰需要赶快带着加入萧子离开这里。毕竟，只要是实力强大的咒灵，都会有自己的生得领域。虽然没有领域展开那般稀有和强大，但还是十分难缠。用普通人的视线来说，就是鬼打墙。此时，文人莫言已经来到刀刃咒灵的面前，看着对方嚣张的姿态，文人莫言冷冷一笑：“拽，在我面前拽犯法的鬼面，把他拉进去。”了解，主人。鬼面陡然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身后，双手结印，磅礴咒力倾泻而出，诡异煞人的鬼脸，一半红色鬼脸，一半青色鬼脸，声音仿佛是两个人同时说话，有种重音。领域展开，刀山炼海，锋锐的声音刺破空气，一颗由咒力形成的黑色圆球刹那间出现在了商城的最高处，几乎要将整栋楼都上半部分塞满。五条悟望着悬于半空中央的领域，好像痛失了100万似的。哎呀，被文人莫言那个家伙抢先了。五条悟懊悔，自己动作应该再快一点，他也想打怪。没办法，五条悟只好在外面等着了。此时，夏油杰已经安全将加入萧子送到安全的地点，随后赶了回来，看着正百无聊赖坐在地上的五条悟，又看了看商城上方出现的领域。悟，这是什么情况？夏油杰疑惑问道，目光四下看去，并没有发现文人莫言的身影，看来多半是在领域内了。看着咒力波动，好像是文人莫言。五条悟闷闷不乐，撇了撇嘴，还能什么情况？文人那家伙真是自私，一个人吃独食。这样吗？夏油杰呢喃道，目光不由看向上方领域。领域内刚刚诞生不久，刀刃咒灵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而是一脸困惑和惧怕的环顾四周，有些彷徨，手足无措。如海一般的铁链，如山一般聚集，密密麻麻的锋利刀刃，这里仿佛是一处整个世界最可怕的刑场。甚至刀刃咒灵只要跨出一步，他的脚就会被无数刀刃贯穿，铁链束缚。这里没有血腥，没有温度，只有无数的闪烁着凌冽寒芒的刀刃，戾气逼人，如芒背刺，如蟒蛇一般粗大的铁链在整个空间内如游龙一般游走蜿蜒，伺机而动。你的头抬得太高了。文人莫言看着还站着的刀刃咒灵，居然敢让自己仰望。文人莫言声音冷漠道：“跪下！”话音刚落，一股强横无比的力量宛若一座大山，狠狠压在了刀刃咒灵刚刚形成不久的魁梧身体之上。轰！一股巨力毫不留情将刀刃咒灵压在满是刀刃的地上，一时间深绿色的鲜血横流。刀刃咒灵痛苦的哀嚎，身体被开了无数个洞。如果刀刃咒灵能够说话，他一定会说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啊，毕竟他从诞生到现在10分钟都没有。我就出场的时候装了个逼，至于吗？文人莫言可不管那些，敢杀我救的人，还敢在我面前装逼，你不死谁死？我不仅要你死，还得让你死前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哪怕是宿傩，在我面前装逼，都得先吃上3斤大便才有资格和我说话。能装逼的只有我文人莫言。刀刃咒灵奋力挣扎，浑身上下咒力全开，可身体好像被一座五指山镇压一般，动弹不得。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他的反抗显得如此的无力且渺小。这还是文人莫言没有使用无上限咒灵操炎术，而是单纯的使用咒炎术。如果是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别说想要起来了，连反抗的心思都不可能存在。但这样就不好玩了。文人莫言就是想要好好观赏对方一副想要反抗却又无能为力、无能狂怒的样子。身后鬼面感慨，不愧是主人，这气场，这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一语镇压特级咒灵。我简直找不到第二人能与主人相提并论。文人莫言捏了捏嗓子，毕竟将一个特级咒灵镇压的连一条狗都不如，嗓子还是有点影响的，比较痒。文人莫言咳嗽了一下，总算将那股不适感消除。如果让刀刃咒灵知道自己被压成这副德行，你就只是嗓子有点痒，那不得破大防，怀疑人生。破大防的刀刃咒灵，哎呦，你干嘛？哎呀啊！我刀刃咒灵好歹也是个特级咒灵，你多多少少得给点面子吧。文人莫言
没有废话，吊起来。身后的鬼面很是听话的操纵几道铁链，将刀刃咒灵成大字吊着半空。这让一旁的文人莫言不由想起自己上次好像也是被鬼面这样吊起来的。这小子不会是有什么癖好吧？随后就开始了鞭挞环节，那抽的叫个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没一会，刀刃咒灵表面上的皮肉都给抽没了。鬼面的鞭子是铁链和刀刃组成的，简单来说就是上面有很多刀子，一抽就能拿下一堆血肉，滋味和凌迟差不多。可就在鬼面抽得正起劲的时候，刀刃咒灵轰然爆炸，一道血光一闪而过，竟破开了鬼面的领域，朝着外方飞去。速度之快，连文人莫言都是一惊。第34章入鞘。刚刚那是刀！文人莫言不可思议地看着已经被破开的领域，透过被唐刀劈开缝隙，文人莫言能够清晰地看见外面的景象。领域外，五条悟与夏油杰正等待着文人莫言战斗结束，可等了老半天，领域还没结束。怎么回事啊？油儿，文人那家伙怎么还不出来？五条悟已经等待得不耐烦起来。夏油杰用手撑着左脸，叹了口气，可能他在玩吧。夏油杰从来没有想过文人莫言是在苦战，这是他对文人莫言实力的认可与自信。两人从开始到现在也没担心过文人莫言是不是打不过，反而觉得他是在玩弄那只特级咒灵。啊，好无聊啊！这家伙咒力有那么多吗？领域开这么久了，他不累吗？文人莫言表示累，关我文人莫言什么事？开的又不是我的领域。五条悟无聊的都想睡觉了，忍不住将头靠在夏油杰宽厚的肩膀上。夏油杰感应到了五条悟的动作，很贴心的将肩膀凑了过去，看着自己肩膀上那温润如玉的脸庞，一缕银白碎发贴在了额头。夏油杰伸手过去，想要帮五条悟整理一下时，五条悟眼眸猛然睁开，姐，小心！五条悟大喝一声，一把将夏油杰推开。就在这时，一道血光已然破开领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袭而来。看着已经近在咫尺的血光，五条悟没有慌张，因为他已经开启了无下限术式保护自己。可就在下一秒，一截银白的刀身穿过五条悟的身体。怎么可能？五条悟不可思议地看着胸前的唐刀，自己的无下限术式居然破了，还是毫无阻碍的那种。五条悟难以置信，仿佛这把刀天生就带有破开一切术式的能力。呜！夏油杰焦急担忧的大吼一声，看着已经被唐刀穿过身体的五条悟。五条悟摆了摆手，没事，我已经利用咒力保护了内脏，现在我的状态很好，就像针穿过了毛衣一样，一点事也没有。夏油杰看着只是流了一点血，并无大碍的五条悟，夏油杰刚刚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刚刚的一切太突然了。此时文人莫言已经让鬼面解开领域。该死，我早该想到不对劲的。短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会突然出现特级咒灵？很明显是有特级咒具在作祟。文人莫言从领域当中飞出，看着已经被唐刀捅了个对心穿的五条悟，忍不住担忧道：没嘎吧？悟。五条悟嘿嘿一笑，露出无比自信的笑容，呆胶不，没事，我可是最强的。见五条悟还有心情和自己开玩笑，文人莫言就知道他屁事没有。还你最强，你怕是忘记了我的无下限咒言术了，分分钟让你知道什么叫夹都夹不住。五条悟看着身前的唐刀，忍不住说出自己心中的惊讶与困惑，就是没想到这刀如此诡异，连我的无下限术士都能破开。文人莫言见五条悟没事，也表达了认可，的确诡异。刚刚我的领域跟不存在似的，一下就被这刀给捅穿，让他逃了出来。这是什么咒具？你们认识吗？文人莫言问向两人，两人摇了摇头，他们也不认识，但能肯定这把唐刀来头一定很大，毕竟这妖牛逼，领域当瓜砍，无下限术士当菜切。就在五条悟准备把唐刀从自己的身体拔出时，一股莫名的影像蓦地在五条悟的脑海闪过。下一秒，五条悟身体一震，口鼻出血。刚刚那是什么？五条悟又惊又疑。就在五条悟还在疑惑之际，却没发现自己的另一只手已经抬起，对准了文人莫言。在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情况之下，一发术士苍射向文人莫言。文人莫言看着向自己飞来的苍，一脸懵逼。卧槽！轰的一声，没有防备的文人莫言被苍直接轰飞，身体被硬生生镶嵌在了墙体之内。文人莫言只感觉身体一阵疼痛，口中叫骂：五条悟，你大爷的！报复能不能挑挑时候？现在是报复的时候吗？可五条悟却是一脸茫然，自己刚刚明明没动啊。五条悟看着身体内的唐刀，心中骇然。五条悟双手握刀，猛地用力将刀抽出。魔刀还是妖刀？就在五条悟拔出唐刀的瞬间，
五条悟只感觉自己的咒力好像损耗了很多，原本沾有血液的刀身此刻也瞬间变得明亮起来，好像那些血液已经被刀本身所吸收。嗖的一声，唐刀趁着五条悟的分神之际挣脱了束缚，化为一道血芒，速度比之刚刚更快起来，再一次朝着夏油杰袭去。好像这把唐刀有灵性一般，认定了夏油杰是三人中最好杀的存在，死盯着夏油杰不放。夏油杰没有坐以待毙，照出大量咒灵，企图将唐刀拦下，结果却是咒灵们就像西瓜一样，被唐刀没有任何压力和停顿的斩断，绿色的血液在半空当中乱漫。夏油杰目光凝重，他并不觉得一把特级咒具就能要了自己的命，他准备利用其他术士拿下这把唐刀。咒具终究只是咒具，不可能是一名准特级咒术师的对手。可就在这时，一只大手从虚空中探出，一把抓住了唐刀。抓到你了！文人莫言冷笑，随后从腰间将印有黄金龙纹的刀鞘飞出，噌的一声，刀剑入鞘的清脆之音响起，华美的黄金龙纹亮起，原本躁动的唐刀也在此刻静了下来。文人莫言看着安安静静躺在自己手中的唐刀，忍不住长舒一口气，忽没想到今天居然有额外收获呀！虽然搞定三人有点狼狈，五条悟和夏油杰此时也走了过来。夏油杰并没有问文人莫言为什么会咒灵操术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他只需要知道文人莫言是他的挚友就够了。几人将关注点放在了唐刀之上，至于文人莫言哪里来的刀鞘，当然是通过万灵观察术找到，不然这把刀难不成凭空就出现？既然有刀，那便有鞘。第35章诅咒。刀，兵也，兵者，不祥之器也。咒术高专，一间特殊由各种咒文符箓布满的房间，房间内只有几盏神龛分布在房间四处，内燃诡异灼红的火焰，红色的火光摇曳照射。文人莫言盘坐在房间中央，他的腿上放的正是前不久收获的那把诡异唐刀。文人莫言拿起唐刀，缓缓抽出，雪白的刀身在文人莫言的动作下渐渐显现，刀鞘之上的黄金龙纹也在唐刀出鞘那一刻光芒一闪而过，仿佛是触动了某种禁忌。文人莫言看着眼前的唐刀，刀柄刻有精美栩栩如生的龙首，眼眸微动，忍不住让人赞叹其美丽。下一秒，唐刀开始震颤，仿佛活了一般，想要挣脱文人莫言的控制，但被文人莫言死死握住。唐刀不再颤动，反而将文人莫言拉入了一个神秘的意识空间之内。文人莫言再一次来到这神奇之处，这一次依旧与上一次一般，只不过是续写的画面。文人莫言的目光当中出现了无数穿着甲胄的古代精锐士兵，他们视死如归。数百名佛陀此时正使用散发着金光的铁链死死缠绕，禁锢着一头庞然巨兽。巨兽生有9尾，全身毛发如黄金一般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正是霓虹3大妖怪之一的白面金毛九尾狐玉藻前。在玉藻前不远处，一座祭坛之上，一名身着宽大衣袍、戴着黑色高帽的俊美男子口中念诀，双手结印，其散发的磅礴咒力连文人莫言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很显然，眼前之人就是霓虹传说中被誉为古代最强咒术师的安培秦明。然而就在即将成功之际，玉藻前的一只巨尾挣断了铁链。要知道，每一条铁链其散发的咒力都足以媲美一件特级咒具，而玉藻前每一只尾巴都有着通天的威能。只见巨尾挥动，天地震颤，玉藻前召来了地震。随后一根根铁链再次崩断，紧接着第2尾、第3尾被挣脱。玉藻前再一次挥动，这一次带来了狂风与山洪。安培秦明，你是抓不了我的！诡异的女声响彻云霄。到这里，画面戛然而止。文人莫言退出意识空间，距离商城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文人莫言每天都在承受这把唐刀的诅咒，收服这把唐刀进展很好。搭配上文人莫言的金手指逆天悟性，文人莫言对这把刀的诅咒越来越有抗性，不再像第一次那般狼狈不堪。从刚开始尝试会七窍流血，到现在的只有一点头晕。刚开始文人莫言只不过将这把唐刀视为一把诡异的特级咒具，但让文人莫言没想到其中包含的诅咒竟让人如此匪夷所思。杂乱无章，有普通人的诅咒，也有咒术师的诅咒，甚至还有大妖的诅咒。刚刚的画面已经临近尾声，文人莫言能够感觉到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完全降服这把唐刀为己所用，并且会成为自己最强的武器和底蕴之一。这把刀到底什么来历？文人莫言目光冷幽，静静地注视着眼前之刀，在摇曳的火光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刀身反射的璀璨火光，让人痴迷。一鼓作气，今天就将这把刀彻底收服吧。文人莫言再次拿起唐刀，
准备将最后的诅咒化解，彻底让这把魔刀为己所用。下一刻，文人莫言再一次出现在了那个空间当中。此时的玉藻前已经被安培秦明彻底降服，宛若丧家之犬，做着最后的挣扎。而玉藻前的胸口被一支长刀贯穿，正是文人莫言的那把唐刀。结束了。画面当中，安培秦明长吸一声，双手结印，猛然变化，一股惊天动地的咒力从天穹之上倾泻而出，状若天河，天惊地颤。就在文人莫言以为一切都将结束之际，异变突生，画面赫然跳转，来到了一处炼刀房，竟是以岩浆作为火源打造武器之处。地火！文人莫言眉头微微一皱，自己此时正身处于一处山洞之内，而山就是一座火山。当当当，一阵阵敲击打铁的声音在文人莫言耳边响起，每一次敲击宛若雷鸣，富有节奏的敲击着，就像是在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好像在引来什么。山外电闪雷鸣，黑云压顶，宛若一条条银龙在墨水之中飞舞。敲击锻造者是一名白须苍苍的老者，此刻他仿佛陷入了某种无我的境界，每一次敲击，刀好像活过来一般。轰隆隆，天雷滚滚。老者好像早就有预料，看着自己手中之刀，露出了笑容。你是我一生最高杰作，就让我来为你开封吧。只见老者高举刚刚锻造好的刀，一道天雷从天空之上劈下，下一刻，老者全身化为焦炭，而刀却向天展现他的锋芒。刚刚那老者居然是一个咒术师，而且实力不俗。文人莫言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现在才后知后觉自己进入了迷。而那刀自然就是那把神秘唐刀，而老者的期许也成为了唐刀的第一个诅咒。刚刚的惊雷让文人莫言的灵魂受到了不小的伤害。文人莫言想要退出，但发现此时自己已经不能退出，殊死一搏吗？文人莫言看着画面中刚刚诞生的唐刀，心中傲然，冷笑一声，有意思，那就来玩玩吧。下一刻，场景再次切换，这一次好像是在某个宫殿之中，杀戮四起，血染长廊。一个身着华美锦服的少年此时正挥舞着长刀，一颗颗头颅飞出，滚落在这大殿之内。我才是皇帝，我将统领北周走向辉煌。少年冷漠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这几人都是咒术师？不对，好像还是王公贵族，身份恐怕不凡。文人莫言疑惑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一切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画面继续，文人莫言只感觉越到后面，来自灵魂的压力也就越大。但还好文人莫言已经对这把魔刀有了很强的抗性和应对之策。不知道你接下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文人莫言越来越期待这把唐刀的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到底沾染了多少人的血液，到底受到了多少人的诅咒。画面继续，这一次直接跳转到了一座鬼斧神工的陆地宫殿之上，而这座巨大宫殿竟在陆地之上移动，让它移动的动力来源于数万民众的力量。宫殿之上，一名身着玄色冕服，头戴通天冕冠，位于所有人之上，衣服上绣有日月星辰，寓意着肩挑日月，背负星辰。用白色玉珠打造的冕旒模糊的男人的面庞，但却也无法掩盖男人一双宛若龙瞳的双眸，也无法掩盖男人威盖八方，气吞山河的气势。皇威！文人莫言眉头蹙起，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眼前的男子的强大。特级？不对，比特级强大太多了，太多了。文人莫言疑惑，却没想到下一刻，男子竟将目光看向自己。你是何人？怎敢窥探于朕？下一秒，一头目生乱童的巨大神龙从男子身后飞出。怎么可能？文人莫言疑惑，自己居然会被诅咒内的人看见。下一刻，画面再次一转，文人莫言来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一名身着龙袍的男子此时正端坐在龙椅之上，与刚刚之人截然相反，其气势更加强大，宛若九天之上真凤。你是何人？男子开口问道。文人莫言指了指自己，半信半疑道：你能看见我？谁料男子冷笑道，整座宫殿也随着男子的笑声频率颤动。朕不是说你，还能是谁？文人莫言只感觉全身一颤。画面结束，文人莫言退出唐刀的诅咒。文人莫言喃喃自语，看着已经不再反抗的唐刀，心中的越发困惑起来。你到底什么来历？第36章禅院。距离复活三大妖怪还有5天。深夜，郊外的一处深邃的峡谷之中，咒祖师组织的秘密基地，齐尘、胡服与狗焕共同打造的生德领域内。领域内是一片平原，平原中央矗立着3尊高大的石像，分别对应着八岐大蛇、玉藻前、大天狗3大妖怪和一尊祭祀用的大祭台。3大咒祖师组织的此时正商议着5日后的复活计划。
现在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二位有什么要说的吗？三人当中最为衰老的狗焕开口道：“当然有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把那个叫文人莫言的家伙除掉。”胡服声音冰冷道，直到现在他的手依然隐隐作痛。齐晨与狗焕都摇了摇头，并不认同胡服的意见。他可是说过，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来阻止我们，现在不除掉他，后患无穷。胡服说着其中的利弊，当然报复情绪占了很大一部分。齐晨开口道：“且不说我们几人想要明目张胆杀掉一个准特级咒术师能否成功，就算成功了，我们又将有多少损失？现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除掉那个男人，而是复活大人们。有了大人们的力量，我们才有资格与咒术师们开战，分庭抗礼。”齐晨顿了顿，随即开口道：“或许我们可以发出悬赏，让其他的咒祖师在5天后截杀文人莫言，不求击杀，只求拖延。或者出高价，让那个男人出手，也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齐晨语气沉重道：“他说的那个男人自然是天宇暴君伏黑甚尔。”一旁的狗焕此时出声，摇了摇头，苍老的声音开口道：“绝无可能，我们是不可能请得动伏黑甚尔那个家伙出手的。你们难道忘记了那个男人曾经姓什么了吗？哪怕伏黑甚尔他脱离了禅院家，入赘了伏黑，但这并不代表他与禅院家就没了联系，他始终还是禅院家的人。你们别忘了，禅院家那个老鬼现在还活着，只要他还活着，那么伏黑甚尔就翻不了天。当年的禅院家被屠一半，你们真的以为那个疯子是对另一半的族人有感情吗？呵呵，召集所有成员回归，只要进了我们的主场，哪怕是5条家的6眼小子来，我们也能让他饮恨而亡。”夜，东京一处昏暗的街道上，一个身材魁梧、黑发黑眸、桀骜不驯的男子正恣意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伏黑甚尔刚刚完成了一单拔除1级咒灵的任务，对于他而言，1级实在是太弱了。只不过雇主价钱给的他很是满意。伏黑甚尔看着手机发来的银行卡余额信息，不由得嘴角翘起，看来又能去豪赌一把了。伏黑甚尔准备接下来去豪赌一场，毕竟何以解忧，唯有暴富。就在伏黑甚尔惬意地行走在这人迹罕至的道路上时，几个身影从黑暗之中出现，挡在了伏黑甚尔的面前。伏黑甚尔抬起眼皮，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看着不远处的几人，好像在看几条挡路不长眼的大狗。滚开，好狗不挡道！禅院甚尔，家主大人有请，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其中一人开口道。伏黑甚尔好像没有听见一般，声音冰冷道：“滚开！如果你不跟我们回去，那我们只能使用一点暴力手段了。”一个年轻的声音回应道，看来是个刚刚成为咒术师不久的年轻人，还以为伏黑甚尔就是一个没有咒力的大废物，并不知道伏黑甚尔的实力有多么强大。马上他就将会因为自己的口出狂言付出代价。下一秒，伏黑甚尔就已经来到了那人的面前，一只大手直接将那人高高举起，手死死扼住那人的喉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个零咒力的废物吗？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那人难以置信，想要挣脱伏黑甚尔的束缚，却发现对方的身体宛若钢铁，手如钢钳一般，任凭他怎么反抗都无力回天。很快，那人因为缺氧开始面色涨红发紫，眼球突出，马上就要因为缺氧而死。有人想要上前救援，却被领头的男人所拦住。我说过，不要招惹这个男人，他自己找死，怨不得别人。领头男子正是曾经见识过天宇暴君屠戮禅院家的幸存者，他很清楚和明白眼前的男人有多么可怕。就在那人即将死去时，一个佝偻着身子极度苍老的老者从黑暗之中缓缓走出。够了，甚尔，闹剧该结束了。老者声音沙哑低沉道，仿佛灯枯油尽，却又让人觉得瘆人无比。禅院之人，上代禅院家家主，禅院家10种银法术拥有者。第37章战斗开始。是吗？我可没这样觉得。天宇暴君冷笑，猛地用力，只听一声骨头断裂的脆响，那人死了。死的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随意。禅院之人看着死去之人，没有丝毫痛心的表现，而是冷漠地扫视了一眼，继续与伏黑甚尔交流。甚尔，你就是如此不给老夫面子，我可是你的爷爷。禅院之人厉声道。老东西，别自作多情，你算哪门子爷爷？有事说事，别浪费老子时间。伏黑甚尔不屑道，嘴角始终保持着一抹悠然自得的笑容，好像根本没有将眼前的禅院之人放在眼里。禅院之人冷哼一声，也不再废话。听说最近你和咒祖师走得很近，注意一点，你本就是禅院家的污点，别再给我们禅院家抹黑了。听到时候这话，伏黑甚尔嗤笑一声，抹黑？说的谁愿意出生在你们那个垃圾堆了似的。行了，我知道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伏黑甚尔说完就准备转身离去。伏黑甚尔，
老者原本浑浊的目光倏地变得清明，宛若黑夜当中最顶级的猎杀者，眼眸冰冷，散发着猛烈的杀意。你可别忘了，你始终还是禅院家的人，流的是禅院家的血。你在外面之所以能过得这么逍遥，能接到拔除咒灵任务，还不是那些咒术师看在我们禅院家的面子？现在我需要你回答我，是否与咒祖师有过接触？赫然间，黑影之中，数只式神从崭露头角，他们发出低鸣，其散发的气势与杀意完全不是伏黑会所召唤的式神相提并论，反而与素挪控制伏黑会召唤出的式神更加相似。伏黑甚尔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禅院直人，说出了他回答：没有。听到伏黑甚尔的回答，禅院直人总算是满意下来。只要你不勾结咒祖师，做抹黑我们禅院家的事，随便你怎么样。不管你是入赘也好，什么也罢，毕竟你只是一个零咒力的废物。说罢，禅院直人身影消失在了黑影之中，仿佛从未来过一般。连死去的那人，他都未曾多看过一眼，甚至连对待伏黑甚尔，从头到尾都始终保持着高傲、不屑一顾的姿态。哪怕当年伏黑甚尔屠戮了半个禅院家，哪怕现在的伏黑甚尔已经能完全杀死他，他也始终是这副高傲的姿态。伏黑甚尔望着禅院直人离去的方向，碎了一口唾沫，吐在了地上，脸上露出嫌弃厌恶的模样，真是肮脏腐朽。随后伏黑甚尔又想了想，不由自嘲，算了算了，总比我这个垃圾人好。禅院家此时的禅院直人已经回到了他古色古香、历史悠久的房间内，望着刚刚送上的珍贵茶水，禅院直人只感觉索然无味。难道真的没有族人可以继承10种银法术吗？禅院直人悠悠叹息道：他已经老了，很老很老，距离大限恐怕也就这几年了。没想到禅院家的最强者居然是个没咒力的废物。禅院直人冷喝一声，不由自嘲。禅院家千百年来咒术为上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个曾经昌盛的家族已经腐烂弥朽。京都咒术高层昏暗的房间内，高层们隐藏在屏风下，掩盖着自己贪婪丑陋的面孔。此时的他们正激烈讨论着什么。哼，那个狗卷家的文人莫言居然敢忤逆我们的命令。当然了，他身后可以有5条家撑腰，硬气一点自然理所当然，你说对吧？那件咒具你们查出来了没有？根据调查岛有些眉目，能印有龙纹的千年宝刀可能只有大名鼎鼎的水龙剑了。水龙剑？那不是放在博物馆的吗？或许是假货吧。假货恐怕不见得。其中一名高层拿出证据，说是1000年前安培秦明诛杀9尾狐玉藻前后，水龙剑下落不明的消息。为了给天皇一个交代，安培秦明用重金请了当时最著名的咒具师，打造了一把全新的仿制水龙剑。看着证据，几位高层都不由露出贪婪的面容。此等宝物应该由我们来保管。对，如果一般的特级咒具那就算了，但如果这是水龙剑的话，是我们整个咒术界的宝物，不能让一人独占。水龙剑传闻曾被华夏3代帝王作为佩剑，后来莫名其妙失踪了，蕴含着十分强大的力量，是许多咒术师梦寐以求的宝物。1000年前华夏大唐昌盛，万国来朝，咒术师的力量世界之最，不知道为什么几百年以后，除了霓虹，世界其他地方的咒术急速衰落，就连曾经的华夏，所有咒术师的圣地都衰败得不堪入目，连一级咒术师5根手指都数得过来。当然，咒术师衰落的好处也十分明显，就是咒灵出现的概率极低极低，这也使得整个世界就霓虹咒灵频繁出没，咒灵一抓一大把，不像梅国，到现在还不知道居然有咒术师的存在。独眼猫的设定，某梅利坚确实不知道咒术师的存在，我尽量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不瞎记吧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来到了3大妖怪复活的日子。夜晚，乌云漫天，遮住了月亮星光。黑夜当中，一个高挑的身影伫立于悬崖之上，而他的脚下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峡谷，而个峡谷内正是咒祖师组织的大本营。今夜，文人莫言身着一袭白色卫衣，穿着运动鞋，看起来十分的拉风帅气，腰间别着的是前不久收复的特级咒具，曾被3代君王作为佩剑的水龙剑。鬼面，你守在外面。文人莫言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球，扔给一旁的鬼面。鬼面接过黑球，点了点头，是的，主人，等我下去，你就把这个帷幕解放。文人莫言开口道，随后露出兴奋嗜血的笑容。这个帷幕只能进不能出，解除的唯一方法就是帷幕内只有一个人活着。今夜这里注定了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这里，而这个人一定是我。文人莫言极其自信道，随后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峡谷之中。继5条悟出现以后，又一被冠上现代最强之名的咒术师奇才，被誉为1000年以来最强咒言师。文人莫言，
始动。第38章，还差一点。下落的狂风扑面而来，开启万灵观察术。文人莫言的视线当中，距离峡谷至少还有200米。底部，一个巨大的黑色帷帐赫然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视线当中。文人莫言看着峡谷底部巨大的帷帐，冷冷一笑：要不是在那个女人身上做了一点记号，说不定我真就被你们这声东击西的招式给骗了。文人莫言催动咒力，下降的速度开始减缓，最后完美落地。望着眼前巨大的帷帐，若是一般人，可能就以为那群咒祖师就在里面。但在文人莫言的视线当中，此时的胡服正盘坐在一座巨大的祭台上，他的身边还有2人，其散发的咒灵不弱于胡服。在他们的身后矗立着3尊巨大无比的石像，此时正吸收着某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并且这个仪式好像已经接近了尾声。而在祭台前，有着数百名咒祖师严阵以待。文人莫言估摸地数了一下，差不多有300人，只不过大部分都是3级、4级这种弱小的咒祖师，2级不占1/10，1级就更少的可怜。文人莫言心念一动，水龙剑破鞘而出，噌，刀刃出鞘，动若雷霆，一道血芒闪过，峡谷的一处岩石被切开，显露出咒祖师们身影。胡服几人共同打造的生德领域被文人莫言的水龙剑切开了一个口子。文人莫言召出一只咒灵，将水龙剑吞入保管，随即又有2道黑色由咒力显现的漩涡出现。文人莫言从其当中抽出2把没有任何咒力、百炼而成的极品好刀，纵身一跃，文人莫言跳入敌人的生德领域。来了吗？胡服几人早在文人莫言跳入峡谷那一刻起，就已经知道了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那精心设置的帷帐居然没有将文人莫言骗到。还差3分钟。坐在中心的齐晨开口道。身后的咒祖师点了点头：齐晨大人请放心，我们哪怕拼上性命，也会全力阻止那名咒术师。文人莫言反手握刀，静静地看着眼前的300敌人，眼眸轻蔑，倨傲不竭。300，100秒足够了。下一秒，文人莫言身形闪烁，冲向咒祖师们。文人莫言低语，双刀挥动，2道寒芒划过半空，数颗头颅飞出。随即文人莫言继续开口，双刀兑换，刺向2旁正向自己杀来的咒祖师。2把刀刃宛若毒蛇，一击必杀，将2名咒祖师的喉咙捅出一个血洞。2名咒祖师捂着脖梗，鲜血止不住的喷射，最后含恨倒地。对于文人莫言而言，这种级别的咒祖师哪怕不使用咒力，仅凭借自身的体术，虐杀不在话下。不使用咒力的情况下，单论体术，文人莫言不敢自吹第一。但要说体术技巧，没有人能比拥有逆天悟性的文人莫言更加精通。你也想起我？文人莫言掐着一名咒祖师的脖子，傲然一笑道：这种花式虐菜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他总是知道为什么火影里面的班爷不一开始就开大了。这种凌驾他人之上、睥睨战场的感觉简直爽炸。此时，开启全输出万灵观察术的文人莫言，双眼仿佛已经成了白眼，不仅拥有着白眼的360度无死角的视野，还能从上帝视角俯瞰整个战场。咒祖师们每一个动作，在文人莫言的视线当中，好像成了慢动作。他们每一次抖肩，每一次挥动武器，每一次施展咒术，都能被文人莫言完美预判。文人莫言宛若杀神降临，杀的咒祖师们溃不成军，血流飘出。但咒祖师们好像悍不畏死，继续朝着文人莫言发起冲锋。文人莫言每一次挥动刀刃，都能带走数条咒祖师的生命。还没到半分钟，文人莫言手中的双刀就已经崩刃。人的骨头很硬，刀砍得多了就会崩刃。更何况文人莫言到目前为止都没使用咒力杀人，毕竟在他眼中，这群咒祖师死后就是一只只咒灵，怎么能用咒力杀死？文人莫言直接将2把崩了的刀刃插进一个咒祖师的头颅当中，随即又从特殊储存咒灵的口中抽出2把，刀光四起，血洒满天。在文人莫言砍崩6把刀后，这场单方面的屠杀才落下帷幕。100，文人莫言喘着粗气，很是享受地数出了最后1秒。此时文人莫言浑身浴血，白发也被咒祖师们的血液染成了红色。此刻的文人莫言宛若来自地狱的修罗杀神，傲然挺立在尸山血海。齐晨3人看着被文人莫言全部杀光的咒祖师，不由被文人莫言的实力震惊。300个咒祖师居然只用了100秒就全部杀光，你他妈就算是杀鸡也得杀半天吧？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还有80秒，怎么撑下去？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们全部的咒力和心神都投入在这次的接引仪式当中。简单来说，现在的他们哪怕是一个持刀的小孩都能将他们杀死。只差80秒，他们的接引仪式就完成了。还差一点，还差一点！该死，
真的如这个混蛋说的那样，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阻止我们吗？我不甘心，不甘心啊！胡服歇斯底里的呐喊，只要能够成功接引大人们的力量，眼前的少年根本就不足为惧。齐晨与狗焕也是一脸凝重，明明都到这里了，明明就只差最后一步了，真的就要功亏一篑了吗？明明这次选择的祭品是如此的完美，仿佛是上天都在帮助他们。只要成功，他们就能接引大人们20%的力量。只要成功，他们咒祖师和咒术师的位置将会调转。什么六眼，什么夏油杰，什么狗卷家的天才，都不过土鸡瓦狗。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什么都迟了。这漫长的80秒，足以将他们3人杀死数十次。MD， 幽鬼那混账跑哪里去了？齐晨怒喝，在这关键时刻，这个家伙居然给我消失不见！幽鬼就是齐晨手下唯一的1级咒祖师，平时身着一袭黑袍，十分神秘。追随齐晨最久，怎么可能在这种关键时刻消失不见？唯一让齐晨有不对劲的地方的就是，有次幽鬼执行任务回来以后，额头处出现了一条很长的缝线。当时齐晨并没有当回事，毕竟哪里有当咒祖师没有受伤的。此时的峡谷外，操纵着幽鬼身体的卷锁脑花正在一处大树隐秘地观察着一切。第39章无间地狱。没想到狗卷家的小鬼居然找到了这里。脑花若有所思，按道理来说，这么隐秘的地方他是怎么找到的？望着远处巨大的黑色围帐，上方正在镇守的鬼面，脑花最终还是停止了思考，然后离开了这里。毕竟他的计划已经到了这最后一步，成不成功，听天由命吧。成了，齐晨接引大妖们力量来到现世，可以帮助他损耗咒术界的力量和底蕴，为未来的计划铺路。失败，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复活宿傩，开启死灭回游。脑花从怀中掏出玉门浆，感叹一句：现在还不是封印6眼的时候。毕竟玉门浆不是无敌的，也有破解之法。他需要的是5条物不存在的时间，好让他实施最后的关键一步。只要成功，他蛰伏1000年，筹划1000年，一切都是值得的。另一边，生的领域内，文人莫言一脸笑意地打量着不远处在祭台上的几人，而祭台上的3人此时已经汗流浃背，生怕文人莫言一个闪身过来就将3人杀死。死他们不怕，怕的是计划的失败。文人莫言缓步走来，每一步都让3人的呼吸不由得沉重几分。当距离还有10米时，似乎是某种禁忌触发，数条巨蛇凭空而出，朝着文人莫言就撕咬而去。文人莫言眉头轻挑，嘴一咧，是神！噌的一声，宛若龙啸。文人莫言唤出水龙剑，一击便将眼前的数条巨蛇干净利落的斩杀。就这，你们也拦不住我呀！文人莫言冷笑道，就凭几只式神就想拦住自己，未免有些异想天开了。齐晨几人也是没想到，文人莫言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要知道，那几只式神可是齐晨精心培养，每只都有不俗的实力，哪怕是他自己处理，都需要耗费好些功夫。没想到在文人莫言面前，连1秒钟都没拦住，一个照面就秒了，实力差距也太大了。恐怕眼前的少年实力也太恐怖了。就在他们以为计划失败时，下一秒，文人莫言居然直接就坐在了地上。你们快点，我等你们！此话一出，齐晨几人瞬间眼睛瞪得溜圆，眼球都差点惊呆了出来。要不是他们现在分不开神，一定要问问文人莫言是不是脑子烧坏了，这都不出手，趁你病要你命。难道他是在故意玩弄我们？说着不要，就在你以为有希望的时候，直接给你来个出尔反尔，然后一个背刺。这种在希望中看到绝望，又在绝望中看到希望，不就是他们几人平时喜欢玩的游戏吗？没想到真是虎落平阳，自己也有这一天。但让3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却发生了。文人莫言真的没有动手，而是在那里清理自己身体上的血渍。很快，文人莫言就将身体的血液和污渍清理干净，而齐晨3人也完成了仪式。但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彻底将大人们的力量唤醒。现在他们3人需要做的就是替大人们清除眼前的障碍。小帅哥，我们又见面了。彻底解放的胡服妩媚一笑，一双美眸死死地盯着文人莫言，仿佛下一秒就要将文人莫言生吞活剥。是啊，我们又见面了。文人莫言笑眯眯道。行了，别废话了。我之所以等你们，不是因为不想杀你们，而是想感受一下你们的负隅顽抗的绝望。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厮杀吧。文人莫言张开双臂，一脸期待地看着3人。3人也没有丝毫犹豫，他们知道眼前的少年实力远超于他们，无需试探，全力以赴。他们能活到现在，凭借的可不只是躲藏的好，而是实力。他们3人合力，未必不能将文人莫言杀死。3人同时结印，庞大的咒力催动，宛若洪水泻滴，倾泻而出。胡服、
领域展开，千山玉香风；其臣，领域展开，万弹吞魔渊；狗焕，领域展开，符焰。领域有意思，没想到你们还有点实力，但也仅仅只是有点，与我相比，不过是杂虫罢了。文人莫言傲然一笑，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随即开始单手结印。只听文人莫言轻声唤道：“领域展开，无间地狱。”只是一瞬间，三人同时展开的领域竟被文人莫言的领域摧枯拉朽的破坏，仿佛他们的领域在文人莫言的领域面前，只不过是纸糊的老虎，一捅就破。下一秒，三人被拉入文人莫言的领域，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般。这个世界痛苦折磨，却又美好，但美好的背后却蕴含着痛彻心扉的诅咒。无间地狱又名阿鼻地狱，佛教当中八大狱之最，八大地狱最苦。受到此领域的人将会被拉入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只有无穷无尽的折磨与业报。好好享受吧。文人莫言放下结印的手，看着眼前的三人。虽然文人莫言只是开启了短短 0.1 秒的领域，其威力已经让三人宛若没有灵魂的死尸一般。因为刚刚的 0.1 秒里，在他们的世界里，或许已经过去了10年、100年、1000年、万年，甚至是1亿年。百生百世，千生千世，无穷无量大。因为这招过于残忍和霸道，使得文人莫言自己都不敢轻易使用。轰隆隆，一声声宛若雷霆般的声音炸裂开来，仪式的最后一刻终于结束。石像开始碎裂，一只掌有8头8尾，眼睛像红灯笼果，身上长着青苔、桂树和沙木，肚子总是血淋淋，像是糜烂了似的怪物赫然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眼中。另一座石像碎裂，显露出一名身着素裙、美若天仙的女子，修长雪白的美颈，肤如凝脂，如白玉一般的赤足，姿态优雅非凡，宛若上苍的礼物，让人不由得想要得到。最后一个身材巨大魁梧，手持团扇，背生双翼，红脸长鼻，气势非凡。最重要的是，三大妖怪散发的咒力竟不逊色于文人莫言，其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特级咒术师水平。第40章，收服八岐大蛇玉藻前。玉藻前，八岐大蛇，大天狗。文人莫言目光凝视，眼前这3只咒灵每一个都拥有着不弱于文人莫言的磅礴咒力，尤其是玉藻前，其实力尤为恐怖。如果单对单，在不使用无下限咒言术和无上限咒灵操言术的情况下，文人莫言只怕不是对手。传说他有着通天之能，能够召唤海啸、地震、狂风等各种让人恐惧的自然灾害，还能奴役死亡之人，让其为自己所用。有传闻，在华夏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苏妲己。只不过实力在众多大神里面有点弱，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强，反而他是3大妖怪中唯一让文人莫言感到畏惧忌惮的存在。至于其他2个，八岐大蛇传说当中身长100里，可以轻易喝干一条江河，睡觉能把8个山谷、8个山岗都给填满，可想而知它是多么的巨大。但想不通的是，这妖牛逼的家伙，他为什么喜欢每年吃一个女子，够他塞牙缝？还是说有着其他的秘密？大天狗看起来很强，浑身散发着如烈火一般炙热的咒力，实际上他是3大妖怪里面最弱的，也是文人莫言唯一有把握击败拔除的咒灵。若他们是全盛时期的真身降临，文人莫言自然避而远之。可现在，他们都是降临在特级假想咒灵的体内，说白了就是拥有他们20%实力的咒灵。虽然文人莫言很想和这3只大妖交手一番，试试自己的实力极限在哪里，但恐怕这座生的领域撑不住，哪怕是文人莫言在外布置的围帐同样撑不住。战斗的余波恐怕连整个东京都会受到波及，到时候恐怕事情会闹得很大。自己杀死的数百咒祖师也快要成为咒灵了，可不能让他们把咒祖师的尸体全用咒力毁了。最重要的是，这就是玉藻前大人吗？原本目光涣散的胡服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玉藻前，忍不住流下泪水。自己这一生就是为了接引这玉藻前来到这个世界，美，好美，就像师父曾经告诉的那样。八岐大蛇大人，请您杀了这个蝼蚁，带领您虔诚的信徒走向辉煌。齐晨热泪盈眶，他马上就不用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他要站在世界的顶峰，享受曾经从未有过的权利和财富。他要人人仰望他，畏惧他，向他下跪。狗焕最为平静，他只是支撑着他风中残烛的尸体，向着大天狗祈祷，希望延续他的寿命。他老了，召唤大妖是他唯一的希望，而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化身美丽女子的玉藻前娇笑一声，对着几人道：你们放心，既然你们让我们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自然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你们想要的。八岐大蛇蛊惑的声音传来，无尽金钱、曼妙的美人、
乃至寿命，我们都将会赐予你们。大天狗眼眸傲慢，冷冷道：所以你们第一个愿望就是杀掉眼前的凡人吗？这个，本神愿意实现你们。话音刚落，大天狗巨大的身躯消失，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道惊天斩击直接将整座生的领域劈出一条巨大裂痕，就连文人莫言精心制作的围障也差点被劈开。文人莫言险之又险地躲开了这恐怖的一击，看着被劈开的生的领域，文人莫言瞳孔震颤。这就是上古大妖的实力。文人莫言没想到自己完全估算错误，他忘记了实力的计算并不是单纯的咒力，自己甚至1对1一个都拿不下，但自己可是有挂的男人啊！文人莫言开始兴奋起来，他们越强，文人莫言吸收他们后得到的力量咒术也就越强大。厉害，真是厉害！我从未感觉到如此的兴奋，我感觉我的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扩张，热血沸腾了。文人莫言淡淡的扫视了一眼，随后发动无上限咒灵操炎术，跪下，臣服于我。听到这话的胡服三人先是一愣，随后发疯似的大笑起来。小鬼，师兄疯了吧？我看他是被大人们吓傻了。结果下一秒，玉藻前与八岐大蛇、大天狗真的就单膝下跪，臣服于文人莫言。胡服、齐尘、狗焕一脸懵逼的看着眼前一切，随后3大妖怪被文人莫言收服，吸入到了自己的咒灵空间内。感受着来自3大妖怪的咒灵，文人莫言只感觉自己的实力已经不能用大涨来形容，甚至来说，只要他愿意，现在把整个霓虹屠了，都没有人能阻止他。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假的！胡服癫狂的大笑起来，不相信这是真的，开始撕扯自己乌黑的长发，抓破了自己美丽的脸庞，很快浑身鲜血淋漓，丑陋不堪。一定是在做梦，一定是！快醒来，快醒来啊！看着已经彻底崩溃的胡服，文人莫言没有任何表情的将他一刀解决，随后便是齐尘。至于狗焕，在看见大天狗跪下被文人莫言吸收那一刻时，就已经气断身亡，倒也省了文人莫言事。半个小时以后，咒祖师死亡后诞生的咒灵全面复苏，数百只咒灵的出现，怨气滔天。所有咒灵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眼前唯一活人的少年。吃！一只只扭曲恶心的咒灵朝着文人莫言冲去，有的长有数百只白苍苍的大手，有的全身长满恶心的眼睛，但在文人莫言的眼里，他们是多么的可爱和美味。随后全被文人莫言一句话收服。吸收完毕的文人莫言不禁感慨，这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实在是太逆天了。只要是咒灵，管你多牛逼，只要一句话，你都必须得跪在地上唱征服。结束后，开启万灵观察术，以免有漏网之鱼。结果真的就让文人莫言发现了一个祭台下散发着诡异红色的法阵内，一个看起来很小，估摸着差不多有7、8岁的小女孩正沉睡在其中。文人莫言惊疑，真是奇怪，这个女孩怎么感觉像咒灵啊？感觉她很虚弱呀。文人莫言将法阵破坏，想看看怎么回事，却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裂缝，好像裂缝那边是另一个世界一般。就在这时，咒术高专天元怎么样了，天元大人？一旁作为目前唯一的特级咒术师99游击询问天元道，长得很像咒灵，跟蚯蚓似的。天元回答道：结界的裂缝好像闭合了。闭合了！99游击不由欣喜，一旁御三家和咒术界的咒术师们也不由得松了口气，手中还拿着家族中各种特级咒具。文人莫言看着闭合的裂缝，心中疑惑，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我一来你就关了？女孩也在裂缝闭合的那一刻，缓缓睁开了如黑宝石一般美丽的双眸。第41章，没错，就是我。哟，醒了。文人莫言看着已经苏醒的女孩，忍不住想摸摸对方粉嘟嘟的小脸。他从未见过如此可爱的咒灵，除了刚刚收服的玉藻前，其他的咒灵简直不堪入目。按照人类的审美来说不堪入目，不知道按照咒灵的审美来讲，是不是很漂亮？说起来，花玉是不是在咒灵里面算大美女啊？还没等文人莫言伸手，却发现眼前的女孩不着寸缕。文人莫言环顾了一圈四周，想要找件衣服给对方，却发现此时的生得领域并没有消失，反而刚刚被大天狗劈开的裂缝也消失不见，居然愈合了。那些家伙不是已经被我吸收了吗？文人莫言眉头一皱，立马想到了缘由，难道是这个女孩？文人莫言将目光转向女孩，却发现此时的法阵已然化为一大滩浓稠的血水，洋溢着磅礴咒力。下一刻，如同无底洞一般，漩涡似的开始吸收血水。原本可爱的模样开始变得邪恶，脑袋上开始缓慢生长出黑色的羊角，眼眸也从刚开始宛若黑宝石的瞳孔变得诡异起来。原本的眼白变得黑暗，原本的瞳孔变得苍白，
十分的邪魅。一袭黑裙忽地出现在了女孩的身上，包裹住她小小的身躯。一对大小不一、黑色残缺的翅膀出现在了女孩的背后，一双白莹莹的赤足站在了祭台之上。如果刚刚的小女孩是人间的天使，那么现在女孩就是堕入地狱的恶魔。文人莫言感受着小女孩身上渐渐攀升的咒力，忍不住想到，难道这个小女孩是整场一世，甚至是这个生德领域的力量源泉？想到这里，文人莫言豁然开朗，难怪这座生德领域如此巨大，毕竟如此巨大的生德领域可不是那几个艺伎开得起的。很快，文人莫言发现周围的环境开始急速倒退，像漩涡似的，好像在被什么东西吸收。很快，文人莫言回到了峡谷之中。不知道是不是文人莫言眼花的原因，文人莫言发现小女孩居然长高了一点点。还没等文人莫言反应过来，小女孩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柄和她身材极度不匹配的大斧，一刀就朝着文人莫言劈砍了过来，速度极快，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其速度完全媲美文人莫言的武神灵体。嗤的一声，大地直接被劈开了一个长3丈的地方。如果是以前的文人莫言，或许还要来句好险好险，但现在的文人莫言吸收了3只大妖怪的咒力与3大咒祖师怀着极致怨恨化为的特级咒灵，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光是那磅礴的咒力就直接提升了好几倍。这还是没消化吸收咒灵的咒术，给文人莫言一段时间的消化，文人莫言的手段和实力将迎来再一次的暴涨，综合实力恐怕会暴涨10几倍甚至几十倍。到那时，恐怕整个咒术界只有觉醒了反转术士，领悟了咒术真谛的5条悟可以与文人莫言为之一战。至于眼前的女孩，也就那样，渣渣，我一根手指就能吊打。文人莫言现在也不着急，准备好好和小女孩玩玩。轰！小女孩挥舞大斧，一道1丈长的斩击劈开空气，发出尖啸之音，朝着文人莫言袭去。文人莫言不躲不闪，在他眼里，这道攻击根本就不能对他产生任何伤害。文人莫言在虚空之中用手指划开，一道红色的斩击赫然斩出。这是文人莫言吸收大天狗得来的术式。2道斩击的碰撞发出剧烈的声响，震耳欲聋，掀起滚滚浓雾。文人莫言一边战斗，一边吸收着来自3大妖怪的咒术，随后一边吸收，一边利用逆天悟性进行更加强大的开发与改良。结果却有些不尽人意，文人莫言发现3大妖怪的术士都无法通过逆天悟性来进行领悟，只能使用，无法进行改良。难道是已经到达极限，或者是说这个世界只能承受这种程度的术士？文人莫言不由想起了在水龙剑中的画面，那玉藻前的术士真的就是离谱，天灾人祸占齐了，威能也十分恐怖。又或者说，逆天悟性只能领悟术士们的咒术，而这些大妖的不行，毕竟他们又不是人。文人莫言想了半天，算了，懒得想了，反正现在的自己已经无敌了，想多了反而脑袋疼。就是速挪活了，想和文人莫言说句话都得吃3斤大便，一招鲜吃遍天。这就是无下限咒言术的魅力，无论躲避，无法抵抗，无法适应，无法破解，而且发动还无效化，除非一开始还没等文人莫言反应过来就把他秒了就行。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就在文人莫言与小女孩玩耍了一会后，文人莫言感知到了几道熟悉咒力和不认识的咒力已经进入了万灵观察术的范围。文人莫言立即发动无上限咒灵操言术，将小女孩收服。刚刚还抡着大斧头不把文人莫言弄死，誓不罢休的小女孩突然就收起斧头，抱着文人莫言的大腿就开始蹭了起来，旖旎的对着文人莫言主人主人的叫着。这样的反差已经不是文人莫言第一次感觉到了，几乎每次使用无上限咒灵操言术都会遇见。无上限咒灵操言术实在是太变态了，不愧是劫的术士，前一秒我杀了你，下一秒主人的撒娇。文人莫言结束一切后从帷帐当中飞出，过了一会，5条悟与夏油杰和夜蛾正道还有几个文人莫言不认识的咒术师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眼睛的视野当中。此时的文人莫言已经关闭了万灵观察术。哟，悟杰森森，你们怎么来了？文人莫言看着几人打了声招呼道。文人夜蛾正道很是惊讶，这小子大半夜不在寝室，怎么在这儿？之前找人的时候怎么都要找不到人，打电话也不接，现在居然出现在了这里。文人莫言，我在生的领域怎么接？又没信号。文人莫言可不会当什么无名英雄，干掉了咒术界的心腹大患，还偷偷摸摸的逃跑，试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那不2弊吗？有功劳你不要，送别人，你以为你奇遇啊？再说了，这里全是自己咒力的痕迹，跑得掉吗？别人一闻，对，没错，是文人莫言那个味儿。夜蛾正道刚想开口询问，却怎料被文人莫言直接打断。
不用说了，我是我干爹，你们不用太崇拜我，随便开个表彰大会，给我11、8亿奖励一下，再送几套海景别墅和产业豪车就行，我不挑的。文人莫言叉着腰，得意洋洋的仰天大笑，差点就把我飘了3个字写在脸上。什么？天元大人的结界被破坏，是你这个混蛋干的！一名御三家，衣服上绣着禅院家特有标记的咒术师厉声喝道。几名不了解的文人莫言的咒术师立马拿出咒具和咒术，准备将文人莫言当咒灵拔除。文人莫言感受着来自同阵营的杀意，一脸懵逼。阿嘞，什么玩意？第42章不显山。不是，你们就不能问清楚再动手吗？你看现在搞得大家多不好啊！文人莫言无奈地摊了摊手，而他的屁股下正是刚刚那群自己不认识的家伙。看着被揍得不省人事的咒术师，文人莫言一脸的无辜。自己明明干了这么大一件好事，你们却要打我，真是天理难容。文人莫言目光转向叶娥正道，指了指屁股下叠罗汉的咒术师们：老师，你要给我作证啊，是他们先动的手，我正当防卫，到时候他们找我赔医疗费，我可不赔。叶娥正道一脸尴尬，知道了文人莫言出现在这里的前因后果以后，叶娥正道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毕竟人家文人莫言也没错，一个人剿灭了3个毒瘤咒祖师组织，为我们咒术界除了一大害，并且还阻止了结界的裂缝，可谓是丰功至伟。你们几个1级咒术师在没有了解事情的情况下，就贸然对文人莫言动手，被打确实是咎由自取。只不过这也打得太惨了吧，简直连他妈都不认识了。恐怕这几个咒术师不在医院里躺2个月，怕是下不了床。但最让叶娥正道没想到的是，文人莫言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仅凭自己一人就铲除了3大咒祖师组织。要知道里面的首领每一个都拥有十分诡异的术士和极其稀少的领域，就算是他对上对方任意一名都会凶多吉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咒祖师诅咒总是无法剿灭的根本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能躲，更重要的是实力很强。拥有领域的咒祖师和没有领域的咒祖师完全就是两码事。而在一旁看戏的五条悟和夏油杰也察觉到了文人莫言的与众不同，好像变得更强了。单凭体术就把数名御三家1级咒术师打成这样，还是在不使用咒术的情况下，并且观察之前文人莫言的表情，他还显得十分游刃有余，好像是在玩乐似的。哪怕是现在的五条悟在不使用咒术的情况下，想要打败数名1级咒术师，那也是不可能的事。走啊，大家回去吃宵夜啊！文人莫言笑得乐呵呵。没办法，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这么大的收获，想不笑都不行啊。况且自己这么大个功劳，我是要海景别墅呢，还是要劳斯莱斯呢？哎，好纠结啊！不对，我纠结个屁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文人莫言漫步来到五条悟和夏油杰的身边，将手臂搭在2人的身上。杰、悟、肘，我请你们去吃肘子，一家中餐馆，里面有肘子。夏油杰点头答应，而五条悟则是问那家中餐馆里面有没有甜品。文人莫言想了想，糍粑，你吃过没？五条悟摇了摇头，但他吃过年糕。文人莫言，那差不多都是糯米做的。路上，文人莫言还问了一下，那群讨人厌的家伙里面有没有五条家的人。五条悟表示，这次的探查任务，五条家派的就是他。高专方面派的是叶娥正道与夏油杰，至于其他几个，自然就是禅院家和家茂家。只不过家茂家那2个是被禅院家拖进去的，原本刚开始他们是不准备动手的，结果被禅院家带进去了。难怪禅院家的感觉天生脑子就不太正常，一个个拽得跟258万似的。他不知道我准特级。文人莫言吐槽，虽然自己很少与禅院家的人接触，但每次接触下来给他的感受就是禅院家的人掉的亚比。文人莫言都不知道他们禅院傲在哪里。你说他们腐朽，看不起没有咒力的家伙，那就算了，我咒力这么澎湃都看不起，难道他们还看家世？文人莫言想了想，应该就是这样。他从来没见过禅院家的家伙对五条悟不尊敬过，而自己出生是个小家族，难怪会被自己人屠，活该。3人随便在路上截停了一辆计程车，很快来到了那家中餐馆。中餐馆很大，有着很浓厚华夏风格，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就是红，特别鲜明亮丽的红。门上的牌匾绣着几个金碧辉煌、龙飞凤舞的大字，大门处有着2个2人抱的大红柱子，上面环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龙，当然是镀金的，不然这金龙早就被人偷走了。进入内部，里面十分宽敞巨大，与其说是餐馆，不如说是酒楼。里面座无虚席，十分热闹洋溢。酒楼有着4层楼，1层接待普通食客，2楼接待贵宾，3楼接待重要宾客，4楼唯一的大包间一般不对外开放。
当然，文人莫言例外。老板，您来了。文人莫言刚走进酒楼不久，一个面相圆润、肥头大耳，看起来就十分八面玲珑的男人走了过来，一脸谄媚的对着文人莫言鞠躬哈腰。文人莫言只是点了点头，便让男人带路。很快，在男人的带领下，几人来到了一间很大很宽敞、充满中式装修风格的包间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巨大餐桌中央那条全身用玉打造的五爪华夏龙，在灯光的照耀下十分璀璨美丽。三人入座，小食很快就被扎着丸子头、穿着旗袍、很有华夏风格的漂亮服务小姐姐端了上来。紧接着，数名穿着水蓝仙女裙的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到房间内，为三人表演优雅的华夏舞蹈。此时的叶娥正道还在苦逼的去往医院的路上，运送那几名被文人莫言打成猪头的咒术师。要是知道此时的罪魁祸首如此享受，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房间内，夏油姐有些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她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毕竟她不像五条悟。她万万没想到，平日里不着调、大大咧咧的文人莫言，居然隐藏得这么深。而五条悟虽然有些吃惊，但作为五条家的内定家主，这种级别的场面还是经常遇见。只不过他遇见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一个小桌子，上面摆着量小且十分精致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他看的舞蹈全是那种面粉涂脸上，拿着个扇子在那里晃呀晃呀晃。要不是对方有很明显的人类特征，五条悟都以为这是咒灵。第43章全新道路。没过多久，很快桌子上摆满了精美的菜肴，三人大快朵颐起来。表演的漂亮小姐姐也退了下去。如果文人莫言愿意，那些漂亮的小姐姐他都可以为所欲为。只不过文人莫言看不上，文人莫言也相信五条悟和夏油姐也看不上，所以没有说这种扫兴的话。华夏作为世界上为存、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美食方面，在整个世界也是傲视群雄的存在。很快，华夏的美食就征服了五条悟与夏油杰，两人吃得满嘴流油，十分过瘾。毕竟作为霓虹人，是很少能够吃到正宗的华夏美食。来到霓虹的华夏厨师，或多或少都会为了迎合本地的口味做出改变。最有名当属梅国的左宗棠鸡，真的就是一个听都没听过，专门为了迎合梅国口味的中餐。而这家酒楼却没有在味道上做出任何迎合本地人口味的改变，主要接待的客人就是来自华夏的异国打工人，还有那些对华夏美食产生好奇来品尝的外国人。酒楼菜系包含了鲁、川、粤、苏、闽、浙、湘、徽菜，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味道。一层接待的是普罗大众，最低消费人均1000霓虹币；二层接待的一般都是一些小有资产的客人，最低人均消费在1万霓虹币。然后是第三层，一般都是5万左右；第四层一般都是接待文人莫言或者其他很重要客人，待遇最高，价钱自然也是在第3层的好几倍，甚至更高。只不过文人莫言一般是不给钱的。很快，五条悟心心念念的甜品被漂亮的服务员端了上来。五条悟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糍粑色泽金黄，上面撒了一层黄豆粉和红糖。一口下去，红糖的甜与黄豆粉的香交汇融合，在五条悟的味蕾里发生了大爆炸。五条悟脸上露出幸福满足的表情，好吃，真好吃，别具一格，真是别具一格啊！外酥里嫩，唇齿留香。五条悟不停地用筷子将糍粑往嘴里猛送，没过一会，一盘糍粑就被五条悟消灭得干干净净。吃完以后，五条悟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没错，是想要再来一份的表情。文人莫言招了招手，让服务员再上一份，却被五条悟叫停。文人莫言疑惑，怎么了？五条悟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思考着刚刚的味道有什么不足。突然，五条悟灵光一闪，两眼放光，没错，不够甜。文人莫言一脸懵逼，这还不够甜？这小子平时吃的到底有多甜啊？但仔细一回想，五条悟吃的甜品确实腻得让人发慌，甚至发苦，也只有五条悟这个重度甜品党能受得了。随后五条悟提出来他的想法，在糍粑里面再灌上红糖，这样不仅甜味更上一层楼，还有爆浆的感觉。文人莫言被五条悟这牛波一的想法给震惊到了，本来就已经很棒的菜品，被他这么一弄，还挺有意思。就是会不会太甜了？绝大部分人都无法承受吧？居然想到在糍粑内部再加糖，这种跳脱的想法，这还真是五条悟能想出来的。文人莫言不由得失笑。可就在文人莫言准备让服务员按照五条悟想法上菜时，突然愣住了。对啊，为什么我不能在我已经领悟的术士上继续领悟，或者将数个术士结合在一起领悟，获得更加强大神奇的术士呢？此刻，文人莫言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源源不断的灵感从脑海当中涌现。他的思想一直拘泥于那一寸天地，就是领悟对方的术士。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领悟自己的术式？文人莫言激动万分，要不是现在正在吃饭，一定会桀的大笑起来。今天真是自己的幸运日，不仅实力得到了暴涨，收服了如此多强大的咒灵，还为未来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现在的文人莫言已经没有心情再继续吃饭待下去，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就离开了房间，回到了咒术高专自己的房间内，开始了修炼和领悟。2天后，一切尘埃落定，已经确定3大咒祖师诅咒被全部歼灭。整个咒术界的所有人都不得不记住文人莫言的这个名字。文人莫言彻底闻名。咒术高专今天阳光明媚，有些许燥热起来。春万物复苏，夏万物生长，又到了动物们搞错了。此时的文人莫言与5条悟几人正在篮球场打篮球。姐，文人，听说了吗？我们马上就要有学弟学妹了。篮球场上正在打篮球的5条悟有些雀跃的道：终于轮到别人叫他学长了，一想到就很爽。听说了，只不过不是学妹，而是学弟，好像是在民间发现的素人咒术师，一个叫七海剑人，一个叫灰原雄。素人俗称没背景，没关系。夏油杰一边打球一边回答道。听着2人谈话的文人莫言心中感叹：七海剑人，灰原雄，时间过得真快啊，已经到了怀玉篇了。说起来，我已经来到这个世界16年了。文人莫言不由缅怀自己那曾经的峥嵘岁月。好吧，并不峥嵘，也就是绝大部分人普通的一生。幼儿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别问我为什么没有大学生，因为还没大学我就穿越了。相比于前世的平静的生活，文人莫言还是更喜欢现在啊。超凡的力量，帅气的脸庞，要不是已经有了名字，我都想叫龙傲天了。3人打完篮球以后，便走进公共澡堂洗澡。夏油杰和5条悟还互相搓背，这感情真好。洗完澡以后出来，几人看见了叶娥正道。文人莫言看见叶娥正道，刚开始还以为来任务了，迫不及待凑了上去。与普通人不一样，普通的学生有寒暑假，咒术高专的学生严格来说是没有寒暑假的，甚至连假期都很少，有任务就得去执行，很没有人生自由。当然，如果像明明一样做一个自由的赏金咒术师的话，倒也可以，前提是你的实力要足够强。文人，你跟我走一趟。叶娥正道表情严肃，戴着墨镜对着文人莫言说道。文人莫言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还是跟着叶娥正道离开了咒术高专。车上，叶娥正道双手交叉，脸上露出一抹喜悦。文人莫言，恭喜你被咒术界的大人们接见了。哦，难道表彰大会？第44章贪婪。文人莫言两眼放光，仿佛香车财宝近在眼前。虽然文人莫言不缺钱，但谁又会嫌钱多呢？再说了，我立了这么大一个功，这是我应得的。几个小时后，文人莫言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山庄内。叶娥正道被支开，在一名咒术师的引导下，文人莫言来到了一处神秘的房间。房间很暗，只有一盏油灯亮起。下一刻，文人莫言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好像来到了另一个空间一般。违章！文人莫言微微有些吃惊，但仔细一想也对，高层那群老不死惜命，搞这么多手段很正常，顺便可以给来的咒术师一点心理上的压力。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群连准特级都没达到，老不死遮掩自己实力不够，上位者权力的遮羞布。房间内环境昏暗，只有一盏油灯在用力挤压着黑暗，肉眼隐约能看见几扇屏风，屏风后就是咒术界那群被权力腐朽的老壁灯。文人莫言从进门那一刻起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好像有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着自己，让自己感到很不爽。颁奖就颁奖，表彰大会就表彰大会，搞什么神秘啊？文人莫言心中吐槽，但很快又意识到问题，不会是鸿门宴吧？文人莫言眉头一挑，嘴唇微起，想搞我，那可就有意思了。文人莫言隐秘开启万灵观察术，发现有禁制阻挡，但区区禁制怎么可能挡住文人莫言的万灵观察术？一只只有文人莫言能看见和察觉到，眼眸出现在了房间的各处，看见了几个老到不能再老的老头正在屏风后盘坐着，眼眸中露出炙热的贪婪。唯独没有看见5条家的高层，特意支开5条家的高层，专门为我准备的鸿门宴吗？所谓的咒术高层，大部分是御三家的人，少部分是其他咒术师，而文人莫言的狗圈一族刚好又成为了5条家的附属家族。毕竟文人莫言能够一路无阻在之前评级成为准特级咒术师，全靠5条家一位德高望重的咒术师为其开路，不然必定受到其他咒术家族和高层的打压。你一个小家族，名不见经传的小鬼，还想当准特级？这不显得我们御三家无能？但狗卷一族附庸关我文人莫言什么事？我姓文人，又不是狗卷，想命令我，
那是不可能的。而五条家的高层自然也明白天才有天才的傲气，更何况文人莫言实力强大，所以介绍文人莫言进入高专和五条悟当同学，这样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命令什么的多难听，这是挚友之间的互帮互助，朋友有难你不可能不帮忙吧。就这样，五条家成功将文人莫言这个未来的特级战力绑定到了他们的战船之上。如果未来夏油杰不黑化，加上文人莫言和五条悟，他们五条家的战船将会拥有3名特级咒术师，一跃成为咒术界最强势力。到时候再让五条家的漂亮女性与文人莫言和夏油杰两人结合，哪怕不要名分，单纯的一夜春宵，那生下的后代，那将会是何等的天赋异禀。什么狗屁家貌，禅院在拥有3大特级咒术师的五条家面前，垃圾！文人莫言很清楚五条家的意图，但文人莫言觉得这笔交易并不亏，因为他和五条悟是挚友啊，经常在五条悟身上薅羊毛。挚友相残这种事情，那不是狗血剧吗？而他文人莫言最讨厌狗血，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待歌姬的感情装作不懂不接受，因为歌姬实在是太弱了，想要成为他文人莫言的伴侣，实力必须强大，强大到没有人可以拿他作为要挟文人莫言的筹码，强大到了傲视整个咒术界。文人莫言可不想自己喜欢亲近的人因为自己被敌人拿去作为筹码威胁自己，导致自己内心十分痛苦。其他的不说，未来的伏黑会就是一个例子，自己最亲爱的姐姐被瘦肉，自己却束手无策，狗血，太狗血了。这样玩刀子，独眼猫你不怕生儿子没屁眼？他文人莫言是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算发生了，他文人莫言也绝不会被动。挡我者皆杀，没有人可以阻止自己的道路，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哪怕是自己的挚友五条悟和夏油杰，反正杀了文人莫言，反手就是一个诅咒，让他们成为咒灵，永远陪伴自己。这样的行为真是疯狂，但咒术师哪个不是疯子？而他文人莫言就是最强最大的疯子。至于七海的咒术师是史，那个史王文人莫言还是决定让给五条悟吧。见房间内气氛有些诡异，文人莫言率先开口，打破着安静的氛围。今天天气真好啊，知了也开始叫了。在座的诸位，不如我们出去晒晒太阳，看看明媚的阳光，谈谈我这次的功劳的嘉奖如何？我要求也不高，随便给个11、8亿就行，再来几辆豪车，几套市中心大别野就行。我知道一家很棒的露天茶肆哦，我请客。文人莫言俏皮轻松的回答，一时间让咒术高专有些尴尬。这小子居然没有被他们的王霸之气所震慑到。文人莫言如果知道他们的内心想法，一定会撇嘴鄙夷。就你们还王霸之气，和五条家后院里面那大王八还差不多。沉默了一会，咒术高层的禅院直人开口了。作为禅院家隐藏在幕后的掌权人，他十分羡慕嫉妒恨五条家，羡慕他们拥有如此优秀的继承人，恨他们禅院家这么多年来居然连继承10种银法术的继承人都没有。为了家族，他需要那把传说之剑来镇压他们一族的族欲。为此，他与家茂家高层联合，为的就是逼文人莫言交出那把水龙剑。为了获得水龙剑的使用权，他们禅院家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但只要成功，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那可是传闻被华夏3代天命帝王作为贴身配件的水龙剑啊！1000年前一剑刺穿玉藻前心脏，没有人知道它到底蕴含了何种恐怖的力量。诡异的气氛再次达到焦灼点，所有人的贪婪开始蔓延。这些奖励当然可以，我们愿意再添加10倍的奖励。禅院之人声音低沉，在黑暗之中显得十分有压迫。但你需要把水龙剑交出来，那是属于整个咒术界的瑰宝。那我要是说不呢？文人莫言傲然一笑，目光环视，发现隐藏在暗处的不是人，而是一条条野心勃勃、贪婪的恶狼。他们眼冒森然的绿光，恨不得将文人莫言吃得干干净净。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眼前的少年不是待宰的羔羊，而是他们惹不起的神龙。很快，他们就会因为自己的愚蠢与贪婪付出惨重的代价。第45章特级展现。哈哈哈哈哈！文人莫言话引起咒术高层的哄堂嘲笑。你觉得你有资格说不吗？你是在忤逆我们，小子，你还年轻，有些东西你是把握不住的。给你10倍的奖励，还是看在五条家的面子上。行了，快把水龙剑交出来，今天这水龙剑你非交不可。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你有能力得，但可守不住。文人莫言微微一笑，眼神中带着轻蔑，扫视了一眼周围。文人莫言随即召出咒灵，将水龙剑取出。水龙剑在这儿，你们有本事就来拿呀！望着悬浮在文人莫言身边散发着黄金光晕的水龙剑，望着如此美丽的水龙剑，所有人贪婪的目光更甚。
其中一名高层忍不住出手，一只由紫色咒力凝聚而成的大手毫不犹豫地朝着文人莫言身边的水龙剑抓去，想要据为己有。可就在大手即将触碰水龙剑之际，水龙剑好像感应到了什么，噌的一声，水龙剑破壳而出。刹那间，黄金色的剑芒纵横，凌厉的数道金色的芒光一闪而过，短暂将黑暗的房间斩出几道光明，仿佛连黑暗都能斩断。咒力凝聚的大手轰然断裂，随即发生爆炸。另一边，几道鲜血洒在了屏风之上，能隐约看见几根手指飞出。一名高层发出哀嚎的惨叫。咒术的高层们纷纷露出震惊，随即愤怒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眼前的少年胆敢反抗他们。文人莫言，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公开伤害咒术高层的成员，其罪可诛。没错，就算是五条家，现在也保不住你。杀我！文人莫言冷冽一笑，来啊！说完，文人莫言身上的咒力不再隐藏，如渊如海的咒力宛若天河倾泻，喷涌而出，宛若天灾海啸，浩浩荡荡，席卷八方，气吞山河。猛烈的咒力化为罡风，直接将房间的帷帐撑爆，将几人吹得东倒西歪，仿佛就是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随波逐流。杀我！我乃特级咒术师，谁敢杀我？谁能杀我？文人莫言目光戏谑，冰冷森然地注视着在场的所有咒术高层。此时，咒术高层的众人丑态毕露，目光从刚刚的盛气凌人变为恐惧。他们以为文人莫言是个好欺负的软柿子，没有五条家的庇护，任人拿捏。可没想到，居然是个长满钢刺的钢球，肉没吃到，还惹得一嘴的伤。特级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存在，如果说准特级，他们几人还能合力拿下，以势压人。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们所谓的权势和身份是如此的不值一提。现在该轮到文人莫言说话了，谈谈这次的嘉奖问题吧。刚刚你们说的给我10倍奖励，有意见没？文人莫言照出一堆诡异的咒灵，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咒灵王座。文人莫言慵懒地坐在王座之上，目光俯视，宛若一名帝王一般睥睨着房间内的所有人。在文人莫言眼中，这群老家伙只不过是一群腐朽、贪恋权力但实力又很垃圾的蝼蚁。要不是他们还有很大价值，文人莫言早就让他们人头落地了。还想杀我？拿什么杀？嘴巴？还是他们跟惯了答辩的脑子和思想？说起来，要不让他们试试自己答辩的味道？文人莫言恶趣味起来，但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他可不想等会和一群嘴巴全是答辩的人说话。文人莫言散发的恐怖威压让在场的咒术高层只感觉有一座大山压在自己的心头，不敢违抗，不敢放肆，但总有一个出头鸟想要脱颖而出，秀一下存在感。文人莫言，你就没想过你的父母和朋友吗？一名不知死活的咒术高层开口威胁道。文人莫言毫不在意的笑道，你要杀就杀呗，我父母在五条家住着呢，难道你们这群老不死不知道？还有我的朋友，去吧，五条悟和夏油杰，你们敢杀就去。至于你，我记得你家族有几百口人来着吧？你觉得我要是想杀他们，谁能阻我？文人莫言露出狰狞的笑容，让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疯子！眼前这个少年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连自己亲生父母都毫不在乎，和这种人为敌，简直就是脑子带厕所拉里面了。而家族也正中这群半截入土的老家伙们的下怀，他们本就是要死之人，家族是他们唯一的念想。现在该轮到他们平息文人莫言的愤怒了。文人莫言开出条件，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不可能，一半的产业，哪怕你把我们杀了，我们都不可以拿得出一半的产业给你，最多1成，不能再多了。我们家族的运转也是需要巨大产业维持的，1成，你打发叫花子呢？文人莫言语气不爽，内含愠怒。咒术高层的赔偿让文人莫言不满意。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我现在就去把你们的家族全部屠个干净，大不了我带着我的父母远走他乡就是了，到时候你们慢慢给你们后代挖坟吧，你们信吗？文人莫言语气凶狠，目光冰寒，面无表情，好像在说他说到做到。他在赌这群老家伙不敢和自己赌。3成，最多3成。沉默了许久的禅院直人最终开口道，这是他的底线。他也相信文人莫言不敢做屠族这种事，可不怕1万就怕万一，毕竟对方实力摆在那里，还是割肉保平安吧。随即家茂家也表态，愿意送出家茂家3成的资产弥补文人莫言。听到这个回答到，文人莫言眼神一亮，心中冷笑，真是人越大胆子越小。当然如果他们敢赌，文人莫言会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知道他们给自己后辈立坟墓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累死。到时候
恐怕连个收尸的后辈都没有，那就好笑了。随后其他的咒术高层也纷纷表态，表示愿意。下一秒，文人莫言直接就换了一副嘴脸。咒灵王座散去，文人莫言也从刚刚的高高在上、冷漠霸道的模样，变得活泼热情，一副阳光大男孩的模样，开始对咒术高专的几人嘘寒问暖。哎呦，各位老爷爷怎么坐在地上啊？快快起来，地上多凉啊，别晚上闹肚子了。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转让啊？看着文人莫言得意洋洋的表情，在场的几人只感觉心在滴血啊。尤其是禅院家赔了夫人又折兵，或许我真的老了。禅院之人哀叹一声，这次事件的失利让他心灰意冷，准备彻底放权，让自己的儿子直皮人全权接手禅院家。第46章没有永远的敌人。哎呀呀，老爷爷，谁把你的手指弄断了？真是不懂得尊老爱幼。文人莫言开口喊道，下一秒就已经出现在了那个手指被水龙剑切断的咒术高层身前。此时的那名咒术高层还在悲惨地捡着自己四散的手指，刚刚捡完，准备拿冰块冷藏，看来不来得及接回去。虽然自己已经老了，但还是想身体完整的下葬，可还没来得及，就被那个煞星给瞧见了。文人莫言一把抓过那名咒术高层的手，一把抢过那血淋淋的手指。周围的咒术高层的几人纷纷一惊，你想干嘛？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要求，你还想做什么？面对众人的愕然，但文人莫言的绝对的实力却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文人莫言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使用反转术式将那名咒术高层的断指接了回去。看见这一幕的咒术高层们纷纷哑然，露出惊讶的表情。反转术式还是能够治疗别人的反转术士。要知道，整个咒术界能够领悟反转术式的咒术师寥寥无几，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就算是他们这群老家伙修炼了一辈子，也没有一个能领悟反转术式。甚至整个咒术界能够利用反转术式治疗他人的咒术师，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咒术高专与文人莫言同期的学生加入萧子。哪怕他们这群老东西再腐朽、再傻逼，也明白加入萧子的价值甚至高于一名特级咒术师。毕竟谁会没有不受伤的时候？而能够利用反转术式治疗别人的加入萧子，就是整个世界最好的外科医生，没有之一。这也难怪长大后的加入萧子整天顶着一双熊猫眼，都是高强度的工作类的。就算是现代最强的五条悟和特级的夏油杰，都不能利用反转术式治疗他人。甚至在文人莫言的记忆里面，夏油杰好像连反转术式都没领悟吧？不然怎么可能和乙骨忧太对个波就要死不活，重伤了？再怎么说也能奶一波吧？难道他对波的时候没留咒力治疗？应该很有可能。反正文人莫言现在压根没看出夏油杰有领悟反转术式的迹象。看着自己被接好的手指，那名咒术高层试着动了动手指，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适应感，就像完全没有断过一般。这在医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人看向文人莫言的目光没有刚刚那般怨毒和憎恨，而是带有渴望。哪个家族不想要个奶妈？虽然他们家族有时候也能出现那么一两个偏向治疗的咒术师，但治疗这方面还得是反转术式来得快捷便利，效果好。一时间，咒术高层看向文人莫言的目光变得开始有些柔和。他们深谙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文人莫言要治疗这名高层的原因，展现一下他独有的价值。虽然他文人莫言不惧这群老家伙，但杀了他们，恐怕整个咒术界都会乱起来，自己也会成为咒术界公敌。杀他们，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的事还没起来，等他的势力起来的时候，他文人莫言将君临整个咒术界。而咒术高层们，虽然他们被文人莫言坑了30%的资产，但本质上来说，如果不是他们贪心，也不可能出这么一档子事。如此优秀、天赋异禀的咒术师，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就算是五条家的六眼展现出来的天赋，恐怕都不及眼前之人。甚至有2名高层有种想要再加1成资产换取文人莫言一次借种的冲动。要知道，咒术师的咒术与生俱来，80%的实力天生的，越强大的血脉诞生的后代也将越强。所以只有5条家的血脉才能诞生6眼，禅院家血脉才能诞生10种银法术，家茂家的血脉才能使用赤血操术，而夏油杰的后代很有可能也会继承他的咒术咒灵操术。这也就是为什么咒术的主角虎杖悠人，他打架只能用体术和黑闪的原因，因为他本身就没有术士，而术士无法学习。哪怕是文人莫言领悟全新术士时，都是直接将术士刻在他的身体内和脑海中。对了，我要表彰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文人莫言忽地开口说了一句。咒术高层的老家伙们嘴角不自觉地抽搐了几下，心中想到，这个小子之前进来的时候就说了表彰大会，现在都快走了，还要表彰大会。虽然不知道对方意图，
但高层还是欣然地答应下来。毕竟文人莫言前2天可是刚刚独自一人剿灭了3大咒祖师组织，还解决了天元大人的危机，可谓是大功一件。这件事情整个咒术界人人皆知，他们咒术高层的人不表示一下，不显得他们过于小气，这样还怎么让手下的人给他们努力办事卖命？而且这次的奖赏是如此的丰厚，就算文人莫言不提，他们也会安排，毕竟那可是100亿啊，加上10套东京和京都的房产和豪车，加起来恐怕都有200来亿。要知道我们守财明打工这么多年，才存了500亿，文人莫言才多久，都快顶得上明半辈子了。而文人莫言可没这群高层的老家伙想得多，他只是单纯的想出风头，享受人人羡慕敬仰，羡慕又嫉妒自己的样子。低调是不可能低调低，而且文人莫言想低调也不可能低调得起来。一切结束，所有事情商榷完毕，文人莫言走出了这间诡异的房间，来到外面，还没走多远，一名咒术师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身前，十分恭敬地邀请文人莫言有事一叙。文人莫言也是有些好奇，便答应了下来。在那名咒术师的引路下，文人莫言左扭右扭，趋近通幽处，来到了一处房间。文人莫言走进房间，第一眼就看见了一名老者。不知道家茂家主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文人莫言一眼就认出来眼前的老者，正是刚刚房间内高层的一员，也是目前的家茂家的家主。家茂家主笑了笑，邀请文人莫言坐下，并十分好客地为文人莫言沏茶。文人莫言没有喝茶，而是坐下一句话也不说，一直盯着家茂家主。文人莫言不是害怕家茂家主下毒，毕竟毒可杀不死他，而是疑惑这老壁灯干嘛对自己这么客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文人莫言刚刚可是才从他的手里剜了一大块肉，他不恨我死我都得佩服他宰相肚里能撑船。可下一秒，家茂家主的话直接让文人莫言脑袋宕机。第47章，你把我文人莫言当什么人了？什么？借种？你把我文人莫言当什么人了？文人莫言冷哼一声，面露不悦。哎，文人小友稍安勿躁，我愿意出价10亿，不对，20亿，如何？说着，家茂家主还直接掏出了手机，给文人莫言翻起了照片。这是我足足花，你看，身姿优美，才情卓越，才15岁就已经评级1级咒术师。手机内是一名穿着白色和服、红色合裙、扎着马尾、气质优雅、英姿飒爽的少女，正拉弓瞄准。确实是万中无一的尤物，放在前世，绝对是普罗大众可望不可及的女神。文人莫言看了一眼，回答直接让家茂家主无语。好看是好看，颜值100我愿意打95，但是吧？家茂家主，但是什么？不够大呀。文人莫言瞥了一眼照片里面那平平无奇的平平无奇，或许是衣服过于宽松的原因，但真正的好身材，衣服是遮不住的。我眼光可是很高的。小友，你这是什么意思？家茂家主眉头一皱。文人莫言很想脱口出一句得加钱，比较应景，但还是憋了回去，说了一句谢谢您的美意，我是一个传统的人，告辞。说罢，文人莫言直接溜了，甚至后面家茂家主直接开价到了50个亿。文人莫言都惊了，妈的，这家茂家到底是多有钱啊？我又不是入赘，你都给50亿，我要是入赘岂不是值一个明明了？明明辛辛苦苦10几年，存款500亿，所以这里的明明只500亿。文人莫言出来后又被邀请到了另一个房间，结果不言而喻。一会后，文人莫言脸色不好的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哎，小友，价钱我们可以谈啊。文人莫言无语至极，这是把他当什么了？种马吗？拜托，你当我后宫文的龙傲天啊？这是对他文人莫言人格的侮辱和践踏。直到文人莫言被禅院前代家主禅院之人亲自拦下，开出了100亿的价格后，文人莫言才明白什么特么的叫特么的财大气粗。难怪当初伏黑甚尔卖儿子的时候，禅院直批人还给加价钱。看来他伏黑甚尔完全不知道他家到底多有钱啊！要知道现在可是2006年，按照换算，100亿相当于5亿华夏币。当时5个亿什么概念？文人莫言其实不知道的是，无论是霓虹的政府还是霓虹的经济，背后都有咒术师的影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咒术师执行任务，总能很快疏散人群，清理现场。而霓虹的4大财阀集团幕后真正的掌权者其实就是御三家。不仅如此，御三家在海外还有诸多投资和产业，能不有钱吗？并且这个世界的霓虹御文人莫言前世那个名叫 RB 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甚至世界的格局与大洲都不相同。就因为这个世界是咒术世界，所以不要带入现实世界，这个世界和咒术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全世界仅次于华夏与美国的第3大经济体，十分的富有，在国际上也是很有话语权的存在。文人莫言与叶娥正道回到咒术高专，
几天后，表彰大会举行，文人莫言不仅当众收获了100亿的奖励等其余奖励，获得一众人咒术师羡慕的目光，私底下还接收了来自咒术高层的资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文人莫言直接暴富。最终，文人莫言还被授予了特级咒术师的资格。要知道，目前的咒术界乃至世界只有一个特级咒术师，就是99游击。而现在，第2个特级咒术师文人莫言横空出世。夜晚，月明星稀，文人莫言回到咒术高专的寝室。本来以他的身价，完全可以在周边搞一栋大别野，但文人莫言没有那样做。他挺喜欢咒术高专的氛围的，因为每天晚上5条悟和夏油杰都会来找他玩，甚至文人莫言经常看见这俩货早上从一间屋子出来。不对劲，真是激情满满的两人，难怪彼此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想着对方，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这就是油条组合啊！房间内，文人莫言奋出一丝心神，来到自己的咒灵空间。一进去，发现整个咒灵空间发生了大变样。原本只是虚无一片、灰蒙蒙的空间，此时已然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树木葱郁，甚至连太阳都有，而且面积也扩大了许多倍。八岐大蛇旁如小山的身躯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玉藻前在赏花，大天狗在打坐修行，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增强实力。而此时的鬼面正被他的前老大齐晨指手画脚，干这干那。看见文人莫言出现在了咒灵空间，鬼面哇一声哭腔，抱住文人莫言开始哭诉：哇，老大，你终于来了，他们欺负我。结果下一秒直接被一个小小的身影一脚踹飞。定睛一看，是上一次从法阵里面救出来的小女孩。主人，你终于来看我了，伦家好想你啊。看着眼前身着白裙，一袭乌发，眼睛宛若黑宝石，粉雕玉琢，脸蛋粉扑扑，煞是可爱的小女孩，文人莫言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被萌化了。好可爱啊！文人莫言抱起小女孩一顿蹭，好可爱，好滑好润，奶香奶香的，我以后女儿一定这么可爱。文人莫言揉了揉小女孩的头以后，发现忘记给小女孩取名字了，就问小女孩要一个什么名字。小女孩却回答：主人，我有名字，我叫明后。明后，好名字，好名字。文人莫言笑眯眯地轻抚着小女孩的小脑袋，丝毫没发现不对劲。明后，文人莫言后知后觉，听到这个名字倒吸一口凉气。毕竟明后这个词，加上文人莫言救小女孩当时的情况，不简单啊。仔细一看，几大特级咒灵居然隐隐以小女孩为首，好像她才是其中的最强者。要知道，这里面的特级可是有玉藻前和八岐大蛇这种在霓虹近乎于恐怖强大代名词的大妖啊。第48章术士神之手。但那又如何？只要是咒灵，在我文人莫言的无上限咒灵操言术面前，只有臣服。对于文人莫言而言，小女孩明后来历越大，实力越强，身份越不简单，他就越兴奋。害怕？他文人莫言的字典里就没有害怕这2个字。文人莫言看着还没自己腰高的明后，丝毫不觉得对方对自己有任何威胁，反而文人莫言极度喜爱他。毕竟可爱即是正义，可爱万岁！哪怕是文人莫言也无法避免可爱的力量。与明后亲昵了一会后，文人莫言突然发现对方好像比几天前长高了不少。如果说文人莫言之前第一次见到明后的时候，他8、9岁的模样，现在起码有11、12岁了吧？文人莫言微微有些吃惊，但仔细回想当时的情况，明后在吸收完血池与生得领域后就长大了一点。文人莫言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也没必要深究这个问题。对于文人莫言而言，他的咒灵越强大，他收益也就越多，实力也就越强。咒灵们变强，他巴不得呢。他今天主要来的事情是为了实验自己最近新领悟的新术士。鬼面，你跟我来一趟。文人莫言示意鬼面，随后回到了现实世界。文人莫言部下为帐，刹那间，文人莫言的房间仿佛被蒙上了一层黑布，隔绝了外面的一切。看着眼前身材魁梧巨大的跟个小巨人似的鬼面，文人莫言觉得，如果鬼面拿这个体型去打 NBA， 那不得乱杀。主人，您找我有什么吩咐？鬼面恭敬道。文人莫言眉头一挑，轻笑道：怎么不叫老大了？鬼面有些畏惧与尴尬，讪讪一笑，最近被齐晨老大天天欺负，喊顺口了。文人莫言看了一眼鬼面，虽然他是自己最开始收服的特级咒灵，但现在却是几个特级咒灵里面最弱的存在。不是他太弱，而是那几个特级强的离谱。且不说那玉藻前他们，就比如齐晨，生前可是能够在几名1级咒术师围剿下还能反败为胜，逃出升天的高手，变成咒灵以后的实力更不用说了。文人莫言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鬼面有什么要求。鬼面立即回答：
希望齐晨他们不要再欺负自己，对自己指手画脚。自己好歹也是主人的头号马仔。鬼面相信这点要求主人还是会答应他的。结果下一秒，文人莫言的回答让鬼面疑惑：我的意思是，你是希望我把你的身体捏帅点，还是丑一点？鬼面一脸懵逼。在文人莫言的解释下，鬼面才明白，主人是想为自己捏造一具人类的身体。术士神之手。文人莫言通过从叶娥正道那里领悟的术士咒还创造术，加上从朝美惠香那里领悟的咒具创造术，通过金手指逆天悟性领悟的全新术士，有着十分诡异却又神奇，化腐朽为神奇的恐怖威能，甚至可以赋予咒灵，人类的躯体不被咒术师发现。而现在，鬼面成了文人莫言第一个小白鼠，原因无他，因为鬼面最弱也最好转变。此时的鬼面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只感觉自己被幸福包裹。果然，主人是爱我的，有好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我哭死！鬼面感动的那叫一个痛哭流涕，差点就要献出心脏，为文人莫言上刀山下火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只要文人莫言没死，鬼面也无法被消灭，这是无上限咒灵操言术的能力之一。行了，说说你的要求吧。文人莫言看着眼含泪芒，感动到不能自已的鬼面，只感觉有点鸡皮疙瘩。毕竟你能想象一个一半青面一半红面鬼面獠牙的大怪物对你哭唧唧的吗？想想就咦，鸡皮疙瘩掉一地。鬼面感动的点了点头，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听完鬼面的请求，文人莫言意料之中。总结就3个字：高大帅。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大。随后，文人莫言发动术士，全身的咒力调动，汇聚到文人莫言修长的双手之上。原本暗红阴冷的咒力，在文人莫言的催动下变得缤纷绚烂，温暖如阳光。很快，鬼面被这缤纷的咒力所包裹。文人莫言此刻宛若一名创世神一般，用他灵动神奇的双手创造着全新的奇迹。良久后，看着眼前不着片缕、身躯已宛若刚出生的婴儿一般吹弹可破，已经变成人类的鬼面，文人莫言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这个方法可行。此时的鬼面也感觉到了曾经熟悉的感觉，作为人的感觉。一时间，鬼面感慨万千，没想到自己居然还能重新做人。文人莫言通过术士神之手改变了鬼面的身体结构，可以让鬼面在人类和咒灵之间来回变换，但本质还是咒灵，只不过披上了一层虚拟而又妙不可言的躯壳与束缚。当然，这种变换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人形态的鬼面实力只有1级咒术师的实力，想要发挥全部实力，就必须变化成为咒灵形态。文人莫言能够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他与鬼面原本就有一层若有若无的联系，他也无法察觉到眼前的男子竟然是一个特级咒灵变的。不愧是自己通过几天才领悟的术士，真是有够逆天的。这金手指无愧于逆天悟性之名。文人莫言甩了一件事先就准备好的衣服给鬼面，随后一个接一个召出了齐晨、胡福等几名特级咒灵。一夜无话，文人莫言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掏空。经过一晚上的艰苦奋斗与努力，文人莫言顺利将齐晨、胡福还有玉藻前等特级咒灵转变成为了人类，也就是咒术师。主要是他们待着也是呆着，不如出来替自己办事。实力越强，赚起来就越费时费力。终于，经过一夜努力，文人莫言将几人全部转化成功，并且文人莫言还特地将齐晨几人的脸改了一下，不然出去就被咒术界通缉，那不白费功夫。文人莫言做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管理最近从咒术高层那里威胁得来的巨额财富。毕竟那么多产业需要打理，那都是可以下金蛋的鸡。虽然他文人莫言手下不缺人，但缺少无条件信任的人。无论是狗卷家还是其他什么，文人莫言都不放心将那些资产交给他们全权打理。以后文人莫言可是要创建属于自己的势力，没钱怎么行？并且后面有几项大计划需要海量的金钱、人脉与人手。文人莫言表面上很有钱，实际上很缺钱。加上胡福等人本身就有管理资产的才能和经验，非常适合替文人莫言打理那些资产。八岐大蛇和大天狗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他们深谙人心，管理人员就行。当天，几名1级咒术师高管空降，文人莫言正式创建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为以后的计划和势力打下最厚重结实的经济基础。第49章99游击。几日后，咒术高专寝室的走廊处，夏油杰、5条悟、加入萧子还有文人莫言像往常一样，几人走在一起。走廊上，只听加入萧子哀叹一声：“哎，最近任务好多呀，我都快累死了。我最近都发现自己可是有黑眼圈了。”一旁的夏油杰眯着眼睛，温柔地安慰萧子：“确实最近咒灵的数目有所增多，但没关系，
很快就会过去，到时候你就可以好好休个假了。没错没错，萧子你就安心稳坐后方吧。五条悟咧着个嘴插话道：姐，文人，我们3个可是最强的，没有我们处理不了的任务和麻烦。我说的对吧，姐，文人？五条悟看向一旁的文人莫言说道。文人莫言点了点头，理所应当道：当然。就在几人走在拐角处有自动贩卖饮料机和长凳的休息处时，一个漂亮性感的金发女人赫然出现在了几人的视野当中。3人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女人，只有文人莫言认出了眼前的女人正是与他同为特级咒术师的99游姬。99游姬将手叉腰扶头，摆出了一个性感又能显露出自己完美曲线的姿势以后，说出了他那句经典开场白：你们就是夏油杰、五条悟和文人莫言吧？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夏油杰、五条悟一脸懵逼地看着眼前这个自来熟的女人。夏油杰正想开口问99游姬是谁的时候，却被五条悟抢先一步开口道：你是谁？99游姬露出自信的迷之微笑，眼神骄傲。特级咒术师99游姬。夏油杰有些微微吃惊，看着眼前的99游姬，脱口出：你就是那个。99游姬见夏油杰听过自己的大名，立马露出一副开心的表情，一脸期待接下来夏油杰对自己的赞美之词。对，我就是。你就是那个明明是特级却完全不接任务，在国外游手好闲的废物。听到这话的99游姬肉眼可见的可以看到，他眼眸中期待、希冀、炯炯有神的光消失了。99游姬一阵失落，仿佛天空失去了颜色，但很快恢复过来。他这次来的目的，没错，就是他，文人莫言。看着眼前用衣领遮住嘴巴的白发少年，99游姬问道：文人莫言，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文人莫言看了一眼99游姬，淡淡的回答道：我呀，要求很简单，就沉鱼落雁，国色天姿，齿白唇红，愁眉提妆，出水芙蓉，绰约多姿，国色天香，娇小玲珑，绝代佳人，眉目如画，眉清目秀，美如冠玉，花容月貌，米言逆礼，明眸皓齿，千娇百媚，倾城倾国，禽首峨眉，如花似玉，双瞳剪水，亭亭玉立，仙姿异貌，小家碧玉，秀外慧中，妖桃浓丽，仪态万方，手如柔玉，闭月羞花，出水芙蓉，天姿国色，温柔可人，美丽动人，高贵冷艳，艳压群芳，眉清目秀，美若天仙，冰雪聪明，温柔可人，风华绝代，天生丽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文能武，长生不老就行。此话一出，众人直接蒙圈。前面我们都理解，你这后面长生不老什么鬼？文人莫言切了一声：你们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女大三抱金砖，女大300送仙丹吗？99游姬明白了，这小子是在耍我，哪里会有这种女人？难道？99游姬看着眼前的3个大男人如此近距离，不由得咦？来自99游姬纯洁的目光。文人莫言打断了对方邪恶的眼神，说道：请问99游姬女士，你找我有什么事吗？99游姬回答：自然是见识最近刚刚晋升不久，同为特级咒术师的你啊。文人莫言笑道：哦，是吗？99游姬：当然，那就把祝贺礼给一下。说着，文人莫言伸出了他白嫩修长的手。我是学生。99游姬人傻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事情怎么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鬼使神差的掏出钱包，给文人莫言送了一份礼。接过钱的文人莫言哈哈一笑：谢谢99游姬大姐你的祝贺礼。听着文人莫言的声音，99游姬这才反应过来，想起来对方的情报。咒言术，小子，你耍我！99游姬目光愤怒地盯着文人莫言。刚刚自己之所以迷迷糊糊地把钱掏出了，很明显就是咒言术做的祟。这小子居然这般下三滥！如果今天小子不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而文人莫言之所以这样做，也只是单纯的想要激怒对方，这样他就有机会与99游姬一战，领悟对方的术式。至于为什么激怒99游姬，愤怒的交战，带火的拳头，才更加爆裂纯粹，让人更加容易领悟全新强大的术式。文人莫言 vs 99游姬，特级对特级。第50章咒灵雷与火。那么在这里开战吧。文人莫言淡笑道，一脸趣味地看着眼前的女人。99游姬简单地打量了一番四周，发现这里是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方圆数十里都没有乡镇人烟，真正的荒芜之地。99游姬单手掐腰，自信的眼眸看着眼前少年。地方选得不错，这样我才能放开手，好好教训你一顿。你确定不把你的好友萧子带过来吗
等一下我把你弄残了，也好有人给你治疗。文人莫言摆了摆手，嬉皮笑脸道：没事没事，我也懂反转术式。99游击有些惊讶，没想到你这个小鬼懂得还挺多吗？不仅会飞，还会反转术式。文人莫言嘿嘿一笑，哎呀呀，你这么夸我，我也不会骄傲的了。两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来到这个地点，就是因为文人莫言的飞行能力。行了，废话少说，让老娘掂量掂量你这特技有没有水分。99游击松了松筋骨，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要开始了吗？那先等一下。文人莫言开口道。99游击一脸疑惑，难道这小子这就怂了？喂，小鬼，你不会怕了吧？怕，姐姐也是要收拾你的哟。99游击咧嘴一笑，脑中已经开始幻想等一下文人莫言抱着自己大腿姐姐姐姐的叫着，跪地求饶的画面，心里别提有多爽了。不是，就是放个违章，免得我们之间战斗的余波误伤到了别人。说着，一个黑色的球体出现在了文人莫言手中。咻的一声，违章向天飞去。不一会，一个巨大的违章宛若一个巨大的黑色巨碗倒扣而下，竟直接将方圆数十里的大山完全包裹。看着天空之上慢慢蔓延的黑色违章，99游击能够感觉到这座违章无比坚固。99游击甚至有种感觉，文人莫言的结界造诣不逊色于天元，但99游击总感觉哪里不对劲。虽然文人莫言捉弄了自己，两人也是特级，但本质还是切磋，也不至于搞一个这么大的违章吧？等等，有问题！99游击目光凌厉地看向不远处吊儿郎当、一点也不着调的文人莫言，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危险。文人莫言看着99游击警惕的眼神，咧嘴一笑，原本该如阳光般的少年笑容，此刻在99游击的眼中却显得有些狰狞与阴森。阿累，被发现了呀！文人莫言笑容更甚，一脸玩味，带着杀意与阴谋。小鬼，你想干嘛？99游击怒喝道，目光从刚刚的警惕变得敌意。文人莫言桀桀一笑，干什么？没干什么呀，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咒术界特级咒术师一个就够了。听到这话的99游击瞬间反应过来，或许从之前在咒术高专，不对，应该是在很久以前，这个小子就已经计划到了这一环。99游击不由想到了前段时间自己听到的一些隐秘的消息，咒术高层被文人莫言敲诈的消息。这小子不会是想干掉我，然后称霸咒术界吧？99游击目光猛地凝重，一股滔天的愤怒将他的大脑席卷。此刻的99游击宛若一头怒发冲冠的雌狮，直到愤怒熄灭之前，他将会把眼前的一切事物摧毁殆尽。找死！看着杀意已经开始沸腾的99游击，文人莫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前世虽然知道99游击的存在，但他并不知道99游击的术式到底是什么，只知道他在5条悟之前就已经成为了特级咒术师，其实力必定十分强大，说不定不弱于5条悟。毕竟动漫还没更新到那里，文人莫言相信后面的故事里面99游击一定有很强大的表现，嘎嘎猛那种。主角看完怀玉篇动漫就穿了，没看过漫画。而咒术师强大的先天条件，一是咒力储存量，二就是其刻在自己体内的术式。文人莫言很期待99游击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就当前还是准特级的5条悟和夏油杰带给他的术式，那都是 bug 级别的，完全就是概念规则类，掉的牙痞。4大特级目前还是小娃娃的乙骨忧太没有领悟以外，就只有这个最早成为特级咒术师的99游击的术士，他没有领悟了。文人莫言总不能去找现在才几岁的乙骨忧太领悟吧？先不说现在的乙骨忧太会不会咒术，就说他的咒术打在文人莫言的身上，能不能触发逆天悟性都是未知数。要知道，触发逆天悟性的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并且越强大的术士条件也就越苛刻，必须让对方全力以赴。单纯的切磋完全达不到那种程度。这场局文人莫言早就已经策划好了，只有满怀杀意的战斗才能领悟出更好的咒术。文人莫言很期待99游击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那么99游击女士，请你死在这里好吗？文人莫言拉开拉链，将衣领遮住的嘴巴露出，展开双臂，脸上露出病态痴迷的笑容。99游击毅然露出狰狞杀戮的笑容，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小鬼，你的术士我可是了如指掌，还有你的情报我也十分清楚，我会让你知道特级之间的差距会有多么巨大。下一秒，99游击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留下的只有一个巨大的深坑。可以想象刚刚的99游击到底爆发了多么恐怖的力量。当99游击再次出现，一只拳头就已经来到了文人莫言的视线当中。文人莫言身形忽的消失，躲过了猛烈的一击。下一刻，一个声音从半空中传来：雷！
轰隆隆，巨大的时候声响赫然炸开，惊天动地。电！只见文人莫言张开嘴巴，一道白色闪电从文人莫言口中飞射而出，以一种根本无法躲避的速度朝着99游击袭去。轰的一声巨响，晴天霹雳炸裂开来，烟尘滚滚。烟雾散去，本质有烟无伤定律，99游击屁事没有。文人莫言也知道，这种小手段怎么可能会对一个特级咒术师起作用，主要是用来试探。99游击同时也很是诧异，他没想到咒言术还能这么用，这完全不合理吧？哪有咒言术是这样的？99游击看着天空之上的文人莫言，眉头紧蹙。果然，能够成为特级咒术师的人没那么简单，真是棘手。第51章不够纯啊！99游击目光凝重地看向天空之上，宛若一名天神一般可以降下雷霆的文人莫言，心中不由得更加警惕起来。火！天空上，文人莫言比出一个拉弓射箭的动作，对准地上的99游击。一支由灼热烈火凝聚而成的粗大箭矢赫然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手中，已然拉弓，随时准备蓄势待发。咻！火矢势不可挡，裹挟着极致的高温，朝着99游击飞袭而来。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火矢爆炸开来，灼热的高温瞬间将大地炙烤为灰烬，扭曲了周围的空气。99游击险险躲开火矢，巨大的威力让99游击都不由得啧舌，大开眼界，心中不由怀疑人生。咒言术真的能这么玩？文人莫言，别人不知道，但他文人莫言绝对可以。一只长着鸭头模样、身躯像竹节虫、长着透明翅膀似的奇怪生物出现在了99游击的身边。黄伦，99游击术士创造诞生的咒具化式神，除了99游击以外，唯一可以接收99游击术士的存在，是99游击的大杀器，没有之一。99游击看着在天空之上宛若神明的文人莫言，心中已然规划好了胜利的蓝图。刚刚的攻击虽然很强，但对于特级咒术师而言，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99游击明白，这是文人莫言不知道他术士的情况下的试探，而99游击现在最需要做、最需要把握的，就是在文人莫言还没察觉到自己术士的时间里，利用这个信息差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甚至给予对方重伤，奠定胜利的基础。既然你这么喜欢待在天上，那我就把你给射下来。99游击将全程球的黄轮抛起，就像踢球一般将黄轮踢飞。99游击面目狰狞，青筋暴起，仿佛将全身力量都集中在了这一次抽射当中。啪的一声，空气赫然被99游击抽爆，黄轮被99游击一击大力抽射踢出，朝着悬浮于天空之上的文人莫言飞去。文人莫言看着急速飞来的黄轮，不躲不避，不是因为躲不掉，而是没必要。甚至文人莫言连咒力防御都没有，竟想要直接用肉身接下了这一击，仿佛没有将99游击这一招放在眼里。轰的一声，文人莫言被黄轮击中腹部，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文人莫言轰飞。文人莫言身躯就像炮弹一般飞去，直接化身成为割草机，将不远处的树林当草给除去。一棵棵大树被文人莫言的身躯撞得粉碎，短短一瞬间，一排树木就被文人莫言清理得干干净净。最后文人莫言被一座大山挡住，才没有继续飞行。但巨大的冲击力直接让整座大山都为之震颤，开了一个大洞。难以想象99游击刚刚的那击到底有多么恐怖。望着被自己抽进大山内文人莫言，99游击冷笑，这不死也得重伤，奄奄一息了吧？不对，是一定死了，而且死得惨不忍睹，被黄轮碾为血泥。但下一秒99游击震惊了，文人莫言居然就像没事人一样出现在了99游击的眼中，而黄轮正在对方的手中。文人莫言也是心有余悸，感叹对方不愧是现代第一个成为特级咒术师的存在，实力果然强大。如果是以前的自己，哪怕用咒术防御都不敢正面接刚刚那一招。但自从吸收了玉藻钱等一众可怕的大妖咒灵之后，文人莫言实力呈几何倍增长，无论是咒力还是肉体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人莫言也在刚刚的那一击当中估摸出了99游击的实力大概很强，他迄今为止遇见的咒术师最强，现在的5条悟恐怕都不是对手。但如果文人莫言全力以赴的话，战斗的局面只有一个：碾压，彻彻底底没有任何胜利悬念的碾压。99游击浑身紧绷，目光不可置信地看着大山上的文人莫言，心中暗道：该死，这个家伙是个怪物吗？这都没事。实则不然，刚刚的攻击直接将文人莫言的腹部粉碎，重创。但对于文人莫言这种级别的咒术师而言，只要没死，那都不是事儿。反转术士了解一下，不愧是特级咒术师，攻击果然厉害，我差点就被你弄死了呢。文人莫言顿了顿，
脸上勾起一抹讥讽的笑容，眼神揶揄地看着99游击，好像在说刚刚你的攻击一文不值，甚至连伤到我的资格都没有。但99游击可不相信文人莫言的话，因为文人莫言说过他会反转术士。99游击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文人莫言这是在诈他，让他失去战意。99游击冷笑，真当老娘是个刚当咒术师的菜鸟吗？三言两语就想击溃我的意志，天真。如果文人莫言知道99游击是这样的想法，肯定会说你想多了。文人莫言只是单纯的想要激怒99游击，让他发出更加强大的攻击。不够，远远不够，攻击还不够强大，还不够纯啊。文人莫言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兴奋。到底是何种的术士能够让自己受如此严重的伤都没领悟出来，并且文人莫言隐隐约约有些猜出了对方术士的原理，真是让人兴奋啊。文人莫言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他越来越期待这个术士到底多么逆天。还给你。文人莫言准备像刚刚99游击那样一脚将黄轮还给99游击，却没想到99游击看见这一幕直接兴奋起来了。好机会！99游击知道这是一个为自己创造战机的好时机。在文人莫言碰到黄轮的瞬间，99游击的术式发动，下一秒文人莫言踢黄轮的右腿折断。文人莫言只感觉刚刚还轻盈盈的黄轮，此时重的就像一座巨山一般，根本无法撼动一分一毫。文人莫言此刻明白了，原来99游击的术式是……就在文人莫言准备开口，99游击却抢先了文人莫言一步。第52章明后。没错，这就是我的术式，能够赋予自己假想质量的心之怒。然后是黄轮，就是你刚刚准备踢的东西，它是我咒术创造出的咒具化式神，是除我以外唯一的心之怒对象。文人莫言望着有些得意的99游击，不由失笑，真是狡猾啊！我都已经猜出来了，你却抢先一步给自己套了一个增强术士的束缚。99游击听着文人莫言的话，目光冰寒，冷笑道：兵不厌诈，这可是死斗，看你现在腿都断了，恐怕短时间内不是我的对手了。文人莫言笑了笑，随后右腿肉眼可见的恢复了回来。看着眼前一幕的99游击啧舌，奶奶的，这恢复的太快了吧？不是，你这挂吧，就算是自己使用反转术式治疗自己都不可能如此之快，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这段时间造成的失利就足以让对手抓住这个机会不放，继续扩大战机。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恢复的如此迅速，仅仅只用了一个眨眼的功夫，而且看对方的表情好像很轻松似的。99游击开始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眼前的白发少年，自己引以为傲的情报优势转眼间颠倒了过来。诡异的咒言术，超乎想象的防御，超出认知的反转术式，我恐怕很难赢啊。99游击咬紧银牙，眉头紧蹙，几乎拧成了一团。他原本以为可以在对方不清楚自己术式的时间内取得巨大优势，可让99游击没想到，眼前的少年竟比他还能藏。最重要的是，他的术式泄露了。99游击的术式十分的简单粗暴且强大，但简单的术式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很容易被对方找到应对的方法，尤其是面对战斗智商极高的对手，对方多半已经猜出了自己心之怒最终的杀手锏了。文人莫言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山下的99游击，随后捡起掉落在地，将一整块山体都砸塌了的黄轮。看着被文人莫言捡起的黄轮，99游击不禁疑惑，这小子在干嘛啊？但99游击并没有在此刻加大质量，他知道这样做是没有太大的意义。99游击身体微微前倾，做出随时准备战斗的姿态，警惕着文人莫言下一步动作。文人莫言看着手中轻飘飘的黄轮，若有所思。特级是指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咒术师，这也代表这名术师有着大面积杀伤性的咒术，可以让首脑政府机构直接瘫痪。质量，文人莫言喃喃自语，质量怎么形成大面积杀伤性咒术？很快，文人莫言想到了一个存在，被誉为宇宙最可怕的天体现象之一的黑洞。文人莫言看着对自己警惕万分的99游击，开口说道：99游击，你的心之怒最终术式应该就是无限增加其质量，从而达到无限趋近于黑洞的术式吧？听到文人莫言话的99游击不由苦笑，果然还是被猜中了吗？99游击不免得有些失魂落魄，但下一秒，文人莫言的一句话直接让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99游击，释放你的最终术式吧，我给你一个杀死我的绝好机会，如何？望着文人莫言自信的模样，99游击一时间摸不清楚头脑，我是不是听错了？还是这小鬼脑子秀逗了，居然让我主动放大轰他？99游击懵了，但又觉得这小子在搞什么阴谋。
难道是想我启动术式的瞬间来袭杀我？99游击开始思考，但很快放弃思考，犹豫什么的可不是老娘的风格。小鬼，既然你想要，那我就给你个爽，给你个大。99游击催动全身咒力，心之怒的目标正是文人莫言面前的黄轮。多亏你为帐合选的好地方，可以让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全力施展。正好这里风景优美，很适合当做你的埋骨之地。下一秒，文人莫言眼前的黄轮质量开始无限增加，渐渐产生出一股强横狂暴、无法阻挡的引力，慢慢的开始变为极致的纯黑。这就是99游击的最终术式吗？文人莫言望着足以将整座大山轻易撕成齑粉、撼动整个霓虹的恐怖力量，文人莫言竟昂然不惧，甚至主动触碰了上去，脸上还露出了十分兴奋与期待的表情，好像在说他要的就是这个。疯子，我都觉得我够疯了，没想到这小子比我还疯。99游击看着不仅不躲避，还凑上去黑洞的文人莫言，不禁震惊。轰隆隆，一阵阵雷鸣般的声音响起，围帐内大量的树木、山石甚至土地开始朝着99游击的黄轮飞去。此刻的黄轮宛若一个巨大的渊渊巨口，仿佛要将世间的一切吞噬殆尽。99游击呐喊着，将全部的咒力都输入到了黄轮之中。黄轮的引力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趋近于黑洞。当然，与真正的黑洞比起来，这点威力根本不敢看。要知道，一个鸡蛋一半大小的黑洞就能将这个星球撕得粉碎。99游击的创造的黑洞，怎么说也有一个篮球大小。只能说99游击的咒力不足以支撑他创造一个真正的黑洞。简单来说就是99游击的咒力如果足够，也不是不可以创造一个真正的黑洞。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99游击真的可以，那么他就不是特级了，而是神。但达到这种程度也十分可怕了。甚至在破坏力方面，99游击的黑洞超越了5条悟的虚势词。没过多久，99游击咒力耗尽，精疲力尽，满头大汗的瘫倒在地，浑身的力量被抽干。在他面前，刚刚的大山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准确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坑了，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而这一切的杰作，自然是99游击所为。为了确保文人莫言被杀死，99游击直接将咒力透支，哪怕现在来个3级咒灵，都能将他杀死。真是一个自负的小鬼，但不得不承认你很强，是我第一次遇见给我带来压力的家伙，我会永远记住你的。99游击感慨地望着天空，他的心从未像此时一般轻松愉悦。可就在99游击享受着微风与暖阳时，一个身着黑色长裙、身姿曼妙无比、长相美丽却又邪恶圣洁的女子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99游击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她仿佛是污秽，但又如纯白。99游击无法想象，她居然可以将妖艳与清廉、堕落与圣洁、肮脏与纯白几个完全相反的词出现在一个女子的身体之上。美到了连99游击这个大美女都不禁自惭形愧。特辑明后登场。第53章，懂不懂什么叫纯爱？99游击感受着对方那庞大的咒力，心中已经泛起了绝望。居然是特级咒灵，该死！99游击想要挣扎，可自己的咒力早已在刚刚的战斗当中消耗殆尽，他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咒力用来战斗。早就听闻那个小鬼有着类似于咒灵操纵的术士，我在想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拥有如此多的术士，没想到却是真的。看来那个小鬼真的死了，不然这只咒灵也不可能出现在自己面前。咒灵操纵的咒术师死后，操纵的咒灵会因为没有人继续驱使限制他们而如脱缰野马暴动。99游击叹息，但随即心中传来一丝安慰，最起码自己拯救了咒术界，不是吗？假以时日，那个小鬼一定会成长到连自己都束手无策的地步。可下一秒，99游击心中升起一股不舍与难过。马德，老娘正风华正茂，还没结婚呢。该死的天元，该死的咒术师，为什么我是咒术师？为什么我是星浆体？什么狗屁责任？什么我生来就是要与天元融为一体？可恶，可恶啊！原来我还是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吗？果然，咒术师根本没有无悔的死亡。我不想死啊！99游击望着璀璨蔚蓝的天空，眼眸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心中不免一阵悲凉与绝望。他还想继续活着，他还想到处旅行，他还想吃自己想吃的，做自己想做的，他还没收一个心仪的徒弟呢。可面对眼前咒灵那宛若实质的杀意，99游击明白自己的生命将在不久终结。死吧，你这个胆敢伤害主人的侏罗！一把巨大的斧钺凭空出现在明后纤细的手指之间。就在明后准备痛下杀手，要将对方头颅斩下之际，
一只手轻柔地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稍安勿躁，明后，这位女士是我的朋友，我们只不过是在切磋罢了。原本已经准备迎接自己死亡的99游击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怎么可能？你居然没死！99游击瞳孔地震，不可思议地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少年。要知道，那可是足以震战整个霓虹的术士，其威力方面甚至超越了人类现阶段的核武器。啊，死吗？的确差了一点点。你没看见我的手臂都被绞断了一只吗？望着失去了一小半身体的文人莫言，99游击不由得震惊。这家伙的生命力真够顽强。此时，文人莫言的身体也在反转术士的作用下，肉眼可见的生长了回来。只要不是直接将他的身体切成碎末，文人莫言都觉得他还能利用反转术士抢救一下。文人莫言曾利用高超的手段，对自己的身体增加了大量的束缚。这些束缚，哪怕是在文人莫言被斩首的情况下，都能让文人莫言活过来。恭喜您通过观摩，切身感受术士心之怒。您领悟了全新术士伤。伤是文人莫言受到99游击大招攻击后领悟的全新术士，具体有多逆天，文人莫言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虽然不是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和无下限咒炎术那种概念级别的术士，需要海量的咒力作为支撑，但破坏力和杀伤力这方面，文人莫言敢说，整个世界都不会有比伤更加强大的存在。伤，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之一，其表达的物理意识体系的混乱程度，而混乱的极致便是毁灭，甚至一切归零。毁灭与新生，极致与平衡，混乱与秩序，万物归零，洞悉宇宙流转，产生可以湮灭一切都力量。这就是文人莫言的全新术士伤。简单来说，就是文人莫言可以创造出黑洞、中子星、宇宙各种极端恐怖的天象。比如文人莫言面前的极限，可以创造出2颗无法观测的中子星，而这2颗无法观测的细小中子星相互碰撞产生的威力，足以将半个霓虹彻底湮灭、摧毁。这种级别的咒术已经不能用恐怖来形容，但这不是伤的极限，而是文人莫言的极限。简单来说，只要文人莫言可以继续加大咒力，完全可以制造出毁灭整颗星球的伤。当然，这不现实，因为以目前文人莫言的咒力来说，能造出2个不可观测的中子星都十分勉强。如果特级的实力标准是颠覆一个国家，那么此刻文人莫言已经不是颠覆一个国家这么简单，而是足以毁灭一个文明。甚至只要给足文人莫言时间，他能将整个星球的所有国家离一遍。那他文人莫言现在算什么级别的咒术师？超特级还是神级？这个文人莫言不关心，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眼前突然长大的明后。还别说，真特么好看，完全符合文人莫言心目中终生伴侣的形象。之前99游击问文人莫言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结果说完，99游击还以为文人莫言在逗他玩，实则不然，文人莫言说的是真的。实力强大，美若天仙，而且必须对自己十分忠诚。歌姬太弱，明明只对金钱感兴趣，不可能对自己忠诚，所以文人莫言对他们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明后却不同，虽然不是人，但实力强大，而且很美。咒灵又如何？乙骨忧太说什么了吗？懂不懂什么叫纯爱啊？笑！特级咒灵女王齐本里香一出场，你就等着汗流浃背吧，老底。我谷子哥的齐本里香长得这么抽象，都那么爱，不离不弃，爱得死去活来，真的就是死了都活过来那种，非常的可歌可泣，让人感动。我文人莫言喜欢一个这么漂亮且强大的咒灵，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明后完全符合文人莫言心目中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他真的长生不老。这真的，我哭死！说我水自述的站出来，我从来就没水过。知道为什么4大特级就只剩乙骨忧太吗？原因很简单，其他3个没谈恋爱。唉，是世间最扭曲、最可怕的诅咒。这就是为什么乙骨忧太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特级咒术师，而且在后面的剧情里面，就他活了下来。这就是纯爱的力量啊！但凡99游击与5条悟谈个恋爱，爱得死去活来那种，当中无论是谁死了，当场诅咒变成超特级咒灵，素挪直接汗流浃背。当然，这不现实，并不符合人设。而文人莫言之所以选择伴侣对自己极度忠诚且实力强大的原因，就是为将来如果自己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死去留下的复活手段。自己一旦死去，立马就会被诅咒以咒灵的姿态诞生，然后利用术士神之手将自己的身体转化为人类，从而达到复活。这就是为什么文人莫言要将鬼面等特级咒灵改造成人类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文人莫言的神之手还在完善当中，并不能真正的将咒灵变成人类。但文人莫言相信，
未来自己一定可以创造出这个惊天地泣鬼神、逆天的术士。第54章神之眼。但只要文人莫言成功，那么他将会拥有一次复活的机会。文人莫言总感觉这个世界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简单。前世的文人莫言只看过动漫，并没有看过漫画。虽然当时自己在网络上看过5条悟被腰斩的视频，但那也是搞笑段子，好像素挪有什么招数叫什么次元斩很牛逼，可以斩断世界，直接就把5条悟给秒了。文人莫言就在想，一个霓虹弹丸之国牛逼的咒术师都这么多，华夏和其他地方岂不是更牛逼？此时的文人莫言还不知道其他地方压根没什么咒术师，或者说有，但隐藏在黑暗深处，不为人知。这个世界与文人莫言前世的世界可大不一样，所以文人莫言迫切的需要不断变强，甚至连复活的手段都已经开始谋划。如果一定要用什么来形容文人莫言此时的状态，应该就是古王了，风声鹤唳，感觉整个世界到处都有可以干掉自己的高手似的。在这个咒术世界的末法时代，除了霓虹，其他地方咒灵很稀少。咒灵稀少的同时，也说明咒术师的稀少。阴阳平衡，黑暗越多的地方，光明也会越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5条悟出生时，咒灵突然变多，甚至在5条悟后面觉醒后的那一年，咒灵也变得多了起来，好像是世界在调控一般。巨大的坑洞外，文人莫言与99游击四目相对，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而大量的咒术师也因为99游击的术士闹出的动静赶了过来。刚刚99游击的术士直接让整个霓虹都震颤了几下，庞大的咒力很快就引起了咒术界的注意。而文人莫言的帷帐也在99游击术士下被破坏。此时的99游击怒目圆睁，恨恨地死盯着文人莫言。而文人莫言目的已经达到，便解释了一下，说自己只是想试试99游击的术士威力什么什么的。这种说辞99游击当然不信，真把他99游击当3岁孩子那么容易好骗吗？之前还要弄死我，现在跟我说误会，怎么可能？文人莫言也没有多说什么废话，既然不相信，那就让你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文人莫言眼眸瞬间变得苍白，万灵观察术，术士解放，神之眼。下一秒，文人莫言目生双瞳，一黑一白，仿佛蕴含了天地万象的运转的真理。99游击目光也不由自主地被文人莫言诡异却又圣神的重瞳吸引，目光根本无法移开。只见文人莫言掐出硬式，2颗闪烁着无法直视光芒的光球出现在了99游击的视线当中。99游击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光球蕴含的能量有多么恐怖，甚至与自己的黑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下一秒，文人莫言轻轻弹指，2颗光球朝着99游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来。99游击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光，一片白茫茫无法看见任何东西的光，这就是文人莫言全新领悟的术士上。刚刚的光就是文人莫言通过无限增加质量而无限趋近于中子星而产生，2颗如尘界一般的中子星相互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足以将半个霓虹抹除。99游击死。当99游击回过神来，再次睁开眼睛时，却发现眼前的一切都未改变。幻术吗？99游击不由回忆起刚刚的一切，那股余悸依旧萦绕在心头，迟迟无法释怀。不是幻术，是未来。身后传来了文人莫言的声音。此时的文人莫言已经换好了一身衣服，不远处几名咒术师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你这么做是什么目的？99游击疑惑开口。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差距罢了。文人莫言笑道，随后将99游击拉起。走吧，有人来接我们了。这件事结束后的几日，文人莫言与5条悟几人成功升为了咒术高专2年级学生，距离怀玉篇越来越近。文人莫言准备搞定伏黑甚尔后就出国旅行一番，一是为了去国外收服强大的咒灵，二是去见识一下各个国家强大的咒术师，三就是前往华夏。据记载，霓虹的咒术发源地就是华夏，而明后也说过他的大部分力量留在华夏，其实力有多强，按照明后的话来说就是碾压文人莫言。至于明后怎么来到霓虹，好像在华夏有种专业盗墓的术师叫摸金校尉，只要钱到位，什么都能给你盗出来。只不过华夏的咒术师有个统称的名字叫神通者，咒具也不叫咒具，而是法器，特级咒具叫法宝。例如西方的咒术师不叫咒术师，而是叫驱魔师或者神父、牧师、修女等，而非洲那边叫巫。至于具体的分级，文人莫言也不是很清楚，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修炼方式。殊途同归，究其根本还是咒力。第55章，带娜娜米灰原雄执行任务。咒术高专，文人莫言，
今天你带一下新来的2位同学去执行一次任务。文人莫言循着声音回头看去，说话的人正是他的老师叶娥正道，就前2天来的那2个小学弟。叶娥正道点了点头，没问题，他们在哪里？文人莫言答应下来。过了一会，文人莫言来到校门口，2个身着咒术高专制服，一个表情冷肃不苟言笑，一头金发，正是七海剑人；另一个笑容满面，元气满满，阳光活力，就是出现在过怀玉篇的灰原雄，虽然后面嘎了。文人莫言看着这2个家伙，真的就是怎么看都有 CP 感，很像傲娇的贝吉塔和孙悟空。走吧，学弟们。文人莫言招呼了一声，就从2人的身边掠过。自己好歹可是特级，逼格可不能掉。等待他们的是校外辅助监督的轿车和一个1级任务与2级任务。1级是文人莫言的，2级是灰原雄和七海剑人的。了解。活力满满的灰原雄听到文人莫言的话，第一时间就答应下来，十分热情。他好像很喜欢这份工作与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面灰原雄死后让人感到惋惜。谁不喜欢一个热情似火，对待咒术师这份工作永远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少年呢？了解。七海剑人淡淡的回应了一句，看着遮住口鼻，眼神凌冽，十分严肃神秘，不苟言笑的文人莫言，七海剑人能够感觉到这个学长一看就很靠谱，成熟强大。同样是白发，上次那个学长简直……七海剑人一想起上次那个学长，就忍不住嘴角抽抽。才刚见面就叫自己娜娜米、小海海，这个称呼真是让人恶寒。同样灰原雄也没逃过5条悟的魔爪，叫小灰灰。相比于七海剑人的嫌弃，灰原雄欣然地接受了小灰灰这个外号，还十分喜欢，因为家里人也喜欢叫自己小灰灰，这说明学长把自己当家人啊。按照灰原雄话来说，这是来自学长对自己的关爱。七海剑人无语，他可不喜欢这个称呼，真是2个极端。很快3人上了车，路上文人莫言坐在靠窗的位置，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维持着自己高大神秘的学长逼格。其实文人莫言也很想逗七海剑人玩，毕竟逗傲娇什么的最好玩了，有种莫名其妙的爽感。相反于灰原雄的热情，那逗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毕竟你没这种反差感，一点都不爽。灰原雄被七海剑人与文人莫言夹在中间，并主动开始询问起文人莫言拔除咒灵的经验。听到这个问题，文人莫言不禁陷入沉思。拔除咒灵要什么经验，不都是一句话的事吗？对于文人莫言而言，你还不如直接问怎么杀术师，那个他很有经验，前不久才干掉了大几百的咒祖师，还干翻了咒术界另一位特级咒术师99游击。在打咒师方面，文人莫言可以说得上经验丰富，很有心得。但你问我咒灵拔除的经验，文人莫言第一次陷入了迷茫。拔除咒灵需要经验吗？不需要吧，不都是直接秒吗？文人莫言开始回忆与5条悟和夏油杰执行任务的过程。一个 Q 版人物画面出现在了文人莫言脑海当中。5条悟一库哟，螺旋丸，实际上是仓，秒了。夏油杰掏出神奇宝贝球，一库哟，上吧，裂口女，秒了，然后搓成了球，吃了。文人莫言沉思了一会，拔除咒灵不都是随便秒吗？不秒还拔出什么咒灵？看着灰原雄那求知若渴的目光，文人莫言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说我平时拔除咒灵都是秒吧，打击对方的小心脏。你说其他的吧，又说不出来。这方面的经验得问歌姬啊，他在这方面的经验最丰富了。拔除咒灵，势均力敌，甚至还微微落下风，在高专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我文人莫言愿称歌姬在拔除咒灵为最强，时间最强。你叫灰原雄是吧？文人莫言开口道，目光淡漠地瞥了一眼灰原雄。灰原雄点了点头，是的，前辈。很好，很有精神。作为咒术师，每天都要在与危险的咒灵做斗争，不怕吗？不怕。灰原雄大声道，神情认真。很危险的，会失去生命的，你确定不怕？文人莫言眼眸微眯，目光危险。灰原雄看文人莫言如此严肃阴冷，不禁有些迟疑，但他还是大声铿锵有力道，不怕。我觉得我能够帮助他人，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好，很有精神。文人莫言竖起大拇指，少年，我一看你就是栋梁之才，有没有兴趣当我小弟，替我端茶倒水，洗衣叠被？听到这话的灰原雄懵逼，不是，接下来不是应该是来自前辈的肯定，学长的教导吗？怎么变成收小弟了？这流程不对吧？不好意思，搞错了。文人莫言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差点暴露了逗逼的本性。是接下来，你们跟着我身边，看我如何拔除咒灵，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们自己了。灰原雄用力的点了点头，
立马保证道：“放心，前辈，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殊不知，他们等会连看都没看清就结束。文人莫言点了点头：“不错，灰原你很有干劲啊，我很欣赏你这样的后辈。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我一定知无不答。恐怕用不了多久就能跻身成为一级咒术师了。”听到文人莫言的肯定，灰原雄显得异常激动，激动的差点就要扑到文人莫言的怀里。真的吗？那前辈，你什么等级的咒术师啊？文人莫言微微一笑，一脸神秘，开口就是凡尔赛。哎，一般般吧，也就特级。特级？灰原雄疑惑，看向身边一直没说话的七海剑人。七海，特级是什么等级？很高吗？听到特级两个字的七海剑人也是一惊。特级？七海剑人眼眸微微震颤。要知道，特级代表的可是咒术师的顶点，整个咒术界也就2个特级，一个是已经成为特级很久的老牌特级99游击，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刚刚晋升的特级咒术师文人莫言。七海剑人震惊，目光有些呆愣地看着自己旁边的学长。难道这名学长就是传说当中凭借一己之力大破3大咒祖师组织的文人莫言？感受着来自七海剑人那诧异震惊目光，文人莫言此刻故作高冷，表面上风轻云淡，实际上心里面别提有多爽了。哈哈，这就是装逼的快乐，实在是太爽了。文人莫言内心大笑，心里别提有多美了。难怪自己前世看的小说里面主角怎么都那么喜欢装杯打脸，扮猪吃虎，是真的爽啊！要不自己啥时候搞个龙王？第56章，看一眼就爆炸。很快，车停在了东京外围的一处精神病院外。这里好像不是我们的任务地点吧？七海剑人有些疑惑的开口。看着斑驳陈旧的医院外墙，附近还长满了杂草与爬山虎，显得十分的阴森恐怖，好像里面有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般。原本今天的气温很是温暖，甚至让人感到一丝燥热，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医院却让七海剑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看来里面有着超出了他实力范畴的咒灵，因为那是我的任务地点。你们2个菜鸟，好好学，好好看。前辈我啊，可是执行的1级任务哟。文人莫言无比自信道，招了招手，示意2人跟上自己的脚步，率先进入了医院大门。对于文人莫言来说，管你什么咒灵，都是一句话的事。等3人完全走进医院范围后，留守在外的辅助监督开启了隔绝一切的违障。进入医院，灰原雄一脸惊叹地望着缓缓笼罩的违障。哇，天怎么黑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啊？灰原雄好奇的目光四处张望，显得十分兴奋，有种孩童发现了全新事物那般快乐。七海剑人解释道，这是违障，这里距离住宅区很近，这是把我们隐藏起来，避免被外面看到的结界。哦，七海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因为上课有讲啊，你这个家伙忘记了吗？七海剑人淡淡的瞥了一眼灰原雄，这可是他们俩进学校的第1天就学习的基本常识，灰原这家伙居然忘得这么快。灰原雄尴尬的笑了笑，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有点印象。那前辈你呢？灰原雄问向文人莫言。我几乎不用违障，对于我来说，等他们把违障放完，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死给，好厉害，不愧是前辈。灰原雄目光崇拜地看着文人莫言，感受到灰原雄那满是崇拜的目光，文人莫言只感觉心里的虚荣心一顿满足。毕竟谁不喜欢被后辈发自内心的夸赞呢？反正他文人莫言喜欢。那么接下来你们好好看好好学，少说多看。接下来看我是如何拔除咒灵，能学多少经验就看你们的本事了。了解，前辈，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灰原雄立即保证道。七海剑人也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一定会目不转睛，学以致用。3人又走了10几米后，来到了医院的2楼。这里到处都是铁门与铁栅栏，苍白的墙纸也微微有些泛黄陈旧，加上违障，很有恐怖片里面那种老医院的氛围。很快，一只咒灵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等人的视野当中，但都是一些4级咒力十分弱小的咒灵，大部分只能影响一下普通人心情什么的，对人基本无害。只有稍强一点的4级咒灵才能影响普通人的身体状态，3级咒灵就已经拥有杀死人的实力。但幸运的是，绝大部分咒灵都是基本上对人伤害极低的4级咒灵，不然文人莫言他们这群咒术师得忙死。很快，在文人莫言的带领下，3人终于看到了一个值得拔除的目标。看见前面那个长得丑陋有恶心的咒灵了吗？文人莫言指着前方瑟瑟发抖像坨扭曲树精似的咒灵道。七海剑人与灰原雄点点头，看见了。前辈你准备拔除他吗？灰原雄询问道。七海剑人听到这话，先是感觉没什么问题，但后面又感觉全是问题。这咒灵不拔除干嘛？灰原雄你干嘛问这么白痴的问题？听到灰原雄的话，文人莫言也感觉不太对劲。
但又感觉灰原雄他问的好像没什么毛病，但又很有毛病。算了，管他的，反正等会他们俩看完自己拔除咒灵会更有毛病。文人莫言拉开拉链，将嘴露了出来，对准因为文人莫言强大咒力散发的威势而害怕的瑟瑟发抖、动弹不得的咒灵，爆炸吧！下一秒，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将不远处的2级咒灵瞬杀。灰原雄和七海剑人傻了，这就没了。想起他俩第一次执行任务，打个2级咒灵都打了半天，还差点出事。再对比一下文人莫言，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样，看懂了吗？七海剑人与灰原雄摇了摇头。文人莫言有些失望，果然，你们看不懂。倒也对，谁叫我实力这么强呢？七海剑人表示，这特么能看懂就怪了。接下来，3人找到了本次真正的任务。一头大如房屋，全身长满黑色触手，可以轻易将七海剑人和灰原雄碾碎的1级咒灵。触手咒灵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文人莫言与灰原雄3人，无数触手张牙舞爪，随后宛若游龙般朝着文人莫言等人猛冲而来，速度极快，就连七海剑人、灰原雄都惊出一身冷汗，反应过来想要躲避，却发现触手已经近在眼前。就当2人陷入慌乱绝望之际，袭来的黑色触手轰的一声化为齑粉。七海剑人、灰原雄目光难以置信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刚刚发生了什么？他们好像只看见了文人莫言多看了一眼那个咒灵，难道再看一眼就会爆炸？文人莫言冷笑，嘴角勾起一抹嚣狂的笑容，仿佛没有将眼前的咒灵放在眼里。好好看，你们2个，让你们见识见识一个特级咒术师是如何拔除咒灵的。说罢，文人莫言眼眸闪过一丝火焰，看了一眼触手咒灵。刚刚还乱舞着无数触手的咒灵瞬间被炙热的火焰包裹，渐渐融化。灰原雄与七海剑人目瞪口呆地见证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就是特级咒术师吗？太强了！灰原雄目光震颤，此刻文人莫言在他的心目中宛若神明，再看一眼就被融化，好可怕的术士！七海剑人吃惊，这可是1级咒灵，可以将他轻易抹杀的存在，居然这么轻易就被文人莫言抹杀拔除。七海剑人已经无法想象文人莫言到底有多强，仅仅只是2个眼神，甚至对方好像压根没有拿出像样的术士出来。第57章怀玉篇开始。东京一处建筑工地。太慢了，太慢了！灰原，你的速度是蜗牛吗？平角库，平角库！太弱了，太弱了！七海速度，速度！精确懂不懂？拿出你术士的优势出来行不行？一处还在建设的楼房内，七海剑人与灰原雄此刻正与一个酷似猎豹的2级咒灵鏖战。文人莫言在一旁指挥着2人的战斗中的不足。灰原，用你的术士火封住那个咒灵的路啊！哎呀，你俩咋这么笨呢？七海找准时机啊！你俩配合也太拉了。对，就是现在。灰原用火打乱那只咒灵的运动轨迹，七海跟上灰原的步伐。吃！七海剑人找准时机，利用手中的咒具与术士，找到刹那间的破绽，成功斩下对方一尾，给予伤害。一条粗大紫黑的尾巴被七海剑人瞅准时机斩断，咒灵惨嗷一声，发出悲鸣，黑色的血液纷飞，流淌在地。看着被砍伤的咒灵，灰原雄与七海剑人心情不由愉悦。就在2人继续乘胜追击，要将这只2级咒灵干掉的时候，文人莫言发现电话响了。文人莫言接通电话，哈，歌姬和明明失踪2天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莫言先是疑惑，随后后知后觉，心一惊。歌姬和明明失踪，那不是怀玉篇的开头吗？好，我马上就到。文人莫言挂断电话，看了一眼越战越勇2人。其实胜负在七海剑人斩断咒灵的尾巴那一刻起已经决定。失去尾巴的猎豹咒灵相当于失去了平衡系统，速度已经有了很明显的降低，没有刚刚那般难缠。文人莫言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就离开了这里。走之前还不忘放一个违章给2人，他可不想到时候被批评。来到约定的地点，夏油杰与5条悟加入萧子早已在车上恭候多时，4人出发。很快来到了一座住宅前。怎么搞？文人莫言看向身边的3人，加入萧子专门是来当奶妈的，而5条悟单纯没有任务来凑热闹，他可是出了名的与夏油杰形影不离，死都要粘在一起。他文人莫言也是来凑热闹的，单纯的来看看。原本这次的任务叶娥正道只派了夏油杰和加入萧子，没想到还有2个不请自来，就这么搞了。5条悟嘴角勾出一抹坏笑，咒力调动，一颗散发着蓝色光芒的光球出现在了5条悟的手中。咻的一声，光球直直冲向那间3层楼的楼房。轰隆隆，巨大的声音响起。此时正在住宅内执行任务的歌姬突然感觉到一阵失重，
好像这房子被什么东西吸上了天。不一会，仓的强大引力将房屋摧毁破坏，歌姬也因为房屋的破坏，终于逃离了那只咒灵的生得领域，但被碎石断臂压住，搞得十分狼狈。哟，没事吧，歌姬？五条悟笑眯眯地打着招呼。歌姬看见五条悟那张脸，就气没打一处来。混蛋，是你干的好事，对吗？歌姬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愤恨地用粉拳捶打着地面，恨不得现在捶的家伙就是五条悟。可惜歌姬这辈子都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一辈子都不可能突破五条悟的无下限咒术。没事吧，歌姬前辈，需要治疗吗？文人莫言关心地询问着歌姬，很快来到了歌姬的身前，将歌姬从乱石堆中救出。虽然歌姬没受什么大伤，但作为朋友的文人莫言还是很贴心地治疗了一下歌姬被碎石划破的小伤口。谢谢文人，你以后千万不要变得和那两个畜生一样啊！感谢过后的歌姬继续用愤怒的眼神盯着五条悟。歌姬走过的路会塌哟。无路赛，吵死了！八嘎呀路！歌姬愤愤地骂了一声五条悟，结果下一秒，一个巨大丑陋的咒灵从歌姬的身后破土而出，发出一阵诡异的叫声，很像老人们痛苦的嗫嚅。还没等歌姬尖叫出声，夏油杰就已经召唤了一只更加巨大的咒灵，将那只咒灵吞下。别吃了，等会我要吞的。夏油杰提醒自己的咒灵道。文人莫言看着走来的夏油杰，问道：杰，你天天吃这玩意，不难受吗？夏油杰无奈地耸了耸肩，没办法吗？想要获得力量，怎么可能不付出代价呢？我算好的了，不是吗？文人莫言表达了认可。的确，相比于大部分术师来说，夏油杰获取力量的方法代价确实很小。当然，他文人莫言获得力量的方法更小，还很逆天。自从那件事以后，文人莫言能察觉出夏油杰的变化。曾经的他吞噬咒灵的初衷和信仰是为了守护那些的普通人，现在更多是为了变得更加强大，守护他想守护的人。这就对了嘛，有些畜生压根不值得守护。文人莫言可不想后面夏油杰因为那些家伙而破防给黑化了，不然自己变得那么强干嘛？一是为了享受那种主宰一切的感觉，二是为了弥补曾经前世的遗憾。某些普通人有什么好守护的？他们的心比咒灵还脏，行为比真人还有作呕，以恶心欺辱他人为乐。文人莫言对那种人可没有什么好感，单纯为了害人而害人。校园欺凌，职场欺压，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此得到内心扭曲的快感。如果没这种人，他们咒术师至于天天没事就跑写字楼、学校去拔除咒灵吗？医院就算了，那真没办法，人在面对死亡和疾病都会产生大量的负面情绪。当然，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没有这种人呢？都说讨厌真人，可真人是人类的阴暗面诞生的怪物啊！他做的恶心事，不就是某些人类阴暗面想做的吗？这个世界阴暗的一面，真正的人类之恶，真人在他们面前也只不过是弟弟，有的学。咒术高专教室内，叶娥正道正严厉地教训着四人，说为什么没放违章。叶娥正道居高临下，老师独有的压迫感扑面而来，几人面面相觑，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了五条悟身上，然后不约而同地指向五条悟。五条悟一看，卧槽，你们真是我的好兄弟啊，迈得这么快。五条悟还想挣扎一下下，举起手，森森，我觉得违章什么的好麻烦啊。结果回应他的只有来自叶娥正道的无情铁拳。文人莫言也不知道为什么五条悟的无下限术士没挡住叶娥正道的拳头。对哦，这回的五条悟的无下限还没换成自动挡，需要主动释放。第58章天内离子。篮球场，此时五条悟正抱着篮球抱怨啊，违章有什么可放的？本来普通人就看不见咒术和咒灵，真的是还被训了。抱怨完，五条悟将篮球投了出去，身后的萧子无所事事，拿着五条悟的墨镜玩了起来。当然有必要了。夏油杰说出自己的看法，并拦截下了五条悟的投篮，一边说着一边打着球，发出啪啪啪的声音。抑制咒灵最好方法就是让人们的心得到平稳，为此看不见的威胁也必须隐藏。不仅如此，我们……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五条悟快步从夏油杰身边跑过，一把抢过夏油杰的球，准备投篮，却被文人莫言半空拦截。被抢球的五条悟眼神幽怨地看着文人莫言，真是麻烦啊，照顾弱者什么的也太累了。夏油杰依旧秉持强者就该扶弱一强，保护弱者的观点，五条悟却觉得强者就应该自由自在，不应该被这言论里有所束缚。随后两人开始争论，差点就动起手来。最后他们将目光放在了文人莫言的身上。卧槽，你们看我干嘛？我知道我比你们两个加起来都帅，但我不是 gay 好吗？文人莫言假装不懂，开玩笑道。五条悟与夏油杰切了一声，文人莫言看两人这副表情，
哈哈大笑。怎么说呢？你们两个说的都没错，但我觉得吧，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只不过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比较含蓄，没有大自然那般赤裸裸的残酷罢了。弱者服务于强者，而强者也该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你俩中和一下就行，反正我是这样觉得。说罢，文人莫言将篮球投入篮筐。哟，3分！文人莫言刚刚投进球，运动室的大门就被叶娥正道推开。你们几个还要玩到什么时候？叶娥正道眉头微皱，对几人的表现很不满意。文人莫言撇了撇嘴，自己可是特级咒术师，地位很高的好吧？就连御三家的家茂和禅院都对自己敬畏有加。随后，叶娥正道让3人跟着来到教室。路上3人看着比平常还要严肃的叶娥正道。夏油杰说出了实情，最近森森被定下了下一届高专的校长，难怪这老壁灯最近走路都骚起来了，我还以为他发春呢，搞了半天是升官了。文人莫言恍然大悟，窃窃私语。五条悟点了点头，表示认同。没错没错，春天到了。很快，在叶娥正道的带领下，3人来到了一间教室内。3人搬了一个凳子坐下，叶娥正道开始介绍起这次的任务，并说出了是天元大人专门指派3人完成，然后开始吧唧吧唧说着这次任务的重要性。除了夏油杰在认真的听，其他2人在摸鱼，甚至五条悟还觉得天元升华会很酷，立即就受到了叶娥正道的训斥。天元大人的升华可是关乎着社会的运转，五条悟，给我认真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叶娥正道正色道：好吧好吧，我知道了。随后叶娥正道继续介绍，五条悟听到新疆体与天元的关系以后，直接引用了数码宝贝的原理，就是避免让暴龙兽错误进化丧失暴龙兽，所以重新变成滚球兽，是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夏油杰点了点头。文人莫言道：哎，说起来，我最近新研发了一种咒骸，只需要不断灌入咒力，就可以持续变强，变换新的形态，就和数码宝贝一样哦。这下五条悟瞬间提起来兴趣。哦，真的吗？我要。OK 啊，等我具体研发出来，到时候我送你一个滚球兽，以物的咒力肯定可以进化出战斗暴龙兽的。说着，2人不由自主露出了狼狈为奸的笑容，压根没有将讲台上的叶娥正道放在眼里。一旁的夏油杰也被这个话题吸引，其实他更想要皮卡丘。叶娥正道看着台下已经把自己无视的几人，很是生气，自己可是要成为校长的男人，你们居然敢无视我。然后3人的脑袋上出现了2个大包。至于为什么文人莫言头上没有包，因为他头铁。叶娥正道继续说着这次的任务，简单来说就是保护新疆体，2天后满月时让其与天元大人同化。然后就是2个阻挠任务的组织，一个是企图颠覆世界的咒祖师组织 Q， 还有一个就是纯普通人组成信仰天元的盘星教。文人莫言看着电脑上 Q 组织的照片，怎么感觉这么二啊？就这傻帽程度还想颠覆世界？结束后，随后3人赶往新疆体所在地，中途3人还不忘慢悠悠地走过去，一点没把任务放在心上。等到地点以后，文人莫言3两下就干掉了 Q 组织的其中一名成员柯坤，这还是因为有新疆体在旁边的存在，不然就对方这个实力，不把他秒了都对不起自己。很快，五条悟也解决了另一个 Q 组织的成员最强战力的拜尔，就此那个拥有颠覆世界伟大抱负的 Q 组织解散。几人来到了一处新的房间，看着已经昏迷的天内离子，几人不约而同的互看对方。看我干嘛？你们拿着。说着，文人莫言就把天内离子甩给了五条悟，因为在文人莫言的记忆里，天内离子一醒来就会给抱着他的那个男人一个大比兜。文人莫言当然不怕，只是单纯的想看五条悟出糗。果然没过多久，天内离子醒来，啪的一下，很快啊，五条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天内离子抽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天内离子挣脱五条悟的公主抱，转身周体2圈半，完美落地，摆出架势。卑鄙小人，想要取本姑娘的命，本姑娘就先让你那命来。哈哈哈！看着被直接抽懵了，捂着抽红了脸的五条悟，文人莫言不厚道的大笑起来。第59章，本姑娘就是天元大人。五条悟拧起眉毛，捂着被抽红的脸，愤怒的死盯着天内离子，心里早就不知道骂眼前的天内离子多少遍了。我救了你，你居然恩将仇报，抽我，可恶！五条悟都想动手教训一下对方，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却被夏油杰拍住肩膀。夏油杰一脸温和，露出笑容：离子酱，你先冷静一下，我们和袭击你的那群人并非同伙。天内离子一脸不相信：少胡扯，明明顶着一张骗子的脸，还有刘海也很怪，怎么看都不像个好人。想骗本姑娘，下辈子吧。
看着被吐槽刘海奇怪、皮笑肉不笑的夏油杰，文人莫言坐在沙发上疯狂大笑，拍着大腿，哈哈哈哈！我不行了，不行了！你们两个也有今天啊！居然被一个小妮子对得哑口无言。笑笑笑，笑什么笑？这里面就你最奇怪，大热天的还把嘴捂着，一看就不是好人。天内离子将目光转向沙发上看戏的文人莫言，言辞犀利，瞬间文人莫言黑下了脸。五条悟和夏油杰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开始嘲笑起来文人莫言。见对方全部没再说话，天内离子得意地扬起了头，好好想欺负本姑娘，下辈子吧你们。天内离子一脸傲娇地抬起头，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殊不知刚刚被他对过的三人已经同仇敌忾，等待天内离子的将会是来自三大特级的惩罚。不要啊，我可是天元大人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哈哈哈！沙发上，天内离子被脱下鞋子，只剩下黑色过膝袜。沙发的两边，五条悟抓着天内离子的两只脚，夏油杰固定着两只手。文人莫言正用着羽毛挠着天内离子的脚心，望着几乎笑得喘不过气的天内离子，五条悟问文人莫言：“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文人莫言疑惑地看向五条悟，仿佛在说：“你不听听你刚刚说的什么？这是你五条悟该说的话。五条悟会不会惩罚太轻了呀？毕竟老子从小到大可没人抽过老子的帅脸。”想到这里，五条悟忍不住摸了摸刚刚被抽的那边脸。哦，那你想怎样？文人莫言停止挠痒痒，寻求五条悟的意见。五条悟将天内离子放开，思考了一会。文人，你平时都怎么做的？我？文人莫言指了指自己。五条悟，我一般都是折断对方的四肢，或者凌迟对方。五条悟一听，瞬间人麻了。我让你教训对方，没让你送走对方。文人，我们这次的任务可是保护对方啊。五条悟嘴角抽抽，被文人莫言的狠辣所震慑到。他知道文人莫言出了名的狠，但你也不至于这么狠吧？哦，那没关系啊，反正我会反转术式，就算对方只剩一口气，我也能把他救回来，手断了也能接回去。说着，文人莫言用危险的目光看向准备逃跑的天内离子。喂，你想跑哪里去？天内离子尖叫一声，今天他真是倒了血霉，刚刚才躲避一个怪大叔的追杀，又遇见这三个神经病。不跑，让你凌迟吗？叮！房间外的电梯声响起，身着女仆装的黑井美里骑着一个类似于牛的咒灵出现在几人的眼前。黑井，这几个家伙要杀我！天内离子一把抓住黑井美里的手臂，瑟瑟发抖。黑井美里看着被吓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天内离子，笑着安慰道：“离子，没事的，这三位是专门来保护你的。”啊？是吗？我不信，刚刚那个家伙还说要杀我。天内离子脸上半信半疑，充满敌意的盯着文人莫言和五条悟。黑井，说起来，你骑的这个是什么啊？天内离子看向黑井美里坐下的奇怪大牛。哦，这是那位刘海先生的术士哦。黑井美里介绍道。没想到惹来夏油杰的无奈，请不要这样介绍我。好了，既然一切搞定，我们回高专交差吧。文人莫言道。没错没错，我还在为这小鬼会因为与天元那个家伙同化而感到惋惜，想着顾及他的感受，没想到这家伙敌意居然这么大，早知道就不可怜他了。五条悟一脸嫌弃看着站在大牛身边的天内离子。你们别这么说，离子将也不是有意的。夏油杰为天内离子解释道。果真是下贱之徒的思考方式。天内离子翻身一跃，跳到大牛背上，双手叉腰，神气活现的对着几人就趾高气扬起来。天元大人就是本姑娘，本姑娘就是天元大人。有些愚民跟你一样，将死和童话混为一谈，简直大错特错。童话虽然会让本姑娘成为天元大人，但天元大人同样会成为本姑娘。本姑娘的意识、内心、灵魂同化后也会继续活在。无聊，快中午了，我们吃啥？文人莫言无聊地看向身边的两人。两人此刻正看着手机。你们几个听我说话！天内离子气呼呼道。闭嘴！小鬼，好好珍惜你接下来的时光，因为刚刚我接到消息，叶娥正道那个老壁灯居然敢让我们满足你接下来2天的所有条件。我接到的可是保护任务，又不是保姆任务。下一刻，文人莫言出现在了天内离子的身前，说：你还有什么愿望？虽然你与天元同化以后依旧会活着，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像现在一样自由。天内离子听到这话，突然伤感起来。的确，自己与天元同化，虽然还是活着，但却已经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自由。甚至与天元同化，真的还算活着吗？我想回学校。天内离子开口道。可以，满足。你们2个保护好这位女士。
文人莫言抓起天内离子，直接从几十层楼高跳了下去。没过多久，两人就到了学校附近。文人莫言看着天内离子，去吧，但我给你一个忠告，现在的你已经悬赏3000万，不想连累你的同学们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天内离子回头瞥了眼文人莫言，乌路塞，我的事不要你管，我可是天元大人，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我还想和我的同学们好好告别。第60章主宰。文人莫言目送着天内离子走进学校，随后离开去找五条悟他们会合。接下来怎么办？顺着那个小妞吗？本大爷可不想当保姆哎。五条悟抱怨道。不当也得当，这是任务，悟你想被训？文人莫言饶有趣味地看向五条悟。妈妈，你们两个稍安勿躁。夏油杰宽慰着两人。一旁的黑井美里站出，为之前天内离子的无礼道歉。实在抱歉，三位。离子的父母从小就因为意外去世，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她。其实离子是一个好好的女孩。好？五条悟满脸不相信，好女孩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所以你是离子酱的家人吗？夏油杰问道。黑井美里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算是吧。夏油杰能感觉到黑井美里很爱天内离子。黑井美里诉说了一番天内离子身世与注定悲哀的命运，让夏油杰动了恻隐之心。是吗？夏油杰听完黑井美里的讲述，摩挲着下巴，若有所思，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文人莫言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当时院前是自己的一个梦吧，让天内离子那个小妞活下去，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都在这里，那小妞怎么办？网上可是已经公开发布了悬赏，咒祖师们可不会给我们面子。五条悟开口道。很显然，黑井美里的真情流露也感动了五条悟，开始关心起天内离子。没事，让那小妞上完她最后一节音乐课，和同学们最后温馨一番吧。文人莫言笑着，眼眸闪过妖冶的光芒。没事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1个小时后，文人莫言几人慢悠悠地走向学校。这时的天内离子刚好下课，与众同学告别。拜拜，大家。天内离子挥手告别，心中酸涩，因为他知道今天过后再也见不到大家了。对面是文人莫言几人，此刻正在人潮涌动的人群对面等待着天内离子。离子，黑井美里挥手朝着天内离子打着招呼。一旁的五条悟与夏油杰疑惑：哎，怎么没见咒祖师啊？他们那群家伙视钱如命，况且只是杀个普通人，他们不应该跟疯狗一样咻咻咻的就来了吗？五条悟一边说着，一边张牙舞爪模拟着那群咒祖师的嘴脸。丑陋、肮脏、不堪。不清楚，按道理来说，网上的悬赏可没说有我们，他们早就该来了呀。夏油杰也疑惑道。咒祖师吗？文人莫言微微一笑。都被我解决了。被你解决了？几人震惊。你什么时候解决的？五条悟问道。我又没说我亲自解决的，拜托，你作为五条家的少家主，什么都得亲力亲为。你没手下？文人莫言白了一眼五条悟。五条悟无言以对。很快，几人来到了一处没人的走廊。一个身姿婀娜、一袭黑裙、宛若堕落的天使的女人从拐角出现。女人手中牵着2条铁链，铁链后拴着的不是狗，而是2个人。2个男人，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一个身体魁梧雄壮、戴着纸罩面具的中年男人。主人。明后微微居身，典雅得体。另一边的夏油杰与五条悟几人都被女人的美貌所震惊。这种震惊不是来自欲望，而是人类对美的欣赏。天内离子看着对方呼之欲出的山峰，又看了看自己，平平无奇。黑井美里看出了少女心思，想要鼓励一下对方，却又看了看自己。这我该怎么鼓励？文人莫言来到明后的身前，看向对方身后的被铁链拴住的2名咒祖师。拴住他们的不是铁链，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咒祖师而言，铁链是无法将他们禁锢，桎梏他们的是眼前之女无与伦比的力量。他们只能瑟瑟发抖，绝对的实力与恐惧让他们失去了反抗的想法与力量。他们独留的只有匍匐，等待着女人的审判。老的杀了，另一个留着。文人莫言短短的一句话，已然决定了2人的命运。遵命，主人。一把巨钺陡然间出现在了明后修长的纤细的双手之中，青铜的斧钺恍若玉石，刹那间青光掠过，老人的头颅被劈开来。过了3秒，头颅仿佛才后知后觉掉落在地，血液喷涌，直接洒到了另一个咒祖师的脸上。望着如此血腥的一幕，黑井美里先是一惊，立马将手遮住天内离子的眼睛。喂，文人，这里可是还有小孩子的，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吗？五条悟吐槽道。杀人见血什么的，对于他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简直再正常不过了。
对于他们而言，杀人已成常态，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触动。甚至他自己偶尔使用苍杀人的时候，那更是惨不忍睹。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文人莫言微微有些抱歉，但刚好他的身躯又挡住了大部分视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别到时候给天内离子留下心理阴影就不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家伙了。文人莫言冷漠地俯视着脚边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的咒祖师。喂，大叔，我给你2个选择，一就是像这个人一样，二，我选二，我选二。咒祖师赶忙选择第2个选项，能活着为什么要死？如果是之前，他或许还会硬气一会，但看着眼前的尸体是如此的醒目，如此的让人畏惧，他想活。文人莫言，那好吧，我还以为你们咒祖师会像鸟儿一样，为了自由放弃生命呢。最近刚好我的公司缺乏人手，这是契约，签了你就是我的人了。文人莫言拿出契约，是文人莫言用特殊的诅咒制成的束缚。好好好，我签，我这就签。咒祖师连连点头，生怕文人莫言改变主意。直到现在，他依旧没有想过反抗，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只能卑微求生。第61章，勉强算是吧。咒祖师看着眼前的契约，有些尴尬。那个，我没笔，怎么签啊？可以给我一支笔吗？咒祖师傻愣愣一笑，尴尬的摸了摸头，又害怕文人莫言一个不高兴，把自己给劈了。文人莫言无语，大叔，你是不是吓傻了？这份契约是用诅咒制成的，怎么可能用笔呢？那怎么办？咒祖师疑惑道。文人莫言撇了撇嘴，身后不远处的5条悟和夏油杰都开始忍不住笑了起来。第一次听说缔结束缚还要签契约，签就算了，还用笔？不行，我不能笑。天内离子一脸疑惑，这契约不用笔用什么？夏油杰解释道，诅咒制成的契约自然得用咒力来签订。虽然不知道文人为什么这么做，但应该有他的用意吧。文人莫言表示，自然是因为效力更加强大，无法违抗。而且束缚在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丝一毫的漏洞，比现场约定然后签订的束缚省事多了。咬破你的舌头，然后混合咒力即可。文人莫言开口道。咒祖师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按照文人莫言的指示，顺利将契约签订。血液混合着咒祖师独一无二的咒力洒在了契约之上，刹那间契约化为血光飞入双方的体内。咒祖师感到灵魂似乎被什么所绑定，仿佛是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而这颗炸弹爆炸控制权的拥有者便是文人莫言。文人莫言问明后，这家伙的实力如何？我需要评级一番。明后脱口出，垃圾、废物、侏罗。文人莫言，好像在明后眼里，咒术师的等级只要等级没到1级，咒灵没到特级，统称为垃圾、废物。没办法，文人莫言只好用另一种方式来决定对方的价值。你的术式是什么？咒祖师颤颤巍巍地开口答道。现在的他可不敢给对方任何脸色，自己的命现在都摆在对方手里。分身。文人莫言听到这个术式，眼前一亮。哦，不错哦，很有价值啊。文人莫言心中暗喜，看咒祖师的样子都顺眼了几分。分身，如果让自己领悟，那将会领悟出什么样的逆天术式呢？多重影分身，有点太 low 了。毕竟逆天，那必须得逼格起来啊。那就2级员工待遇，年薪1000万，有任务提成，指标达成有奖励，吃住公司包了，年终有年终奖，节假日双休，每天上班不固定打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有任务必须随叫随到，退休有养老金，任务受伤也有公司报销和兜底。怎么样，这个待遇如何？听到这些条件，咒祖师没想到对方居然会给自己如此丰厚的待遇，能不把自己当牛马使唤，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卧槽，我要是早知道贵公司待遇如此美丽，早就跳槽不干咒祖师了。咒祖师有什么好干的？风险又高，天天还要被咒术界通缉，不入流，东躲西藏的，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就是挺自由的。等等，待遇这么好，不会有一大堆危险任务吧？但我有的选吗？咒祖师想了想，还有一个疑惑没搞懂，就问了出来。那个，您公司那么缺人手，为什么要杀那个老头？这个老头实力也算是不错的。文人莫言像看一只蚂蚁一样，毫不在乎地开口道，因为他没有什么价值。我的公司可是很人性化、专业化、稳定化的，比起待遇，比国企只高不低。那个老家伙老骨头老架的，说不定再干2年就退休了，也说不定。到时候公司花钱给他养老，你说他有什么价值？有什么资格在与我为敌的情况下活着？最好的敌人永远是死去的敌人。
文人莫言的话让咒祖师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这种藐视生命的态度，简直比他这个咒祖师还咒祖师。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 boss。文人莫言掏出一张黑色的名片，甩给了对方，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报到。咒祖师双手郑重地接下文人莫言给的名片，上面写着的是一个叫齐先生的家伙。对了，把这个尸体处理一下，毕竟这里可是学校，不要吓到那些年轻的花朵了。咒祖师点了点头，3两下就处理了现场，速度之快之熟练，甚至完全看不出来刚刚这里死了人，很明显是位老手，经常干这种事。文人，这位是？五条悟挑了挑眉，一脸八卦地指了指明后。毕竟这么漂亮、气质绝佳的女人，他五条悟也是第一次见。这位吗？勉强算是我的女人。文人莫言毫不避讳地回答道。什么？女人？众人惊呼。不是说好了一起单身的吗？做彼此的天使，你这个畜生，居然违背我们当初的诺言！五条悟捂着胸口，表情夸张至极，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看错你的样子。文人莫言无语，我他妈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让人觉得反胃的话？还彼此的天使？你的天使不是夏油杰吗？一旁的夏油杰发生了盲点。文人，你刚刚说勉强，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完全确定关系？夏油杰指了指两人。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这么漂亮的大姐姐，你这个细狗怎么可能追得到？原来是一厢情愿，单相思啊，嘻嘻嘻。五条悟幸灾乐祸看着文人莫言，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看你赚钱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啊！眼前的明后只不过是一个分身，目前明后的本体应该在华夏哪个地方封存着。第62章计划。不仅是因为这个，文人莫言需要前往华夏与世界各地，而是他筹备许久的大计划，是他变强的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是，文人莫言察觉到了自己复活后手的问题所在。目前明后之所以听命于我，尊敬崇拜，深爱着我，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咒术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假如我一死，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失效，那明后还会如自己所计划那般因为爱诅咒我吗？一定不会。别看现在那些咒灵一个个对我言听计从，只要我一死，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失效，他们立马就会暴动，说不定第一个编我尸体的不是敌人，而是我的咒灵们。所以文人莫言前往华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到明后真正的爱。虽然会有生命危险，但用命去换取一个复活的机会，还是很值的。况且文人莫言并不觉得明后的本体能干掉自己，文人莫言从始至终也只是把明后作为复活的手段、工具人。相比于女人，文人莫言更痴迷于力量，变强，变得更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因悬赏而来的咒祖师可是源源不断的哟。五条悟问道。学校内几人站在过道上商量。先离开这里吧。文人莫言开口说道，随后将目光看向天内离子。你应该和你的同学们告别完了吧？如果继续待在学校的话，只会害了你的同学们的。你也不想你的同学们出事吧？天内离子听着文人莫言的警告，心中有些失落，但为了同学们，他不得不选择离开学校。我知道，我现在就跟你们走。我能够与他们上完最后一节课，已经很满足了。谢谢你。天内离子感激地重重鞠了个躬。文人莫言，没事，我也是执行任务。小妞，你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吗？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毕竟再过2天，你就不能像现在一样自由自在了。文人莫言感叹一句，同时也在提醒着对方，提醒着五条悟和夏油杰。听到这话的4人都露出了各不相同的神态。天内离子的悲伤，随后的释怀与接受。这一天注定要来，这是命中注定的。黑井美里的不舍和难过，夏油杰的思考，五条悟眼眸的坚定一闪而过，与文人莫言的无所谓。反正最后的结局，天内离子会回归正常生活，或者说因为文人莫言几人的帮助，加入咒术高专也说不定。作为新疆体，可是有很高的咒术天赋的。天内离子小手紧紧攥在一起，最终思绪良久。因为新疆体的原因，我从小就待在这个城市，没有出去过。我想和黑井一起去来一场旅行。文人莫言答应下来，当然可以，去冲绳吧，那个可是有名的旅游胜地。最重要的是，那里咒诅失效。天内离子内心激动，小脸红晕升起，像一个红扑扑的小苹果，重重的点了点头。第63章伏黑甚尔。东京赛艇赛事场的餐馆内，电视上正播放着一场赛艇赛事。一名身着一袭休闲黑色服饰，踩着拖鞋，一脸悠闲的魁梧男人，此刻正一边打着电话，享用着他的食物。甚尔，你确定这次任务可以得手吗？电话的另一边，天宇暴君伏黑甚尔的介绍人声音有些凝重道。
这次任务目标的护卫可是5条家的六眼与最近刚刚晋级特级咒术师风头正盛的文人莫言。我可是听你的安排，把盘星教3000万的预付定金给砸了进去。盘星教的那群家伙甚至已经开始质疑你的能力，准备公开在网上发布招募，别到时候我们血本无归。听着电话那头的伏黑甚尔悠然一笑，仿佛一切都在自己的精密计划之中。没事的，对方可是拥有几百年都未曾出现的六眼，有他的保护下，目标任务是不可能出事的。而且你不是说了吗？还有特级咒术师，那群蠢货只不过是我用来消耗骚扰六眼精力的棋子罢了。伏黑甚尔说着，起身准备去自助茶水处接杯热茶，途中不小心撞倒了一名男子。男子刚刚打的一碗热面因为伏黑甚尔洒落一地，冒着腾腾的热气。男子想要找茬，却被伏黑甚尔的气魄所震慑。望着伏黑甚尔魁梧挺拔如山岳，以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男子欲言又止，最终伏黑甚尔转身离去，没有将刚刚的事情放在眼里。电视上正播放着赛艇赛事的赛事点，伏黑甚尔看着手中的下注票，发现自己投的选手此时正落于马后。可对方还有新晋的特级咒术师，而且据消息还是一名咒言师，你能拿得下他们吗？伏黑甚尔回到座位，看了一眼电视，立马回答道：当然不能。那你还接？电话那头情绪明显激动起来，毕竟那可是3000万，又不是3000块。伏黑甚尔笑了笑，喝了一口热茶。别急嘛，说不定等会那名特级咒术师就因为某个原因没空护卫了，也说不定嘛。就算如此，那六眼呢？电话那头传来：六眼吗？伏黑甚尔看着电视，自己下注的选手在最后一刻成功反超，拿下比赛。望着自己下注的选手成功夺冠，伏黑甚尔嘴角扯出一抹自信的笑容。那可说不准。听到伏黑甚尔的保证，电话那头的中介才微微缓了口气。那就靠你了，术师杀手。说起来，你怎么确定那名特级咒术师待会放弃护卫任务的？伏黑甚尔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特级。伏黑甚尔喃喃自语，不由回想起曾经的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那时伏黑甚尔因为某些原因刚刚屠戮了半个禅院家，没过多久，一个女人找上了他，开口就问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伏黑甚尔原本不打算理会对方，没想到对方却直截了当告白了自己。禅院甚尔，我就喜欢你这样朴实无华拼搏型的男人，与我交往吧。伏黑甚尔不以为然，你是谁？99游击摆出一个妩媚的姿态，还眨了一个媚眼送给伏黑甚尔，企图吸引伏黑甚尔。特级咒术师99游击。哦，特级？伏黑甚尔勾勒出一抹冰冷的笑容。恶魔希罗伊达，有趣。刚好我想见识见识所谓的特级是什么水平。伏黑甚尔掏出当时自己唯一的咒具，与99游击战斗起来。他想要证明，哪怕自己没有咒力，也能打败那些所谓强大的咒术师。你们这群咒术师才是猴子。那时的伏黑甚尔还没有收集到天逆谋与噬魂刀，最终的结果就是他被锤爆了，连同他当时屠戮禅院家建立的自信心，伏黑甚尔当时人都给锤麻了。他引以为傲，有着恐怖强悍之称的肉体，一拳就被99游击差点打得散架。要是随便换一个咒术师，不死都得破个大洞，重伤瘫痪，没有战斗力。这就是特级的统治力。当时伏黑甚尔感觉和自己打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形母暴龙。然后99游击开始对伏黑甚尔展开猛烈的追求。他从未见过哪个男人能硬吃他一拳还能动的，是他喜欢的类型。爱了。伏黑甚尔被99游击给弄怕了，直接躲了起来。要是和这女人交往，说不定自己以后会被压死在床上。伏黑甚尔他虽然渣，但不傻，这种类型的女人太变态了。没想到这次的任务居然还有特级。伏黑甚尔自认为自己实力很强，但还没自大到可以对付一个特级咒术师。特级，整个咒术师目前也只有2位，毋庸置疑，他们的实力是整个咒术界的顶端，断层，说是主宰也不为过。伏黑甚尔曾经见识过99游击的实力，就已经让他感到绝望。哪怕是现在拥有天逆谋和噬魂刀的他，对上99游击也只能用命去换，才有可能将其斩杀。更别说这次任务的文人莫言，前不久还传出了打败99游击的消息。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空穴怎么来风？所以不管他真的假的，如果这次的任务当中有文人莫言，他伏黑甚尔都不会接下这个任务。同时对上一名特级咒言师加上6眼，操，那不是活腻歪找死吗？伏黑甚尔原本不准备接下这个任务，但一个人的到来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而这个人就是伏黑甚尔的亲爷爷，禅院家的10种银法术拥有者，也是当初阻止了他继续杀戮的禅院之人。老东西，虽然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伏黑甚尔嘴角勾起，目光闪过一丝凌冽贪婪的芒光。没办法，谁叫那个盘星交出来1个亿啊？有了这1个亿，不知道够他赌多久的了。不对，直接一把梭哈，一步登天，从此实现财富自由。另一边，即将登基的几人，冲绳，冲绳，我们来了！五条悟与天内离子表现得很兴奋。就在这时，文人莫言的电话响了起来，有个地方出现了特级咒灵，需要我去处理。事态这么紧急吗？文人莫言眉头紧蹙。行吧，我马上就到。第64章，禅院家的阴谋。文人莫言挂断电话，看了一眼已经待机的众人。文人莫言来到五条悟和夏油杰的身边，说明了情况。这样吗？夏油杰掐着下巴思考着。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么个事，总感觉很蹊跷。但世事难预料，谁也说不准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代交部，有我和杰在，你就安心去吧。五条悟面带笑容，给了文人莫言一个极其自信的目光，好像再说包在我们身上，没问题。文人莫言，那这里我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保护好那小妞，别把任务搞砸了，会被森森给痛骂的。最近他可是春风得意。知道了知道了，还没当校长就已经有校长的官威了呢，我才不怕他呢。五条悟打断，表情不在乎道：那我就先走了，你们注意一点。文人莫言话说完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来到机场外，一辆黑色轿车已经恭候。特级咒术师文人莫言先生，我是来接您的。一名身着黑色西服戴着墨镜的男子为文人莫言拉开车门，迎接文人莫言的到来。上了车，在辅助监督的介绍下，文人莫言这才了解了具体任务的地点和事件。这么远吗？文人莫言眉头微微蹙起，看着手中的文件 TNND 山咔咔，驱车都要大半天，还是要山路，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山村。那种鬼地方到底是什么重大冤情，这么大怨气？特级咒灵都给整出来了，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文人莫言看着手中的文件，其实心里已经猜出了大半，多半是有人刻意安排。而能够安排特级咒灵的咒术师，在整个咒术界也是寥寥无几。结合前世的记忆，文人莫言基本上能够断定，禅院家吗？文人莫言望着才窗外快速退去的道路与景色，若有所思。御三家的禅院家与五条家一直不和，现在的禅院家青黄不接，后代当中连一个继承家族十种银法术术士的后辈都没有。反观五条家，出了一个几百年都难得一遇的六眼，一出世，整个咒术界格局就发生了大改变。隐隐已经有御三家之首的迹象，可谓是如日中天。加上前不久文人莫言还敲诈了2家，更是让禅院家雪上加霜。看似伏黑甚尔脱离了禅院家，实际上还是与禅院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借此机会削弱五条家吗？伏黑甚尔低头思考，确实，想要打败五条悟，就得想办法破开对的无下限术士的防御。恰好伏黑甚尔有这方面的特级咒具天逆谋，哪怕不成功，他们禅院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还借刀杀人，除去单纯屠杀禅院家族的凶手。成功了自然更好，毕竟五条家的衰落对禅院家而言可是非常好的局面，真是一手好算盘。而这手算盘却又令所有人根本想不到，毕竟谁有会去注意一个灵咒灵的人呢？谁又能想到一个灵咒力的家伙有着如此强悍的战力，媲美准特级？这也就是为什么五条悟刚开始见到伏黑甚尔的惊讶，与伏黑甚尔见到五条悟的从容。情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从一开始，五条悟就已经陷入了伏黑甚尔完美的情报和计划当中，无法自拔，如一只巨兽循循善诱，最终落入了无法逃脱的深渊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文人莫言支开的原因，因为伏黑甚尔再强，再心思缜密，计划再完美，也不可能同时对付2人。这之间的差距已经不是依靠计划和算计可以拉近甚至改变的。在双方正面交锋且都熟知对方情报的状况下，伏黑甚尔想赢五条悟的几率很低，因为五条悟只需要防备伏黑甚尔的天逆谋就随便打。但在如此周密的计划下，伏黑甚尔只要抓住机会就能赢。战斗瞬息万变，不是说谁更强就一定会赢，弱小抓住刹那的机会也能反败为胜。胜负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胜负只在一瞬间。当然，如果实力太牛逼，差距巨大，刚刚我说的都是放屁。深夜，文人莫言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来到了一间小房子内作为休息据点。早在文人莫言离开后的1个小时，五条悟几人就已经飞到了冲绳，享受沙滩与阳光。只有文人莫言苦逼地坐在车上，无聊至极地浪费生命。要不是因为珍惜和伏黑会都是禅院家的人，文人莫言真想现在就把禅院家除了。闲得没事支开自己，
他们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很聪明吧？其实文人莫言早就看穿了，配合他们演戏而已。毕竟五条悟的觉醒还需要伏黑甚尔的帮助啊。学不会反转术式，甚尔老师教教你就好了，一刀出成效，区区又是几刀，直接觉醒。这剧情很像魔海王啊。毕竟禅院家也就那样，哪怕对方有10种引法术的术师放出魔须罗，文人莫言眼里也只不过是玩具，一个很抗揍的玩具。五条悟曾经也请教过文人莫言如何学会反转术式，他说萧子教他的他完全搞不懂。羞，什么鬼？教的也太抽象了，飞机吗？还说自己没天赋，我五条悟堂堂五条家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六眼，你居然说我没天赋？但让五条悟没想到的是，文人莫言教的更抽象。教完后的文人莫言无奈地拍了拍一脸懵逼五条悟的肩膀，语重心长来了一句：少年，我能教的都教了，自己悟吧。来到村庄，夜色撩人，月明星稀，这里坐落着百户人家，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年轻人们已经离开了这里，前往大城市发展。文人莫言与辅助监督在村长的安排下住进了一户人家，房间虽然不大，但干净整洁。看来村长并没有太糊弄文人莫言两人，还是给予了该给予的东西与物品，并且准备了丰盛的当地特色与晚餐。只不过文人莫言对大娘们跳的舞真不感兴趣，倒是村长和村里人看得其乐融融。翌日，太阳升起，灼热的阳光毫不留情地刺射在文人莫言的身上之上。这次文人莫言的任务是山上的一处大别墅。文人莫言发现，但凡只要发生了什么特别大的咒灵事件在乡村，那必然就是有一个大别墅。感情这成规律了。第65章武神灵体开。烈日当空，蝉鸣四起，晨露垂涎欲滴，宛若颗颗晶莹剔透的璀璨之晶垂掉在青翠碧绿的草间。路上，文人莫言漫步而行，身后跟着的是一袭黑色西服的辅助监督。既然这次的特级咒灵是禅院家安排的，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咒灵能够拖住我一天。文人莫言微微一笑，心中稍许有些期待。一般的特级，禅院家恐怕不会拿出手，应该是一个实力不弱于后面4大天灾级别的咒灵。既然送福利，我自然会好好接下。距离五条悟他们回到高专还有1天。冲绳，五条悟与天内离子4人在酒店吃完丰盛的早餐后，继续在冲绳游玩起来。另一边，五条悟已经安排好了学弟灰原雄与七海健人在机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待几人。结果却是后面五条悟心疼天内离子，又玩了1天，放了七海他们鸽子。山村，文人莫言前往打怪的路上，望着渐渐展露的别墅，文人莫言眉头一皱，脚步忽地停下。等等！文人莫言伸手制止，辅助监督疑惑地停下脚步。怎么了，文人莫言大人？文人莫言看了一眼自己前方，随后将脚边的一块石子踢飞，结果石子还没飞出2米，竟神秘消失不见。这是……身后的辅助监督又惊又疑地看着前方，是咒灵的生得领域。文人莫言开口道。辅助监督不可思议道：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生得领域？这里最起码距离目的地还有数百米。文人莫言淡淡道：没什么不可能的，只能说你从未遇见过如此强大的咒灵罢了。你就在这里待命吧，我自己一个人进去。文人莫言，放下违杖吧。辅助监督愣了愣，有些难为情。那个大人，我的咒力无法放出如此巨大的违杖。文人莫言没有回头，径直了进去。一个黑色的小球在半空当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正巧落在了辅助监督的手中。很快，黑色的违杖宛若倒扣的巨碗，将附近方圆1里完全包围。走进生得领域的文人莫言，好像感觉自己刚刚穿过了一道水膜，原本炙热的阳光与嘈杂的蝉鸣瞬间消失。迎接文人莫言的是晦暗凄冷朦胧的幽雾。一条曲径的小路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面前，在刚刚的视线当中可没有这条小路。气氛越来越诡异起来，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已经开始心惊肉跳，惶恐不安起来，但对于文人莫言来说，这样的事情已是家常便饭。文人莫言顺着小路向前走去，很快来到了一处大门。看来禅院家这次算是下了血本啊。文人莫言望着已经变得高大庄严的门头，俨然不是之前所看见的别墅，而更像是一个中世纪贵族居住的庄园，占地面积极广。如果门口可以插满美丽玫瑰的话，就更像了。文人莫言缓缓走进庄园，闲庭漫步，仿佛走在的是自己家的花园一样。在这诡异的生得领域下，一般的术师恐怕已经汗流浃背，神经紧绷。文人莫言饶有趣味地环视了一圈附近，宽阔的广场、喷泉、花圃，巨大的4层西式建筑一应俱全。头一次见这么有品位的生得领域，文人莫言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拔除这么多咒灵，
第一次看见这种富有西方童话式美感的生得领域。或许这咒灵它真的该种点什么，这样的话就很像美女与野兽那个野兽王子的城堡了。文人莫言继续漫步，丝毫不急切地寻找咒灵。既然禅院家想要拖延时间，那就陪他们玩玩吧。文人莫言从走进生的领域那一刻就已经察觉到了异常。文人莫言继续走着，准备绕过前方建筑，走向后方看看还有什么时，一团晦暗迷雾从后方飘来，踏踏踏踏，好像是马蹄声音传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要到来一般。下一秒，一头身形巨大、身体高度媲美庄园建筑，长着一张绝美女子的脸，身躯半人半马，马背生有双翼，马身被黑白参半的浓厚皮毛遮盖，尾巴为白蛇的怪物从庄园后方缓缓走来，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视野之中。文人莫言与这只诡异的咒灵四目相对，宛若琥珀，生机勃勃的瞳孔与面如死灰，毫无生机，纯白一片的双目对视，有意思。望着绝美咒灵，这是文人莫言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咒灵，明明奇怪非常，诡异至极，却又有一种妖冶的美。明明不搭配的各种怪异特征，结合起来却有一种毕加索扭曲的美丽。绝美咒灵宛若一尊巨大雕像一般，静静地矗立着。文人莫言双手交叉环抱，静静地注视着绝美咒灵，怎么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熟悉感？文人莫言摩挲着下巴，这咒灵怎么越看越怪，却又有种在哪里见过的样子。文人莫言还在思考着，绝美咒灵已然摆开架势，惨白的手臂宛若没有皮肉的白骨，几道骨架延伸出来，好像化为了宛若艺术品的弓弩。绝美咒灵巨大身躯微微后倾，弯弓拉箭，几只锋芒毕露的骨刺赫然凝聚，出现在了手臂之上。骨刺尖锐，宛若玉石，泛起要白羽寒芒，又仿佛厚重坚硬如金铁，散发的气势好像无物不破，哪怕是大地也能轻易洞穿。咻！骨刺刹那间刺破空气，划破空间，掀起宛若刀气的罡风，发出阵阵刺耳欲聋的尖啸，其威势已然撕裂大地。仅仅只是一瞬间，数道骨刺就已经来到文人莫言的身前。可文人莫言并没有想要躲避的意思，一股磅礴如海的咒力从文人莫言的身体内喷发而出，其散发的气魄直接将整个庄园弥漫的雾气吹散开来。骨刺掠过，文人莫言毫发无损，其中一根骨刺被文人莫言单手稳稳接住。已经很久没遇见这么让我满意的咒灵了，也好，很久没战斗了，让我试试你的力量吧。文人莫言将比钢铁还要坚硬的骨刺直接捏成齑粉，轻喝一声：“武神灵体，开！”第66章，禅院南美子。望着已经开启战斗姿态术式的文人莫言，绝美咒灵似乎感到了一丝威胁，双臂化为锋利的骨刃，原本的3000青丝也化为了密密麻麻的尖锐细小的骨针。绝美咒灵绝态的身躯微微往前倾，仿佛一台随时准备进军的战争兵器。绝美咒灵似乎没有感情，没有其他咒灵那般诅咒的哀怨与执着，完完全全是一个机器人一般。就在绝美咒灵冲锋要将文人莫言刺穿时，文人莫言身形一闪，一道残影留下，锐利的骨刃将留下的残影刺破。砰！文人莫言身形再现，已然出现在了绝美咒灵的眼前，猛地一拳挥向绝美咒灵的脑袋。轰！巨大的力量与攻击将绝美咒灵巨大的身躯轰飞100米，沿途的建筑被破坏，大地也被离出一道深深的痕迹。刚刚的一击直接将绝美咒灵的脑袋直接打得凹陷进去，看起来十分恐怖。但凭借咒灵强大的恢复能力，绝美咒灵面无表情地将头颅的伤势恢复了回去。文人莫言站在破碎的建筑最高处，俯视着被自己击倒的绝美咒灵。他不喜欢抬头看任何人、任何咒灵。绝美咒灵并没有因为文人莫言的强大攻击感到恐惧，哪怕实力差距如此巨大。要知道，哪怕是最弱小的咒灵都会表现出害怕和愤怒的情感，可眼前的特级咒灵却没有这种感觉，真是奇怪。文人莫言平静地遥望着禅院家，一间隐藏在禅院总部最深处的房间。当代家主禅院直皮人与他的亲弟弟禅院善此刻正跪坐在地，而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死气缠身却又不怒自威的老者。禅院真正的幕后者，禅院直人。禅院直人浑浊的目光扫视了一眼自己的2个儿子。二儿子禅院直皮人天赋最好，可惜继承的是家族咒术之一投射咒法，不是10种引法术。三儿子禅院善天赋一般，脾性也不行，办事也不行。至于大儿子，早就在数年前那次事件中死去。当然，禅院直人并不痛心，毕竟他的大儿子挺废物，还生出了一个废物儿子，把禅院家弄得鸡犬不宁。禅院直人淡漠开口：“今年家族是否有新鲜血液涌出？”父亲，今年拥有成为咒术师资格的孩子有33名，其中禅院山带着丝丝谄媚与恐惧如实禀报：“
顺便还拍了一波禅院直人的马屁。但似乎禅院直人并没有将禅院山的马屁听进去，而是喃喃自语：今年还是没有继承十种营法术的后辈吗？禅院直人不由得目光有些涣散与失望。虽然十种营法术并不是必须需要另一名十种营法术的长者教导，但禅院直人不甘心，他迫切需要一名继承十种营法术的继承人来对抗五条家的六眼。禅院从来都是御三家之首，相比于家茂家赤血操术的普遍与不出众，五条家六眼的稀有，他们禅院家的十种营法术才是真正的将两家的优点结合，强大、完美、出众和几乎不断层的继承，这是五条家与家茂家都不曾有过的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禅院家如此之傲气强势的原因，因为十种营法术啊，哪怕打不过你，我也能要你命，直接把你硬拉入吊服一事，同归于尽。数百年前的六眼不就是这样被他们禅院先祖给干掉的吗？其实说好听一点叫同归于尽，难听就是两货都被魔须罗锤死了。但不得不承认禅院家十种营法术的厉害，毕竟魔须罗能与15指的秀挪打得有来有回，要知道胡宝连根毛都没摸到15指秀挪，退魔之剑更是天克咒灵，一刀秒。禅院直人看向禅院善，也就是真希与真一的父亲，那件事你做得怎么样了？禅院山惶恐地将头磕地，语气小心翼翼且恭敬：我按照父亲大人您的安排，已经将我们禅院家的特级咒灵释放在了一处十分偏僻的山村，相信那个少年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回到东京的。禅院直人微微点了点头：那就好。你释放的是哪个特级咒灵？禅院山语气略带一丝激动，好像已经期待很久。老者问他这句话，是境地最深处那只特级咒灵。禅院善话音刚落，房间内气氛一凝，空气仿佛都凝固。下一秒，禅院善被一股强横的巨力扇飞，出手的正是禅院直人十种营法术的式神。蠢货！禅院直人怒喝一声：我将带有我咒力的家主手谕交给你，原本以为你能干件好事，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干不好。禅院直人被气得胸膛起伏，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好像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接不上气，直接归西。但最终禅院直人还是平稳了下来，对自己的儿子禅院山冷冷道：你果然还是这么没用，你太让我失望了。听说你的妻子给你生了一个双胞胎，一个没咒力，一个咒力低下，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善，双胞胎，术师的诅咒，被所有咒术师家族所唾弃，因为双胞胎诞生的胎儿咒力极低，甚至绝大部分连成为咒术师的资格都没有。禅院家的禁地只有继承了十种营法术的家主才能打开，是禅院家的底蕴之一，也是最重要的隐藏战力之一，里面蕴含着禅院家千年来积蓄的特殊战力。禅院南美子天生绝力，术士才能也是一绝。数百年前，一名天赋异禀继承了十种营法术禅院家主的妻子，术士为白骨。那名禅院家主也被誉为禅院家千年不出的异才，也是有史以来最有机会调服魔须罗的禅院家主。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可惜后来他的妻子禅院南美子不幸死去，他悲痛欲绝，因爱诅咒，将禅院南美子诅咒成为咒灵，从此也一蹶不振，最终在调服魔须罗的过程当中被魔须罗杀死。而他的妻子也被禅院家的人用秘密手段保存封印起来，作为战争兵器使用。生得领域战场一片狼藉，刚刚还华美庄严的庄园，此刻已成废墟。无数骨刺白花花的矗立在大地之上，密密麻麻，宛若白色的森林。文人莫言孤高的伫立在最高的那根几乎要冲破天际的骨刺之上，浑身纤尘不染，仿佛刚刚战斗与他无关。文人莫言目光俯瞰着自己脚下被自己打得伤痕累累的绝美咒灵，文人莫言能感觉到绝美咒灵似乎还有底牌。就在此刻，文人莫言瞳孔微微一震，仿佛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领域展开，嵌合暗一停。第67章，这就是爱情。绝美咒灵宛若无瑕白玉的十指结印，黑色的领域瞬间将文人莫言笼罩。真是不可思议，这只特级咒灵的领域居然是嵌合暗一停。文人莫言微微有些吃惊。按道理来说，大部分领域与自身术式有关，火那就是火属性领域，式神就应该是式神属性的领域。但这只咒灵从刚刚战斗表现来看，明明就是骨头啊，这么会是嵌合暗一停这种式神属性的领域？望着已经完全包围困住自己的嵌合暗一停，文人莫言并不慌张，毕竟绝美咒灵挺弱的，对他根本造成不了任何威胁，反而很疑惑。但当对方召唤出式神那一刻，文人莫言人傻了，绝美咒灵居然是召唤了一大群只有骨头的式神。文人莫言明白了，搞了半天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着是嵌合暗一停，其实本质依旧是自己的术士白骨。文人莫言无语，看着绝美咒灵毫无感情的脸，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白白期待了呀。
但不得不承认，这茜和岸一婷还挺像回事，和自己前世记忆当中挺像的，宛若炼狱一般映照着诡谲的血红光芒，有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无数的古兽真的就像10种银法术的式神一般，除了没有魔须罗，其他一应俱全。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不玩了。文人莫言微微一笑，目光玩味地看向绝美咒灵，说实话，我倒想真的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感情。咒灵本就是人们的诅咒与情感所诞生，爱、恨、嫉妒、害怕、恐惧、失去、死亡。越是强大的咒灵，拥有的情感也就越丰富，智商也会越高，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执念奋不顾身。胡堡，一个属于咒灵的世界，哪怕死去。花域，星球在哭泣，自然在落泪，美丽的花海在凋零腐坏，我需要守护他们。真人，没错，出生不对，出生都抬举他了。所以文人莫言断定，绝美咒灵的内心深处绝对有着无法忘却的感情，而那份感情就是他诅咒。而打败领域展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展开一个比对方强大的领域便是。文人莫言单手结印，领域展开，千山玉香风，胡服的术士，情欲。那么就让我唤醒你的内心，让你看看你内心真正的样子吧。此刻文人莫言宛若天使，散发着纯白的光芒，赤白的光宛若太阳，一瞬间便将阴暗诡异的茜和暗一庭照亮。绝美咒灵仿佛来到了一处纯白没有边界的空间，这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只有自己和那个他。南美子，好久不见。光芒之中，一名男子眼怀爱意地出现在了绝美咒灵的眼前。第一次，绝美咒灵宛若石头雕刻的眼中流露出情感、爱意。好久不见。巨大的怪异身躯缓缓碎裂，宛若崩碎的镜片，化为光点纷纷扬扬。一名美丽端庄的女人随着光点的消散出现，她身姿婀娜，体态优美，雍容华贵，身着一袭华白和服，美不胜收，满眼爱意地望着眼前的男子。此刻她不再是一只咒灵，也不再是禅院家的兵器，她是禅院南美子，眼前男子的爱人、妻子。不知过了多久，光芒散去，怪异的身躯依旧矗立，唯一不同的是，原本淡漠无情、宛若雕塑的眼眸变得生动起来，拥有了感情。那份感情来自爱的诅咒啊，感人，真是太感人了。文人莫言鼓着掌，感慨万千。难怪这咒灵的领域和茜和暗一庭如此相像，原来是因为刚刚那个男人。这个就是爱情啊，哪怕我已死去，我也无法忘记，我也想继续陪伴着你。这份感情有够扭曲的。嘿嘿嘿，他文人莫言最喜欢这种情节了，有种怪异的快感。最重要的是，这只咒灵实力又强了，这也是文人莫言的目的，解放对方深处的诅咒。就像谷子哥以古犹太全力以赴的时候戴戒指一样。上吧，李湘，最喜欢犹太了。感情直接拉满，咒力直接爆表。文人莫言感觉了一下时间，应该差不多了，便没有兴趣继续和这只咒灵玩下去。那么臣服吧。无上限咒灵操炎术发动，无论你再强的咒灵，再多的执念，在无上限咒灵操炎术面前也只能屈居第二，而第一就是文人莫言的指令。战斗结束，禅院南美子被文人莫言收服，生的领域消散，文人莫言打开帷帐走了出来。外边跟随文人莫言一起执行任务的监督辅助已经等待许久。文人莫言拿出放在储存咒灵肚子里手机看了一眼，果然已经过去了1天了吗？文人莫言从进入生德领域那一刻起就已经察觉，明明只过了1个小时的战斗，却在外界已经过去了1天。或许禅院家就是抱着这个想法，想要拖延住自己吧。现在5条悟他们恐怕已经在回去高专的路上了吧。文人莫言打开手机拨通号码，喂，姐，你们在哪里？文人莫言问道。电话的那边传来夏油杰的声音，我们刚下飞机。文人，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已经完成了，那小妞没事吧？电话那边没事，只不过看样子并不是很好。是吗？倒也正常，毕竟童话什么的还被囚禁人身自由，任谁也不可能安然自若。文人，有件事我和雾想要和你商量。夏油杰声音突然有些小心起来。文人莫言当然知道对方想的什么。文人莫言嘴角翘起，自信的声音传到夏油杰的耳中，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无条件帮你们。谁叫我是你们的冤大头啊？夏油杰听到文人莫言这话，自然明白了对方的心意，会心一笑，是啊，冤大头，那我在这里谢谢你了。谢什么，多兄弟，路上小心啊。夏油杰，挂断电话，文人莫言看向一旁的辅助监督，而辅助监督则是恭恭敬敬地看着文人莫言。毕竟收服一个特级咒灵出来后，还摆出一副轻松惬意的模样，
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辅助的这么多咒术师当中，从来没有人像眼前的少年这般让他感到压迫。第68章，五条悟死。文人莫言大人，我们现在是否启程？辅助监督声音小心翼翼。启程？文人莫言声音冰冷，目光淡漠地看向辅助监督。辅助监督被这么一瞪，顿时汗毛炸立，好像自己正被一个恐怖的怪物盯上。辅助监督头皮发麻，颤颤巍巍地开口：“是的，文人莫言大人。”文人莫言收回目光，淡淡的开口道：“你们禅院家很闲吗？大老远从东京放一支特级咒灵在这偏山乡野。”辅助监督心头一震，一口气直接停在了嗓子眼，但还是强忍着紧张与恐慌陪笑的说道：“大人，我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这很重要吗？”禅院哲。文人莫言目光像看死人一样看着自己身边的辅助监督。你觉得你一个辅助监督能在一名特级咒言师的面前藏住什么秘密吗？什么？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禅院哲假装听不懂，继续狡辩道。文人莫言目光平淡，开口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然我会将你写进报告里面，就说你与特级战斗英勇牺牲，怎么样？”见对方如此笃定，禅院哲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承认了下来。文人莫言故意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我丢，没想到你还真是禅院家啊！”文人莫言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你诈我！”禅院哲目光愤怒，又带着一丝后悔地看着文人莫言：“不，你想多了，诈你一个辅助监督，我可没兴趣。”说罢，文人莫言掏出一个手机，放出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正是禅院善亲口承认自己是禅院家主派自己来拖延文人莫言时间的。现在满意了吧？文人莫言摇了摇手中的手机，而这段录音正是昨晚文人莫言利用咒言术套出的情报。看了一眼都快被文人莫言玩坏的辅助监督，行了，别垂头丧气嘛，开心一点嘛。最起码你不是已经把我留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吗？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哟。文人莫言拍了拍已经汗流浃背、浑身冷汗淋漓的辅助监督。那现在你想对我做什么？禅院哲目光恐惧地看着文人莫言。不做什么啊，就是想让你给你们的家主说一声，等2天我会登门拜访，希望到时候可以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就比如那个特级咒灵为什么会从你们禅院家跑出来，或者给我足够的赔偿，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那么现在我先走了。下一秒，文人莫言的身形消失。同一时间，夏油杰等人已经坐上了来接他们的汽车，启程回到高专。在这期间，五条悟的六眼一直没有关闭。五条悟为了保护天内离子，已经2天2夜没有合眼与休息。夏油杰有些担心五条悟的身体和精神。虽然五条悟是几百年都难得一遇的六眼咒术天才，但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需要休息。在这种高强度的精神消耗下，哪怕是五条悟也开始有些吃不消。而这段回到高专的路程也成为了两人最担心的地方。距离网上的悬赏还有1个小时，但幸运的是，回去的路上有惊无险，并没有出现咒祖师什么的拦截。几人顺利回到了咒术高专。回到咒术高专，进入结界内部的五条悟总算是松了口气，将术室关闭，总算是回到了自家大本营，任务圆满完成。毕竟48小时不间断，也挺累啊。现在的五条悟只想好好大吃一顿甜甜的甜品，补充一下大脑的消耗，然后大睡个1天1夜，好好休息一番。就在五条悟与夏油杰刚刚松懈，一把长刀悄无声息，瞬间从后方贯穿五条悟的身体，一节带血的明晃晃的刀身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突如其来的一幕，怎么可能？这里可是高专结界的内侧啊！夏油杰眉头一蹙，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发生一幕。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五条悟忍受着疼痛艰难回头。不必在意，因为我也一样不擅长记男人的名字。伏黑甚尔目光阴冷，声音低沉，富有磁性地答道。只是短短的瞬间，突生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变故。自己在家被偷了？天元干什么吃的？夏油杰迅速做出反应。一道黑色漩涡门户从夏油杰的身边出现，一头白色的巨大蠕虫从中飞出，一口咬住伏黑甚尔。夏油杰关切道：“带胶不？杰。”五条悟笑道，目光愤怒地看向远处被夏油杰咒灵击飞的偷袭自己的伏黑甚尔。你先带天内他们去与天元大人会合，这个家伙就交给我吧。五条悟有些火大地松了松筋骨，留给夏油杰一个自信从容的背影。夏油杰犹豫片刻，最终相信了五条悟，留下一句小心，带着离子和黑井就朝着天元的方向而去。就在几人刚刚离开，夏油杰的咒灵就被伏黑甚尔利用噬魂刀将其切成碎块。紫色的咒灵血液沾满伏黑甚尔魁梧的身体，嘴角那抹倦狂邪魅的笑容看得让五条悟恼火。
老男人不讲武德，偷袭我一个15、16的小同志，看我等会不把你尸打出来。五条悟从小到大，唯一输过的一次还是文人莫言。虽然眼前的男人给他的感觉很危险，但他是谁？他可是五条悟啊！五条悟分析了一波眼前的伏黑甚尔，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一片迷雾。而做好万全准备的伏黑甚尔，此刻的五条悟在他眼中好像被扒光的小孩一般，所有的一切都在自己的计算之中。这也注定了五条悟接下来战斗的失败与死亡。那么，属于伏黑甚尔的独唱秀开始。两人简单互对了几句后，五条悟率先出手，一发顺发的苍从五条悟的手中飞出，却被伏黑甚尔轻易躲过。这场战斗的关键就是抓住五条悟慌神的那一刻，与相信自己无下限术士的那一刻。战斗时间很短，并没有小说里面那般大战300回合，仅只是走了2个回合。伏黑甚尔利用自己咒灵迎头作为掩护，挡住对方视线，担忧同伴的刹那的慌神，成功抓住时机。在五条悟使用无下限术士保护自身的瞬间，利用天逆谋成功破开五条悟的无下限术士。失去无下限术士的五条悟宛如失去保护壳的蜗牛，露出柔软的血肉。下一秒，血液喷涌，伏黑甚尔下手干净利落，快很准，短短几刀就将五条悟的头颅贯穿，内脏搅烂，大腿的大动脉割断。五条悟身体的血液失去了管道，宛若喷泉将大地浸染。五条悟死。第69章，不好意思，我不喜欢记住男人的名字，稍微找回一些手感了。伏黑甚尔甩了甩手中沾满五条悟鲜血的天逆谋，魁梧健硕的身体感受着来自6眼滚烫血液的炙热，浑身浴血，全身上下洋溢着宛若实质的杀气，如同黑雾一散，扭曲了周围的空气。此刻伏黑甚尔仿佛将士修罗，杀神在世，散发着恐怖杀气与气势，让人心惊胆战，令人窒息。这种感觉真是让人愉悦啊！伏黑甚尔贪婪地吸食着空气中流淌的血腥味，那是6眼的味道，死亡的味道，咒术天才陨落的滋味，真是让我这个没有咒力的猴子欲罢不能啊！五条家的6眼天才不过如此吗？此刻伏黑甚尔心与身在斩杀五条悟后达到了极致与巅峰，哪怕是特级咒术师，伏黑甚尔此刻感觉自己可以将其杀死，状态极佳，咒师杀手的称号实至名归。那么接下来继续吧。伏黑甚尔将天逆谋收回缠在自己脖子上的筹宝体内，嘴角扬起一抹冷酷嗜血的笑容，显得狰狞无比。果然与记忆当中那般，你还是败了吗？呜！轰星宫外，文人莫言关闭术士万灵观察术，喃喃自语道。就在刚刚，他利用万灵观察术亲眼目睹了伏黑甚尔是如何利用高超的技巧与决策干掉了五条悟。那份果决与抓住战机的，让文人莫言很是欣赏，放眼整个咒术界都寥寥无几，想要收入其麾下。毕竟收服天宇暴君在自己底下做事，那可是非常爽的事情。专业性强，实力棒，与咒灵术师的战斗经验丰富，有着超乎常人的战斗才情和天赋，还有布局与谋略，有勇有谋，属实是一大臂力。穿越咒术世界，谁不想收服天宇暴君为己所用？那可是能够杀死准特级的怪物。至于五条悟，自然没有真正的死亡，与前世的剧情无异，在生死之际领悟了反转术士，此刻已经稳住了生命体征，正在修复着自己的身体。要不了多久，五条悟将以最强之姿成为现代最强。除文人莫言以外，为了让五条悟领悟反转术士，文人莫言可谓是煞费苦心。如果他在的话，伏黑甚尔恐怕会忌惮两人的联手，不会接下处理天内离子这个任务。哪怕没有禅院家，文人莫言也已经安排了手段，不会陪同五条悟他们前往冲绳保护天内离子。只能说禅院家真是及时雨，不仅给了文人莫言一个合理的理由，还贴心的送了一个特级咒灵和一个合理勒索他们禅院家正当理由。等这几天把天内离子事件处理好以后，文人莫言很难不去趟禅院家。人家禅院家好歹送自己这么大一份礼，自己不登门拜访一趟，回个小礼，未免太没有礼貌了。毕竟我文人莫言可是很有素质的，不像禅院家默不作声，喜欢偷偷的。至于伏黑甚尔会不会接下这个任务，这也在文人莫言的计划之中，那是必然会接下。因为伏黑甚尔的真正的幕后雇主其实是文人莫言。盘星教，一个连咒术师都没有的组织，想要秘密控制还不是轻而易举。所有伏黑甚尔真正的金主爸爸其实是文人莫言。伏1亿拿不下就2亿，2亿拿不下就4亿，4亿拿不下就10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文人莫言不怕伏黑甚尔不心动。区10亿对于文人莫言目前的资产来说洒水了。作为五条悟的挚友，怎么能不帮助五条悟实力突飞猛进呢？虽然吧会受一点点致命伤，但区致命伤对于五条悟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吧。
并且为了以防万一，自己的到来引起的蝴蝶效应，搞得剧情出了偏差。比如伏黑甚尔突然脑袋抽了，嘿嘿，我今天看这头不顺眼啥的，砍了。又或者用天逆谋戳五条悟的头，让五条悟无法使用反转术式。这种突发状况，文人莫言都会第一时间出手拯救五条悟。如果死了，那可就太尴尬了。那么接下来该我出场了。文人莫言来到轰星宫的入口，倚靠在门口处，静静等待着伏黑甚尔的出现。另一边，伏黑甚尔身形消失，速度极快，利用着自身丰富的经验与天宇咒赋赋予的强大观察力、敏锐力与嗅觉，很快找到了夏油杰几人留下的踪迹，一路前往轰星宫。就在伏黑甚尔即将抵达轰星宫时，一个高挑的身影出现在了伏黑甚尔的视野之中。伏黑甚尔停下脚步，目光冷冷地看向文人莫言。这个小鬼。文人莫言将小腿搭在另一条小腿上，站姿十分的潇洒不羁，心中暗笑，慵懒地抬起一丝目光放在伏黑甚尔的身上，脸上显露出一丝装逼的得意。哈哈，被爷霸气的站姿所震慑到，不敢轻举妄动了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叫本大爷是特级咒术师嘛，被人惧怕忌惮，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个小鬼一看站姿就很弱呀。听到伏黑甚尔的话，文人莫言差点闪到了腰。我的发，我气场有这么拉吗？文人莫言人妈了。但很快，文人莫言才想起自己隐匿了自身的气势，被认成弱鸡也很正常。下一秒，文人莫言不再隐藏自己的气势，磅礴的咒力宛若一个巨大的龙卷风一般呼啸而出，直冲云霄。不好意思啊，忘记自我介绍了，特级文人莫言。文人莫言脸上勾起一抹笑意，目光玩味地打量着伏黑甚尔。不愧是击败悟的男人，光看站姿就知道实力强大。虽然这时候的悟还没有领悟反转术式，但整个咒术界也没几个是五条悟的对手，非常值得招揽。哦，特级，略有耳闻，好像叫什么？不好意思，我不喜欢记住男人的名字。伏黑甚尔嘴上说着抱歉，但手很诚实的从丑宝的嘴里抽出了噬魂刀。第70章恶战。文人莫言看着装傻的伏黑甚尔，冷冷一笑，都告诉你了，还装不知道，真是很有种目中无人的感觉啊。文人莫言看着已经掏出噬魂刀的伏黑甚尔，明知故问，喂，把悟怎么样了？伏黑甚尔佯装略带一丝疑惑，悟？谁啊？哦。伏黑甚尔突然眉头一抬，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你是说五条家的那个六眼小鬼吗？文人莫言，没错。伏黑甚尔龇牙一笑，死了，刚刚被我几刀给杀掉了。伏黑甚尔戏谑，很期待文人莫言接下来的反应，而那个时候也是他最佳的进攻时间。那么，特级，愤怒吧，悲伤吧，然后失去理智的攻击我吧，这样我才有机会送你去与你的挚友团聚啊！什么？死了？文人莫言气得咬牙切齿，紧紧握拳。你可知那是我的挚爱亲朋，异父异母的手足兄弟啊！伏黑甚尔冷笑道：哦，那又如何？就在伏黑甚尔因为对方会功过了，替对方报仇的时候，文人莫言下一秒说出的话，让伏黑甚尔眼睛都差点惊了出来。你赔我，就把你自己赔给我吧。文人莫言道。伏黑甚尔惊呆了，哈？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文人莫言眉头蹙起，有些愠色地盯着对方。伏黑甚尔，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性别男，爱好女，我对男人不感兴趣。心中想到，现在都年轻人玩得这么花了吗？真是让我这个老年人大受震撼啊！文人莫言闻言大笑，但我完全与你相反，我注意你很久了，咒术杀手，要不要跟我混啊？刚好我的公司缺少人才，我对你可是很感兴趣的。当然，你也别误会，我和你一样爱好女，只不过单纯的欣赏你而已。能够杀死我，你很不错。伏黑甚尔听着对方所说的话，虽然他搞不懂眼前的白发少年到底什么脑回路，自己可是把你好兄弟给干掉了。你不仅不想着报仇，反而很欣赏凶手，要让他给你做事，这能是一个16、17岁少年能说出来的话？但伏黑甚尔还是回了一句：真是抱歉，我喜欢自由。随后嘴角扯出一抹嗤笑：我拒绝了，又如何？伏黑甚尔的回答前半句倒挺有礼貌，后半句有种你能咋地的冒犯感，让人忍不住火大，想要去教训对方一顿。文人莫言心中暗笑，不愧是能击败这个17悟和劫的男人，全程都在尝试着激怒我，对人心还真有一套。但那又如何？激怒人我也可以。文人莫言笑了笑，当然可以，我这个人从不强迫别人，但如果你拒绝我……文人莫言挪动脚步，微微上前几步，拦在轰星宫的入口处。不好意思，你会死的。死？伏黑甚尔听到这个词，不屑一顾，随后继续挑衅道：那你来啊，自大的小鬼！
文人莫言摇了摇头，你想多了，杀死你的不是我，但作为本次保护新疆体的护卫之一，我还是有责任拦住你的去路，保护新疆体与天元完成同化。所以禅院圣儿，就请你在这里止步吧。禅院。伏黑圣儿听到这个熟悉的家族，心中没由来的升起一股怒火。文人莫言看着对方的微表情，心中了然。果然，伏黑圣儿真正的痛点就是禅院家，一个从出生就一直打压他、针对他、诅咒他、欺辱他，给他带来巨大创伤，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地方。这也导致了伏黑圣儿现在有种反社会性格。会，那是谁？这是伏黑圣儿的原话，可他怎么会忘记自己与挚爱所诞生的结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伏黑圣儿的童年遭遇，让他不愿面对他可爱的儿子。其实从内心深处，伏黑圣儿深爱着慧，可心中的创伤让他无法面对慧，就像无法面对曾经的自己。而接下来，文人莫言要做的就是让伏黑圣儿打开心扉，接受自己，正视自己的内心，就像临死前那傲娇的发言一样：我的儿子还有2年就要送给禅院家了，随你处置吧。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六眼家的少年，请你代替我照顾好我的孩子。抱歉，慧，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慧，你可要好好感谢文人莫言哥哥哟。伏黑圣儿望着文人莫言，浑身上下充满着他从未见过的庞大咒力，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杀死对方。总结下来就一个字：难，甚至微乎其微。这就是特级的实力，看来这将会是一场恶战啊。伏黑圣儿自嘲一番，按道理来说，现在的他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还要留下？他该走了，他不应该留下，这不符合自己活着的方式，活着的理念。没有好处的事情，他可不做。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伏黑圣儿的脚此刻好像与大地融为了一体，他成为了一名族，只能前进，无法后退。禅院，禅院，禅院。伏黑圣儿无法直视自己内心的另一面，那一面就是他想要证明自己，证明就算没有咒力，他伏黑圣儿照样能够打败你们所谓的特级，照样可以傲立在咒术界的顶峰。恶战！哈哈哈！文人莫言闻言放声大笑，好像听到了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小鬼，你笑什么？伏黑圣儿目光冰冷，闪烁着血红的光，宛若一只极度危险的恶兽，散发出的气势让人感到冰冷，不寒而栗。文人莫言摆了摆手，嘴里抱歉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被你的发言逗笑了。伏黑圣儿先是一怒，随后镇静下来，同时内心惊异，自己居然被一个少年搅乱了心神。伏黑圣儿恢复平静，但他接下来的行动将会让文人莫言感受到来自天宇暴君的怒火。可就在伏黑圣儿什么都准备好，准备与文人莫言来一次殊死搏斗时，文人莫言居然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一只大手竟在他伏黑圣儿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悄然来到了他的眼前。好快！伏黑圣儿不敢相信，对方的速度竟然是自己的2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伏黑圣儿被文人莫言直接轰飞。刚刚文人莫言的速度赫然突破了鹰杖，达到了马赫的速度。恶战！哼，我们之间从来只有碾压呀。文人莫言冷笑，心中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收服伏黑圣儿。第71章，恶战，碾压罢了。武神灵体，文人莫言强化身体的术士，需要精妙到颠毫的咒力操控。曾经的文人莫言开启武神灵体，就已经拥有了媲美天宇咒符的身体力量，而现在文人莫言的实力不知对比当初便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伏黑圣儿，文人莫言根本就没有将他视作对手，因为他现在太强了，仅凭开启武神灵体就可以以绝对的体术碾压禅院家的战争兵器。禅院南美子，那可是数百年前禅院家族常爱的诅咒而诞生的特级咒灵，其身体比金铁都要硬，还不是被文人莫言肆意揉捏。至于伏黑圣儿，比起禅院南美子的咒灵身体来说，自然是不及的。但伏黑圣儿强大的是对方的谋略、丰富的战斗经验、与生俱来的特性无咒力，搭配上天与咒符给予的超强肉体、咒力抗性与超人的身体素质，在术师的眼中，手握特级咒具的伏黑圣儿宛若鬼魅，是黑夜中的索命的修罗，是咒术界最顶尖的刺客。在不了解伏黑圣儿情报的情况下，哪怕是特级都需要忌惮，因为无法捕捉咒力这条实在是太犯规了，比天宇咒符赋予的肉体还要变态。咒力捕捉完全就是术师们另一双眼睛，加上无视物理防御的噬魂刀和可以破开术士的天逆谋。简单来说，伏黑圣儿就是一个随时可以从任何地方出现的杀手，而你无法察觉。
只能在死亡的恐惧之中被伏黑甚尔杀死。最重要，伏黑甚尔无咒力的特性可以让领域无法选中。想要在领域当中命中伏黑甚尔，只能利用大型 AOE 咒术在领域内全方面轰炸，这也让伏黑甚尔表现力特别强烈。沙特级咒灵跟杀猪一样，前提得有咒具，没有咒具的伏黑甚尔连咒灵都打不死，白搭。但只要了解了这些特性，拿出对应的方案，伏黑甚尔也并不是那么难以对付。前提是你得够强。当然，文人莫言不需要思考这么多，因为实力之间差距太巨大了。这种巨大已经不是用什么特性来弥补。伏黑甚尔被文人莫言击飞数百米远，落入了一片稀薄的树林当中，感受着对方刚刚的力道和速度。伏黑甚尔内心惊诧，他这是第一次遇见在力量与速度上完全碾压自己的家伙，最起码是自己的2倍。伏黑甚尔目光警惕，目视着前方，只见一个人在道路之上留下道道残影，宛若瞬移一般，神出鬼没，诡异至极。因为超越音速的原因，人影的每次移动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音爆和空气中因碰撞产生的水雾涟漪。怪物！伏黑甚尔心中暗骂，就算是他自己，速度都只能接近音速，但这种速度也已经是极快的了。人类的反应速度一般都在 0.2 至 0.3 秒之间，只要是在30米内的距离，伏黑甚尔的移动在普通人和一般的术师眼中就跟瞬移没什么两样，距离长一点就会化为残影。依然是绝大部分咒术师无法用肉眼可以捕捉到存在，前提还得是视野开阔的情况下，哪怕是6眼，在有视野阻挡的情况下，搭配无咒力特性也会被伏黑甚尔摆一道。不是他伏黑甚尔不想突破音速，而是人类的身体不适合突破音速。没办法，人类的身体面积太大，除非伏黑甚尔像超人一样那种姿势出击，减少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倒可以突破音障，达到恐怖的音速，但其实意义也并不是很大。不仅耗费体力，产生的音爆还会将伏黑甚尔的衣服给炸坏，除非他伏黑甚尔穿的是铁做的衣服。而眼前的少年不仅以接触面积最大的姿态突破音障，发出阵阵爆鸣，最重要的是对方还一脸轻松惬意的样子，衣服也没事。还没等伏黑甚尔继续思考，文人莫言的攻击再次袭来，裹挟着超越天宇暴君的巨力而来，发出阵阵雷鸣。伏黑甚尔早已做好了准备防御，双臂交叉，轰！伏黑甚尔再一次被击飞，落入一片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好，这样对方速度就有所限制了。伏黑甚尔感受着来自手臂的麻木，但脸上忍不住的笑意。伏黑甚尔他很清楚自己真正强大的地方在哪里。天宇咒缚虽然稀少，但在咒术界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其他人不是术师杀手，而只有他伏黑甚尔被称为术师杀手？很简单，他有着其他咒术师没有的东西。伏黑甚尔身形消失在树林当中，宛若鬼魅，在文人莫言的附近开始徘徊移动，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其超人的速度搭配鬼魅的身法和无咒力的身体，让人无法捕捉。树林当中的伏黑甚尔仿佛进入了自己的主场，如虎添翼。越是复杂的地形，他伏黑甚尔战力就越强。他虽然没有领域，但却能让自然的地形成为自己的领域。伏黑甚尔目光凌冽，手持噬魂刀，在森林各处游走，等待着对方露出破绽的那一刻。文人莫言停下脚步，目光淡然地扫视了一圈四周。仅仅只是凭借肉眼，的确难以捕捉伏黑甚尔的踪迹。若是一般人，或许已经被伏黑甚尔给唬住了，但他文人莫言可不一样。万灵观察术开！刹那间，文人莫言双眸纯白，一双双无形的眼睛在森林各处蔓延。天空、大地、树木、山石，此刻伏黑甚尔在森林之中所有踪迹与行动都在文人莫言的掌握之中，简直动若观火，了如指掌。就在这时，伏黑甚尔从森林之中跃出，手中的噬魂刀挥舞，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之音，朝着文人莫言砍来。速度快如雷电，一般人恐怕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斩杀，但文人莫言连正眼都没看一眼，直接调动咒力挡了下来。噬魂刀无视物理防御，但面对咒力这种魔法防御，请问阁下如何应对？第72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伏黑甚尔剑没有得手，借助劈砍的反弹力，再一次消失在了茂密的树林深处，仿佛一个经验丰富的顶级猎食者，一个顶级的杀手。一击不中，迅速撤退，绝不给予对方一丝反击与观察的时间。战斗继续，伏黑甚尔继续像之前那般朝着文人莫言攻击。虽然被对方识破，用咒术挡了下来，但伏黑甚尔要的就是这个，他要的就是对方的思维固化，等他下一次攻击，对方便会下意识使用术式防御，到时他就可以破开对方的术式，像杀死5条家的6眼小鬼那样干掉这个小鬼。
伏黑甚尔从丑宝的嘴里掏出天逆眸，准备发起最后一击，了结文人莫言。嗡嗡嗡，大量的银头从树林之中冒出，宛若一片密密麻麻的乌云，几乎要将整个天空遮蔽。呼的一下，天空都暗了下来，视野也被阻碍。文人莫言目光冷静，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慌张的神情，扫视了一圈四周。而就在此时，伏黑甚尔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身后。伏黑甚尔嘴角翘起，扯出一抹嗜血的笑容，手中的天逆眸宛若世界上最毒的毒蛇，以极其刁钻的角度朝着文人莫言袭来。这种角度和距离，想用速度躲避是不可能了，只能使用咒术防御。撒，使用咒术吧，特级。不出所料，文人莫言如果使用了咒术防御，结果也如伏黑甚尔所想，天逆眸如是咒术如无物一般，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阻拦，破掉了对方术士的防御。死吧！伏黑甚尔精神振奋，杀死特级，那是多么让人愉悦、让人高潮的事情啊！伏黑甚尔目光明亮，闪烁着异彩的光芒，仿佛他斩的不是文人莫言，而是一道枷锁，一道来自禅院家的枷锁。铮！一道精鸣交割之音响起，天逆眸距离文人莫言的心脏明明只差了几公分，却再也无法存进一丝一毫。伏黑甚尔看着挡在天逆眸面前的事物，眼中的高光瞬间消失，脸上露出一抹极其怪异复杂的表情，简称我人傻了。哈！伏黑甚尔懵了，这特么板砖哪里来的？还他妈是铁的！伏黑甚尔瞪大双眼，思绪万千，但此时最想知道的自然就是为什么这个家伙会随身带一块铁做的板砖。文人莫言见此情景也是一喜，果然与自己猜想的一模一样，天逆眸可以破开咒术师的术士，但在物理方面也就是一把锋利的刀，被物理防御克得死死的，与噬魂刀完全相反。所以我拿出钛合金制成的金刚板砖，极致的物理防御，阁下的天逆眸又该如何应对呢？还没等伏黑甚尔从震惊之中脱离，文人莫言一把抓住刺向他的手腕。伏黑甚尔只感觉自己的右手被一股巨力禁锢，这股力量比自己还要强大，根本无法动弹分毫。伏黑甚尔下意识抬起头看向文人莫言，此刻在阳光的照射下，文人莫言在伏黑甚尔的眼中只有一轮模糊的轮廓，仿佛一座大山，一座无法撼动、无法翻越之山。伏黑甚尔瞳孔微微震动，仿佛世界都停滞了一般。伏黑甚尔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轰轰轰！文人莫言抓着伏黑甚尔手腕，从他的手中将天逆眸夺过，手中的板砖呼的一下就拍在了伏黑甚尔的脸上，随后双拳宛若疾风暴雨一般化为道道残影，是大力沉的落在了伏黑甚尔的身体之上。伏黑甚尔被轰的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甚尔，欢迎回来。那是一个明媚阳光的晌午，一名美丽温婉的妇人身系花穗围裙，端庄秀丽，正精心准备着饭菜。我回来了。伏黑甚尔笑着。轰！随着一声巨响，伏黑甚尔面部被一只拳头击中，被直接轰飞百米，撞断了一棵又一棵大树，发出阵阵雷鸣。走马灯吗？伏黑甚尔被文人莫言揍得鼻青脸肿，鼻血直流，全身上下都被密密麻麻的拳印覆盖，浑身上下剧痛无比，但凭借肉体的超高恢复，很快便从地上又重新站了起来。伏黑甚尔从嘴里吐出丑宝，从中掏出游云，虽然身体还是很痛，但这并不影响自己战斗，就像在禅院家一样，哪怕眼前的敌人如此强大。伏黑甚尔目光坚定，虽然他被文人莫言打得狼狈不堪。臭小鬼！伏黑甚尔碎了一口带血的唾沫，霸气十足的昂首挺胸，眼神轻蔑嘲讽地看向正缓步走来的文人莫言，好像在说刚刚的攻击跟挠痒痒似的。文人莫言施施然地走了过来，不愧是天宇暴君，被揍成这猪头还这么傲，厉害厉害。文人莫言揶揄道。天宇暴君？伏黑甚尔听到这个词，咧嘴一笑。好称号，比我那个术师杀手的称号霸气多了，以后就用这个名号吧。文人莫言愣住了，但仔细一想也是，天宇暴君好像是前世的网友取的吧。伏黑甚尔在咒术世界真正的称号是术师杀手，倒也阴差阳错了。无所谓了，那我现在宣布，第一次比试是我赢了。文人莫言的话让伏黑甚尔懵了。什么第一次比试？比试啊，3局2胜，我赢了你就跟我混，你输了我就放你走。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文人莫言一脸诚恳地道。伏黑甚尔眉头一蹙，我可没答应过你这个要求，你别自说自话。有吗？你没答应吗？我好像记得你答应过吧。文人莫言一边说着，一边晃悠着手中的板砖。伏黑甚尔看见文人莫言手里那板砖就瘆得慌，回想起自己的天逆眸就是被这么一个连咒力都没有的板砖给挡了。文人莫言见对方目光看向自己的板砖，文人莫言笑了笑，收了回去。哦，
我回来的路上捡的，你信吗？看着满脸真诚的文人莫言，伏黑甚儿脸上写满了不信。我说真的，你得相信我啊！文人莫言一脸无辜，伏黑甚儿怎么可能会相信文人莫言的鬼话？伏黑甚儿怀疑文人莫言早就了解了自己的情报，知道了自己特级咒具，故意随身带了一个铁做的板砖戏弄自己。难怪他如此游刃有余，原来如此。第73章，上吧，皮卡丘！伏黑甚儿目光警惕，手中紧紧握住游云。此时的伏黑甚儿脑中已经开始思考判断，对方会以什么方式再次攻向自己时，文人莫言却站在原地，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个红白相间的小球。伏黑甚儿疑惑地看着，却没想到对方居然大喊一声：“上吧，皮卡丘！”文人莫言大喝一声，将球扔出，球在半空当中掀开一道口子，一道流光飞出，落在地上。一只尾巴酷似闪电，全身黄嘟嘟的大胖老鼠赫然出现在了伏黑甚儿的眼前。皮卡丘！皮卡丘低吼着，身体上缭绕着白色闪电，恶狠狠地看向伏黑甚儿。咒嗨！伏黑甚儿目光凝重，看着对方独特的召唤方式，立即断定对方是为何物。看向在地上与乳猪一般大小的皮卡丘，思考着这个小鬼到底在搞什么名堂。那么第二轮比试开始吧。伏黑甚儿并没有将皮卡丘放在眼里，毕竟那个小家伙给他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危险性，而是十分警惕地看向文人莫言。这家伙才是真正的对手，一个富有计谋心机的对手。战斗到现在，伏黑甚儿全程都被文人莫言牵着鼻子走，全程吃瘪。到现在对方连他的咒言术都没使用过一次，谁不知道他文人莫言是咒言师？可截止到现在，对方不仅没有使用过一次咒言，用的还是一些和咒言完全不搭边的东西，增强力量的术式、咒害、鬼之道等，一下他又会搞出什么怪东西？十分的诡异离谱，给人一种笼罩在迷雾之中的感觉，让人无法看清。反而是自己似乎已经被对方了如指掌，像被剥开所有外壳，没有秘密，赤裸裸地展现在他的眼中。文人莫言出言安慰道：“安心了，这次我是不会出手的了，你就和我最近创造的咒害们练练吧。刚好我需要收集一些数据，当然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他们，他们可是很强的哦。”文人莫言关心的话语落在伏黑甚儿的耳中，却是无比的刺耳。伏黑甚儿冷哼一声，握紧游云的手更加有力几分。说罢，文人莫言指挥皮卡丘朝着伏黑甚儿发起猛攻。但在伏黑甚儿眼中，皮卡丘的速度和蜗牛没什么区别，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但身经百战的伏黑甚儿怎会不知道术师之间战斗的残酷与诡异？眼前的这只咒害一定拥有着诡异的力量。果然不出所料，在旁观战的文人莫言大喝一声10万伏特，皮卡丘背部凝聚咒力，一股白色的雷电朝着伏黑甚儿飞来。刺啦一声，电闪雷鸣，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掀起滚滚烟尘。就在皮卡丘以为自己击中时，一个身影从滚滚烟尘之中飞出，速度极快，还没等皮卡丘反应过来，可爱的皮卡丘就被伏黑甚儿用游云直接劈砍成了2半。果然是咒害吗？伏黑甚儿看了一眼皮卡丘散落身躯，当中一颗闪烁着光芒的核心赫然出现在伏黑甚儿的眼中。啊，果然不行吗？文人莫言哀怨一声：“对不起啊，皮卡丘，我会修好你的。”文人莫言心疼地将皮卡丘的身体收回，毕竟那也是自己曾经的童年啊，虽然是前世的，谁童年不想拥有一个乖巧可爱的皮卡丘呢？虽然皮卡丘被伏黑甚儿无情打碎，但只要咒害的核心还没碎，那咒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随后文人莫言继续召唤自己利用咒害创造术创造的咒害，双手开始结印，大地之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咒阵。其实结不结印没什么影响，最重要的是帅。通灵术扩一9喇叭。话音刚落，一头庞如小山的巨大怪物在一阵烟雾笼罩下赫然出现在了森林之中。这是什么怪物？伏黑甚儿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咒害，这到底需要多大的咒力才能催动起来？这小子不是咒言师吗？怎么转行当咒害师了？不对，术士是与生俱来的，这小子到底什么怪物？哈哈哈，成功了吗？终于成功召唤了。文人莫言看着脚下成功召唤的九尾，内心激动万分，眉飞色舞。没想到自己真的召唤了九尾，虽然只是咒害，并不是真正的九尾，也不能有尾兽外衣啥的，但也算是满足自己年少时的心愿了吗？毕竟谁年少时不想拥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尾兽呢？那多装杯啊！而且现在的九尾只是刚刚初步开发，后面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说不定后面文人莫言真的能够使用咒术世界的咒力，创造出一个属于咒术界的九尾，也说不定呢。哎，送给杰吧。文人莫言已经开始想象成为特级咒灵9喇嘛人助力的夏油杰是什么样子了。
上吧，九喇叭，发动尾兽域吧！文人莫言发出指令道。结果过了一会，九尾都没有反应。就在文人莫言以为是哪里出了问题的时候，九尾说话了：“喂，臭小鬼，你连名字都记错了，我叫九喇嘛。”文人莫言听着九尾的回答，愣了愣，死好像是叫错名字了，难怪没动静。不愧是我创造的咒害，连性格都完美还原了。不愧是我。好，那我们上吧，九喇嘛。使用超级无敌、究极酷炫、屌炸天的尾兽域吧！文人莫言仰天大笑，虽然没有穿越到火影世界，但还是过了一把尾兽瘾啊。结果还是没有动静。文人莫言踩了踩九尾的脑袋，心里在想：不应该啊，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是已经修改过很多次了吗？按道理来说，可以的呀。文人莫言疑惑，却没想到九喇嘛的话直接让他亚麻呆住了。第74章，不，喂，小鬼，咒力不足。咒害九尾开口提醒道。文人莫言这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目前文人莫言所造出的咒害核心咒力最大容量也只够九尾正常活动，根本支撑不起他使用尾兽域这种大范围杀伤性的攻击，需要靠自己充能。当然，他文人莫言最不缺的就是咒力了。文人莫言微微一笑，将双手放在九尾的头上，磅礴的咒力宛若滔天的巨浪，一波又一波的灌输入九尾的体内。感受到巨大咒力体的充能，九尾原本棕红的毛发开始因为咒力的充能逐渐变为金黄，并且随着咒力的增强，金黄的毛发开始散发着如同黄金般的光芒，渐渐的宛若一轮大日一般，美丽强大，散发着炙热金光。伏黑甚尔瞳孔微缩，他震惊的不是眼前的九尾，而是文人莫言。这个家伙到底有多少咒力？仿佛无穷无尽。九尾开始调动体内充盈的巨大咒力，一颗灰暗的尾兽玉开始在九尾的口中凝聚，一股闷雷之音随着尾兽玉的凝聚开始响起。文人莫言望着凝聚的越来越大的尾兽玉，眼眸异彩连连，内心兴奋异常。哈哈哈！不愧是我！文人莫言放声大笑，手中的咒力继续加大输出起来。文人莫言不准备用这一发尾兽玉去对付伏黑甚尔，毕竟这么大一颗尾兽玉拿来攻击伏黑甚尔，恐怕对方不死也得半残啊。自己好歹要招揽他的呀，可不能弄坏了。要是玩坏了，那自己精心布置的一切不就落空了吗？而且这里可是咒术高专，自己这一发下去，恐怕会波及到高专那边。所以文人莫言准备将这发尾兽玉朝天上发射。文人莫言指挥着九尾，准备抬头将尾兽玉发向天空时，突生异变，尾兽玉从九尾的嘴里掉了。啊嘞！文人莫言一脸懵逼，看着掉落的尾兽玉，人妈了 ！Holy shit！ 轰！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方圆数里的树木被恐怖的冲击波连根拔起，中心处更是寸草不生，直接给炸没了。爆炸的中心，一个巨大的坑洞赫然呈现。还好咒术高专有结界的保护，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反倒是这片的森林被直接清了个空。伏黑甚尔灰头土脸的来到爆炸中心，刚刚的他跑出来毕生最快的一次速度，在爆炸前的一瞬间极限逃脱。此时的伏黑甚尔上半身的衣物因为爆炸的原因已经消失不见，露出满是伤痕，健硕雄壮，如囚笼一般的强大肌肉。伏黑甚尔目光看去，心中道：这种程度的爆炸，那个小鬼死定了吧？就算不死，也该差不多了。伏黑甚尔跳下深坑，开始寻找文人莫言的身影，然后来个补刀，趁你病要你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伏黑甚尔可不会放过。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伏黑甚尔感慨地摇了摇头，随后继续在满是烟尘的巨大坑洞内寻找文人莫言的身影。就在伏黑甚尔还在漫无目的的寻找时，一个声音从右方传来：不！文人莫言仰天长啸，痛苦地大吼着，他的怀中正抱着九尾的头。此处应该配乐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九喇叭，九喇叭，你不要死啊！你不要死啊！没有你我怎么活啊？文人莫言抓着九尾巨大的头摇晃道。至于其他部分，当然是全部炸没了。九尾奄奄一息，口中呢喃，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老夫叫九喇嘛，咒害九尾。嘎！文人莫言见九尾失去生机，立马收起悲伤的表情，一把放开九尾的头，开始一本正经，像一个一丝不苟、没有任何感情的科研人员记录这次的失败与原因。果然还是有很大问题啊！想要做出一个媲美九尾的咒害，果然难如登天。哪怕拥有逆天悟性的咒害创造术也不行啊！文人莫言叹了口气，九尾的制作可是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想到还是失败了。果然步子迈太大了，还真扯着蛋了。这次的失误爆炸算是一个教训了。
文人莫言挠了挠已经被炸成爆炸头的脑袋，摸了摸全是黑灰的脸，身上衣服也破旧不堪，忍不住摇头啧舌，感慨连连。自己如此狼狈的样子，要是被误看见，恐怕又是360度无死角拍摄。还好之前与伏黑甚尔的战斗将战场拉了很远很远，不然太近了，余威把正在治疗自己的雾轰没了就尴尬了。随后文人莫言召唤了一只咒灵，将九尾的头收了回去，准备继续研究。毕竟他的目标是组建一支无往不利的咒害部队，替他扫清一切障碍，所以任重而道远啊。喂，这不是鼎鼎有名的特级咒术师先生吗？怎么这么狼狈啊？烟雾之中，伏黑甚尔扛着噬魂刀满血复活，霸气登场。之前被文人莫言殴打的伤势已经全部自愈完毕，状态好到不能再好。望着黑的跟炭似的文人莫言，忍不住嘲笑道。伏黑甚尔脸上洋溢讥讽的笑容，目光充斥着冰冷的杀意，冷笑道：看来这第二场是我赢了。文人莫言利用咒力将身体之上的污渍瞬间清理，跟没事人一样，随后又从咒灵的特殊储存空间当中拿出了一件全新的衣服穿上。文人莫言不急不缓地回答伏黑甚尔：哦，是吗？我并不这么觉得。文人莫言这次直接掏出了4个伏黑甚尔没见过的电子物品，虽然伏黑甚尔不知道对方要搞什么鬼，但直觉加上之前文人莫言的操作告诉自己准没好事。伏黑甚尔微微后退，生怕文人莫言又弄出刚刚那样危险又奇怪的怪东西，同时心里也好奇，这小鬼到底什么身体，这么巨大的爆炸中心居然一点事也没有。而文人莫言掏出的这4个电子物品，自然就是前不久向5条悟提起过的数码召唤机，通过自身咒力充能可以让咒害进化的装置，原理跟差不多数码宝贝一样。第二场还没结束呢，伏黑甚尔准备好来了吗？文人莫言朗声道，4只滚球兽直接从文人莫言身后跳出。第75章，用你最擅长的打一架。滚球兽。伏黑甚尔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4只咒害，咒力微弱到几乎微乎其微，和自己的4级咒灵迎头有的一比。但刚刚的事件让伏黑甚尔意识到，这4只咒害恐怕并不简单。所以伏黑甚尔手中噬魂刀紧紧攥住，天逆眸也从丑宝的嘴里吐出。伏黑甚尔手持双特级咒具，他要在这一时间重伤或者斩杀文人莫言。一瞬间，伏黑甚尔身影消失，噬魂刀朝前刺破空气，天逆眸在后伺机而动。这一刻，伏黑甚尔突破了自己的极限，超越了音速。死！伏黑甚尔双目圆睁，杀意迸发，宛若地狱的恶鬼一般，身后厉鬼嘶嚎，似乎哭诉着什么。文人莫言瞳孔微微收缩，稍稍有些震惊。他没想到伏黑甚尔居然会在这种时候突破自己的极限，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真是让我惊喜万分啊！文人莫言微微一笑，身形一侧，躲过了噬魂刀的攻击。一旁的滚球兽们看见文人莫言遇到危险，纷纷担忧的大喊：文人乘4！随着滚球兽们声音的落下，文人莫言手中的数码召唤机发出刺眼的光芒。滚球兽进化亚古兽，乘4！亚古兽进化暴龙兽，乘4！暴龙兽进化机械暴龙兽，暴龙兽进化丧尸暴龙兽，暴龙兽超进化战斗暴龙兽。轰然间，4只全新形态的滚球兽出现在了伏黑甚尔的身边。离文人远一点！暴龙兽首当其冲，硕大的身躯转动，粗壮如树的尾巴抽向伏黑甚尔。伏黑甚尔嘴角冷笑，转换目标，一刀就将暴龙兽的尾巴切成2段。紫色的血液喷洒，暴龙兽并没有因为被斩断尾巴而发出痛苦的哀嚎，而是直接将被斩断的尾巴接了回去。咒害的恢复能力并不逊色咒灵。伏黑甚尔快速撤退，拉开距离，目光有些压抑地望着眼前的4只咒害。他没想到刚刚还人畜无害的4只咒灵，转眼间就变成了如此庞然大物。1只1级，2只特级，还有一个。伏黑甚尔目光看向4兽当中身形最为渺小，却散发着恐怖咒力的战斗暴龙兽，心中不由压力丛生，在想文人莫言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怎么会有这种玩意？战斗暴龙兽给他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文人莫言轻轻一跃，跳到了最为高大的丧尸暴龙兽的头顶之上。那么就让我们开启第2场最后一轮的战斗吧。天宇暴君！文人莫言发出癫狂的笑声，兴奋，真是兴奋。文人莫言抚摸着丧尸暴龙兽的头顶，这才是他目前真正的咒害技艺的巅峰。尤其是战斗暴龙兽，更是其内在拥有108颗核心，利用术士解放神之手将其创造，其战斗力更是媲美特级咒术师。并且文人莫言还替战斗暴龙兽打造了特级咒具武器，简直就是一个战争兵器。拥有的力量，只要咒力足够，足以毁灭一个城市。那么接下来继续取悦我吧，伏黑甚尔。文人莫言说完，脚下的咒害行动，
伏黑甚尔面对着咒害们自然不惧，但唯独让他感到忌惮的，只有那个站在文人莫言身边有着人形态的咒害。很快，伏黑甚尔在暴龙兽、机械暴龙兽和丧尸暴龙兽的围攻下挂了彩，但是魂刀的无视物理防御也让暴龙兽们受损严重。文人莫言双手交叉环抱，食指敲打着，平静地欣赏这场战斗。见差不多了，文人莫言一个眼神示意战斗暴龙兽加入战场。原本有着巨大优势的伏黑甚尔瞬间被颠倒，战斗暴龙兽的加入直接将伏黑甚尔压着打。战斗暴龙兽有着不逊色于伏黑甚尔的速度与力量，更是拥有着超越对方的防御力与破坏力。战斗暴龙兽高高跃起，手中咒力凝聚，一颗巨大、灿若太阳、散发着炙热高温的能量球赫然出现。盖亚能量炮！战斗暴龙兽将盖亚能量炮扔向伏黑甚尔。伏黑甚尔从丑宝的嘴中抽出万里锁，缠绕在天逆眸上。伏黑甚尔舞动着万里锁，发出呼呼的狂风之声，刮起了旋风。唰！巨大的盖亚能量炮被伏黑甚尔切开而来，朝着两边散去。可怖的威力直接将两边的大地化为焦土。伏黑甚尔喘着粗气，体力消耗巨大，但战斗暴龙兽有文人莫言这个充电宝在，就能一直运行下去，战斗下去，不知疲倦。灼灵炮！战斗暴龙兽将手臂瞄准伏黑甚尔，冰冷的枪口对准伏黑甚尔，宛若岩浆一般血红灼热的能量汇聚，朝着伏黑甚尔射去。轰！大地仿佛被岩浆浇筑过一般，留下缕缕红色的岩浆纹路。伏黑甚尔也被刚刚的攻击溅射，留下了点点伤痕。文人莫言看着伏黑甚尔气喘吁吁的模样，好不狼狈。刚把得，刚把得，努力，再努力一点，你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打败我的战斗暴龙兽，赢得第二场喽哟。伏黑甚尔，你不是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即使没有咒力也比特级强吗？文人莫言咧嘴一笑，肆意嘲讽着伏黑甚尔。文人莫言的嘲讽让伏黑甚尔气愤，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冷笑一声，这种事情不需要你操心。伏黑甚尔继续战斗，朝着战斗暴龙兽发起猛攻。轰轰轰！伏黑甚尔手持幽云，打出残影一般攻击频率。战斗暴龙兽不甘示弱，双臂的爪击也刺出阵阵残影。两人的战斗掀起的余波将附近的一切都摧毁殆尽。最终，伏黑甚尔满脸是血的倒在了一颗大石之上。战斗暴龙兽锋利的龙之克星直指伏黑甚尔的咽喉。真是遗憾啊，你又败了，伏黑甚尔。文人莫言来到伏黑甚尔的身边，脸上的嘲讽之色不言而喻。但我看你好像并不服气啊。正好，我也在兴头上，不如这样，我也不用咒力，用你最擅长的打一架如何？第76章天宇暴君。伏黑甚尔听着文人莫言的话，目光诧异地看向对方，随后笑了笑，有趣，如果我这都输给了你，那我事后就在你手做事又能怎么样？文人莫言将战斗暴龙兽和其他暴龙兽收回，来到伏黑甚尔的身边，将手放在了他的胸前。伏黑甚尔惊疑，想要起身阻止，却被文人莫言制止。我可不会趁人之危，我会将你恢复到最完美状态，再和我好好打一场吧。伏黑甚尔眉头微挑，感受着来自身体的暖意，消散的体力和受伤的身体渐渐恢复，就连耗费的心神也慢慢回来。察觉到对方真的是在给自己治疗时，伏黑甚尔也不再拒绝，同时内心十分惊讶，对方居然能够使用反转术式治疗他人，并且自己刚刚耗费的精神力也在逐渐恢复，真是离奇。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拥有如此多的术式呢？伏黑甚尔不解，但很快也没再想那么多。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强得离谱的小鬼打得鼻青脸肿。伏黑甚尔，禅院家之人，诞生在御三家之一禅院家之中，以咒术为尊的家族。天生灵咒力的伏黑甚尔，从一出生就被禅院家打上了侏罗的烙印，从小就生活在炼狱之中，被禅院家处处针对。嘴角的骇人伤疤就是被禅院家的咒术师扔进咒灵群所导致，甚至全身的伤痕有一大半都是拜禅院家所赐。而天宇咒缚虽剥夺了伏黑甚尔的咒力，却也给予了他相应的强大肉体，使得伏黑甚尔在现代体术与肉体方面，除了觉醒后的5条悟外，无人能比。天生完美的肉体让伏黑甚尔有着对肉体无与伦比的自信。伏黑甚尔站起身来，捏了捏拳头，感受着痊愈的身体，简直跟自己刚刚来的时候一样。伏黑甚尔将咒具回收，然后将丑宝吞入腹中。他有他傲气，对方都不使用咒力，单纯以肉体与自己战斗，那自己自然也不会使用咒具。伏黑甚尔并不担心接下来的战斗会影响腹中的丑宝，毕竟对方说了不会使用咒力，那么作为咒灵的丑宝自然也不会受到影响。哪怕是他自己赤手空拳，也不可能打死一个最低级的咒灵。没办法，谁叫自己是彻彻底底的灵咒力啊？要知道，整个世界哪怕是普通人都会有一丝丝微乎其微的咒力，
而他伏黑甚尔是整个世界唯一，也是整个历史当中唯一没有咒力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当初99游击追求他的理由。99游击试图从伏黑甚尔的灵咒力当中找出方法，抹除整个世界所有人类咒力的方法，让世界不再诞生咒灵。伏黑甚尔摆出架势，嘴角微微咧开，一抹极度自信自傲的笑容出现在他凶悍的脸上。文人莫言微微一笑，眼神带着一丝嘲弄与讥讽，好像在说眼前的伏黑甚尔你不行。伏黑甚尔没有说话，而是一记直拳朝着文人莫言轰去。天宇宙父的肉体此刻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统治力，刚刚那拳没有任何咒力波动，赫然打出音爆，以极致的纯肉体打出，哪怕是咒术师使用咒力想要打出这击，恐怕都寥寥无几。望着转瞬间几乎快要贴在自己脸上的铁拳，文人莫言一时挥出一拳，磅礴的巨力几乎要将空气挤爆，两人的拳头相交，互相碰撞，轰的一声巨响，宛若雷鸣，大地震颤，空气肉眼可见的泛起阵阵涟漪，狂风大作，产生的巨大震动震得附近的树林簌簌落叶。没想到你拳头倒还挺硬，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伏黑甚尔傲然道，嘴角的笑容丝毫未减，反而更甚。这样才打着有意思吗？伏黑甚尔战意昂然，浑身的血液仿佛泻滴的洪流，仿佛天宇宙父的肉体在回应着他磅礴汹涌的战意。能够在纯肉体战斗还不落入下风，真是头一次见。文人莫言冷哼一声，给你装起来了，你信不信等会我把你打得飞起来？刚刚的交手，文人莫言清晰地感受到伏黑甚尔肉体的强悍，哪怕自己的肉体在那次事件以后达到了质的飞跃，也无法在纯肉体方面超越伏黑甚尔，只能半斤八两。之前伏黑甚尔之所以如此狼狈，完全是因为文人莫言实力太强导致，现在以纯肉体战斗才能感受到伏黑甚尔如暴君般的压迫感。不愧是被誉为最强肉体，果然厉害。伏黑甚尔再次挥出一拳，这一拳比刚才的那一击更加有力，更加蛮横霸道，势不可挡。文人莫言单臂抵挡，在伏黑甚尔挥拳的瞬间，伏黑甚尔身后黑色的煞气宛若瀑布一般奔涌，化为一团巨大的黑幕。文人莫言仿佛看见了一头栖身于黑暗之中的巨兽，挥舞着他宛若钢铁一般的手掌，朝着文人莫言袭来。砰！文人莫言被伏黑甚尔一拳轰飞，重重地撞在了一棵几人才能环抱的大树之上。文人莫言只感觉到手臂一阵麻木，还没等文人莫言反应过来，伏黑甚尔已经来到他的身前，双拳如铁锤一般轰杀而来。文人莫言闪身躲过，身后的巨树可没这么好运，直接被伏黑甚尔一拳轰得四分五裂，爆炸开来。伏黑甚尔回头看去，眼神中尽是轻蔑，仿佛在说：“你躲什么啊，小鬼？”文人莫言也知道现在的伏黑甚尔气势正足，平时只能打出100%的拳头，现在能打出120%甚至更多。只要撑过这段时间，那就是伏黑甚尔的虚弱期，可以随意拿捏。但那是杂鱼的思想，老子就是要在这段时间里面把你轰得血肉横飞，将你引以为傲的肉体踩在脚下，碾得粉碎。来啊！文人莫言大喝一声，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伏黑甚尔跑去。哈哈哈！伏黑甚尔大笑，彻底陷入了对战斗的癫狂。现在的伏黑甚尔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能想，只有肉体之间极致的碰撞，赤裸裸的战斗，才能让他感受到活着的意义。两人如嗜血迷失了眼睛的猛兽，现在身体与大脑都是为战而生，至死方休。第77章，诅咒不祥。狂风席卷，漫天拳影，来自肉体的极致交锋，血气如龙。两人的双拳每一次碰撞都会爆发出宛若雷鸣般的沉闷轰响，连绵不绝，回响在树林。碰撞产生的凛冽拳风将四周的树木吹得东倒西歪。两人交战的战场周围已然被战斗的余波清空。此刻，两人宛若蛮荒巨兽，拳拳到肉的战斗让人内心惊骇。伏黑甚尔的天宇咒父以牺牲自身咒力，天生强悍近乎完美的肉体。文人莫言的如渊如海的磅礴咒力滋养而出的升华肉体，到底孰强孰弱，谁胜谁负？伏黑甚尔凭借着多年来战斗的经验与野兽般本能的反应，一时间将文人莫言压着打。文人莫言边打边撤，一边竭尽全力对抗着与伏黑甚尔战斗，一步适应对方的战斗方式，找到应对的战斗方法。似乎察觉到了文人莫言的想法，也感觉到了对方越来越游刃有余地接下自己的攻击。伏黑甚尔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战斗。伏黑甚尔身形在树林之中腾转挪移，一道道残影在树林之中闪烁，仿佛是森林中的舞者一般。而他的舞伴自然就是与他战斗的文人莫言。轰！两人再次碰撞，这一次伏黑甚尔和文人莫言都击中了彼此的脸，两人谁也不服谁，继续角力。
也在这一刻开始，伏黑甚尔的优势不复存在。砰砰砰，两人抡起拳头开始互相攻击，但很明显，伏黑甚尔似乎略微落入下风。文人莫言已经看穿了伏黑甚尔的战斗方式与出拳速度，太慢了，太慢了！伏黑甚尔，你拳头这么慢，怎么出来混饭吃？文人莫言放声嘲笑，拳头也越来越快，拳影翻飞，如淋如雨。伏黑甚尔咬紧牙关，满是伤疤的身体肌肉隆起，仿佛一块块石头层层叠叠，互相交错在一起。几条宛若蜈蚣一般狰狞的疤痕在肌肉的鼓动下，仿佛活过来一般，似乎要跳出来缠住文人莫言。文人莫言在刚刚与伏黑甚尔的战斗中，上半身的衣服已经被烘成了齑粉，洁白如玉的身体在阳光的照耀下宛若发光的白玉。虽然肌肉不及伏黑甚尔那般雄壮，但也不多不少，宛若古希腊的雕塑一般完美。伏黑甚尔找准机会，一拳打在了文人莫言的脸上。文人莫言被打得口水飞溅，但很快文人莫言一拳轰在了伏黑甚尔的肚子上。伏黑甚尔就像一只熟透的虾一般弓下身子，剧烈的疼痛差点让伏黑甚尔眼球都给掉了下来。伏黑甚尔缓过来，继续朝着文人莫言猛攻而来。可文人莫言仿佛已经预料到了一切一般，躲过了伏黑甚尔的攻击，一拳打在了对方的脸上。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耗费了大半，但依旧算得上是生龙活虎。两人仿佛心有灵犀，同时往后跳去，拉开距离。随后下一秒，两人再次交锋碰撞，但这一次伏黑甚尔引以为傲的肉体被文人莫言成功找到了破绽。伏黑甚尔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文人莫言的拳头又重又沉，仿佛生长了无数只手一般，连绵不绝，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了伏黑甚尔的身体之上。怎么可能？伏黑甚尔不敢置信，他败了，败的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狼狈，却又如此的难以接受，但却又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连同他心中的骄傲与自信一同被漫天的拳影粉碎。此刻伏黑甚尔视线逐渐被文人莫言的拳影模糊起来，自己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一般，什么也听不见了，耳朵嗡嗡作响，很像自己童年时禅院家剩下的蝉鸣声。那时的自己还很小很小很小。无咒力！伏黑甚尔的生父禅院甚无目自欲裂，死死地盯着年幼的伏黑甚尔，垂落的大手忍不住颤抖，仿佛下一秒就要将眼前的伏黑甚尔杀死。最后禅院甚无还是忍了下来，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传出去对他竞选禅院族长有不好的影响。伏黑甚尔的同胞哥哥禅院甚义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刚满5岁的伏黑甚尔，像看陌生人一样。吴周烈，以后出去别说你是我禅院甚一的弟弟，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伏黑甚尔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一切是如此的突然，突然的让他感觉这是一场梦，一场恐怖的噩梦。前一天还对自己关爱有加的父亲，被人欺负替自己出头的好大哥，此刻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看待自己的眼神就像看一个累赘，一个让他们极度厌恶恶心的垃圾。母亲、父亲和哥哥他们为什么讨厌我？不谙世事，年幼的伏黑甚尔委屈的泪水浸湿眼眶，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止不住的流淌。伏黑甚尔望着躲在阴影当中的母亲，他多希望母亲现在可以走出来，像曾经一样抱住他，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梦，就像以前一样，做噩梦的时候说甚尔乖，都是假的，那只是梦，睡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可残酷的现实却是，当伏黑甚尔再次醒来，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如同炼狱的禅院会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一辈子笼罩在伏黑甚尔的头上，欺辱、霸凌、唾骂，禅院家所有人都不待见没有咒力的伏黑甚尔，甚至同为无咒力的其他人也会来毫不留情地踩伏黑甚尔两脚。为什么？因为伏黑甚尔是禅院家的耻辱，一个连普通人都不如，真正的零咒力的耻辱。在这个崇尚咒术的腐烂家族，一切都以咒术评定，身份、地位、资源甚至权力，这样的家族诞生出了一个连一丝丝咒力都没有的家伙，自然被视为不祥，被视为诅咒。他理应被禅院一族唾弃，理应被禅院一族视作最低等的侏罗，所有人都以欺负他为乐，惩罚他为荣。母亲，我真的是诅咒，真的是不祥吗？大家都讨厌我，厌恶我，他们打我，用口水涂我，用尿洒我，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对我？父亲也是，哥哥也是。伏黑甚尔失魂落魄，目光无神地跪倒在地，无力的双手耷拉在地上，头仿佛失去了力量，落在母亲的怀中。今天的他又被嘲笑了，甚至被几个禅院家的同龄人拳打脚踢，辱骂践踏。他气不过，反抗过，但最终的结局却是招来了禅院家的术士。他们用厌恶的眼神望着自己，没有问任何缘由，就将自己定为罪魁祸首。就连父亲也是一样，不听他的解释，将他视作耻辱，用鞭子抽打他，
让他不要在外惹是生非，丢他禅院甚无丢脸。这不是第一次了，伏黑甚尔早已麻木。第78章战力。当然不是，甚尔不是诅咒，是上天赐予母亲我的恩惠。伏黑甚尔的母亲苦涩地笑着，眼眸已然噙满了泪水。他努力忍住，泪水不落在伏黑甚尔的头上。他不想自己的儿子看见自己这般模样。他将伏黑甚尔拥入怀中，紧紧抱住。这是他能做的，也是为数不多能做的。他无能为力，内疚，自愧。作为一个母亲，她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子。她怨恨自己，为什么自己这么弱，弱到连自己的儿子被欺负成这般模样都无法站出来反抗。但她清楚地知道，自怨自艾也无法改变眼前的现状。因为压迫伏黑甚尔的不是别人，而是千百年来禅院家墨守成规，刻在每一个禅院家骨子里的偏见与固执。他能做的只有教会伏黑甚尔如何在这个宛若地狱般的禅院家族生存下去。母亲是我见过最漂亮、最美丽、最温柔的女人。她总是带着一只漂亮的发簪，将自己宛若柔水般的长发盘起。她总是教我忍耐、低头，说这样才能在禅院家活下来。我一直麻木地对待着一切，我不理解，为什么同龄人都比我弱小，我却不能反抗？为什么我也姓禅院，流着禅院家的血，却被视作奴仆？就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咒力的猴子吗？盛夏，太阳很大，就像一个大白圆球，焦灼地炙烤着大地，空气被烤得都浓稠起来，让人呼吸都不畅。禅院家的练武场只有10岁的伏黑甚尔，此刻正被一个年纪12岁的禅院少年作为陪练的靶子。面对对方的拳打脚踢，伏黑甚尔面无表情地防御着。这样的事他已经习惯。对方一边用力地殴打着伏黑甚尔，一边嘴吐秽言，侮辱着伏黑甚尔与他的母亲。伏黑甚尔好像被触碰到了什么禁忌，下意识就挥出拳头，几招便将对方打倒在地。哀嚎响起，鼻血喷洒，引来了指导术师。伏黑甚尔抬头看向对方，面无表情。他知道自己后面会面对什么。术师并没有说话，而是一拳打在了伏黑甚尔的肚子上。缠绕着咒力增幅的拳头让伏黑甚尔捂着肚子痛苦地跪倒在地。但这一次并没有伏黑甚尔想的那么简单。伏黑甚尔被术师带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几个禅院家的术师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似乎等待着看什么笑话。一只丑陋与伏黑甚尔体型差不多的咒灵被扔在了他的面前。咒灵十分害怕地颤抖着，发出呜咽的低语。伏黑甚尔目光震颤，不解、恐惧地看着眼前的咒灵。他们四目相对，仿佛看见了彼此的自己，仿佛眼前的咒灵就是自己，不是那群咒术师眼中的自己。那一刻，伏黑甚尔才真正明白，原来在他们眼中，自己就像眼前这个咒灵一样，丑陋、肮脏、不堪。伏黑甚尔此刻好想把他们全部杀光，可不够，太弱了。回到家中，禅院甚无的鞭子毫不留情地抽打在伏黑甚尔的身上。又给我丢脸，又给我丢脸！禅院甚无一边抽打着伏黑甚尔，一边发泄着最近的怒火。就因为他生了个这么个儿子，他被所有人耻笑。禅院甚无不止一次想要杀了伏黑甚尔，但为了争夺家主之位，他不能下手。杀死自己儿子的罪名太重了，尤其是在禅院家这个十分重视血脉的地方。伏黑甚尔默默承受着一切，心里早已习以为常，无所谓了。伏黑甚尔这样安慰着自己。就在这时，一个柔弱的身体抱住了伏黑甚尔，好熟悉，好温暖。伏黑甚尔抬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美丽端庄的脸庞。哪怕岁月与困苦的生活在他脸上留下丑陋的皱纹，却依旧无法影响他的美丽。母亲，这一次伏黑甚尔的母亲不再逃避，不再躲在一旁流泪，她鼓起勇气抱住了伏黑甚尔。禅院甚无怒目圆睁，贱妇，连你也敢忤逆我！禅院甚无下手更重了起来，每一次都血肉横飞，皮开肉绽。可伏黑甚尔却在母亲的眼中看见的不是痛苦，而是释然。哪怕疼得几乎咬碎银牙，他依旧默默忍受着。原来鞭子也没那么疼。甚尔，以后就让妈妈来保护你吧。他低语着，抱住伏黑甚尔的手更加有力起来。父亲，请住手吧。禅院甚一站了出来，制止了禅院甚无。他厌恶伏黑甚尔，哪怕对方死去，他也不会悲伤。但他并不讨厌自己的母亲，相反，禅院甚一经常帮助自己的母亲。虽然禅院甚一知道自己的帮助最终有一大部分都被母亲给了伏黑甚尔，这也为什么备受欺凌的伏黑甚尔能够长得如此壮硕。天宇宙父的肉体在成长期间需要大量的营养补给，但他依旧选择帮助母亲。他禅院甚一可以无视伏黑甚尔被人各种欺压，但他无法目睹自己的母亲被父亲毒打。在禅院甚一的劝解下，禅院甚无停下了手。禅院甚无冷哼一声，扔掉了鞭子离开。也在这以后，禅院甚无鞭打伏黑甚尔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每次都有一个柔弱的身躯保护着年幼的伏黑甚尔。
禅院圣医留下一瓶药，仇恨地看了一眼伏黑甚尔。如果不是你，母亲怎么可能会受这么严重的伤？你只会给身边人带来不幸。如果我是你，我早就上吊自杀了。伏黑甚尔没有光的眼眸更加灰暗起来，心有死志。可就在伏黑甚尔万念俱灰的至暗时刻，母亲的怀抱再次照亮伏黑甚尔已经荒芜的内心。甚尔，答应妈妈，好好活下去，不要怨恨父亲，不要怨恨哥哥，不要怨恨禅院，哪怕是我死去，好吗？伏黑甚尔望着那温柔目光，默默地点了点头。随着时间流逝，伏黑甚尔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天宇咒符的可怕开始显现。才12岁的伏黑甚尔展现出来惊人的战斗力，几个护卫队的成员都无法拿下伏黑甚尔。实力的强大让不甘的伏黑甚尔内心开始滋生修罗。无咒力的废物就该有废物的样子。练武场上，大庭广众之下，禅院的一名强大的咒术师将伏黑甚尔的头狠狠踩在脚下，用力碾压。原因竟是刚刚伏黑甚尔居然敢出手反抗，打伤了一名禅院种子咒术师。你一个奴仆居然敢对主人动手，不知死活！第79章，我是不死的。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伏黑甚尔不知道已经体验过多少次了，早已麻木习惯。伏黑甚尔表情木讷，但仔细一看，能够察觉到隐藏在深处的杀意与怨恨。杀！杀！杀！伏黑甚尔回到家中，内心的恶魔蠢蠢欲动，一路上到处都是嫌弃、厌恶的目光。他早就受够了，恨不得将禅院家所有人杀光。杀绝！甚尔！一个温柔的声音将伏黑甚尔心中的恶魔制蛊。母亲。伏黑甚尔望着那端庄贤淑的女子，心中的仇恨瞬间平静。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却有着可以束缚修罗的枷锁。回家，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烤肉。伏黑甚尔点了点头，没有感情的脸出现了不该出现的笑容。甚儿，你跟我来一趟。练武场上，禅院家的指导术师皮笑肉不笑的示意正在陪练的伏黑甚尔跟着自己走。伏黑甚尔知道自己没有拒绝权利。穿过深邃的走廊，光影明灭交错，阴寒无比，仿佛是通往地狱的道路。甚儿，我听说你很想变强，是吗？一只强有力的大手轻轻地拍在伏黑甚尔的肩膀上。禅院术师的话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魔力，这是来自强者对弱者上位的压制。伏黑甚尔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拒绝。望着阶梯下，伏黑甚尔知道这里是禅院家圈养咒灵的地方。现在我有一个帮助你变强的方式，那就是与咒灵战斗。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禅院术师的职责就是拔除咒灵，这可是只有禅院家术师种子才有的待遇啊。叔叔，对你好吧？禅院术师宛若恶魔的低语，一把就将伏黑甚尔推入其中。无数的4级、3级咒灵从阴影黑暗之中缓缓探出，他们疯狂地朝着伏黑甚尔撕咬而去，是要将伏黑甚尔扯成碎片。没有咒力的伏黑甚尔根本无法杀死咒灵，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身体被咒灵撕扯，身体被咒灵啃食。伏黑甚尔拼命反抗，用牙咬，用手抓，折磨持续的很久。伏黑甚尔全身浴血，有自己的，有咒灵的。伏黑甚尔奄奄一息，在满是血液的地面上急促地呼吸着。要死了吗？要死了吗？伏黑甚尔不甘心，他不甘心死在这里。但禅院术师可不会让伏黑甚尔死在他的手里。谋杀同族，这可是大罪。虽然他们已经在做，但也不能如此明显。他只是想要折磨伏黑甚尔，让对方承受不了这样的心理压力，自尽而亡。美名其曰自己只是帮助伏黑甚尔变强而已，只是他自己承受不住罢了。我也是出于一片好意啊。这样恶毒的伪善让人不寒而栗，心底发寒。都说真人毒，但与真正的人类恶意相比，真人也只不过是个刚刚出生的宝宝。伏黑甚尔醒了，全身被绷带缠满，无咒力的他被所有禅院家的人厌恶。最近禅院家损失惨重，也被算到了伏黑甚尔的头上。所有人的怒火都被指向了伏黑甚尔，认为禅院家的不幸都是伏黑甚尔招来的。他是个灾星。伏黑甚尔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屑一顾。他早已不是曾经的自己，现在他恨不得自己带来的灾祸将整个禅院家全部杀死。甚尔，对不起。伏黑甚尔看着床边因为照顾自己彻夜未眠，熬红了眼眶，变老了许多的母亲。伏黑甚尔的心一下又软了下去，轻声呢喃了一句母亲。接下来的日子，痛苦的折磨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伏黑甚尔一次又一次被禅院家的术师们扔进咒灵群，美名其曰帮助伏黑甚尔变强。但伏黑甚尔心中比谁都清楚，他们比谁都想自己死，但他伏黑甚尔不会让那群家伙如愿。望着出现在咒灵群当中比狮子还大的2级咒灵，伏黑甚尔知道那群家伙忍不住了。看着伏黑甚尔一次又一次变强，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诞生一个从地狱爬出的恶鬼。
伏黑甚尔将目光看向上方，禅院术士们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伏黑甚尔咧嘴一笑，狰狞地朝着咒灵冲去。既然没有咒力，那就用手抓，用牙咬，竭尽全力杀死对方。伏黑甚尔被咒灵重重地撞飞到墙壁之上，身后的墙壁被撞裂开来。看着冲来的2级咒灵，伏黑甚尔目露凶光，捡起地上的墙壁上的碎片，狠狠刺进咒灵的头。咒灵痛苦的嚎叫。伏黑甚尔发现手中的碎片竟可以伤害咒灵。也对，这可是关押咒灵的地方。伏黑甚尔捡起地上的碎片，朝着咒灵们冲杀而去。他是不死的，他是不死，他是不死的伏黑甚尔。当术士们再次回来，准备给伏黑甚尔收尸的时候，却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伏黑甚尔宛若一尊杀神一般，傲立在满是咒灵尸体的地上，仿佛在告诉所有人，我从地狱回来了。术士们不敢置信，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不可能，一个灵咒灵的垃圾居然杀死了这么多咒灵。伏黑甚尔将手中带血的碎片扔在地上，随后阔步离开了这里，眼神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陷害自己的禅院术师，轻蔑一笑。这种莫大的侮辱让禅院术师忍不住想要将伏黑甚尔当场轰杀，自己居然被一个灵咒力的废物瞧不起。禅院家的腐朽的制度让他瞧不起伏黑甚尔，但同样桎梏了他，让他忌讳家族的规矩，不敢对伏黑甚尔出手。时间流逝，伏黑甚尔渐渐长大，这是一个意义非凡却又无人记得的日子。生日快乐，甚尔。第80章死亡。今天可是你16岁的生日哦。伏黑甚尔望着母亲手中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盒，冰冷麻木的心被暖意包裹。伏黑甚尔笑着接过礼盒，里面正摆放着一件价值不菲的2级咒具，虽然有些陈旧，但丝毫不影响使用。伏黑甚尔内心惊喜，看向母亲，却发现母亲美丽的簪子不见了。伏黑甚尔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伏黑甚尔的目光，尴尬地笑了笑，掩饰道：哎呀，我只是觉得那个簪子太招摇了，所以今天换了一个木簪。伏黑甚尔自然知道，那是外婆留给母亲唯一的礼物啊。没事的，簪子固然美丽，但甚尔更需要一个好的武器执行任务，不是吗？感受着母亲疼爱的抚摸，伏黑甚尔重重地点了点头。他要努力赚钱，努力执行任务，为母亲买好多好多漂亮衣服、美丽簪子。他伏黑甚尔已经长大了，现在的他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整个禅院都不敢再欺辱他。曾经陷害他的禅院术师们见到自己也只能灰溜溜地逃走，现在就由他来保护母亲吧，没有人可以欺负母亲了。伏黑甚尔望着年老色衰的眼前之人，已然人老珠黄，但在伏黑甚尔的眼中，她依旧是他心中最美的那个女人。她的样貌从始至终都如曾经那般美丽。伏黑甚尔看着母亲洗得已经泛白的和服，伏黑甚尔知道，这些年母亲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健康成长。天宇宙父的肉体成长的过程中，所需要的食量十分巨大，而被视为耻辱与诅咒的伏黑甚尔，又怎么可能获得大量的补给？这一切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伏黑甚尔的哥哥禅院圣一也常常帮助母亲，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帮助最终都会落入伏黑甚尔的嘴里，但他依旧常常接济，不是为了伏黑甚尔，而是为了自己的母亲。时间流逝，伏黑甚尔在完成过几次任务以后，哪怕禅院家看不起伏黑甚尔，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强大。伏黑甚尔也赚了很多钱，给母亲买了很多漂亮衣服，就连曾经的簪子也被伏黑甚尔赎了回来。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几年后，5条家诞生出了一个六眼。伏黑甚尔还特意去看过，那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站在别人身后被察觉。伏黑甚尔隐隐能够感觉到，他与眼前的六眼少年将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面伏黑甚尔一脸苦相，什么都漠不关心，家中却会露出与他完全相反的笑容。伏黑甚尔望着已经备好饭菜，笑容明媚如花的母亲，欢迎回来，甚尔。或许哪怕我身处地狱，这也是我值得留下的理由。我回来了，母亲。伏黑甚尔笑着走到桌前，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如果可以一直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挣脱的枷锁，破碎的深渊，仿佛伏黑甚尔天生就是一个诅咒一般，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法久存。那是一个平静的傍晚，太阳已然落山，天灰蒙蒙的，十分灰暗。夜鸦嘎嘎嘎地叫着，听起来像是嘲笑。像往常一样执行完任务的伏黑甚尔向着家走去。今天的禅院平静的可怕，隐隐让伏黑甚尔感到一丝压抑与不祥。听说最近禅院家在竞争族长，这关他屁事。但伏黑甚尔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心无法平静。临近家门，伏黑甚尔在空气当中嗅到了大量血腥的味道。伏黑甚尔内心一震，快步来到门前，将其打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影赫然出现在了伏黑甚尔的眼前。
眼前之人正是伏黑甚尔的父亲禅院甚吾。禅院甚吾目光冷漠，眼眸无情地望着眼前的伏黑甚尔。哦，甚尔，你终于回来了，你可让作为父亲的我好等啊。伏黑甚尔没有第一时间回答禅院甚吾的话，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禅院甚吾脚边已经失去呼吸的尸体。那鲜艳的和服正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件。伏黑甚尔浑身颤抖，他不能相信，不敢相信，眼前的尸体是自己母亲。他明明为了我受了那么多苦，他还说要亲眼见证我的婚姻，我的孩子。这一切，哈哈哈！伏黑甚尔看着伏黑甚尔失魂落魄，好像被抽了魂的模样，哈哈大笑。这个贱妇居然敢拦着我杀你，死有余辜！禅院甚吾擦拭着手中的剑，面无表情。你知道，如果不是你这个灾厄，我说不定就已经竞选族长成功了。都是因为你，禅院甚尔。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会错失族长之位？禅院甚吾状若疯魔，为了权力，他彻底疯了。而这个贱妇居然敢拦着我杀你，所以我杀了她，一剑刺穿了她的心脏。你知道吗？她临死的时候还死死抓着我的脚不放，苦苦央求着我放过你。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禅院甚吾怎么可能会有你这么个废物儿子？禅院甚吾冷哼一声，我又怎么可能会放过你这个让我失去家主之位、颜面扫地的废物？禅院甚尔，准备好！禅院甚吾只感觉伏黑甚尔身影一闪，下一秒自己的身体传来一股剧痛。那可能，禅院甚吾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禅院甚尔怎么可能会如此强大？他居然被一个无咒力的废物杀死！哥，禅院甚尔，你果然是个诅咒！禅院甚吾宛若厉鬼，狰狞地笑着，似乎想到了什么，留下了最后的诅咒。伏黑甚尔望着死去的禅院甚吾，内心似乎欢快无比。那么，接下来我该杀谁呢？伏黑甚尔冷冷地看向门外，黑色的夜开始蔓延，宛若伏黑甚尔都内心的黑暗。多年来的怨恨在此刻爆发，地狱的修罗终究失去了枷锁。伏黑甚尔身影消失，这一刻他忘记了母亲的话，忘记了一切，他只想杀人，杀禅院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年幼孩童。血液喷洒，伏黑甚尔手持母亲所赠的咒具，在禅院家族大杀四方。曾经辱骂、欺凌、诅咒、践踏、蹂躏、冷眼旁观的所有人，此刻全部化为了对死亡恐惧的哀嚎、求饶。伏黑甚尔杀着，引来了禅院执法队与咒术师，但在伏黑甚尔的眼中，这些家伙的速度简直和蜗牛一样。伏黑甚尔好像进入了某种空灵的境界，平日高高在上的术师仿佛全身都是破绽。伏黑甚尔好似精灵，在禅院家绽放朵朵绚烂璀璨的血花，真是开心啊，真是开心啊！伏黑甚尔癫狂地笑着，他一直以来积攒的怨恨终于得到了爆发。报仇，报仇！可为什么他好难过？他不应该高兴吗？第81章，屠戮禅院。禅院，长长的回廊。伏黑甚尔将刀从一个女人的尸体抽出，女人的脸十分扭曲，还残留着死前的恐惧。伏黑甚尔宛若从地狱来到现世的修罗，浑身浴血，傲立在由禅院族人组成的尸山之上。伏黑甚尔已经忘记了他到底杀死了多少禅院家的人，就像人类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会吃多少盐、多少饭、多少面包一般。突然，一股强横的气息出现在走廊的尽头，来人正是伏黑甚尔的亲哥哥禅院甚一。禅院甚一拔出腰间的宝刀，目光凛然地注视着手里还提着一个头颅的伏黑甚尔。我早就说过，禅院甚尔，你是一个诅咒。诅咒！听到这个词，伏黑甚尔冷冷一笑，目光闪烁着血芒，看向禅院甚一。禅院甚一没有说话，而是静默注视着伏黑甚尔。下一秒，两人动若雷霆，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如同闪电一般交错。禅院甚一将断掉的刀收回鞘中，脸上赫然出现一道长长的血痕。原本伏黑甚尔刚刚的一击可以将禅院甚一的脸砍成两半，可最终伏黑甚尔收了手。你为什么不杀我？伏黑甚尔没有回头，语气带着一丝难以察觉到酸苦与懊悔。因为你死了，就没有人祭奠母亲。伏黑甚尔自嘲道：你说的对，我是诅咒，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不会死，也不会苦一辈子。说完，伏黑甚尔头也不回地继续朝着禅院家其他方向而去。今天他要将整个禅院屠戮殆尽，为母亲报仇，为自己报仇。这刻，禅院晦暗，血液布满了禅院家族的每一个地方，到处都是恐惧、血腥、死亡的味道。就在伏黑甚尔大杀四方，仿佛入无人之境。就在伏黑甚尔杀得正兴起，已经忘记母亲死去时的悲痛。当代家主特别一级咒术师禅院直皮人伏黑甚尔的叔父挡住了他。这一次，伏黑甚尔并没有像之前那般像杀那些禅院家的术师一样，
随意就将禅院直皮人杀死，而是与禅院直皮人战斗起来，一时间不分上下。拥有术士投射咒法的禅院直皮人，有着与伏黑甚尔截然不同的速度，甚至更快。但很快状态诡异的伏黑甚尔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一刀砍中了禅院直皮人。伏黑甚尔十分享受现在的状态，他仿佛得到了升华。他的耳朵、他的身体与眼睛，好像可以看见、听见、感受到平时无法感应到的事物。禅院直皮人也察觉到了对方异样，迅速撤退。就在伏黑甚尔乘胜追击，准备将禅院直皮人也杀死的时候，你果然是我们家族的灾星。一个年迈的声音从伏黑甚尔的身后蓦地响起。伏黑甚尔雄躯猛然一震，他居然没有发现自己背后有人。一个老者从阴影之中缓缓走出，来人正是禅院家上代家主禅院直人伏黑甚尔的爷爷。不能再让你肆意妄为下去了，就由老夫亲手了解你吧。禅院直人双手结印，强大的咒力在禅院直人的调动下化为黑色的幕布，领域展开，嵌合暗一停。一瞬间，领域将伏黑甚尔笼罩，大量的式神从嵌合暗一停阴影各处仿佛喷泉似的奔涌。但让禅院直人震惊的是，自己的领域居然无法锁定伏黑甚尔。要知道，壁中是领域最可怕的特性，没有之一。哪怕两个咒术师常态实力下不分上下，但能够开启领域的一方必定会胜利。而伏黑甚尔却完美避开了这一点。难道是因为灵咒力？禅院直人压住内心的震惊，但随即禅院直人冷笑一声，不以为然。就算无法锁定，这铺天盖地的式神照样可以将他轻而易举的碾杀。可接下来，伏黑甚尔再一次让禅院直人震惊。伏黑甚尔好似不受影响，面对铺天盖地几乎要将整个领域填满的式神，伏黑甚尔就像长了翅膀似的，灵巧如蝶，每次都能躲过来自式神们的进攻。望着朝着自己冲来的伏黑甚尔，禅院直人见状，立马唤出两只玉犬，与对方搏杀起来。面对经验丰富、实力强大的禅院直人，伏黑甚尔在短短的交手以后，就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杀死对方，但对方同样也无法奈何自己。伏黑甚尔挥舞着手中的咒具，大量的式神被切砍得四分五裂。老东西，等你的领域结束，我会当着你的面把禅院家所有人全部杀光。伏黑甚尔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疯狂的样子让禅院直人感到火大。禅院直人与伏黑甚尔来开距离，虽然内心不甘，但还是和伏黑甚尔谈起了条件。没办法，作为一生都在为禅院家奉献的禅院直人，禅院家就是他的软肋。但禅院直人清楚的知道伏黑甚尔的软肋是什么，就提出了伏黑甚尔母亲的条件。如果伏黑甚尔不答应，那他禅院直人自然也有将他干掉的底牌。等领域散去，伏黑甚尔没有多言，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众人与尸横遍野的禅院，随后消失在了深邃的夜色之中。从那天起，伏黑甚尔脱离了禅院，独自一人浑浑噩噩的在现代社会生活，直到遇见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人。这位客人，请不要在我们饭店打架。一间不大不小的速食快餐店内，伏黑甚尔正将一个不小心打翻他餐食的小混混揪着衣领提起，准备给他一点教训。明明身高只有1.8米的伏黑甚尔，给人一种2米小巨人的错觉。混混被吓得瑟瑟发抖，别看他平时人死掉大鸟朝天的样子，但他不是真心找茬的呀，他真的是不小心撞到这个男人的食物的。这位客人，请不要在我们饭店打架。所有的客人都以一种钦佩又担忧的目光看向双手叉腰交斥伏黑甚尔的女服务员，一旁同事却小声地叫女服务员不要多管闲事。伏黑甚尔不屑一顾，可当他抬起头来，却被眼前的女子的模样震惊。伏黑甚尔情不自已地开口询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女服务员也被伏黑甚尔那炙热的目光给吓得呆住，下意识说出了他的名字：惠子。从那以后，伏黑甚尔除了任务以外，总是默默地待在那间快餐店，直到女孩下班才默默回去。第82章，惠，上天的恩惠。惠子这个名字深深烙印在了伏黑甚尔的心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伏黑甚尔喜欢惠子，但伏黑甚尔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的桌子上，点上食物，直到惠子下班。这样的关系持续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惠子叫住了伏黑甚尔。惠子情窦初开，面带羞赧地望着眼前这个神秘的男人，除了他的名字，惠子一概不知，他的过往，他的经历。喂，甚尔。惠子顿了顿，随后转口：我喜欢你。伏黑甚尔淡淡地瞥了一眼惠子，回了一句无聊，随后离开。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内，伏黑甚尔好像失去了全部的力量，躺在床上。无聊，无聊。伏黑甚尔重复着这句话，内心搅乱如麻，不知所措。连半个禅院家都能屠，连10几年的欺凌都能忍受的伏黑甚尔，此刻却无法接受一个少女的爱意，因为她是一个诅咒啊！他亲近的人都会遭遇不幸。随着时间的流逝，惠子的坚持，伏黑甚尔渐渐被他打动。
爱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伏黑甚尔。两人坠入爱河，在惠子的同事的见证下，两人结婚，许下至死不渝的誓言。没过多久，惠子怀孕了。甚儿，你说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啊？叫惠吧，禅院惠。伏黑甚尔轻抚着惠子的渐渐隆起的肚子，那是他们爱的结晶。惠子摇了摇头，这个名字不好听，万一是个男孩子怎么办？伏黑甚尔笑了笑，男孩子也叫惠，因为他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恩惠。伏黑甚尔再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那是伏黑甚尔人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哪怕在执行任务、拔除咒灵的时候都格外开心。可就像禅院圣医说的，伏黑甚尔是一个诅咒灾星。生下孩子没多久的惠子死了，伏黑甚尔抱着还是婴儿的惠再一次陷入迷茫，一次又一次的绝望让伏黑甚尔心灰意冷。伏黑甚尔开始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什么都不想理会。伏黑甚尔开始经常寄宿在各个女人的家中，将自己的儿子禅院会让人照顾。他不敢触碰自己的儿子，他害怕自己这个诅咒会伤害到自己的儿子。渐渐的，这份极致的爱让伏黑甚尔忘记了惠。伏黑甚尔认为，只要自己忘记惠，就不会伤害到惠了吧。直到几年后，一个女人找到了伏黑甚尔，自此改姓伏黑，而他的孩子也改名伏黑惠。我的孩子一定有咒力，就看你们禅院家愿意出什么价钱了。伏黑甚尔翘着二郎腿，语气毫不在意道。禅院直皮人看了一眼身旁的男人，淡淡道：如果有咒力的话，我愿意出价5亿；有术士的话，出价7亿；如果你的孩子能继承家族的10种银法术，那我愿意出价10亿。哦，这么值钱？那一言为定。两人商量好后，伏黑甚尔离开了这里。走在人来人往的路上，伏黑甚尔感觉自己的脚步好沉。虽然禅院是个垃圾堆，但会有天赋，不会像我一样，禅院会给他很好的生活。跟着我只会带来不幸。啊，好嘞，惠子，你会原谅我的任性吗？母亲，您在天上还过得好吗？您一定很喜欢惠子，她真的很像您，那个语气，那个性格，那个不服输的样子。渐渐的，伏黑甚尔的影子越拉越长，身边路过的人群也逐渐消失。甚儿，惠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做起父亲的责任哦。惠子熟悉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伏黑甚尔的耳边。伏黑甚尔向着声音寻去，惠子，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伏黑甚尔的视线之中，而在另一边，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伏黑甚尔的眼中。甚儿，你似乎很久没回家看看我的乖孙了。母亲，伏黑甚尔忍不住呐喊。甚儿，你要好好照顾我的乖孙，不然等你以后上来，妈妈我可不会放过你。惠子，对，我也不会放过你。母亲，甚儿你不是诅咒，你是我和惠子上天对我们的恩惠，我们从来都没有人认为甚儿给我们带来了灾厄，而甚儿，我的孩子，你也是惠的恩惠，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惠啊，甚儿。喂，不至于吧？你怎么哭了？文人莫言拍着伏黑甚尔的脸上，试图将伏黑甚尔叫醒。我明明用了反转术式治疗他了，为什么这个家伙还是不醒呢？文人莫言站起身来，疑惑地看着已经躺在地上的伏黑甚尔。这王八蛋，你不会想这样就不用履行我们之间的赌注了吧？文人莫言大吼道，提起伏黑甚尔摇晃起来。马得老子费了这么大功夫，你给老子装傻！伏黑甚尔缓缓睁开双眼，望着碧蓝的天空。伏黑甚尔长舒一口气，解开了内心，轻声道了一句：无所谓了。什么无所谓？王八蛋不会想赖账吧？文人莫言将伏黑甚尔扔在地上，怒气冲冲道：没想到你天宇暴君是这德行，看来我文人莫言得不到只能毁掉了。文人莫言望着还有些迷迷糊糊、神神叨叨的伏黑甚尔，准备用水龙剑把伏黑甚尔头砍下来当尿壶，以解自己心头之恨。就在文人莫言准备动手的时候，伏黑甚尔开口道：我愿意在你的手下做事。文人莫言一听，瞬间收起了拔出的水龙剑，立即变了笑容满面的嘴脸。不错，跟我混，正确的选择，来吧，咱们把这个签了。文人莫言掏出一张又咒力凝结的契约，摆在伏黑甚尔面前，但伏黑甚尔表示自己没有咒力，怎么签？文人莫言神秘一笑：你这不还有天宇咒符吗？文人莫言利用术士将天宇咒符勾了出来。伏黑甚尔浑身上下出现若有若无的丝线，虽然这些丝线没有任何咒力，但也够了。文人莫言将契约变大，一把就拍在了伏黑甚尔的身上。OK， 契约完成，谈谈你的薪资待遇吧。文人莫言收起契约，开始与伏黑甚尔谈起来福利待遇。年薪10个亿，有问题吗？伏黑甚尔听到这个数，人懵了。你说多少？第83章。卧槽，活了！伏黑甚尔顿的一下，脑袋炸开。此刻伏黑甚尔
只想抓着文人莫言的衣领质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我还打个屁啊！整整10个亿！伏黑甚尔从震惊中脱离出来，想了想，就算10个亿，他也不会屈居人下，给文人莫言做事。哪怕刚开始文人莫言说了，伏黑甚尔还是会被打一顿。叫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文人莫言见对方这副模样，眉头一抬，怎么觉得自己不值这价？伏黑甚尔摇了摇头，没有，只是没想到你这小子这么有钱。文人莫言听到这话，眼睛直接瞪得溜圆。你这么和你的金主爸爸说话的？叫老板？伏黑甚尔语塞，这小子好嚣张啊！我好想 K 他。我堂堂天宇暴君，咒术界谈之色变、闻风丧胆的男人，你居然敢让我叫老板？要不是打不过你，我上去就是给你2耳光。但话又说回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叫一声又不会少块肉。伏黑甚尔用天逆眸挠了挠脑袋，十分敷衍的来了句：哦，老板。文人莫言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伏黑甚尔这句老板叫得很敷衍，但他听着很爽，毕竟能让骄傲的伏黑甚尔服软，他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如果对方毕恭毕敬的话，文人莫言反而不喜。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天宇暴君。文人莫言继续说着关于他们公司和伏黑甚尔特级员工的福利待遇。特级员工待遇，年薪保底10个亿，有任务提成，指标达成有奖励，吃住公司包了，年终有年终奖，没有假期，但每天都可以是假期，每天上班不固定打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有任务必须随叫随到，退休有养老金，任务受伤也有公司报销和兜底。如果你执行任务嘎了，汝妻子无养之。伏黑甚尔听着文人莫言的介绍，点了点头，发现这小子公司待遇可以啊，比自己单独接任务强多了，还给兜底。就是最后一句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听说你有个孩子叫伏黑惠吧？那就给你分配一个3层复式结构的独立小别墅吧。对了，你还有一个妓女叫伏黑金美纪，有个2婚老婆叫伏黑良子，到时候也接过来一起住吧。如果你的子女有术师天赋的话，我们公司还提供全额的助学基金，只不过呢，只能报考我们这所咒术高专哦。其他的我们不仅不报销，还要倒给我钱。毕竟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我给你吃给你住，还胳膊肘往外拐，那不行。文人莫言继续道，如果你的子女没有天赋，那我们也会提供普通的助学基金，并且还包分配工作哦。并且我们公司还会为你系统性、贴合性、有配套为你提供变强的咒具、咒害和方案。啊，这么好的公司，你能在哪里找啊？要不是因为那是我的公司，我都想上了。文人莫言紧接着怂恿伏黑甚尔，你还有什么亲朋好友，道上的兄弟都可以推荐进来哟。当然，择优录取，我们公司只需要精英，不需要垃圾。伏黑甚尔听完文人莫言的介绍，感慨这福利待遇比他们禅院家好到不知道多少倍啊！这小鬼这么有钱吗？伏黑甚尔半信半疑的看向文人莫言，十分怀疑对方说的到底是真是假。福利待遇这么好，简直太离谱了！你对得起你资本家的身份吗？文人莫言表示，想让人给你卖命，你又舍不得钱，那还说个屁！众所周知，干术师这行不仅压力大，还很危险，天天和要人命的咒灵、咒祖师打交道，稍有不慎就会身陨，甚至生不如死，没有好的保障，别人怎么可能会舍命？所以想要马玩命跑，就得让马多吃草。文人莫言掏出了一身衣服，让伏黑甚尔换上，毕竟荒郊野外渺无人烟的，你一个大男人衣不蔽体的，要是被人看见会被误会在搞什么派交易的。走吧，我们回去吧。文人莫言招了招手，伏黑甚尔3两下换好衣服，跟上文人莫言的脚步，朝着高砖走去。还没等他们2人走多远，一颗蕴含着恐怖能量、扭曲着空间的红色能量球朝着伏黑甚尔急袭而来。伏黑甚尔本能反应的利用天逆眸挡在了胸前。红色能量球与天逆眸接触的一瞬间，能量球产生的巨大力量让伏黑甚尔如此强悍的肉体都止不住的倒退了数十米。哟，撒西布里，好久不见！失踪了大半天的五条悟再次登场。文人莫言望着从树林当中出现的五条悟，五条悟现在的样子，用小说的话叫状若疯魔，用女生的话来说叫哥哥好疯屁，哥哥帅帅，我要给哥哥生猴子。用某种人的话就是卧槽，这哥们怎么了？可嗨了呀！文人莫言有些担心现在五条悟的精神状态。你没事吧？五条悟仰天，眼睛瞪得溜圆，癫狂的大笑，没事，一点事也没有。我现在简直好到不能再好了。真的假的？你这家伙居然没事！伏黑甚尔走了回来，心有余悸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五条悟，刚刚的那一击简直恐怖，如假包换，本大爷还活蹦乱跳的哦。五条悟掀开刘海，露出额头刚刚痊愈的伤疤。第84章，
最强对最强，反转术是吗？伏黑甚尔切了一声，将天逆眸立于胸前。没错，在你插入我喉咙那一刻，我就放弃了抵抗，将全部的精神和咒力都放在了催动反转术式上。结果还真让本大爷成了。五条悟兴奋异常，将血染嫣红的白发放下，遮住了丑陋的伤疤。只能说太可惜了。五条悟指着伏黑甚尔的天逆眸道：如果你是用那个刀插我的头，或者将我的头砍下来，我就死定了。伏黑甚尔目光凝重，他感受到了五条悟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气息，身体和五感告诉他，现在的五条悟极度危险。逃！这是身体发给伏黑甚尔的信息。伏黑甚尔看了一眼一旁的文人莫言，好歹自己都卖身给你了，这事你多多少少得表个态吧。文人莫言将伏黑甚尔的天逆眸按了下去，开口道：天逆眸捅头砍头不存在的，因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文人莫言微微一笑，语出惊人。伏黑甚尔一听感到奇怪，五条悟同样露出困惑的表情，望向自己的挚友。文人莫言淡淡一笑，一副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开始娓娓道来。什么？伏黑甚尔眉头猛蹙，我的背后雇主是你？什么？五条悟大惊，是你找这个家伙来砍老子的？五条悟的吃惊远超伏黑甚尔的惊讶。五条悟心想，老子把你当亲兄弟，你找人砍老子，还差点死了。文人莫言举起食指摇了摇头 ，No oh no， 悟你不会死，我不是说过吗？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不是一直都困扰无法掌握咒力操纵最精妙的反转术是吗？作为你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挚友，我怎么可能忍心让你整日烦恼下去？文人莫言表情夸张，捂着心口，痛心疾首。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华夏的话来说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生。五条悟口中呢喃，显然被文人莫言这番话给震惊的，差点生活不能自理。MMD， 你可真是我五条悟的好兄弟啊！这样牛逼、傻逼的办法都让你想到了，我可真的好好感谢你一番啊！老子差点就被你害死了。文人莫言摇了摇头，嘴角始终挂着一抹自信的轻笑。我不是说了吗？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你哪怕失败了，也不可能会死的。一切都在我的眼中啊！文人莫言缓缓睁开双眼，露出纯白的瞳孔。五条悟只感觉全身一麻，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监视了。伏黑甚尔也不得不再一次审视眼前的少年，没想到背后的一切不是单纯的盘星教和星浆体，而是眼前之人的操纵。而他伏黑甚尔却从头到尾都没察觉到了异常。这个小鬼，不对，这个老板真是让人感到恐怖。如果与这种人为敌，恐怕整日都不得安宁吧。明明已经有超越整个咒术界的力量，却还如此老谋深算。所以啊，误会都解除了，大家呀就该吃吃该喝喝。今天晚上我坐庄，一起去聚餐怎么样？毕竟我旁边这位大帅哥已经与我成功签订契约，成为了我公司的一员，也算悟你半个员工。毕竟悟你的家族也是我公司大股东啊。你又是五条家的继承人，四舍五入，伏黑甚尔也是你的员工。文人莫言兴高采烈地介绍完一切，听得五条悟心里直抽抽。什么员工？进公司前还刺杀老板，现在五条悟内心还遗留着劫后余生的心有余悸。这次的经历也让五条悟对待体术强大的肉身术士产生了忌惮。文人莫言准备让两人冰释前嫌，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大团圆剧情，他文人莫言最喜欢了。可没想到，下一秒，一发鹤没有丝毫征兆的朝着文人莫言飞来。文人莫言调动咒力，将威力强大的鹤挡在了距离自己还要10公分的半空。鹤的翅力疯狂扭曲着周围的空间，掀起了狂风，拍打在文人莫言的脸上，但怎么也无法再寸进半分。文人莫言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还在兴头上的五条悟，你在干什么？撒都路悟看着笑眯眯，实际上被刚刚没有任何理由攻击而恼怒的文人莫言，五条悟无所谓，畅怀大笑，没什么，就是心里很不爽，想找人打一架。哦，文人莫言眼眸微眯，透射出一股危险的目光。五条悟昂然不惧，六眼目光直视，两人针锋相对。上次败给文人莫言，到现在五条悟还想着如何把上次的耻辱还回去。现在的五条悟已经彻底领悟了六眼和无下限的真谛。五条悟从未像现在一般强大，比曾经的自己不知道强大多少倍。而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暴打一番文人莫言。你想打架？文人莫言表情微妙。当然，本大爷想揍你已经很久了。五条悟立即回答道。文人莫言五指虚握，竟直接将眼前的鹤捏得粉碎。伏黑甚尔目瞪口呆，再一次被文人莫言的实力震惊。自己用尽全力挡住的攻击，居然被文人莫言如此轻而易举的化解，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文人莫言看了一眼附近，又将目光放在了天上。如果在这里和雾交手的话，
恐怕整个高砖都会被打得粉碎。文人莫言也想没有顾忌的好好大闹一场，他相信五条悟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两大超特级的战斗注定无法在地面展开，这里不合适，悟你有能耐的话就随我天上一战。说完，文人莫言的身影消失，五条悟自然也感应到了对方的战意，大笑着，身影也随之消失。伏黑甚尔看着突然消失的两人，忍不住抬头向苍穹望去，哪怕再高傲的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强大已经超越了咒术界所有人。怪物！悟！夏油杰带着天内离子等人姗姗来迟，刚刚的他看见了悟消失的背影。喂，那个人，悟哪里去了？夏油杰照出咒灵，质问着伏黑甚尔。伏黑甚尔指了指天空，随后举起双手，语气轻浮道：等等等等，这位刘海小哥，我现在不是你的敌人。刚刚的六眼小哥和我的老板去天上了。夏油杰疑惑：老板上天？伏黑甚尔笑了笑：没错，我的老板是文人莫言，他们准备打一架。当然，你不信，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第85章，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刚刚有什么过去了？万米高空，一架飞机的驾驶舱内，雷达上异常让机长疑惑，似乎是两个人。机长笑了笑，心中叹道：怎么可能？这可是万米高空，这里还不够高，会波及无辜。文人莫言继续朝着更高处飞行，五条悟紧随其后。终于，两人停下了飞行，来到了3万米的穹顶之上。两人悬浮于苍穹云海之上，宛若仙人，璀璨宛若黄金一般的阳光洒在两人的身体之上，好似两人穿上了一件神圣的金袍。那是一种比任何都要强大的自信。望着慵懒如刚出生的婴儿一般，一脸享受，仿佛是在遨游天地的五条悟，文人莫言内心诧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了五条悟的实力还在变强，好像有什么神秘存在正教导着五条悟。那是施法自然。明后突然出现在文人莫言的身后，雪白的柔仪轻柔地搭在文人莫言宽厚的肩膀上。施法自然，文人莫言听着这个词，一听很有牛波一的样子，而且很有华夏风，应该是华夏那边的咒术理论。这是晋升大神通求法者必经的过程。此刻天地万物都是他的老师，现在的他正吸收着天地给予他的知识，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在这种末法时代，还能有人可以晋升大神通者。放在上古诸神的时代，也是傲视一方的无上天骄。文人莫言听完，人都懵了。什么情况？这不是超能力世界吗？怎么变修仙了？看来这个世界果然没有自己想象这么简单。文人莫言心中暗道，当初在收服水龙剑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那你觉得我和他谁会赢？文人莫言虽然能感觉到五条悟在变强，但语气带着无比的自信，仿佛是在说胜利的宣言。明后悄然一笑，口吐兰息，当然是您。此刻五条悟享受着一切，他从未像现在这般轻快自由，仿佛与天地融为了一体。他能聆听一切，只觉得这个世界令我心情无比的舒畅。五条悟无比欢快地笑着，此刻的他谁也不怨恨，似乎什么都无法影响他的心境。他什么都明白了，咒术咒力的一切他什么都明白了。现在的他无与伦比的强大，有着改变一切的强大。在金色的阳光下，云海上似乎世界都在为他欢呼。五条悟高举着右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都心潮澎湃的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自此，五条悟正式成为当代最强。当然，前提是文人莫言不存在。文人莫言冷笑一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文人莫言恐怖的咒力爆发，宛若可以席卷一切的巨浪，几乎要将这片天地填满。是吗？感受到比自己还要强横的咒力波动，五条悟望向文人莫言，原来文人你早就到达了这样的境界了吗？哈哈！五条悟好似遇见了什么让他无比兴奋的事情。五条悟浑身颤抖，不是害怕，而是兴奋的发抖。他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所有人都无法达到的地步，没想到自己的挚友早已达到，简直太好了！五条悟大口的喘着粗气，满脸红晕，好像达到了某种不一样的高潮。斯巴拉西，斯巴拉西，真是太棒了！看来可以不用留手，全力以赴了。文人莫言感受着五条悟的战意，不由得心潮澎湃起来。的确，那我也全力以赴，以示尊敬我的挚友。文人莫言咒力开始内敛，好像一个普通人一般。五条悟疑惑又期待地看着对方。文人莫言低语着，咒力如滔滔长河流动。五神灵体，术士解放，神之躯；万灵观察术，术士解放，神之眼；咒具创造术，咒还创造术，术士解放，神之手。术士如神，
文人莫言缓缓睁开双眸，一双仿佛蕴含天地至理、星辰流转的重瞳赫然出现，身后的天空也似乎睁开了眼，无数充满着神性的巨大重瞳几乎要将整个天空填满。此刻，文人莫言宛若端坐在穹顶之上，高高在上的神明。雾，对轰如何？文人莫言淡淡道：五条悟，求之不得。文人莫言将右手高举，无法估量的咒力开始凝聚，好似将整个天高举手中，即之翻天化自在。五条悟双手结印，身后出现2颗蕴含着足以惊天动地的能量球，在五条悟的催动下，2颗能量球开始相互融合，术式顺转，苍；术式反转，呵；虚势，辞。一个傲视群雄，一个气吞山河，宛若煌煌天威，不可直视。最强对最强。那一日，整个霓虹万里无云，无数术师都纷纷仰望苍穹，几乎要将整个东京天空填满的咒力波动，让整个术师界啧舌。那一战，动天震地，山呼海啸，没有人知道那战谁胜谁负，他们只知道最强出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好似将整片天空染满了血。文人莫言与五条悟回到地面，等待他们的是只有夏油杰和天内离子、伏黑甚尔等人。文人，你们2个家伙！夏油杰激动又有些怪怪的情绪波动，一拳打在2人身上，好像在说：你们2个混蛋，让我担心了。同时，天内离子也走了过来。文人莫言还故作惊讶：咦，这小妞怎么在这儿？她不是应该在轰星宫和天元融合吗？难道……文人莫言扭着眉，看着都快贴在夏油杰身上的天内离子。你们2个有奸情？文人莫言指着夏油杰和天内离子，好像在说：原来如此，为所爱之人，英雄救美是吧？文人莫言挤眉弄眼，又好像在说：夏油杰你可以啊。天内离子被文人莫言的话捉弄得羞红了脸，立即跳开，但升起的红云却暴露了他。没有，我们没关系的。天内离子极力解释。文人莫言扑哧一笑：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杰那可是初中生，未成年，你也下得了手？夏油杰愤怒又无语，说的自己好像成年了似的。不对，这不是重点好吧？第86章庆祝。少女的心就像喜怒无常的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狂风大作，又如春露滴在了含苞待放的花朵之上，情窦初开。天内离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对眼前怪怪的刘海大叔产生了脸红心动奇异情愫，可能是这2天的温柔贴心、寸步不离的保护，也可能是不久前在轰星宫的那愿意为他不惧与天元开战的承诺，还是在剧烈的爆炸响起、轰星宫地震时那份温暖怀抱的守护。我和刘海大叔没那种关系的好吧？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讨厌？天内离子咬着银牙，气嘟嘟指着文人莫言，无能狂怒。天内离子的话让夏油杰不爽了：你才大叔，你全家都是大叔，我就比你大2岁好吧，我也成才是高中生。文人，不是你想的那样。夏油杰捂着额头，有点苦恼，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毕竟他和雾还没跟文人商量过天内离子的事情，只不过看刚刚天空上那番将整个霓虹都波及的动静，简直如鬼神。夏油杰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被2人甩在身后了，但同时也为自己的2位挚友感到开心。现在他们更有底气保住天内离子。不用解释，不就是让这小妞不被天元同化吗？没事。文人莫言毫不在意道，将手搭在夏油杰和五条悟的肩膀上，语气不凡，傲然道：现在的我们无所不能，保区区一个新疆体很难吗？又或者你觉得我们会怕和天元开战吗？文人莫言哈哈大笑：天元他算个屌，还真别说，天元的确长得有点像个鸡巴。说的也是。夏油杰也跟着笑了起来。夜晚，几人来到文人莫言开的酒楼内，包场大摆宴席。文人莫言公司的术师员工、狗卷家5条家的人员，还有文人莫言的父母，还有夜蛾正道与歌姬明明等人，一同庆祝5条悟晋升特级术师。还有天宇暴君伏黑甚尔的加入。酒足饭饱以后，伏黑甚尔独自来到酒楼的外廊外，眺望着东京的夜景，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因为天宇咒符的原因，伏黑甚尔对酒有着极高的免疫，怎么喝都不会醉，所以他讨厌酒。推门声响起，文人莫言来到伏黑甚尔身边，问道：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你的家属接上了？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伏黑甚尔沉默了一会，淡淡道：我也不知道。文人莫言见对方多愁善感的样子，笑了笑：你还是放不下吗？伏黑甚尔摇了摇头：不是，我只是暂时不知道怎么面对会。怎么面对？你就直接回去，然后把他们接上来，不就完了？你干架的时候可没这么婆婆妈妈。
去，明天就去，我陪你去。伏黑甚尔感到怪怪的，目光疑惑地看着身旁的文人莫言。你怎么这么关心我的事？文人莫言表情庄严又严肃，因为我是一个好老板啊，我很关心员工的心理情况。你也很想你的家人吧？文人莫言总不能说我特么穿越人会是我的意难平，这不纯纯二傻蛋吗？伏黑甚尔没有否认，但他只想会而已。至于其他两个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伏黑甚尔，可我已经把我的孩子卖给禅院家了。文人莫言露出一抹自信又自傲却又理所当然的笑容。禅院很强吗？伏黑甚尔看着对方摇头失笑，那倒也是，如果是你的话，的确有资格说这种话。伏黑甚尔恐怕这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一幕，仅仅只是余波就能将他震杀的惊天战斗。最高层的包间内，五条家核心人员，狗卷家的族长和文人莫言的才几岁就已经展现出术师天赋的远房表弟狗卷吉。饭桌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已经是东京咒术高专的预备校长的叶娥正道，此时可谓是大出风头，除五条悟以外，这场饭局的焦点人物。叶娥正道开怀畅饮，人人都向他敬酒恭维。4个学生，2个特级，1个准特级，还有1个天赋异禀，被咒术高层都视为珍宝的治疗术师。现在的叶娥正道意气风发，春风得意，人生巅峰。哪怕看见五条家那些大人物，那都是昂首挺胸。来，悟，老师敬你一杯，庆祝你成功晋升特级。端起盛满高度白酒的酒杯，来到五条悟的身边。本来叶娥正道不善酒力，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玩意越喝越带劲，他是越喝越喜欢，越喝越上头。搭配上到处都是恭维的话，让他更是心花怒放。五条悟见来到自己身边的叶娥正道，举起装有饮料的杯子。就在两人即将碰杯的时候，五条悟手微微一抬，杯底抬高，随后往下一坠，发出清脆的声响，让叶娥正道的杯口下低。然后五条悟杯口高过叶娥正道，借势一碰，一饮而尽。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叶娥正道都被五条悟这套操纵给整懵逼了。卧槽，你小子没大没小，居然敢让我做小！叶娥正道正想发作，却被五条悟告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什么？东京的咒术高专归你和文人莫言管理了？叶娥正道人妈了，自己还没当上校长，这俩小子成了自己上司了。五条悟点了点头，当然这是文人莫言的主意。与其说是归他和文人莫言，不如说是归五条家和狗卷家，但好像也没差，反正就是从咒术高层那边夺权。文人莫言从不放心咒术高层，毕竟只是一群只会狐假虎威，连实力都没有的垃圾。与其让他们继续作威作福，不如提前削弱他们的权力，免得后面他们给文人莫言使绊子。第87章公司。翌日，霓虹东京最繁荣市中心的巨大写字楼内，文人莫言亲自带着伏黑甚尔报道。原本这里是禅院家的产业，只不过上次因为愧疚送给了文人莫言。两人坐上电梯，来到了最顶楼。老板好。文人莫言还没进门，一名长相靓丽、身材修长、穿着黑师制服的大长腿美女早已替文人莫言打开了大门。文人莫言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直接掠过了眼前的女人，走进了宽敞的工作室。放眼望去，一个又一个小隔间赫然井然有序地呈现在文人莫言眼中。这里大部分忙碌的身影都是后勤人员。文人莫言随意地扫视了一眼，心中暗道，看来玉藻前管理的还不错。文人莫言继续向前，朝着更深处的一间办公室，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办公室。一张金光闪闪，上面雕刻着人力总经理几个字的牌子放在由红橡木制成的办公桌之上。八岐此刻正悠闲地躺在真皮座椅上，要不是今天老板要来，他压根不会来上班。平时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交给他的小弟齐晨，一般情况下他都在外面寻欢作乐，与各种各样的漂亮小妞交流感情。曾经的他喜欢吃漂亮女人，现在的他还是喜欢吃漂亮女人，只不过曾经吃漂亮女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现在吃单纯的是为了满足变成了人的欲望。蛇性本淫。八岐眨巴着他妖冶与众不同的眼睛，好似一双蛇冷漠的瞳孔。因为文人莫言为他捏了一副好身体、好面孔，加上自身强大的实力和自己深谙人心的经验，他总能捕猎而不失手，里面不乏有女性的咒术师和咒祖师。但唯一让八岐有些可惜的是，好像他无法让人类女子受孕，或许是文人莫言的术士还没完善的原因，不能将八岐真正转化成人类。今天八岐穿着定制白色西服，等待着自己的老板。听说老板招了一个能人回来，很是重视。虽然吧，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老板这么重视。像老板这种级别的存在，什么人值得他重视？素挪那个傻鸟。八岐大蛇不由想起那个男人，曾经两人有过一段纠葛。虽然八岐不喜素挪，但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强大，他完全不是对手。很快，
文人莫言来到了办公室内，3两下就安排好了伏黑甚尔入职，顺带还在八旗的耳边提了一句，以后那些硬茬子任务都交给他。八旗点了点头，望着眼前连一丝咒力波动都没有的男人，八旗却能感觉到对方的强大。不愧是老板重视的男人，果然不同凡响，让他想起曾经某个挑战他的男人，只不过后面被他杀了。解决完一切，带着文人莫言伏黑甚尔离开了公司，顺便还给了一个全新的电话，以后用这个联系。看着手中的手机，文人莫言在想，这个世界有没有老乔啊？如果有的话，就让他给自己打工，搞个爱肾手机，这样又是一笔大的收入。对了，还有麻花藤和麻云，自己去华夏的时候也去投资一下他们。对了，还有文人莫言前世很喜欢的某款撸啊撸的游戏，都搞搞看，反正都是稳赚不赔的。毕竟那个计划很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两人上了一辆加长版的林肯，朝着祁玉县驶去，目的自然就是将伏黑甚尔的家人接上来。文人莫言望着一旁一脸无所谓的伏黑甚尔，其实现在内心已经不知所措起来了吧。第88章万我。下午，文人莫言两人终于到了伏黑甚尔的家中。伏黑甚尔的继女伏黑金美纪刚好从幼稚园放学回家，背着一个小书包，她的身边是一个美丽正值女人美好年华的女子，伏黑甚尔的妻子伏黑良子。伏黑良子看着停靠在家前的豪车，心里不由得一紧，担忧是不是伏黑甚尔在外面死了，禅院家上门。毕竟在原剧情当中，伏黑甚尔死后的2年，失去伏黑甚尔庇护的伏黑良子就神秘失踪，很有可能是因为被逼无奈，在五条和禅院两大家族的斗争中的妥协。参考家茂家的家茂献祭的母亲，为了不成为家茂献祭的绊脚石，自行离开了家茂家。但伏黑甚尔的出现，让伏黑良子悬着的心彻底放下。跟着的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男人。很快，在伏黑良子的接待下，几人走进了家门。这会的伏黑慧才3岁，还没到上学的年纪。文人莫言看着小小十分可爱的伏黑慧，心想，不愧是咒术回战真正的女主，连宿傩都想得到的男人。没一会，伏黑良子了解到了这次伏黑甚尔回来的目的。伏黑良子吃惊不已，自己这个无比高傲的丈夫居然会甘于人下，替别人做事。眼前的少年到底是谁？居然有这样能耐！伏黑良子太了解伏黑甚尔，就连御三家的禅院都对他忌惮不已，难以想象眼前的少年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得知这次是为了接3人去东京生活，伏黑良子自然欣然的接受。伏黑良子没想到伏黑甚尔居然会有这样的改变。伏黑良子简单将必备品和衣物收拾完毕以后，打了一个电话给学校，拖家带口离开了祁玉县。车上，伏黑会有些迷茫地望着眼前凶神恶煞的男人，但直觉告诉他，眼前的男人不会伤害自己。血脉的联系让伏黑会想抱抱伏黑甚尔。伏黑甚尔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时间不敢回应伏黑会，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诅咒会伤害自己的儿子。这也是为什么伏黑会从小就没有伏黑甚尔记忆的原因，因为接触的时间太少了，这是伏黑甚尔变相的保护。最终在文人莫言的鼓励下，伏黑甚尔抱起了伏黑会。文人莫言无语，就这天宇暴君，我看是个怂鸟暴君，抱个儿子比他干5条悟还难。一切安排妥当，伏黑甚尔带着他的家人住进了文人莫言为他们准备别墅内。别墅不大不小，但配置齐全，作为一个家该有的都有，唯一差的就是一些人气，一个家的气息。贤良准备饭菜的女主人，在外赚钱回家的男主人和在客厅欢快玩耍的小家伙们。在文人莫言的帮助下，伏黑甚尔再一次看见了希望，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不再有厄运带给家人的活下去。几日后，东京外围一处私人领域的郊外，广阔的战斗场内，文人莫言正在与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战斗。终于，一个熟悉的只有文人莫言能够听见的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恭喜您通过观摩，切身感受术士分身，您领悟了全新术士万我。文人莫言感受着全新的术士刻在自己的体内与灵魂，不由感慨，这个家伙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自从上次在学校将那个咒祖师收服以后，文人莫言隔3差5就会来尝试领悟对方的术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让他把这个家伙的术士给领悟了。文人莫言查看了一下刚刚领悟的全新术士万我，听起来就很牛逼。顾名思义，只要咒力足够，可以无穷无尽地召唤自己，并且每一个自己无需本体分出心神和精神力去操控，都有着自己的思维能力，并且绝对忠诚本体，甚至可以联合起来有计划有准备的围攻。实力的话，差不多就是文人莫言本身没有任何咒力增幅的肉体力量，当然也可以使用术士，只不过需要消耗文人莫言自己的咒力。对付一些渣渣很好使，但对付一些强者有着群攻术士的存在，就显得有些鸡肋。简单来说，分身出去的自己都需要自身的实力来维持，说白了还是自己的力量。
有用是很有用，但对付旗鼓相当的对手就显得不是那么强大了。文人莫言思考着忘我的利与弊，觉得这是一项实用性很强，可以在战斗之中迷惑对方。毕竟分身与本体气息与模样一模一样，敌人难以在数万个自己当中察觉到真正的自己。当然，对方有像什么词这样的清场术士，就差点意思了。哎，文人莫言灵光一闪，自己不是还有无下限咒言术吗？文人莫言一想到战斗的时候，自己的无数个分身化为素质人，开口就是鸟语花香，问候敌人吃了吗？没吃点自己拉的，家里人还好不的时候，那画面简直美得不敢想象啊！最重要的是，无下限咒言术咒力消耗极低，文人莫言完全可以支撑数万个自己开喷。我文人莫言直接化身究极素质人，果然拥有无下限咒言术，胜利是必然的。想到这里，文人莫言突然就觉得这个万我简直就是神技啊！搭配上无下限咒言术，简直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不对，是寸马不剩。依照明后的推测，在与本体明后见面的那一刻，分身明后的全部记忆都会自动传输到对方脑海之中。文人莫言也想过，要不自己不带明后，可遗憾的是，开启的钥匙就是明后，并且战斗的时候，本体明后必定不会让文人莫言使用无下限咒言术这种恶心的术式。这样的话，按照现在文人莫言实力，明后的推断，文人莫言与本体明后的战斗胜算应该只有1，剩下还有99是失败。为了这个复活的后手，文人莫言不得不尝试冒险一下。实在不行，我直接跑路还不行。而想要变强，自然就是大量领悟其他术士的术士，但不是所以术士领悟出来都很牛逼。所以文人莫言下一个准备领悟的术士，说起来，上次禅院家给我送了那么大一份礼，我还没好好报答他们呢。文人莫言冷冷一笑。第89章异界神将魔须罗。翌日阳光明媚，文人莫言踏空而行，从苍穹之上以绝对凌驾的姿态降临禅院。磅礴的咒力波动，宛若一只巨大无比的拳头，轻而易举就将禅院的结界碾碎。砰的一声，守护禅院家的结界就像碎裂的镜子一般轰然而落，连特级都能抵挡的结界，竟被文人莫言轻而易举的破坏。不仅仅是因为文人莫言的强大到极致的实力，另一部分原因是文人莫言的结界造诣丝毫不逊色最强结界师的天元。嫡袭，嫡袭！禅院家的区域巨流队无数是保镖队，纷纷举起刀剑，目光惧怕地望着眼前的少年。他们将文人莫言围在中心，却又不敢再上前一步。跪下！文人莫言淡淡开口。眼前的数十名区巨流队的成员身体就像失去了控制权一样，扑通跪地。你们禅院家只知道派一下杂鱼出来应付吗？文人莫言声音带着咒力，穿过层层叠叠的房屋墙壁，将自己所说的话传到禅院家的每一个人耳中。别挑战我的耐心，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文人莫言目光森然地扫视了一眼四周，一个速度极快的身影从远处而来。不知道特级咒术师文人莫言先生有什么贵敢来我们禅院？禅院当代家主禅院直皮人到场，哪怕面对文人莫言如此强势的气场，禅院直皮人依旧不卑不亢，彰显着御三家该有的风骨。文人莫言嘴角微微一笑，我为什么来，你们难道不是很清楚吗？禅院直皮人知道躲不过，那就请文人莫言先生跟我来吧。禅院直皮人带着文人莫言朝着禅院家深处走去。文人莫言离开后，区巨流队的人员才被解除了术士，从地上站了起来。一路上，无数禅院家的术师们纷纷驻足，用小心、害怕、好奇的目光看向这个才16岁就被评为特级咒术师的奇才少年。15岁的禅院直哉更是目光荡漾地望着文人莫言，这样的奇异感觉还是他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伏黑甚尔的时候。禅院直哉，他能感觉到眼前的男人无与伦比的强大，超越一切他所见过任何人的强大。该说不说，禅院直哉的眼光很准。在禅院直皮人的带领下，文人莫言来到了一处房间外。禅院直皮人退下，下一秒大门被打开，打开门的是一名垂垂老矣、皓首白须的老者。文人莫言被禅院直人邀请进来。禅院直人，禅院家上代家主。禅院直人自我介绍。文人莫言目光处之泰然。文人莫言，特级咒术师。我知道小友为什么而来。禅院直人为文人莫言沏好一杯茶，上好的茶叶搭配上好山泉，发出沁人心脾的茶香，让人内心平静。禅院直人拍了拍手，一个男人被五花大绑的扔在了文人莫言面前。小友请随意。禅院直人伸手示意。文人莫言端起茶杯，轻轻呼了口气，随后品茗了一口。别玩这套，随便拿个替罪羊就想打发我。文人莫言冷笑。禅院直人早就知道了这样的方法行不通，但只要对方还愿意坐下来谈，
那就说明还是有继续的余地。小友说说条件吧。禅院直人开门见山，他知道对方的手段，就连从禅院家离开的禅院圣尔那个桀骜不驯的家伙都收服了，真是难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手段。文人莫言将自己这次的目的说了出来。什么？禅院直人被文人莫言的话震惊的连一直都半眯着的眼睛都瞪大起来，随即又很快答应下来，反正自己都是将死之躯，死了又何妨。如果禅院直人不答应文人莫言的要求的话，恐怕文人莫言不会对禅院家手下留情。目前来说，禅院家可受不了文人莫言这样的惊涛骇浪。至于你让我随便处置的家伙，文人莫言看了一眼禅院善，反正真希和真一都已经出生了，你也没必要活着了。文人莫言淡淡的看了一眼被五花大绑，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禅院善，轻描淡写的开口道：死吧。禅院善只感觉自己的眼前一黑，瞬间失去了意识，渐渐的血液不再流淌，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禅院直人也被文人莫言如此霸道的咒言吓得内心一颤，不由感慨文人莫言的强大，仅仅只是一句咒言就干掉了自己的儿子。虽然自己这个儿子挺废物，但好歹也是一个2级咒术师。等禅院直人与文人莫言离开，几名禅院家的术师从黑暗之中跃出，将禅院善的尸体处理。两人来到了一处无人之地，禅院直人已经交代好了后事，并告知了禅院直皮人与文人莫言来到这无人之地。文人莫言放下帷帐，将方圆10里覆盖。禅院直人看了一眼眼前的白发少年，望着对方处变不惊的姿态，心中感慨，自己禅院家要是诞生这样的天才，那可真是一大幸事。禅院直人不知道这次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去，他也不知道魔须罗到底有多么强大，只知道那是他们禅院家10种银法术最后的底牌，一张逼不得已才会出现的底牌，因为见过魔须罗的人都死了。禅院直人也无法估计魔须罗和文人莫言的战力对比，他唯一知道的就是魔须罗可以适应森罗万象的能力。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个秘密告诉文人莫言，他希望文人莫言死。禅院直人深吸一口气，哪怕他都快老死，但面对死亡还是有着极度的恐惧，更何况是无数10种银法术的先代前辈们都无法调服的终极式神魔须罗。禅院直人心脏开始急速跳动，紧张的口干舌燥，最终缓缓吟诵：不留步，由良由良，八握剑，异界神将魔须罗。第90章古怪。嗷！满天的浓郁阴影将整个空间铺满，玉犬长啸响彻整个天地，树枝的不知井底并排而列，似乎在迎接着什么伟大来到现世。无数泛着白光的丝线从4面8方的虚空射来，将一个苍白被千丝万缕的万般网束缚牢牢禁锢的怪物嘎！一只大嘴张开，一道诡异的声音在禅院直人身后响起。禅院直人咽了咽干涩的嘴，喉结滚动，他缓缓回头，当看见魔须罗那一刻，嘴角泛起一抹诡异的笑容和疯狂的神情。只听清脆的碎裂声响起，桎梏魔须罗的丝线与牢笼开始碎裂，一只白色的手臂从禁锢的牢笼之中探出。下一秒，现世的丝线崩断，化为点点星芒消散。一个高大的人形式神，全身苍白无比，长相诡异，头上有着一个类似转舵式的东西，裹挟着让人窒息的气势登场。这就是魔须罗吗？文人莫言目光兴奋，贪婪的目光直勾勾盯着现世的魔须罗。不愧是传说中禅院家的底牌，很强。文人莫言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强大和一丝让他都觉得棘手的预感。喂，老东西，接下来试着活下去吧。文人莫言松了松筋骨，将衣领拉开，露出自己咒言印。我可不会顾及你，手下留情的。魔须罗一拳便将已经看呆了的禅院直人轰飞。身体的本能告诉魔须罗，眼前的银发家伙很强。魔须罗缓缓走来，每一步都宛若一座大山落下，给人带来野性和压迫感十足。文人莫言双手插兜，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魔须罗。前世的自己早就有所耳闻，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追漫画，倒是在网上听说过魔须罗。反正听他们的描述，就是魔须罗很吊，人称宿傩大爹。像什么魔须罗救我？没有魔须罗，宿傩压根打不过5条悟，破不了无下限啥的。至于是真是假，具体过程他也不太清楚。魔须罗很强，这点毋庸置疑，可强的离谱，对于其他人而已或许是，但对他不至于。最起码现在的5条悟都能爆杀魔须罗。魔须罗率先出手，有着退魔之剑的手臂猛地砸下，好似带着万钧之力。文人莫言举起右臂，轻描淡写地将其接下，只不过脚下的土地因为魔须罗的攻击被压得粉碎，力气倒挺大。文人莫言感觉了一下，单纯不用咒力的话还真接不下这一击。只不过他可是一名咒术师啊，
不用咒力打架，这不相当于猛男劈叉？扯淡吗？倒是这个剑，应该就是传说之中的退魔之剑吧。文人莫言将目光落在魔须罗手上连接在一起，散发着奇异咒力的长剑，不知道比起我的水龙剑，谁更厉害？文人莫言嘴角微翘，下一秒，一声龙吟响起，几道仿佛连天地都能斩断的金色的剑芒闪过，魔须罗高大身体瞬间被切分成了几块。可让文人莫言没想到的是，被水龙剑大卸8块的魔须罗，仅仅只是短暂的一息，已经错位的身体竟又恢复了回去。这个家伙，文人莫言有些意外。这样恐怖的愈合能力让文人莫言啧舌，但同时越发期待自己能够领悟何等强大恐怖的术式。恢复的魔须罗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用另一只手臂宛若炮弹一般朝着文人莫言轰杀而来。文人莫言手握水龙剑，剑芒再次闪烁，魔须罗的手臂就像豆腐一样被文人莫言斩成几段。文人莫言拉开距离，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魔须罗断裂的手臂已然重新长了回来。好肉！文人莫言从没见过这么能长的东西。文人莫言再一次挥动水龙剑，这一次文人莫言仅仅只是一瞬间就挥出了无数的剑光。就在文人莫言以为可以将魔须罗干掉的时候，却发现魔须罗这次不仅没有被斩成碎块，反而身体上仅仅只是出来无数密密麻麻的血线。什么情况？文人莫言惊惑，刚刚的攻击居然只是让魔须罗受了一点轻伤，不对，甚至连伤都算不上。文人莫言眉头一紧，全力挥出一道锋利无比的剑气，剑气宛若一道金色劈链，速度宛若雷霆的朝着魔须罗斩去。按照文人莫言的预测，这一击绝对可以将魔须罗一分为二。可这一次的魔须罗不仅没有如文人莫言所料，甚至看穿了文人莫言的剑气，直接用手把文人莫言的剑气给打飞。擦！文人莫言被震惊的直接脱口而出，自己这可是水龙剑，连御三家都垂涎的特级咒具，有着可以破开术士的能力，自己这剑可是连5条悟的无下限都能展开，这魔须罗轻描淡写就给我打飞了。文人莫言只觉得古怪，刚刚还跟切豆腐一样毫无反抗魔须罗，现在就能跟玩一样接下自己的攻击。文人莫言内心疑惑，但已经开始产生怀疑。文人莫言顺身来到魔须罗的身边，手中的水龙剑朝着魔须罗的身体就横劈了过去，准备将对方拦腰斩断。铮！精鸣交割之音响起，璀璨的火花溅起，无物不斩的水龙剑此刻就像碰到了天敌一样，不仅没有斩断对方，甚至这次连层皮都没破。文人莫言眸光一闪，似乎自己的猜想得到了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彻底探查清楚。轰！文人莫言被魔须罗一拳轰飞，随后几番体术的交手下来，魔须罗被文人莫言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被文人莫言直接轰在了一座遗弃多年的建筑之中。文人莫言与魔须罗战斗的地方是一个遗弃许多年的钢铁工厂。望着从废墟之中走出的魔须罗，文人莫言发动他的咒言术。死吧！文人莫言话音刚落，魔须罗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碾碎了内脏和大脑，血液从魔须罗的七窍喷涌而出，失去生机的重重倒在了地上。倒下的瞬间，魔须罗头上轮盘开始转动，下一秒，魔须罗居然恢复如常的又站了起来。文人莫言望着重新站起的魔须罗，心里差不多已经猜到了大概。文人莫言再一次使用咒言，扭曲吧！魔须罗的身体宛若漩涡一般，即将要崩断的瞬间，异变突生。第91章11鬼怪妖异。原本应该被咒言扭断的魔须罗，身体居然硬生生的又扭转恢复了正常。见此情况，文人莫言基本上已经猜到了魔须罗的术士能力是什么了。适应之类的吗？文人莫言低语，就像圣斗士那样，同样的招式是无效的。文人莫言再一次释放咒言，不许动。这次魔须罗不仅没有受到咒言的影响，反而直接一个纵身来到文人莫言的身前，一脚就将文人莫言抽飞。文人莫言被抽中腹部，这一次文人莫言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力量增强了许多。接下来的肉搏战，两人的搏斗将一大片钢铁森林夷为平地。文人莫言发现，之前还能利用体术压着打的魔须罗，现在已经能够与自己旗鼓相当。渐渐的，文人莫言发现魔须罗的身体变大了很多，力气和速度也提升了不少。这家伙在适应我的体术。文人莫言惊喜地发现，哈哈哈哈哈！文人莫言眼睛闪闪发光，就像看见了一个稀世珍宝一样，就差直流口水。这要是领悟出来的术士，将会有多么恐怖啊！此刻，魔须罗在文人莫言眼中是如此美丽。魔须罗，你让我爱上你了！文人莫言与魔须罗对轰一拳，势均力敌。文人莫言开始转变术式，体术方面继续下去，
魔须罗就得把他压着打了。继续拖的话，就该他被魔须罗吊打了。文人莫言在虚空之中划过，下一秒，魔须罗身体被展开，血液横飞。只是适应了水龙剑，而不是斩击吗？文人莫言立马意识到了魔须罗的术式的局限性，也想到了如何打败对方的方法。就是在对方还没适应那个术式的时候，一发将其秒掉即可。还好魔须罗是式神，依靠着本能战斗，但凡他有脑子，不知道会有多难对付。现在的魔须罗是文人莫言遇见除了5条悟以外最强的存在。文人莫言现在已经了解了魔须罗，能够将其杀死。可文人莫言的目的是领悟10种影法术，文人莫言还需要养，让魔须罗继续适应，变得更强才行，他才能领悟。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文人莫言感受着魔须罗越来越强的体术，低喝一声，术式解放，神之躯开。刹那间，文人莫言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好似战无不胜的天神。魔须罗轰爆空气，足以裂石穿山的一击，竟然被文人莫言一根手指轻描淡写的接下。可猛烈的余威却将身后的建筑轰得4分5裂，就连魔须罗都是一愣。文人莫言缓缓挥出一拳，明明在魔须罗的视野之中，那拳简直就如蜗牛一般缓慢，随便躲开。可魔须罗的身体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被锁定，仿佛这拳魔须罗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击中。轰！魔须罗的上半身被一拳轰得粉碎。文人莫言这一拳产生的罡风席卷天地，余波更是直接将后面的钢铁建筑都轰得粉碎。这一拳恐怖如斯，震荡天地。望着魔须罗的半截身子，文人莫言知道魔须罗还能复活。果然，还没过2秒，魔须罗的身体就重新长了回来。文人莫言刚刚的那拳完全可以将魔须罗轰杀，可文人莫言没有那样做。那样做了，自己还领悟啥？总不能让禅院那个老家伙再放一次吧？文人莫言都不知道现在那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活着，反正是没有察觉到对方的气息，多半死了。总不能让伏黑会来吧？战斗继续，魔须罗为了对抗和适应文人莫言的术式，气息与身体开始逐渐变得更加强大，宛若一尊在世的巨灵神一般。很快，魔须罗强大到足以与开启神之躯的文人莫言匹敌。两人的每一次交手，每一次对拳，每一次战斗，都能掀起狂风，厚重的大地仿佛随意拨弄的豆腐一般被掀翻，被踏碎。终于，在一次与魔须罗的对轰之中，文人莫言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恭喜您通过观摩，切身感受10种影法术，您领悟了全新的术式11鬼怪妖异。11鬼怪妖异：鬼虎、异、魅、不祥、救、梦、气死、寄生、关、惧、蛊。文人莫言不由得长舒一口气，终于领悟了。文人莫言挡下魔须罗的进攻，顺势拉开距离，感受着体内刚刚领悟的逆天术式，不由振奋。不愧是10种影法术领悟出来的术士，我怎么感觉比无下限咒言术还要逆天？文人莫言惊喜万分，查看了一番11鬼怪妖异的11个式神的能力，每一个都有着媲美4天灾的强大实力与诡谲阴翳的术士，并且文人莫言发现11鬼怪妖异还能通过献祭对应的式神召唤更加可怕的式神，其中有的式神甚至连现在的文人莫言都无法调服。要知道，现在的文人莫言实力说是现世无敌也不为过。在不用无下限咒言术情况下，文人莫言感觉自己也有把握干掉宿傩。要是用了无下限咒言术，擦！区区宿傩，你先和脑花来个自循环，再和我说话吧。而11鬼怪妖异其中的式神，居然有能够打败文人莫言的存在，可想而知11鬼怪妖异这个术士是多么逆天。不对，不仅仅是杀死，而且是瞬杀。当然，调服鬼虎、异、魅、不祥、救、梦、气死、寄生、关、惧、蛊等式神还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让我感受感受这个术士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吧。文人莫言比出召唤的手印，身后的影子开始拉长，扭曲的黑影开始蔓延，渐渐形成了一个老虎的模样。但相比普通的老虎，文人莫言身后影子形成的老虎大若巨象。鬼虎！文人莫言低喝一声，一只被厚重黑色皮毛包裹，浑身散发着黑色不祥气息的虎形怪物赫然出现在文人莫言眼前。鬼虎的出现立即让周围的温度都降低了好几度。鬼虎目光幽冷，一双被诅咒渲染的树瞳死死地盯着文人莫言。第92章上。被作为式神召唤来到现实的鬼虎，能够感觉到眼前的男人就是那个要剥夺自己的自由，要将他奴役的敌人。吼！虎啸山林，震啸天地，百兽之威，展露无遗。更何况是作为鬼怪之中的王者鬼虎。11鬼怪妖异每一个存在都是让世间战栗，
恐惧的怪物，他们的每次诞生都会给人间带来死亡与疾苦。鬼虎怒吼，似乎在告诉文人莫言，你区区一个人类，渺小若蝼蚁，也敢妄想奴役于我。结果还没等鬼虎出手，文人莫言一巴掌就给鬼虎呼了过去。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文人莫言被鬼虎吼的耳朵都快聋了，自己的好心情都被你吼没了。嗷嗷嗷，鬼虎一声呜咽，被文人莫言轻轻的一巴掌直接扇飞千米之远，在地上直接砸出了一个大坑。鬼虎被直接扇得不省虎视，这特么是人类？文人莫言没有搭理鬼虎，或许在其他人眼里鬼虎很牛逼，在他眼里鬼虎就和那个什么小猫咪没什么区别。现在当务之急是干掉魔须罗，反正术士已经到手，没必要继续浪费时间。看着被自己养的浑身已经冒着圣光，与自己开启神之躯差不了多少，各种术士连水龙剑都砍不动的魔须罗，文人莫言也是一阵头疼，养太肥了，没办法了，用那招吧。文人莫言心念一动，将剩余的10只鬼怪妖异唤出，反正以后都要调服，不如一起，免得以后浪费时间，自己的时间可是非常宝贵的，最重要的是嫌麻烦。霎时间，天地变色，黑风呼啸，黑色的迷雾开始以迅雷般的速度蔓延，短短几瞬，世界仿佛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黑色，空气也因为11鬼怪妖异的全体出动，变得浓稠，仿佛溺水一般，让人喘不过气。要不是违杖让他们身陷囹圄，恐怕整个东京都会被这11鬼怪妖异所散发的不祥与诅咒所笼罩，吞天蔽日。文人莫言控制距离，并没有将魔须罗纳入调服仪式，他可不想做无用功。那么，开始清场吧。文人莫言调整状态，缓缓闭上眼睛，开始吟诵。身体表面浮现出了一层微弱的光芒，与吞噬了整片天空的黑暗比起来，宛若蝼蚁。被文人莫言唤来现世的妖异们被一层厚厚的黑雾包裹着身体，但依旧能从轮廓察觉到他们诡异的身姿，怪诞的寄生，不可名状的梦，扭曲就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骨，仅仅只是一眼就让人疯狂的观。撑天蔽日的惧，死亡的羿，世间万般残酷的折死，如影随形，隐藏在世人内心的魅，让众生恐惧的不祥。他们为世间所有一切生物的恐惧，此时却像疯了一样，朝着文人莫言杀去。似乎他们在恐惧，就连魔须罗都不顾一切，朝着文人莫言攻去。原本不同阵营式神们此刻竟同仇敌忾，携手并进，攻击着悬浮在半空当中的文人莫言。似乎有什么大恐怖即将来临，而这个恐怖正是文人莫言。术士解放神之眼，术士解放神之手，开！文人莫言睁开眼睛，一双宛若蕴含星辰流转，天地自然的重瞳赫然呈现。此刻如神。文人莫言感受着此时此刻，他仿佛无所不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释放那个术士。伤！文人莫言将身体内剩余一部分咒力凝聚于手中，2颗灿若白阳的微小光球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手中，瞬间被黑暗与不祥笼罩，世间被光芒填满，妖异们丑陋的身躯显现。这是文人莫言利用术士伤模拟出的2颗极其微小、无法观测的中子星，也只有开启神之眼的状态下，文人莫言才能直视着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光球，也只有开启神之躯与神之手2个术士，文人莫言才能掌握并承受这股匪夷所思的力量。伤即为伤，2颗光球开始在文人莫言的操控下开始融合，仅仅只是稍稍的触碰，就已经迸发出那足以媲美原子弹。巨大的光将整片空间覆盖，无论是魔须罗还是11鬼怪妖异，都被这超出一切的光芒刺眼的失去了视野。唯有文人莫言一人傲立，湮灭吧！文人莫言轻声一句，手中的伤飞出，轰！天地骤变，一切尽归虚无。伤产生的巨大能量让整个霓虹都开始颤动，无论是魔须罗还是11鬼怪妖异，一切的一切都湮灭在了伤的爆炸产生的能量之中。除了文人莫言，文人莫言离开，他并不觉得除了他以外，还有人能够在伤的爆炸之中活下来。事实也是如此。翌日，禅院家上代族长因为调服魔须罗失败仙师的消息传出，禅院家举足悲戚。虽然禅院高层知道凶手是文人莫言，但却只能打碎了牙咽下去。可他们也不敢对外说，一是实力不够，对方势大，文人莫言现在不仅实力冠绝整个世界，还有同为御三家的5条家作为盟友，自己手下更是人才济济，就连曾经的叛徒禅院慎儿都投入了对方的麾下。一提到伏黑慎儿，禅院家的人都是心有余悸，显然留下来心理阴影。第二就是调服魔须罗失败而死和被文人莫言打死，明显前者更好听，而且也更容易被族人和外界所接受。禅院之人临走时交代过遗言，如果他死了，文人莫言还活着，那么禅院家只可与文人莫言为友，不可为敌。
哪怕不能成为友，最起码不能为敌。禅院直皮人知道这次他的父亲禅院直人去做什么，就是没想到文人莫言真的将魔须罗给打败，并且还毫发无损。禅院直皮人简直无法想象文人莫言到底有多强，那可是禅院的终极是神魔须罗呀。第93章激情。葬礼上，禅院直皮人望着连自己父亲尸首都没有的棺木，不由得伤感。虽然自己的父亲只是固执守旧的家伙，但他一生都在为禅院家的辉煌与强大奉献，可歌可泣。葬礼的过程当中，咒术界有头有脸，与禅院家交好的术师与组织都来参加了葬礼，就连文人莫言也来祭奠了一下禅院直人。毕竟如果不是对方的无私奉献，自己也无法领悟11鬼怪妖异这等神迹。文人莫言还是很感激他的。为了偿还这份恩情，文人莫言决定以后还他们禅院家一个10种隐法术的族长。禅院高层见到来祭拜的文人莫言，眼中都带着一股隐藏在深处的恨意，恨不得将文人莫言千刀万剐。可对方的实力可是连魔须罗都将其打败的存在。魔须罗是谁？是他们禅院家继承1000年都无法调伏的终极式神。他们禅院家想要报复文人莫言，简直痴人说梦。作为族长的禅院直皮人倒是看得很开，还热情招待了文人莫言。不就是死老爸吗？多大个事，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别往心里搁。主要是杀他老爸的是文人莫言，换一个他禅院直皮人早就召集族人干他了。一旁身着丧服禅院直皮人的儿子禅院直哉则是一脸崇拜，眼眸狂热地望着文人莫言。作为禅院直皮人的儿子，他自然知道老族长怎么死的，但他不仅不恨文人莫言，反而更加崇拜文人莫言。自己的爷爷之所以死了，那是因为他实力太弱，死了也活该。作为禅院家的天之骄子，禅院直皮人的儿子禅院直哉继承了他的父亲禅院直皮人的术士投射咒法，年纪轻轻就已经达到准1级咒术师的实力，可谓是天资异禀。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有强者才配拥有话语权，弱者就该如蝼蚁一样在强者的身后摇尾乞怜。所以禅院直哉崇拜杀死了他爷爷的文人莫言，而不是憎恨。禅院直哉从小就生活在族人们的众星捧月之下，这样的环境下，禅院直哉从小就养成了目中无人、嚣张跋扈的性格，对女性丝毫不尊重，十分毒舌。他认为女人就该跟在男人的身后，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属品，甚至狂妄自大到认为下一届族长非他莫属。在原作里也是一个十分讨人厌的人渣。自己的父亲被重伤，不但没有表现出作为儿子该有的担心，反而关心起禅院直皮人的遗言，知道禅院珍惜濒死也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恶意，为人冷酷无情，淡漠亲情，崇尚绝强者，对待弱者和强者两个态度天差地别。想要成为禅院家族长，也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证明他是禅院最强。后面被觉醒的禅院珍惜干掉，复活成为咒灵，进入死灭回游后，凭借极快的速度和飞行能力，一度压着禅院珍惜，让众人束手无策。最后更是觉醒领域，直接碾压众人，达到了咒术师的顶点。可惜最后不知道珍惜觉醒了天宇咒符，领域无法锁定，被珍惜干掉。葬礼上，禅院直皮人察觉到了自己儿子直哉的异常，心中疑惑这小子在干嘛。但很快凭借自己从小对直哉的了解，禅院直皮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并且一个计划在禅院直皮人心中开始谋划。夜晚，禅院直皮人问禅院直哉想不想去东京咒术高专上学。禅院直哉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老爹，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他，都想给他2巴掌，问他是不是假酒喝多了，老糊涂了。他禅院天之骄子，你让我去那种培养平民的地方？我听说文人莫言就在那所高专就读来着，既然直哉你不喜欢，那就算了。禅院直哉一听文人莫言在了里面，瞬间就变了一个态度，并表示自己非去不可，耶稣都拦不住那种。毕竟谁会拒绝和自己偶像一个学校，哪怕那个学校很烂。得到了禅院直哉的态度，禅院直皮人开始托关系，要到了叶娥正道的联系方式。夜晚，坐在校长办公室的叶娥正道正处理这堆积如山的文件，全是他的师傅兼上代校长的朝美惠香留下的，美名其曰这是叶娥正道成为校长后的试炼。叶娥正道，就在叶娥正道奋笔疾书解决文件的时候，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叶娥正道拿起手机一看是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1分钟后，老子不买保险！叶娥正道气愤地挂断电话，继续埋头苦干。还没挂多久，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依旧是陌生号码。要不是接到自己师傅的消息，今天有个大人物给自己打电话，他才不会接。叶娥正道放下笔，接起电话。这一次，我不买理财，我不贷款，我不是没钱。什么？我没钱还装？你才装呢，老子可是校长！叶娥正道气愤，正准备和对方激情博弈一下，
结果对方居然挂了。叶娥正道气得重重地捶了一下用红木做的办公桌，被迫做起了深呼吸。我是校长，我是校长，心平气和，心平气和，怎么能和那种推销的动怒呢？禅院家，禅院直批人此时看着手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禅院直批人很是疑惑，但也没多想。对方作为咒术高专的校长，忙很正常。过了一会儿，禅院直批人再次拨通电话，这一次不再是那个女人的声音，而是一个粗犷低沉的男生。禅院直批人庆幸终于拨通了。禅院直批人开口道：是叶。还没等禅院直批人完全开口，电话那头直接传出了阵阵鸟语花香。我抄你，我去你，此处省略签字。听得禅院直批人直接懵逼，不禁疑惑自己是不是电话打错了，但他这个暴脾气受得了，当即回敬了回去。老夫纵横咒术界数十年，你喷得过我？一时间电话两头比拼的难解难分，可论实力，终究还是禅院直批人更胜一筹。难怪禅院直哉的嘴那么臭，原来是有基因的。本就因为处理文件心烦意乱的叶娥正道，被几通骚扰电话搞得更是怒发冲冠，现在还敢和他对骂，最重要的是他还骂不过。第94章打呀！他叶娥正道何时受过这种鸟气，当场就与对方约架。禅院直批人一听笑了，被气笑的，居然敢和他约架，他是谁？禅院家主，特别一级术师，整个咒术界打得过他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看来电话那边是没被毒打过呀。禅院直批人当场就答应了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叶娥正道没注意与自己对骂的是一个老头。挂断电话，叶娥正道才反应过来，自己刚刚是不是太激动了？自己堂堂咒术高专校长，一级咒术师，和一个普通人约架，传出去岂不是被众人耻笑？最重要的是，电话那头好像是个老头的声音。叶娥正道一想到这里，表情一下就僵住了起来。马萨卡，刚刚给我打来的是。叶娥正道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搞错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似乎得罪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想到自己老师对自己说的话，什么这次师傅给你介绍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对你会很有帮助。叶娥正道人直接呆愣在了原地，都怪那些该死的推销电话，推销就推销，还说我什么我没钱别硬装。就在叶娥正道懊悔不已的时候，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叶娥正道没有像之前那样开口就是鸟语花香，而是很普通的接话。而刚刚的禅院直批人也看了一下电话号码，发现没错，后面也找人重新确认了一下，也没出问题。经验老道的禅院直批人结合之前没打通，大概已经知道了刚刚为什么叶娥正道那副语气，被骚扰电话了呀，难怪这么生气。再次接通，禅院直批人没有提起刚刚的事情，而是像第一次打电话给叶娥正道一样。叶娥正道也心领神会，同时感激禅院直批人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这巧妙的做法让叶娥正道记了禅院直批人一个情。要不说禅院直批人是禅院家最开明的家主，瞧瞧这情商，啥事都没做就让叶娥正道欠了一个人情。最重要的是，禅院直批人还懂得吸取教训。面对同样是天宇咒父的禅院真希，禅院直批人不仅没有鄙视，还在禅院真希说自己要成为禅院家家主的时候表示可以，并且会给予他相应试炼，看看你禅院真希有没有资格。但凡禅院家的族人有禅院直批人1/10的情商和开明，会落得一个灭族。屠灭禅院这个千年家族的不是伏黑甚尔和禅院真希，而是他们的腐朽和固执。随后禅院直批人诉说了自己的想要将自己儿子禅院直哉进入高专学习的意向。叶娥正道表现得十分惊讶，因为禅院直哉可不是什么家族的旁系小透明能够拿出来放养，而是实打实天才，未来很有可能就是禅院家族下一代家主真正的栋梁。正常情况下，应该在家族的精心培育下培养家族的忠诚和归属，顺便在家族内树立自己的威望和势力。叶娥正道虽然惊讶，但还是答应了下来。毕竟人家禅院家主都开口了，自己借此还搭上了这一层关系。学校又收了一个天才，赚翻了。很快，没过几天，禅院直哉正式入学，插班生而已，反正他们高专也没几个人。进入高专，禅院直哉没想到所谓的咒术高专居然比他们禅院家还要气派。其实不然，主要是咒术高专依附于天元的轰星宫建造，所以看起来才如此的巨大和气派。毕竟在岛国这么小的地方，要不是因为天元有这么一个占地面如此巨大广阔，还在东京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个私人神社，是几乎不可能的。你是新来的同学吗？灰原雄热情地朝着禅院直哉打着招呼。禅院直哉循声望去，一个锅盖头型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少年朝他小跑过来。禅院直哉第一时间脸上就要露出嫌弃厌恶的神情，但想到自己父亲的警告，立马又将嫌弃的神情所掩盖。
可傲慢的本性依旧让他的眼睛看向灰原雄的时候有种厌恶的表现。哪怕禅院直哉极力掩饰，但眼尖的人依旧能察觉到禅院直哉的异常与不对劲。而这个人自然就是灰原雄同行的七海剑人。禅院直哉假意与灰原雄打了一声招呼，脸上的笑容配上禅院直哉美丽的脸庞，让人觉得很是亲切。可这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却让心细的七海感觉不舒服。在灰原雄的带领下，禅院直哉进入了咒术高专。那里是宿舍，那里是操场，哦对了，那边是厕所。我们学校很大，你新来的时候很容易迷路。活泼单纯的灰原雄热情地向新来的禅院直哉介绍着高专，身后是面无表情一直盯着禅院直哉的七海。七海见人总感觉这新来的同学不对劲，但很快又释然了，都当咒术师了，太正常才不对劲吧。所以禅院直哉这副模样完全是正常现象。听了半天灰原雄的唧唧歪歪，禅院直哉都快忍不住想扇灰原雄2巴掌了，但为了见到文人莫言，他忍。对了，灰原同学，我们学校的文人莫言学长呢？禅院直哉问道。灰原雄有些激动道：直哉同学也是文人前辈的粉丝吗？禅院直哉点了点头，我就是为了文人莫言学长才来的咒术高专。也对，文人学长可是一位非常可靠的前辈，有粉丝很正常。听到灰原雄的话，七海剑人也表达了认同。文人莫言的却是一位非常可靠的前辈，就是有时候和五条悟学长一样不着调，但也十分的可靠。三人先是带禅院直哉去了叶娥正道校长那里一趟，随后带着禅院直哉来到了操场。因为今天的课程是练习体术，七海剑人也不知道文人莫言哪里找来的体术老师，实在是太厉害了。不仅体术方面技艺十分高超，实战经验更是恐怖。来到操场，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黑色宽松 T 恤、白色休闲裤与黑色布鞋的男人出现在禅院直哉的眼中。伏黑甚尔背对着众人，这回正打着电话。爸爸，你要记得回家吃饭啊。会放心，爸爸会准时回家的。说完，伏黑甚尔挂断电话。自从与会团聚解开心结以后，伏黑甚尔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第95章禅院直哉。望着操场那个十分熟悉的背影，禅院直哉尝试着喊了一声堂哥。禅院直哉早就听说自己的堂哥几年前屠戮禅院家的伏黑甚尔被文人莫言收入麾下。刚开始禅院直哉是不相信的，毕竟自己的堂哥可是禅院家最强的男人，怎么可能被一个比自己才大1岁少年给收入麾下？谣言，一定是谣言。可后来禅院直哉看着从天而降，宛若魔神降临，直接就将禅院家结界跟打碎玻璃一样将其碾碎，一句话就把禅院家的区剧流队镇压得抬不起头来，整个禅院家咒术师都不敢站出来与之对抗。这是禅院直哉第一次看见禅院家如此低声下气，连他的父亲禅院直批人都只能客客气气地和对方交流，生怕对方暴怒。文人莫言仿佛巡视的帝王一般莅临禅院，这一幕禅院直哉深深地将文人莫言无敌的身姿烙印在了脑海之中。从刚开始的不屑，到后来文人莫言破开禅院家结界时的震惊，到后来的恐惧和最后衍生的崇拜与狂热，这一幕何其似曾相识，就像当年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堂哥一样，仅仅只是一个擦肩而过。伏黑甚尔散发的杀气宛若地狱的修罗，苦相没有丝毫感情的眼神仿佛是死神的低语，这让禅院直哉意识到眼前的男子绝对不是大家所说的吊车尾，而是一个傲视整个咒术界的真正强者。从那以后，伏黑甚尔的屁股后面就多了一个跟屁虫。伏黑甚尔转过头去望着叫自己堂哥的禅院直哉，很熟悉，就是有点想不起来。谁啊？堂哥，我呀，直哉。禅院直哉的提醒让伏黑甚尔想了起来。几年前自己还没离开禅院的时候，那段时间一直有一个小屁孩一直跟着自己。禅院直哉严格来说是伏黑甚尔第一个狂热粉丝，这也是为什么禅院直哉在那次伏黑甚尔屠杀的时候活了下来。因为禅院直哉是整个禅院除了自己的母亲唯一一个不歧视自己还崇拜自己的小迷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杀到那里。哦，是直哉啊，你怎么在这里？伏黑甚尔诧异，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禅院直哉会来咒术高专，毕竟对方可是禅院家的天之骄子，是不可能来这个地方的。我呀，是来就读的。禅院直哉回答道。就读？伏黑甚尔更加疑惑了。先不说禅院直皮人，就说那群还活着的老家伙，他们会愿意让禅院家的天才来这个平民学校就读？现在那些家族是不是都流行把家族天才塞入高专啊？在伏黑甚尔的印象当中，禅院直哉就是一个很崇拜他的小屁孩，压根不知道其实禅院直哉的本性十分恶劣。没想到堂哥你在这里当老师啊？见到自己曾经的偶像，禅院直哉的话匣子打开来。伏黑甚尔挠了挠头，是啊，
主要是最近没什么任务。文人莫言那个家伙说我闲着也是闲着，就让我来教教高专里面的新生们。说起来，禅院家的老家伙们愿意放你出来，还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啊！吃惊吗？禅院直哉疑惑，但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堂哥，你知道文人学长在哪里吗？禅院直哉问道。伏黑甚尔回答道：不知道，可能死了吧。禅院直哉知道伏黑甚尔在开玩笑，但还是免不了一阵失望。毕竟自己就是为了那个男人才来这个平民学校的啊。来到咒术高专的禅院直哉仿佛受到了什么不公的待遇一样，似乎在他眼里，这里就是一所只有平庸之才才会就读的学院。就在这时，夏油杰和五条悟并肩而行，来到了操场。那大米！五条悟对着七海剑人喊道。七海剑人听到这个名字，表情一瘪，有点不想理这个白毛。小灰灰！五条悟继续喊道。有什么事吗？五条学长。灰原雄道对小灰灰这个称号没有什么感觉，就很稀松平常，叫小名一样。没什么，就是来看看你们。哎，那位是？五条悟望着正与伏黑甚尔站在一起的禅院直哉，忍不住问道。他呀，是新来同学，叫直哉。灰原雄答道。哦，新来的同学。五条悟一听到新来两个字，立马来了兴趣。毕竟咒术高专一年到头来都招不了几个学生，毕竟谁家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干咒术师这种高危行业？那是。禅院直哉惊叹，他万万没想到传说中的六眼特级咒术师五条悟居然也在这所学校。还莫等禅院直哉继续震惊，一名身着白裙，头上戴着白花，长相甜蜜可人的少女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怪刘海大叔，装逼男，还有娜娜米和熊。天内离子挥手朝着众人打着招呼。当看见伏黑甚尔的时候，天内离子的脸瞬间垮了下去。杀手怪叔叔。天内离子记仇地嘟囔了一句，然后来到了夏油杰的身前。但这并不是让人惊讶的，而是天内离子身后跟着的两人，一名身着黑白女仆装，是照顾天内离子的黑井，另一名是一位金发女子，身材高挑有型，穿着简约的黑色 T 恤和工装裤，看起来十分的英姿飒爽。哟，好久不见啊，伏黑甚尔。99游击打着招呼道，却被伏黑甚尔直接无视。99游击被伏黑甚尔的态度给惹生气起来。好歹我们也是老熟人，你这样就不对了吧？99游击瘪着嘴，气愤地看着伏黑甚尔。啊，好吧好吧，真是麻烦，有什么事吗？99游击女士。99游击。听到这个名字，禅院直哉人呆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咒术高专居然如此藏龙卧虎，三大特级都在这里，连他堂哥都在这里当老师，真是不简单啊。禅院直哉虽然很震惊，但看了一眼一旁的七海和灰原雄两人，内心的傲慢还是让他瞧不起两人。哟，大家都在啊。第96章天元。文人莫言向着众人打招呼道。禅院直哉望着终于出现的文人莫言，内心振奋不已，就像某些追星族一样，看见自己的偶像兴奋的都快昏过去一样。但禅院直哉还好，没有达到那般程度，而是一脸狂热崇拜的看向文人莫言。但文人莫言没有注意到禅院直哉的眼神，而是来到了五条悟几人的身边。此时天内离子正羞红了脸，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夏油杰聊天，一旁的五条悟则是一脸不爽的盯着天内离子，好像在说你别想抢走我的剑。喂，小妞，你来干嘛？五条悟脸上青筋暴起，好像在说你很牛啊。自从上次事件结束以后，天内离子没事就来高专找夏油杰，搞得五条悟都有危机感了。天内离子看出了五条悟的敌意，傲娇道：哼，本姑娘来干什么？用得着你管吗？五条悟瞬间就被天内离子这番话点燃了火药桶。你还以为这会是任务的时候吗？你觉得我还会让着你吗？五条悟满脸愤怒道，恨不得下一秒就给天内离子一个教训。自己可是特级咒术师，教训你一个连咒力都不会使用的小妞，还不手到擒来。可天内离子丝毫不惧，反而和五条悟针锋相对起来。来啊，你以为本姑娘我怕你啊？而被夹在中间的夏油杰则是一脸尴尬，只好开始劝架。离子、悟，你们两个别。说到这里，夏油杰忍不住叹息一声，为什么会有一种修罗场的攻击？一旁的黑井也是一脸无奈，不知道的还以为吵架的两人是什么欢喜冤家。说起来，99你怎么在这里？文人莫言注意到了正在和伏黑甚尔叙旧的99游击，听到文人莫言的声音，99游击这才想起来这次来的目的。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情。99游击沉默了一会，文人莫言疑惑地问道：什么事情？那就是天元大人停止了与新疆体的同化。99游击回答道：
文人莫言摊了摊手，不同就不同喽，能怎样？然后呢？99游击没有了，并且天元对于你们保护天内离子，让他无法与星浆体同化这件事情也不再追究。这么好？文人莫言满脸的不相信，自己可是把他的同化的星浆体给抢走了。他不恨死我都不错了，还不追究？就连一旁还在斗嘴五条悟和天内离子两人也不由得凑着耳朵过来。99游击摇了摇头，并不是这样的。一直以来，为了保险起见，每次同化的时候都会为天元准备2名星浆体。文人莫言目光倏地凝重，问道：“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99游击淡淡道，似乎有些回忆与惆怅：“因为曾经的我就是那名备用的星浆体，只不过那次同化任务十分顺利，所以我没有与天元同化。而这次不同，天元并没有与另一名准备的星浆体同化。虽然我很不解，甚至厌恶天元同化这种做法，但这次天元放弃了同化，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99游击沉思道。众人被99游击一番话弄得云里雾里，但他们听清楚了2件事，那就是天内离子没事了，天元也不追究了，还有就是99游击曾经是星浆体。至于天元同不同化，管他们什么事。那这么说，99今天你的出现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夏油杰问道。99游击回答道：“倒也不全是，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告诉你们，那就是隆重介绍离子正式成为了我的关门大弟子。”天内离子 duan 的一下跳出来，还十分挑衅地看了一眼五条悟。我天内离子大人也是一名咒术师了，并且我决定今年毕业以后，明年就来咒术高专就读。是的，离子在咒术师方面有着不弱于我的天赋，说不定未来可以超越我哦。99游击给出了天内离子极高的评价。哈？五条悟不相信道：“就这小妞，她行吗？”被五条悟质疑的天内离子一瞬间怒目圆睁，死死地盯住五条悟，感觉两人又要开始吵上一架。另一边，99游击找到伏黑甚尔，听说你结婚了，连孩子都有了，恭喜恭喜啊！伏黑甚尔总感觉99游击话里有话，但又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其实说实话，伏黑甚尔内心还是有点惧怕99游击这个家伙，因为曾经99游击就想借助伏黑甚尔零咒力的特性，打造一个没有咒力的世界，说白了就是把他伏黑甚尔当小白鼠。说实在的，挺有心理阴影。就在众人各忙各的时候，终于文人莫言注意到了禅院直哉。咦，这是谁？文人莫言问道。灰原雄，这里新来的同学，文人学长，叶娥校长没跟你说吗？文人莫言，没有，我平时很忙的，只不过这个新同学有点眼熟啊，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文人莫言看向禅院直哉，似乎想要把他看个究竟。听到有新同学，五条悟立即放弃了与天内离子的争斗，来到禅院直哉面前。居然是久违的学弟啊！哇哦，真是不得了！你叫什么名字啊？禅院直哉望着眼前2位咒术界的最强，脸上露出一抹羞涩的笑容。我叫禅院直哉。接下来的几日一如既往，并没有因为禅院直哉的加入有什么变化。直到有一天，已经成为校长的叶娥正道找到了文人莫言，坐在办公室内，文人莫言看着叶娥正道：“有什么事吗？”叶娥森森。叶娥正道拿出了一个文件，上面是各种各样最近频发的虐杀案件。这是文人莫言看着手中的文件，大概已经猜出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希望文人，你这次带上新来的禅院直哉同学，去解决这次咒祖师杀人事件。第97章，诡异的咒祖师。咒祖师。文人莫言看着文件夹内附着的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照片和现场记录，内心毫无波动。毕竟这种事情在霓虹还少吗？作为整个世界的咒术中心，霓虹每年咒祖师事件可不少。没办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叫霓虹咒术师多呢？而且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超凡的力量，大部分可不会像蜘蛛侠那样，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 TM 要守护世界，而是我不吃牛肉，月牙天冲，直接化身祖宗人，我他妈想干嘛就干嘛。加上咒术界大部分资源被御三家和各大家族垄断，想要获得资源和金钱就得当狗。哪怕加入咒术界，成为了咒术师，有了正当身份，也十分危险。本质上来说，咒术师其实就是专门维护社会治安，负责清理普通人因为无法控制咒力，而因为强烈情绪融合汇聚产生的咒灵。而清理咒灵这个过程又十分危险，哪怕是实力强大的一级咒术师，也会有丧命的风险。如果你是咒祖师，是愿意加入咒术界，受到管制限制自由，然后与可怕危险的咒灵搏斗，还是做一个自由不受约束，接点暗杀普通人的任务，获得十分丰厚的报酬，顺便还能释放一下自己病态的心理。虽然会被咒术界通缉，但其实咒术界大部分战力都因为要清理咒灵，而没时间处理你，
前提是你不要做得太过火。现在文人莫言手里这位就是做得太过火，所以才被交给了文人莫言处理。其实大部分咒祖师在完成一个任务以后，都会直接跑路到国外，等风头过了再回来，甚至有的直接就定居国外了。毕竟相比于现在的霓虹，有文人莫言和五条悟这两座大山的压制，国外的环境简直不要太好。可明知有文人莫言的存在，还敢这样肆无忌惮，甚至说得上是猖狂的杀人。文人莫言感觉对方应该不是有什么计谋，而是完全疯了。且不说现在996甚至007的普通人多多少少都有心理疾病，作为一天到晚和人类阴暗面打交道的术师们，心理疾病不对，应该说全是疯子。咒术师全是疯子，哪怕是文人莫言也不例外。反而随着实力的强大，文人莫言的心里反而愈发畸形起来。文人莫言看了文件后，对叶娥正道说道：“这件事我会解决的。”叶娥正道看着一脸淡定，丝毫没有将这件事放在眼里，忍不住开口道：“文人，这次的任务主要是为了让新来的禅院植栽同学好好磨练一番。”文人莫言看了一眼叶娥正道，语气古怪地说了句：“老师自从当了校长以后，似乎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哦，是吗？”听到文人莫言的话，叶娥正道眼眸一亮，难道这就是上位者的气质？有权有势以后腐败的味道。说完，还没等叶娥正道反应过来，文人莫言转身离去。文人莫言早就调查到了禅院植栽是现任禅院家主禅院植皮人的儿子，将自己儿子送来高专，恐怕别有目的，大概是想和我拉近关系吧。禅院植皮人真是个人物，自己老爸都死在了我的手里，还敢把自己儿子送到我这里来。文人莫言回想起这几天禅院植栽看自己的眼神，总有种熟悉的感觉。没错，就是文人莫言收服的那些咒灵那种狂热崇拜，把文人莫言当神的那种目光。禅院家的人真就没一个正常的，如果是真的，那禅院植栽倒也不是不能为我所用，借此来掌握禅院家也未尝不可。对不起了，哥哥，我似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人选，相信你也不喜欢当那个什么禅院家家主吧？文人莫言心中思忖，想看看禅院植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结果不出所料，前往执行任务目的地的车上，禅院植栽表示自己十分崇拜文人莫言，想要追随文人莫言，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觉得文人莫言很强大，比谁都要强大。禅院植栽有着一种很强的慕强心理，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想变强的原因吧。这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发言，让文人莫言觉得很爽。毕竟谁会拒绝一个小迷弟，还是一个天赋和实力颜值都很在线的小迷弟吹捧呢？文人莫言没有看过漫画，所以并不知道禅院植栽其实是个品性极差的败类。就算知道了，文人莫言也不在乎，反正他可以慢慢调教。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禅院植栽会是一个很好的手下。谁不想要一个视你如神的小弟？你说一他就做一的小弟。至于性格缺陷嘛，反正文人莫言这几天相处下来，真没觉得哪里有问题。这完全依托于禅院植栽的老爹禅院植皮人的告诫，说高专内的人都是与文人莫言关系要好的伙伴，如果你得罪了他们，就会惹得文人莫言不喜。这番话让禅院植栽在学校里表现得不像在禅院家里一样自傲狂大、目中无人，有了很大的收敛。这也是禅院植皮人计划的一环，那就是磨磨禅院植栽那讨人厌的性子。禅院植栽的确天赋异禀，可就是因为家族娇生惯养的原因，让他品行太差。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当家主，一是为了拉近禅院与文人莫言的关系，二是为了磨练一下禅院植栽的性子，可谓是两全其美。只能说不愧是禅院家历代最开明的家主，可惜的就是禅院家太废了，带不动。夜晚，月明星稀，一颗散发着咒力的巨大的黑色帷帐，宛若一个倒扣的巨大半圆一般，将整栋已经荒废了的工厂所笼罩。文人莫言看着眼前身披黑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什么也无法查看的咒祖师，又看了一眼周围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各种各样的刑具，无疑了，这里就是那个咒祖师的窝点。文人莫言给了禅院植栽一个眼神，示意他去把那名咒祖师解决。这种角色对他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自己的叶娥正道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要让自己可爱的禅院植栽小学弟好好磨练磨练。再者就是文人莫言能感觉到眼前的咒祖师有点不对劲，不管是情绪意或者是其他，都散发着不祥，更像是咒灵。第98章70亿供给。文人莫言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种怪现象，眼前的咒祖师居然有咒灵的气息，多半是觉醒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咒术，然后自己玩砸了，变成了怪物。结局也不出文人莫言所料，禅院植栽刚开始还利用自己的投射咒法占据上风，后面咒祖师直接摊牌，我不装了，露出了扭曲怪异恶心的咒灵身体，上面还浮现着许多人脸，
和各种人的器官，有男有女，有小孩还有老人。文人莫言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些不就是文件上那些被害人吗？那些缺少的器官和尸体也在咒祖师那诡异的咒灵身体之上。果然，咒祖师没有了顾忌以后，恶心的身体变得柔弱无骨，像是一滩黑泥一般朝着禅院直栽涌来。黑泥内还有数十双手臂在咒祖师的操纵下试图抓住禅院直栽。这一幕不仅十分恐怖，而且非常恶心，让人反胃。咒祖师的身体就像是席卷的巨浪，化为数条触手一样的东西在这狭窄的空间内。禅院直栽几乎退无可退，被咒祖师怪异的身体给抓住，像一个深陷沼泽的人一般渐渐被吞噬。文人莫言见状，不紧不慢地使出数式11鬼怪妖异，一个巨大的黑影散发着浓郁到几乎实质的诅咒，从文人莫言的身后缓缓出现。弑神，气死！只见咒祖师的身体霎时间就被气死的能力给大卸8块，这就是气死的能力。气死，肢解牺牲，就叫折，也可以理解为酷刑而死，就是气死。所以气死的能力就是可以将目标大卸8块，或者千刀万剐等等，也可以利用其他的酷刑。气死的能力多样，主要就是看世界人类创造的酷刑多少，比如枪杀、绞刑、气死都可以使用，大卸8块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被气死瞬秒的咒祖师此时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虽然拥有咒灵身体的咒祖师有着很强大恢复能力，但这种程度的伤害短时间内很难复原。文人莫言没有多说废话，刚刚召唤气死，一方面是想试试气死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让禅院直栽感受一下自己绝对的实力。文人莫言试了一下无上限咒灵操言术，结果发现可以将对方收服。收服以后，文人莫言才知道对方曾经也是一名咒术师，只不过后面伙伴们一个接一个死在了拔除咒灵的任务当中，让他心灰意冷。咒术师就是一场长跑，终点是伙伴们的尸山血海。他觉得人类的身躯实在是太孱弱了，不如咒灵那般生命力顽强，血肉苦弱，不如咒灵飞升。凭借着自己的术式吞噬，开始了尝试，结果就是吞出了问题，变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半人半咒灵，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虐杀那些普通人的原因。咒灵本就是人类阴暗面的产物，所以他们一旦诞生就怀揣着对人类的憎恨，想要杀死人类的本能，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人类无意识创造了他们，他们无奈诞生到了这个世界，明明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却生来就背负了无尽的憎恨、嫉妒等情绪。曾经的文人莫言不理解咒灵，认为咒灵就该杀，但事实确实如此，咒灵的出现会危及人类的安全。站在人类的角度来说，这是祸害，需要拔除，但站在咒灵的角度来说，就是你们人类杀猪吃肉一个道理。由于拥有无上限咒灵操言术的文人莫言，拥有着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咒灵世界，里面装着他收集的所有各式各样的咒灵。在文人莫言的咒灵世界里，他们视文人莫言为神明。渐渐的，文人莫言发现咒灵也有人的感情，因为他们本就是人类情感诞生的产物，只不过大多数咒灵没有智慧，只知道杀死人类。所以文人莫言就有一个计划，为什么不能将人们无意识散发的诅咒给收集起来，这样不就不会诞生咒灵了吗？这就是文人莫言未来最重要的计划。文人莫言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咒具，它可以吸收人们散发出的诅咒，然后再统一被文人莫言吸收到咒灵世界，然后那些诅咒在咒灵世界之中汇聚，诞生出一只又一只咒灵。这样不仅世界和平了，咒术师也不要冒着生命危险拔除咒灵，就连咒灵都有一个好的归宿，简直就是十全十美啊！并且文人莫言觉得光是霓虹怎么够？毕竟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类都是有咒力，可能是环境不同，霓虹以外的国家咒灵数量没有霓虹这般数量庞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诞生咒灵。所以文人莫言决定要将整个世界都安装满那种装置，绝对不是因为为了吸收那些诅咒变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创造出一个人与咒灵互不干扰的美好世界。没错，他文人莫言就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为什么文人莫言要前往华夏的原因，自然就是和华夏咒术界那边商量商量，像立电线杆子一样，将自己的那个装置立满整个华夏，还有西方国家那边一样。当然，如果对方不答应的话，他文人莫言也是有办法让对方答应的，毕竟实力才是硬道理。而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钱，需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作为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文人莫言疯狂赚钱的原因。一旦这个目标达成，文人莫言的实力将会以一种绝对恐怖的速度成长。你能想象全球70亿人的咒力攻击一个咒术师的场面吗？那将会创造出怎样恐怖的一个存在？到那时，文人莫言的咒灵世界恐怕会有以亿为单位计算的咒灵，到时候别说脑花了，
就连宿傩这个战力天花板，恐怕都不及文人莫言1%的咒力储备。而且文人莫言还可以在咒灵世界培养更多更强的咒灵为我所用。第99章，学生长，为什么你这么强？学长，为什么您这么强？返程的车上，禅院直哉目光灼灼，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己身边的俊美男子。因为刚刚文人莫言表现的实在是太强了，太绝对，宛若一名主宰。这就是特级咒术师的实力吗？禅院直哉震惊，刚刚那个咒祖师很明显已经达到了1级咒术师的水平。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那名咒祖师还放不开手，被自己一度压制，可能是因为咒灵吞的太多了，思绪出现了问题。但当对方放开手脚，不再畏首畏尾的时候，就差点将自己干掉。还好学长及时出手，但就是那次出手，直接瞬秒了那名1级实力的咒祖师。要知道，那可是1级，在整个咒术界都属于是高端战力，拥有单独执行任务，成为指导他人的老师，拔除1级咒灵，匹敌特级咒灵，甚至其中的佼佼者能够拔除特级咒灵。禅院直哉仿佛看到了一个神，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强大，哪怕是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存在。从小就崇拜至强者的禅院直哉，此时已经将文人莫言当成了毕生的偶像，恨不得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说咒术师都是疯子啊，只是看了一眼对方就巴不得天天跟着对方，只是一次出手就恨不得为他而死。文人莫言也察觉到了禅院直哉不对劲，如果禅院直哉是女的，说不定都准备直接倒贴以身相许。不对，现在的禅院直哉都满脸升起了红云，激动的都快晕过去的样子。要是文人莫言开口，他说不定还真的会答应下来。难过原著没看见他有老婆和孩子，按道理禅院直哉这种禅院家的天之骄子，应该是越早留有子嗣越好。文人莫言瞥了一眼禅院直哉，心中思忖，我为什么这么强？当然是因为开挂呀。难道你以为我是日日夜夜勤勤恳恳1%的努力加上99%的汗水，然后不断约束克制取长补短，然后超越自己？文人莫言心中觉得好笑，努力有用的话还要天才干什么？当然是日日夜夜勤勤恳恳1%的天赋加上99%的汗水，然后不断约束克制打磨取长补短，超越完善自己。你知道吗？你们用来喝咖啡的时间，我都用来了修炼。这件事为什么我如此强大的根本原因？禅院直哉听完后，内心激动不已，振奋异常，就好像一个刚成年的少年走进一个充满香气的房间，举行了升旗仪式和开学大典，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就是强者吗？就连拿来喝咖啡的时间用来修炼。果然，我平时还是疏于修炼了。禅院直哉听完文人莫言一通胡扯瞎掰，竟一丝怀疑都没有。谁不知道当咒术师最看的就是天赋，然后是悟性。努力有个屁用！努力决定下限，天赋决定上限。你再努力，木桶也只有那么深，还能游泳不成？文人莫言自己都没想到禅院直哉居然信了，这个家伙真的是禅院家的天才。你的禅院直皮人生了一个傻儿子，看他样子也不傻呀。刚刚的战斗也表现得很不错，有准1级咒术师的实力。要知道娜娜米和小灰灰他们俩现在还在准2级徘徊，但凡他们实力有准1级，1年后那次任务小灰灰也不可能死在那只1级咒灵手里。在这个年纪超越禅院直哉的，整个咒术界恐怕都不超过20个。文人莫言见对方状态有点不对劲，赶紧又改了个口风。万一这小子走火入魔，自己以后岂不是少了一个小迷弟？而且这小迷弟显然很崇拜信任自己，利用他来掌握禅院，简直就是不二人选。当然，劳逸结合也相当重要。修炼总有瓶颈隔阂的时候，这种时刻就非常需要一种东西。文人莫言莞尔道：什么东西？禅院直哉期待地望着文人莫言那俊美的侧脸。悟性，也可以说是灵感。知道天才为什么叫做天才吗？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到绝大部分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他就是天才。而天才想要更进一步，就需要那一刻的契机的灵感与感悟。所以学长您的意思是？禅院直哉若有所思。文人莫言道：自己悟吧。禅院直哉上挑的美眸闪过一丝异彩，仿佛明白了什么。多谢学长赐教，以后学长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上刀山下火海都会替学长完成。文人莫言故作神秘的点了点头，你明白就好。心里，你明白个屁啊，我瞎编的。文人莫言不由得想起了一种现象，敌话。任务圆满完成。隔天，校长办公室，文人，你要休假1年出去历练。没错，叶娥正道老师。世界那么多大，我想去看看，顺便见识见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其他地方的咒术师地方特色。叶娥正道
看着文人莫言，点了点头。好，出去以后记得安。叶娥正道说到安字以后，又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就文人莫言这实力，应该是那些人应该注意安全。我批准了，就是1个星期以后，京都那边的1年1度的姐妹交流会，你要不要参加？毕竟没有参加过姐妹交流会的高专生活是不完整的。文人莫言淡淡的问了一句：有家茂家的学生吗？叶娥正道想了想，的确有个家茂家的学员，术士是赤血操术。文人莫言听到赤血操术这个词，答应了下来，我就参加。那我不打扰您继续处理文件了。说罢，文人莫言转身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叶娥正道看着文人莫言离去的背影，心中不由得感慨，曾经的雏鹰已经成长为了制霸天空的雄鹰，是时候去更广阔的天地了。自我感动结束以后，叶娥正道看着堆满桌面的文件，陷入了苦战。该死，那个老巫婆到底有多少没处理的文件？她真的是校长？第100章，我火气很大呀，公司哪都通。老大，您交代的网站我已经搞定，您看什么时候 ？Q 将已经整理好的 U 盘放在文人莫言用紫檀木做的办公桌上，显得有些拘谨。毕竟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老大居然成为了一名这么大的大老板，并且还给自己开年薪1个亿，那可是1个亿啊！自己可以买多少老婆们的手办啊！嘿嘿嘿嘿。文人莫言插上 U 盘，随意的看了2眼，然后点了点头，做得不错，今年年终奖给你翻倍。而文人莫言刚刚在电脑看的，赫然就是咒灵的视频。严格来说，是咒术师和有咒术师资格的人才能看见咒灵的视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从霓虹平民当中挑选咒术师种子。其实咒术师资源一直以来都十分欠缺，加上风险性极高，所以往往单纯都欠缺人手。倒也不是缺咒术师，而是缺真正拥有与咒灵战斗、拔除咒灵的咒术师。大部分没及格入选的咒术师都成为了所谓的监督辅助，主要的作用就是辅助、监视战斗，咒术师们拔除咒灵。比如当个司机、放个违章啥的。好了，拿下去吧。文人莫言示意 Q 退下，随后又让坐在一旁温尔端雅、乘穿着黑狮制服高跟鞋的秘书去让伏黑慎尔进来。望着扭动着柳腰、步履款款的明后，文人莫言不得不承认，变成人形态的明后真是人间尤物，肌肤若雪，宛若陶瓷一般，在灯光下白里透红，甚至还反光，十分诱人。2条圆润丰满的腿总是在文人莫言眼前晃来晃去，搞得他现在火气很大啊。听到传唤的伏黑慎尔从家中赶了进来，走进办公室，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文人莫言，都不敢往明后那边瞟一眼。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看见明后一根毛。毕竟自己可是有家室的男人，君子坦荡荡，目不斜视，谨遵难得。而且这还是自己老板的女人，就更不能看了。伏黑慎尔之所以如此谨慎，完全是因为文人莫言非常变态的占有欲。上次听说有个员工因为多看了2眼明后的腿，没办法，谁叫那腿又白又长，宛若艺术品一般，尤其是穿着那 S， 连女人都挪不开眼睛。然后就被文人莫言直接剜了双眼，手段那是相当的残忍。后面又被文人莫言用反转术式治好，又剜了一遍。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被文人莫言治好，但那名员工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看见腿，黑狮就吓得瑟瑟发抖的那种。其实文人莫言不在乎别人看自己女人，前提是你得内心干净。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有那种不干净的想法，而他只不过是净化了一下那名员工的心灵而已。刚刚 QQ 不就没事吗？因为人家心里干净吗？你不干净，作为老板自然会让你干净干净。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伏黑慎尔看着文人莫言问道。我最近要出国一段时间，大概需要1年。这段时间里，我会把人事部那几个总揽大权的经理带走，到时候公司就靠你和那几位员工好好维持。等我回来。伏黑慎尔微微一惊，刚刚文人莫言所说的那几位经理都是实力十分强大的存在，虽然不及自己，但在咒术师当中也是顶尖的那一批。而且看老板带这么多人的架势，不像是旅游，更像是干架呀。难道老板准备拓展海外业务？文人莫言打断了伏黑慎尔的思考，随后又交代了几句，让他去那里等他。伏黑慎尔自然知道那里是哪里，然后离开了办公室，从头到尾都没看见明后。这就是顶级强者的自控力。其实刚刚文人莫言完全可以与伏黑慎尔同行，但少年的火气很大，烦恼哪怕是文人莫言这种级别的强者也是需要处理的。文人莫言看了一眼明后，随后开口道：过来。明后来到文人莫言身边，一颦一笑风情万种，媚眼如丝。文人莫言恶狠狠地说道：我现在火气很大。明后自然明白文人莫言的意思，轻车熟路的将腿弯曲放在了柔软
用上好的天鹅绒制成的地毯上，望着上下起伏的明后，文人莫言路躺着，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3个小时后，文人莫言来到了咒术高专不远处的一座新建小区内，随后在一个入口神秘消失。生的领域内，伏黑甚尔已经恭候多时，他早就料到了文人莫言会来得很晚，但没想到这么晚。之前一进办公室，他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所以还特地回家陪会玩了2个小时，毕竟他家就在这个小区内。结果还是多等了1个小时。不愧是纯肉体与我媲美的男人，果然够猛。作为渣爹，与伏黑甚尔相处的女人可谓是不少。虽然伏黑甚尔白吃白住还给他们画大饼，并且还不负责任，但他们也不抱怨，反而觉得伏黑甚尔是个不一样的男人，让人着迷。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渣爹那独特的厌世气质和超人，让女人都为之拜服，表示吃不消的战斗力。或许能够和渣爹硬刚的女人只有99游击了吧。两人来到一个试验场，文人莫言拿出了一个充满高科技装置，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定制的特级咒具。伏黑甚尔从文人莫言接过那个特殊装置，形状像个十分奇特，还闪烁着红色的光。准确来说是，这个装置在你身上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越了特级咒具的范畴。火力全开的情况下，就连我拿下你也需要一些时间。伏黑甚尔听着文人莫言介绍，不由得瞪大了双眼。能在文人莫言走几个回合，全咒术界恐怕也只有特级才可以了吧。而这个装置居然可以让我突破特级，准确来说，拥有这个装置的你就是特级。文人莫言淡淡道，随后继续介绍，并且就连雾，你也能和他短暂的抗衡。第101章暴君武装。伏黑甚尔目光怀疑落在了文人莫言自信的脸庞上，说可以，他可以抗衡特级他信，但6眼小鬼，伏黑甚尔还是不相信的，因为那家伙太变态了。伏黑甚尔感觉，如果5条悟想要屠戮整个咒术界，除了文人莫言，无人能挡，无人能敌。这已经是实力的断层，这根本就不是人能达到的地步，是怪物。文人莫言察觉到伏黑甚尔的不相信，也不在乎，待会他就知道什么叫血肉苦弱，机械飞升。哪个男人不想来上一身霸气十足、帅气逼人的武装装甲？我为什么时候夸下过海口？来吧，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鬼斧神工，什么叫超乎想象。文人莫言打了一个响指，来到了一个十分奇异的空间。这里散发着七彩的光，好似一个在阳光照耀下的大泡泡一样，美轮美奂，如梦如幻。伏黑甚尔拿着装置，有些没想到。领域吗？伏黑甚尔打量着四周，似乎这个领域并没有杀伤力，反而让他的肉体感觉到一丝悸动，有着欢呼雀跃的感觉。文人莫言走到伏黑甚尔面前，闭上眼睛，放松。伏黑甚尔听着对方的话，缓缓闭上双眼。倒不是因为他无条件信任文人莫言，而是以文人莫言的手段和实力，根本没必要搞这些阴谋诡计。最重要的是，文人莫言对他有恩，如果不是他，或许现在他也不敢去见会，也无法带着会开启充满希望的生活。这条命给他又何妨？伏黑甚尔的身体在文人莫言的咒灵牵引下悬浮在了半空，似乎像是有一张无形的床一般，将伏黑甚尔托起。文人莫言利用神之手短暂打造了一个领域，只有这样，文人莫言才能将他精心为伏黑甚尔创造的咒具装甲完美的与他的肉体融合。与其说是与伏黑甚尔的肉体融合，倒不如说是与伏黑甚尔的天与咒符融为一体。七彩的氤氲之息缓缓升腾，将伏黑甚尔包裹，好似云端梦境。时间缓缓流逝，伏黑甚尔被水泡破裂的声音吵醒。伏黑甚尔缓缓张开双眼，看着自己正躺在沙发上，捏了捏拳头，感觉了一番，似乎有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就像是刚长出的手脚一样，陌生却又能够随意使用。感觉如何？文人莫言平静的声音传来。有点怪，似乎身体上多了点东西一样。伏黑甚尔回答，那是自然，因为我已经将那件咒具与你的天宇咒符融为一体。试试看吧，我想想你已经感觉到了。话音刚落，伏黑甚尔心念一动，一种奇异的感觉从伏黑甚尔的脖颈处传出。一瞬间，伏黑甚尔就被一套酷炫呈黑曜色科技感拉满的装甲覆盖，与撸啊撸里面的原计划很相似。伏黑甚尔尝试着驱动，一条条红色酷炫的光线在装甲之上亮起，一道清脆悦耳、没有任何情感的声音在伏黑甚尔的耳边响起：暴君武装已启动，我是您的智能 L 助手维萨，请下达您所需求的指令。伏黑甚尔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人工智能，微微一惊，但很快平静了下来，嘴角翘起，似乎很喜欢现在这种感觉。速度，已为您激活空间术士，速度已开启。L 维萨的声音响起。伏黑甚尔跨出一步，只感觉身边的景象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后退。好快！
伏黑甚尔内心震颤，刚刚的速度完全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极限速度，并且没有任何风阻。而在文人莫言的视野内，伏黑甚尔就像空间穿越一样，没有任何时间差的来到了距离刚刚位置的数百米外，就像五条悟那种瞬移一样。伏黑甚尔看了一眼眼前的虚拟屏幕，上面赫然写着刚刚已损失了 0.1% 的咒力储备。还行。伏黑甚尔又看了一眼储备能源，还有3个刚刚那么多的咒力储备，够自己随便用了。随后伏黑甚尔又尝试了其他东西，在咒具装甲的加持下，伏黑甚尔已然跨越那道特级鸿沟，成为了一名没有任何咒力的特级术师。成为特级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大范围杀伤性术士。文人莫言也很贴心的为伏黑甚尔准备了一个大范围杀伤性的攻击的特级咒具在装甲内，那就是模拟文人莫言术士商造出的轰星炮。威力的话要比五条悟的磁要差一点，但范围堪比原子弹，反正轰出去有蘑菇云，属于一发就是大半个城市的样子，消耗自然也十分巨大，起码1个能源起步。就算是伏黑甚尔也只能用2发，多了装甲就没能源了。而能源就是咒力，文人莫言专门制造了一个能够储存咒力的特殊装置，也就是文人莫言准备装满全世界的那个咒具的2代衍生物。只不过这个衍生物是专门拿来储藏，不会吸收，主要是吸收也没太大的作用。咒具储存量十分庞大，已经算是特级咒具。而伏黑甚尔身体上的那件咒具装甲，单纯以装甲而论也是特级咒具，但加上各种各样的特级咒具在里面，然后上面被文人莫言想方设法印刻了某些术士，那就是超越特级，达到了超特级的咒具武装装甲。文人莫言给了伏黑甚尔一枚特殊的钥匙，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门，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能源，到时候你的装甲没能源了就去取来使用。伏黑甚尔的点了点头，刚刚在维萨的介绍下，他已经大概清楚了这件装甲到底有多么强大，各种奇奇怪怪的术士都有，还有好几件不得了的咒具。其他咒具装甲的能源完全足够伏黑甚尔使用好几年，只要不乱搞那些消耗能源大的就行，基本上常态下使用可以用很久，而且无需补充。难怪自己的老板说连五条悟都能抗衡，常态下就已经可以让媲美特级，而另一种形态下足以与五条悟争锋，可惜太耗费能源了，所以只能抗衡一时。伏黑甚尔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老板不是人，而是无所不能的神。第102章加茂业结束以后，文人莫言交代了几句，然后就带着伏黑甚尔离开了这个秘密的领域。1个星期后，姐妹交流会，京都高专监控室内，高专们的老师齐聚一堂。此时的京都高专的老师们都露出生无可恋，不抱任何期望的表情，与咒术高专那边的老师们洋洋得意，胜券在握的模样截然相反。京都的老师们原以为自己的学生们已经足够优秀，其中甚至还有1级。要知道1级咒术师对标的可是特级咒灵，能够拔除特级咒灵的咒术师在整个咒术界都是稀缺资源。但任谁也想不到，这次的东京高专那边出了2个特级咒术师。马德，这可是特级，整个咒术界也就3个，他们就占了2，还他妈好意思出来和我们比赛，不要逼脸，不知羞耻。但再多无奈，再多怒斥也没用，在咒术界实力为尊。以大半个京都高专为战场的姐妹交流会，京都高专的学生们此时已经垂头丧气，眼中没有丝毫的战意与高光。不是他们不给力，是对面的阵容豪华的过头了，2个特级，1个准特级，随便提一个出来我们还打个屁。此时的他们已经丧失了信心，没办法，实力差距太大了，但实力差距再大，他们也会在这场战斗用尽最后一分力气。另一边，东京高专，加茂家的那个家伙交给我，其他的你们随意。文人莫言开口说道，这次他来的目的可不是来玩这种无聊的过家家游戏，而是为了加茂家的术士。经过五条和禅院2家的术士以后，文人莫言断定禅院家的术士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众人听到文人莫言的话，心中不由得为那名加茂家的咒术师默哀，真不知道加茂家是怎么惹到这尊杀神。你招惹谁不好，招惹这个男人。文人莫言平时看不出来，但每一次执行任务的报告里面，那报告都是十分残忍，相当的恐怖。这次你就别出手了，你负责保护萧子，然后观战。文人莫言开始分配，而且你负责掌控全场，拉住对方多出的那几个战力。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灰原他们得到历练，所以我们是不会出手帮助你们的。虽然交流会明文规定不能致残害命，但你们也不想被京都高专那边的人压上一头吧。文人莫言说罢，目光看向七海、灰原与禅院直哉3人的身上。听到文人莫言话的几人表情各不相同，七海目光一沉，面容凝重，十分严肃。灰原满腔热血，
战意昂然，直在傲慢，不屑一顾，对自己的实力极度自信，搭配上她十分女性化、美丽的脸上露出一抹邪魅妖冶的笑容。那么，各位加入这次试炼的战场吧。文人莫言说罢，所有人的身影都消失在了原地，进入了前方的森林之中。很快，两方人马开始交战，而文人莫言也与家茂家的那名术师1对1见面。家茂业目光凝重，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白发男子。从他身上，他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这种压迫就像一条立于穹顶之上俯瞰一只蚂蚁的感觉。家茂业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居然会产生出这种想法，自己好歹也是1级咒术师，就算实力差距再大，也不可能产生那样的幻觉。家茂业展开赤血操术，右眼处被几道血痕笼罩，望着一动不动似乎平静的有些过头的文人莫言。家茂业双手合十，对准不远处的文人莫言，仿佛一把即将出鞘的利刃般，带着危险的气息。赤血操术，白脸！家茂业低喝一声，咒力调动，开始具象化，化为血液。一颗乒乓球大小的血球悬浮在了家茂业的手尖前。只听一道破空声响起，血液化为一条长虹一般，刺破空气，以超越音速的速度朝着没有任何防备的文人莫言射去。就在家茂业以为对方因为自大狂妄而小看自己，即将被自己这足以穿透钢铁的白脸射中时，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以为可以将文人莫言胸口贯穿的白脸，结果却只是将对方的衣服给弄出了一个洞。白脸在击中文人莫言身体的那一刻，仿佛碰见什么坚不可摧的事物一般，被挡了回去，四散开来。怎么可能？家茂业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个家伙的肉体如此强悍吗？让家茂业震惊的不是因为自己的术士没有伤到文人莫言，而是对方根本没有任何咒力的波动。怎么说来，刚刚的那一击，文人莫言是凭借着纯肉体扛了下来。家茂业震惊，这怎么可能？文人莫言目光平淡，细细回味刚刚的那一击，随后淡淡说了一句：“继续。”家茂业望着风轻云淡，丝毫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的文人莫言，这让本就不在家茂家不受待见的他顿时心中怒不可遏。就因为他是旁系，不是嫡系，就被人看不起。明明他也是天才，就因为不是嫡系，却被家茂家的高层排挤在外。带着这份怒意，一把赤红的血刃出现在了家茂业的手中。赤血操术，血刃！赤血操术，赤灵跃动。短短一瞬间，家茂业接连发动2个截然不同的术式，浑身的血液在力量在赤灵跃动的增幅下，让自身的速度与力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家茂业身体宛若残影一般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文人莫言的面前，手中的血刃锋利无比，隐隐能够听到斩破空气的尖啸之音。望着一动不动的文人莫言，家茂业心中的愤怒更加熊熊燃起。去死！家茂业瞪大眼睛，朝着文人莫言的臂膀就砍了过去。哪怕如此愤怒的情况下，他依旧保持了理智，没有将目标放在对方的头或者其他致命的地方。血液从文人莫言的肩膀流出，让家茂业没想到自己刚刚的那一刀居然只是让对方出现了一个浅浅的伤口。第103章散落星。文人莫言眸光有些失望地看了一眼自己正在涓涓流血的肩膀，没想到自己已经将肉体的防备全部卸下，对方的攻击也只能将我伤到这种程度了吗？还是说最近自己的肉体又加强了，又或者说对方太弱了？文人莫言觉着两者都有吧。家茂业似乎看见了对方眼中的失望，内心更加崩溃。家茂业望着那浅浅的伤口，内心不由陷入迷茫。家茂业愣了愣，他怎么也想不到差距会如此巨大。还没等家茂业从震惊迷茫的情绪中脱离，文人莫言淡淡的说了一句：“继续。”家茂业没想到对方居然还让自己朝他进攻。看着家茂业有些疑惑的表情，文人莫言语气淡然，却又听起来无比刺耳。这就是御三家，真是让我失望。你就这种程度吗？又或者说我站再不动让你打，你都无法让我受点严重的伤？文人莫言刚刚的话语夹杂着咒言。家茂业听到这话，不知道为什么极度愤怒，一直被压抑怒火再也忍不住，宛若火山喷发一般，内心开始没由来的胡思乱想。要是让家茂家的那群老家伙知道，我一定会被打压得更加严重。就因为我不是嫡系，哪怕那个家伙天赋不如我，他们都宁愿选择那个家伙作为家主培养，也不选择我。家茂业脑海之中闪过那些屈辱的画面，内心也就越愤怒，咬牙切齿，目眦欲裂。他失去了理智，他要杀了眼前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家茂业的身影一闪，来到了文人莫言距离10米远的位置。家茂业发出如同野兽的低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算了，杀了他，那就是杀了眼前这个目中无人的特技。只要我杀了他，我将名扬天下，到那时那群老家伙还敢不承认我才是家茂最优秀的天才。
赤血操术，禁奥义，散落星。数道血刃出现在了加茂业的周围，在加茂业的指挥下划开了动脉，血液流淌，在加茂业操纵下缓缓化为几颗蕴含着磅礴咒力的血球，漂浮在加茂业的周围。散落星以加茂业自身血液咒力不计代价的解放，在使用后将会永久消失，并且会让自身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贫血与虚荣。这是加茂业的禁忌术法，一旦使用，短期内将无任何战斗力。这招一出，代表着生死。下一秒，血液化为满天血星，拖着长长的血色尾焰，朝着文人莫言飞去。威力和速度，甚至穿透力，都是刚刚的血刃无法比拟的。咻咻咻，阵阵连绵不绝的破空声响起，无数血星落在了文人莫言的身上之上。霎时间，文人莫言好似被一块须弥的血布遮住，在血星破开文人莫言的肉体，接触到血液的那一刹那，散落星真正的恐怖之处才真正展现，带着文人莫言的血液一起爆炸。文人莫言身体各处好似锦绣的花坛一般，朵朵璀璨美丽的血花绽放。也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文人莫言的脑海当中响起。加茂业嘴角上扬，嗜血的笑容让他看起来像头恶鬼。死了吧，一定死了吧！加茂业癫狂的大笑起来，一直压抑在他心头的愤怒和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今天终于酣畅淋漓的释放了出来。加茂业虚弱的瘫软在地，刚刚的一击已经是他的全部，一滴也炸不出来了，全给对方了。可还没等加茂业彻底松下口气来，被血液重重包裹，宛若一尊诡异血像的文人莫言动了。真是让我惊讶，你很不错。砰的一声脆响，血液飞溅，血液散去，露出了文人莫言完好无损的身体。加茂业目瞪口呆，哑然地说：“那可能？这不可能！没有人硬吃下，我这招还能完好无损？”加茂业不敢相信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术法，居然只让对方的衣服破烂了。文人莫言没有多说什么，一个黑色的漩涡出现在文人莫言身后，随后文人莫言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全新的衣服。刚刚那身除了内裤没坏，其他都坏的差不多了。下一秒，文人莫言就换好了衣服。另一边，监控室内，京都的一名女老师兴意阑珊地抱怨了一句：“啊，我还没看够呢。”这番话直接让旁边几名正在观战的老师露出来一副“你居然是这种老师”的表情。战斗结束，文人莫言来到加茂业身边，加茂业望着毫发无损的文人莫言，苦笑连连，内心不由得绝望。这就是特级吗？真是让人看不到希望的战斗啊！你赢了。加茂业有些失魂落魄地说出来这句话，但却又在他的意料之中。特级，特级，就连他们组长都不是特级，可想而知特级是多么的恐怖。文人莫言并没有多言，只是说了一句治疗。随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加茂业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没过多久，加茂业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也没那么虚弱起来。加茂业站起身来，多谢。文人莫言，没事，我很欣赏你，似乎你在加茂过得很不如意，你应该3年级了吧？加茂业点了点头。有兴趣加入我的公司吗？刚刚的那一击我很惊喜，截至目前来说，你是第一个把我伤到这么严重的人。加茂业眸光微动，但很快镇静下来，自嘲一声：“你就别挖苦我了，刚刚你明明什么事也没有。”文人莫言解释：“并没有，其实我的全身血肉已经被你的术式炸得皮开肉绽，我只不过是利用反转术式治疗好了自己罢了。”加茂业闻言，神情一震：“真的吗？”文人莫言笑道：“我有必要骗你吗？”加茂业想了想，也对，你没必要欺骗我。你说的加入你的公司，我会考虑的。我还需要为我的母亲和弟弟，年薪1个亿。老板，赴汤蹈火！文人莫言望着前一秒还矜持，下一秒救老板的加茂业，文人莫言不由得感慨：果然有钱就是牛逼呀！第104章，前往华夏。隔日，所有人都知道了文人莫言即将离开，准备出国环球的事情。教室内，大家难得齐聚一堂。文人学长，你真的要走了吗？灰原雄有些不舍道，脸苦得像个苦瓜似的。文人莫言拍了拍灰原雄的肩膀，道：“学长是出国旅游，又不是去执行什么9死1生的任务，你们不要好得那么沉重好吗？”文人莫言扫视了一眼众人，比如你们想要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什么的，前辈把我带走吧。禅院直哉站了出来，作为文人莫言的狂热粉丝。虽然禅院直哉性格极其恶劣，但对待文人莫言比他亲爹还亲。文人莫言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对方真的就是很崇拜他。文人莫言拒绝了禅院直哉这个想法，他是去干架，又不是真的去旅游，说不定还会和世界各地的咒术界起摩擦，打个天翻地覆也说不定。带了你这个拖油瓶，不影响是吗？其他地方的咒术师只是没有霓虹这么昌盛，
又不是真的没有。据文人莫言的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有不少的特级咒灵。那我要世界各地好吃的甜品。作为甜品党5条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其他世界特有的甜品。文人莫言点了点头，答应下来。好，我会记得的。站在5条悟身边的萧子，粉嫩的小嘴叼着一根未点燃的香烟，香烟随着嘴唇的开合上下晃动。我想要试试外国的香烟什么感觉。文人莫言看了一眼已经开始有黑眼圈痕迹的萧子，微微一笑，我会给你带的，但萧子，吸烟有害健康，我希望你可以少抽一点。萧子明白文人莫言的好意，但内心的压力还需要香烟的释放，希望吧。文人莫言深深地看了一眼萧子，他知道为什么萧子总是吸烟，因为再冷的停尸房也比不过同伴们的死去冰冷。萧子热枕的心也在一次又一次处理同伴的尸体而麻木了下去，眼神也从刚开始的光变得暗淡。但文人莫言知道，总是烟不离手的萧子恰恰是所有人当中最正常的。告别结束以后，文人莫言找到了萧子。悠长安静的走廊，两人背靠在墙壁上。萧子，雾和杰那2个家伙，就拜托你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麻烦照顾他们一下了。文人莫言淡淡道，语重心长。萧子疑惑，目光看向一旁的文人莫言，那2个家伙那么强，还需要我照顾吗？文人莫言，他们真的强吗？在我看来，现在的他们只是外表强大，内心还不够成熟，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别人我不担心，但他们2个不一样。文人莫言语气沉重，想起上一世最为温柔善良正义的夏油杰黑化，文人莫言就感觉一阵惋惜。为什么？萧子不解。因为他们的实力足以撑起他们的想法。灰原和娜娜米他们2人不会这样。文人莫言道。萧子想到了那2个学弟，的确，他们对比物，他们好弱。这次我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完美解决咒灵的方法。文人莫言的话让加入萧子震惊。加入萧子刚想开口，但看着文人莫言坚定的目光，欲言又止。那祝你成功。加入萧子笑着道。那是当然，我无所不能。文人莫言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容。随后2人离开了这里。就在2人离开没多久，夏油杰从拐角处走了出来。显然刚刚文人莫言与加入萧子的谈话，他全部都听到了。没错，刚刚的话就是文人莫言专门说给夏油杰听的，为的就是给夏油杰打个预防针。文人莫言就怕自己回来以后，夏油杰便大意了。那还搞个屁！翌日，文人莫言与身着一袭纯白无瑕白裙的明后来到了机场，准备乘坐飞机前往华夏。明后绝美的姿色与独特高贵的气质，引得路人频频回头。有几个路过的男人望着风华绝代的明后，不由得心生邪念。但很快，他们就感觉如芒在背，好像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盯了一眼。文人莫言目光危险看着那几个男子，他允许别人看他的女人，但是必须干净才行。文人莫言唤出式神梦，一团黑雾出现在了文人莫言身旁。记住那几个家伙，让他们做点好梦。是的，主人。梦回应。几道黑雾进入了几人的大脑，相信今晚过后，几人一定会成为正人君子，面对女色都坐怀不乱那种。2人登上特等舱，几个小时后，2人到达了华夏的京都。2人刚下飞机没多久，2个白发、眯眯眼、身着西装的华夏咒术师来到了文人莫言和明后的面前。在下妙生花，在下妙生草，您应该就是文人莫言先生吧？我们是来接您的。文人莫言点了点头，毕竟自己来早就联系了华夏的咒术界。文人莫言看着眼前双胞胎眯眯眼的华夏咒术师，心中探查了一番对方的实力。2级咒术师。文人莫言心中了然，礼貌地回道：你好。那文人先生请跟我们来。妙生花2兄弟接过文人莫言的行李箱，带着坐上了一辆红漆轿车。在车上的闲谈中了解到，妙生花2兄弟也是咒言师，只不过与文人莫言不同的是，他们的言是用笔而不是用嘴，差不多就是用咒力凝聚的笔写出的字达到咒言的效果。很快，几人来到了华夏传说的紫禁城。在2兄弟的带领下，他们走进了一处生的领域。一瞬间，文人莫言感觉恍如隔世一般，因为这座生的领域极其巨大，就像一方小天地一样。跟着2人的步伐，文人莫言与明后来到了一处恢宏的宫殿外。其中2名散发着1级咒术师气息的老者似乎已经等候多时。文人莫言一眼就看出来对方散发的气息和上位者才该有的气质，断定这2人应该就是咒术界位高权重的高层。见过2位前辈。文人莫言还是很客气的做了一个揖。两者大笑，随后邀请文人莫言进来坐坐。文人莫言动身，发现这2个老家伙似乎很期待自己走进这座宫殿。难道有诈？文人莫言望着眼前的大门，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文人莫言想了想，就自己这实力，
我会怕。踏进大门的一瞬间，文人莫言感觉自己好像被探查了一样。随后，一名老者大喜，另一名老者叹息，还很幽怨，大失所望，嫉妒。文人莫言十分疑惑，但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来这里为了什么。第105章大意没了。2007年8月，库下，烈日炎炎，蝉鸣阵阵。要来喽！加入萧子漫不经心，有气无力地喊着，手中捏着一块橡皮擦，朝着不远处的五条悟就扔了过去。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了。一旁的夏油杰也跟着将手中的铅笔也朝着五条悟扔了过去。就在铅笔与橡皮即将击中五条悟时，橡皮与铅笔就像被一股无形的空气墙拦下。距离文人莫言出国已经过去了1年，五条悟也成功熟练掌握的无下限术式，将原本的手动挡改为了自动挡，成为了除文人莫言以外最强的咒术师。除了毒物不能区分，有点难度以外，其他的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文人莫言利用微小的咒力包裹着刚刚扔过来的铅笔，利用术士苍羽鹤旋转着铅笔，其咒力的控制的精妙程度让人啧舌。而在五条悟对面，夏油杰显得有些无精打采，被倚靠在教学楼的墙面上，埋入阴影，躲藏着灼灼烈日。杰，你怎么了？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瘦了？五条悟关心地询问道。没什么，只是最近有点累了。夏油杰淡淡地说道。是不是因为素面吃多了？五条悟调笑着夏油杰道。夏油杰没有回答，反而更加无精打采起来。最近的确很累，准确的来说，身体上的劳累远远比不上心里的劳累。自从文人莫言离开霓虹以后，今年的咒灵宛若蛆虫一般纷纷涌出。或许是因为去年多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又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夏油杰这个夏季一直在拔除咒灵的路上。拔除，吸收，拔除，吸收。夏油杰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恶心让人反胃的咒灵。要说味道的话，相当于一块沾满呕吐物的抹布，这给夏油杰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不像五条悟那般直接将其拔除，夏油杰需要用身体去感受咒灵的丑陋与恶心。面对人类至暗的一面，夏油杰的内心逐渐开始有些动摇。杀戮、仇恨、愤怒、嫉妒、贪婪、无知，有普通人因为情绪失控而导致自己无法掌控的咒力泄露，再由时间的沉淀而诞生的咒灵，让夏油杰觉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愚蠢无知傲慢之人，仅仅因为不顺心就萌生出想要杀死对方的想法，但在法律的桎梏下却又平静下来。但因为情绪波动而露出的咒力却成为了咒灵形成的一部分。尤其是最近网络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络这个不法之地肆意妄为，各种反人类、反三观的东西开始出现在了网络之中，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观念所引导，致使现在的咒灵数量暴增，网吧更是成了咒灵的重灾区。但夏油杰依旧选择守护他们，守护普通人，这是他的职责，他成为咒术师的意义。悟已经成为了最强，没有什么任务是他无法完成。萧子作为医疗人员，不会上前线做很危险的任务。文人还在国外，已经很久没看见他了。曾经的最强三人组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他已经被2人远远的撇下，他已经形单影只。但还好的是，总有一个身影跟在他的身后。怪刘海大叔！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传入夏油杰的耳中。夏油杰知道是谁来了，嘴角不由流露出一抹笑意。下一秒，一个身着高专黑色制服、扎着长长的马尾辫的少女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怪刘海大叔！天内离子一个纵身，直接射到了夏油杰宽厚的背上。2条藕臂和穿着黑色过膝棉袜的双腿紧紧地抱着夏油杰，就像一个树懒一样，怎么也甩不掉。五条悟见此，刚刚还得意愉悦的表情因为天内离子的出现变得愤怒起来。五条悟咬牙切齿，要不是因为戴着墨镜，恐怕那双6眼都准备发射激光了吧。虽然6眼不能发射激光，看见五条悟气呼呼咬牙切齿，恨不得揍自己一顿的样子，天内离子不仅不怕，还伸舌头做了一个鬼脸，调戏起来五条悟。又是你！五条悟气哼哼的道。没错，就是本姑娘。天内离子扬起真手，十分得意道。快点从我的杰身上下来，不然我要你好看。五条悟3步做2步，径直来到了天内离子的面前。但面对五条悟的威胁，天内离子一点也不惧，直接针锋相对。好看？来啊，有种你就来给我好看啊！天内离子娇哼一声，继续做鬼脸挑衅五条悟。他才不怕五条悟呢，反正怪刘海大叔会保护他的。有种的话，连怪刘海大叔一起打。当然，五条悟肯定不会这样做。五条悟气的刚准备动手，天内离子就大叫一声，然后把头就缩在了夏油杰的身后。大叔，大叔，那个白毛要打我！五条悟被天内离子这番操作搞的下手也不是，
不下手也不是。快出来，有种你出来，别躲在我的节后面。略，你当本姑娘和你一样傻吗？五条悟被天内离子气得心酸又无奈，只好这样和对方对峙起来。夹在中间的夏油杰也是一脸无奈。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夏油杰开始做和事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果然，五条悟一点也不受女生的喜欢，但相比于歌姬，只能被动被五条悟欺负。古灵精怪的天内离子，可是唯一一个让五条悟都吃瘪的女人啊！刚出场就给了五条悟一个大笔兜，现在更不得了了，直接和五条悟抢男人了。真是对不起，五条先生。天内离子的女仆实则是他最亲近的家人黑井走了过来，替天内离子道歉道：“离子大人给您添麻烦了。”听着黑井的道歉，五条悟心里的火也消去了大半。算了，懒得和这种小女孩计较。但话还没说完，天内离子继续挑衅五条悟，让原本已经内心平静的五条悟又一次燃起了熊熊怒火。八嘎呀路！直到99游击的出现，才让天内离子安分下来。但天内离子依旧赖在夏油杰的身上，死活不下来。夏油杰无奈，反正天内离子也不重，就让他挂着吧。众人难道有缘聚在一起，开始交谈。交流的过程中得知，99游击成为了天内离子的师傅，并且在99游击的指导下，天内离子已经实力仅仅只用了1年，就已经达到了1级咒术师的实力。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由得一惊。在没有任何咒术师教育的前提下，天内离子从零开始，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面就成为了1级，简直就是天才中的天才。要知道，禅院直哉这个禅院家的天骄，从被检查出拥有咒术师资格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修炼，现在也才达到1级咒术师的实力，和天内离子比起来，简直就是大巫见小巫。就在几人惊叹天内离子的天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哟，大家都在我，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我回来了？”第106章回归的文人莫言。哟，好久不见啊，各位。文人莫言招了招手，今天穿的是一件黄白条纹的 T 恤，搭配的是白色休闲工装裤。众人看着突然出现的文人莫言，真是惊喜。随后在大家都簇拥下，来到了高专的休息室内，开始问起了文人莫言这1年都干了些什么，看见了什么喜闻乐见、光怪陆离的事情，让他们开开眼界。文人莫言随便聊了聊，倒也没什么，就是在世界各处都去转了转，拜访了一下当地的咒术师们，像什么非洲、亚洲、梅州啥的。哦，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文人莫言找出了一只长相丑陋、有着数双眼睛的黑色咒灵，哗啦啦，一大堆东西就这样从咒力的嘴里像喷水一样喷了出来。当然，这些东西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口水什么的，因为储存这些物品的并不是咒灵的胃，而是一个类似于亚空间的东西。然后文人莫言开始分起了礼物。首先是5条悟的超级甜品大礼包，包含了来自华夏的龙须糖、酥糖、奶糖、牛轧糖、水果糖等等等，马来西亚的水果软糖，德国的佳云糖。文人莫言又拿出了一包满满当当口袋，里面装满了加入萧子想要的烟，然后就是大量的纪念品和当地特产。文人莫言都分给了众人。结束以后，文人莫言单独留下来5条悟、夏油杰和99游击几人。文人莫言开启了一个生得领域，将几人纳入其中，以免有人偷听。文人莫言拿出了一个四四方方、四面有着圆环形状的金属咒具，上面刻画着各种繁杂晦涩的皱纹。文人，这是什么？5条悟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不认识的东西，发出来疑问。一旁的夏油杰也是一脸困惑，但很快就想到了1年前自己偷听到的事情。难道？夏油杰目光猛地凝重起来，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文人莫言注意到了夏油杰的表情，对方应该已经知道了眼前这个咒具的作用是什么了。而作为一直立志于将世界所有咒灵从根本上拔除的99游击，文人莫言觉得对方有资格获得知情权。最重要的是，99游击常年游历国外，有着比文人莫言对外面更了解。文人莫言的目的是将这个咒具装满整个世界，吸收全世界人们的咒力，增强自己的实力。文人莫言觉得很有必要把99游击拉进来，这样的话，有99游击在，自己就不用太过于操心国外的咒具问题了。99，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目前是怎么看待高专咒术和高层对待咒灵问题的看法？文人莫言开口问道，目光认真地看向99游击。感受到对方认真的态度，99游击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相比于高专和咒术界对待咒灵都是对症治疗，我更倾向于从根本上打造一个没有咒灵诞生的世界。没有咒灵诞生？5条悟有些惊讶，这怎么可能？那你觉得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个目的？文人莫言继续问道，并没有理会5条悟的惊讶。毕竟咒灵从人类有记录以来就已经存在，
从根本上让整个世界的都没有咒灵是很荒诞的事情。我目前认为有2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理想。99游击伸出食指，第一种，消除全世界所有人们的咒力；第二种，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掌握咒力。我觉得第一种很不错，因为有参考案例，就是你的员工伏黑甚尔，他是整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零咒力存在。当初我知道他以后，本想让他配合我做一些实验，却被他拒绝掉了，真是很可惜啊。说到这里，99游击脸上不由得叹了口气。文人莫言这才终于知道了，为什么99游击曾经追求过伏黑甚尔。感情是这么个回事，把人家当小白鼠啊。说到伏黑甚尔，99游击就想让文人莫言劝伏黑甚尔，帮助他完成一些实验，但被文人莫言直接拒绝。五条悟和夏油杰2人听到99游击的发言也很震惊。轮到文人莫言发言，我认为这2件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个方案只能用天方夜谭来形容；第二个虽然比第一个简单很多，但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哪怕将整个世界的非术师杀死，那你能够保证他们的子嗣也拥有能够成为咒术师的资格吗？文人莫言的问题让99游击和夏油杰陷入了沉思。至于五条悟，看着沉思的2人，虽然不懂为什么，但也跟着想吧。99游击他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更倾向第一种方法。见几人都陷入了思考，文人莫言开口：悟，你释放一丝咒力，然后让他脱离你的控制。文人莫言看向正在假装思考的五条悟，五条悟点了点头，随后释放了一丝咒力。至于为什么选择五条悟，很简单，因为6眼的咒力操控是咒术之最，很适合当小白鼠。就在咒力失去了五条悟的控制后，突然放在桌上的咒具亮了起来，将刚刚散发的咒力吸了进去。第107章99游击的加入，咒力被吸收了。99游击瞳孔微微收缩，吸收咒力的咒具并不少见，但像刚刚那种没有任何术士催动的情况，倒是他第一次见。难道？99游击将目光看向文人莫言，似乎已经察觉到了眼前这个少年想做的事情。感受到99游击投来的目光，文人莫言微微一笑：没错，这就是我想的办法。既然我们无法将世界上所有人的咒力清除，也不能惨无人道将所有非术师杀死，那我就想，既然无法从根源上解除，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咒力形成咒灵这个过程下手？文人莫言此话一出，瞬间让99游击和在场夏油杰与五条悟震惊。99游击激动地站起身，对啊，自己怎么没想到，这样既比自己那2个方法简单，还更加容易实现。但很快99游击又想到了好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吸收没有人操纵的咒力的咒具能否量产？第二，这个咒具的吸收范围是多少？第三，他们该怎么才能将这些咒具散播出去？第四，怎么处理这些咒力？这无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资。听到这些问题，文人莫言自信一笑，因为这些问题他早就解决了，不然他开公司出国旅游干嘛？不都为了钱吗？文人莫言已经在国外拉到了一大笔投资，不仅得到了世界各地咒术界的支持与同意，还被授予为国际术师交流文化大使。至于为什么大家这么支持文人莫言，当然是文人莫言以理服人。你要是不同意，我就打到你服。毕竟国外的咒术师都好弱，对于文人莫言来说都挺弱的，除了在那个神秘领域内的那个连现实都无法现身的女人。但可惜我有挂。文人莫言一一解答了99游击刚刚所述的问题。其实吸收咒力的咒具早在1年前就已经研发出来，并且进行了量产，现在估计已经有几百万个了，这可耗费了文人莫言不知道多少钱。要不是找五条家借了一点点钱当股份入股，恐怕文人莫言现在都破产了。咒具吸收的范围是方圆1里，差不多就是电线杆子之间的距离。文人莫言乡村或者人口不密集的地方，文人莫言准备借助电线杆子来连接，因地制宜，比较方便。而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文人莫言准备以路灯为单位，毕竟咒具吸收的咒力也很有限，容量大的目前还无法量产，只能文人莫言亲自动手。当然，文人莫言会亲自打造几个足以吸收像涩谷这种人口密度极高、繁荣地区的吸收咒具。而如何回收那些已经吸满咒力的咒具，目前只能以人力来解决了，一个一个回收。他目前还没创造出那种可以量产，然后能够直接将咒力像送电送天然气一样运送到最终地点。而送达的最终目的地是文人莫言亲自打造的一个巨大的咒力收容咒具，然后在高密度的无主咒力空间内，随着时间的沉淀，短时间内咒力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强大咒灵。而他文人莫言要做的就是定期进入，利用无上限咒灵操研术，将所有的咒灵收服，将其化为自己的力量。先从1亿人咒灵最昌盛的霓虹开始，
然后再从霓虹为辐射点，将这个计划遍布全球。用不了几年，整个世界所有普通人散发的咒力，全部都将成为文人莫言的食粮，成为文人莫言变强的猎场和稻田，无止境的给文人莫言输送咒力，使其变强。10年后，文人莫言都不知道自己的实力会将多么恐怖，是自己的10倍，还是100倍？无法想象，根本无法想象。就连文人莫言都无法想象，一个70亿人口灌输出来的自己会有多么强大。但能够肯定的是，他文人莫言将是真正的主宰。那能够吸收多少普通人散发的咒力？99游击问出来最关键的问题：效率。如果效率十分低下的话，那也没什么卵用，至少70%以上。文人莫言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不是随便乱说的，而是经过多次测试的出来的。70%。”听到这个结论的3人十分震惊，这相当于整个霓虹的咒灵至少会减少70%。当然，这还不够，咒力的稀缺会让诞生出高级咒灵的几率大大减少，很有可能以后出现的咒灵 99.9% 以上都是4级或者3级这种垃圾咒灵。这样的咒灵几乎无法伤害到一名专业的战斗术师。这是在人口稀少的乡村或者偏远县城得出的结论。如果是东京这种，吸收率将高达 80%。这样，我们咒术师的人力短缺与执行任务的危险性都将会大大降低。虽然也是治标不治本，但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没错，只要成功，咒术师们执行任务的死亡概率将会大大降低。99游击兴奋异常，因为他的理想就是创造一个没有咒灵的世界。为此，他常年在外奔波，因为在他看来，与其浪费时间在拔除咒灵上，不如直接从根源解决。可惜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他依旧一无所获。从人类就已经诞生，因为人类的各种负面情绪诞生的咒灵，怎么可能那么容易从根本上解决？文人莫言相信，纵观整个世界和历史，一定也有像99游击这样想要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咒灵的世界。说完一切的文人莫言邀请99游击加入自己的公司，毕竟那可是特级咒术师，不用白不用。况且看对方这个样子，显然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吧。就这样，目前咒术界唯3的特级咒术师加入了哪都通公司。此刻，咒术界最大、世界最大、由文人莫言领袖的咒术师势力诞生。这次密会结束，文人莫言给了99游击一个号码和地址，让他去公司看看，会有一个叫胡福的人事部经理给他提供住宿等一切加入文人莫言公司该有的东西。而5条悟准备先回房间享用一番文人莫言为他带回的礼物。剩下夏油杰与文人莫言2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聊着一些朋友之间的话语。来到了宿舍楼的那处自动贩卖机那里，夏油杰买了2瓶可乐，2人坐在了自动贩卖机一旁的长椅上。炙热的阳光透过长椅后方的窗户，毫不留情地照射在了长椅上的2人，似乎为2人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装。文人莫言看着如释重负的夏油杰，对方看起来已经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般轻松惬意，似乎一直紧绷的内心此刻得到了释然。谢谢你，文人。夏油杰笑着，他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一样笑得如此发自内心的开心与快乐。他早就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对劲，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吞噬了太多咒灵的原因，让他的内心有逐渐些扭曲起来，但他却又无法压制住这份黑暗扭曲的想法，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与成为咒术师的意义。但今天文人莫言的出现，宛若太阳一般，将他内心的黑暗消散。第108章，只要998。说起来，姐，你准备毕业以后去哪里？文人莫言拉开可乐，发出清脆的可乐开罐的声响。我吗？或许会留在学校当一名老师吧。夏油杰笑了笑，喝了一口冰镇可乐。不如这样吧，要不你毕业以后直接来我公司怎么样？我这里有个总经理的位置，为你准备。文人莫言提议道。夏油杰思考了一会，然后答应了下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加入文人莫言的公司和留在高专也没什么区别。就比如那个福黑慎儿，偶尔还会来高专当一下体术老师，实战教导一下他们。就连他的体术在福黑慎儿的指导下也突飞猛进起来。文人莫言也开出来特级员工的待遇，让夏油杰入职，就是和福黑慎儿一样的待遇。一想到夏油杰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名未婚就有2个可爱女儿的单亲爸爸，文人莫言就忍不住在想，这次的夏油杰又会以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去对待那群愚昧又恶毒的村民呢？这次夏油杰总不会黑化，把自己的双亲为了大义给杀掉了吧？这样的话，那2个被夏油杰收养的小女孩是不是就有爷爷奶奶了呢？文人莫言发现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改变了太多太多。福黑慎儿没死，福黑会有了爸爸，继母也没有消失，让福黑会和他的姐姐有了家的温暖。夏油杰的大义也没了，菜菜子和美美子有了爷爷奶奶。
99游记的大弟子也不是东堂魁，而是变成了同为新疆体的天内离子。那这么说来，东堂魁就有师姐了。天内离子也因为文人莫言的出现，没被伏黑甚尔一枪爆头，反而成为了咒术高专的一名学生，与夏油杰纠缠不清。就这样，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聊着，手中的可乐就被喝光了。文人莫言倒了倒已经被喝光的可乐瓶，结果一滴也没有了，准备再买2瓶。就在文人莫言准备掏钱的时候，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了文人莫言身边。文人学长，你回来了。灰原雄见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文人莫言，激动的不能自已。哟，小灰灰啊，好久不见啊。那这是我给你和七海准备的礼物。文人莫言又从咒灵的嘴里掏出了一个袋子，看着文人莫言手中鼓鼓囊囊的袋子，灰原雄两眼放光，从文人莫言手中接过了。真是太感谢了，学长。说完道谢的话，灰原雄拿着袋子坐在了长椅上。文人莫言开始和他闲聊起这1年来他环球旅行的经历。聊着，文人莫言就聊到了他在华夏的那段时间，学了一手来自华夏的隐秘之术面相之术。灰原雄被文人莫言的话唬得一愣一愣的，激动的当场就想文人莫言给算上一卦。文人莫言一模一样的打量着灰原雄的脸，看了一会后，文人莫言开始拨弄起了自己的手指，学起了自己在华夏遇见的那个老术师的手法。小灰灰，我看你印堂发黑，恐怕有血光之灾啊。灰原雄愣了一下，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文人莫言见灰原雄没听明白，只好翻译成白话给灰原雄听。听完文人莫言的解释以后，灰原雄这才算是搞明白，原来所谓的血光之灾就是说最近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险。等等，生命危险？灰原雄瞬间人呆住了，自己1年没见学长，知心话都还没说2句，就被自己崇拜的学长说自己有血光之灾。但很快文人莫言又说道，想要避免这次的血光之灾也不是没有办法。听到有希望，灰原雄原本暗淡的眼眸瞬间又充满了希望与光明。文人莫言拿出了一个吊坠，上面是一个很神秘的小玩意，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咒具。文人莫言拿起吊坠，故作神秘道，有了此物，小灰灰你就能顺利避免这次的血光之灾。哇！灰原雄两眼放光，兴奋地盯着文人莫言手中的吊坠。虽然文人莫言现在很像一个骗子，但灰原雄相信学长是不会骗自己的。你别小看这个吊坠哦，不仅可以驱祸避灾，还能在你在拔除咒灵的任务里护你周全。现在不用99998，也不要9998，只要998。你没有听错，只要998。要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学弟，我都不可能把这个吊坠卖给你。文人莫言一脸笑意地看着已经被自己忽悠瘸的灰原雄。要买一个吗？小灰灰，我要。灰原雄立马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0元面值的霓虹币，内心感动不已。才1000，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果然，学长不愧是我最崇拜的男人。我爱你，学长。灰原雄被文人莫言感动的都快痛哭流涕起来。文人莫言看了一眼，道：小灰灰，这点钱恐怕不够啊。灰原雄疑惑，不是998吗？文人莫言道：我说的是998万元。第109章被改变的与性急。万！灰原雄人傻了，我把你当偶像，你把我当凯子仔啊！一旁的夏油杰也是被文人莫言这番话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内心暗戳戳的在想，才1年未见，文人什么时候变这副贪财的德行了？很快，夏油杰又想起了文人莫言的恶趣味，应该是在逗灰原玩吧。别小看这个吊坠哦。文人莫言拿起吊坠在灰原雄面前晃了晃，这可是我经过99811天打造，可以驱邪避灾挡祸引福的神器，买了它不仅可以让你咒术道路畅通无阻，还能救你性命，带来桃花哦。文人莫言忽悠着单纯的灰原雄，把灰原雄唬得一愣一愣的。灰原雄有些扭捏，囊中羞涩，看了看自己的钱包道，可我没那么多钱啊。哎，这件事情学长早就替你想好了。说着，文人莫言掏出了一张契约，来，用你的咒力盖个章。说着，文人莫言就拉起灰原雄的手过来。来，在文人莫言的驱动下，灰原雄云里雾里的就将咒力印在了契约之上。签约完成以后，契约就消失在了半空之中，化为2道黑色的光融入到了2人的身体之中。灰原雄感觉自己的灵魂多出了一道束缚。恭喜你，这吊坠属于你了。文人莫言亲手将吊坠系在了灰原雄的脖子上。灰原雄拿起吊坠，仔细的端详起来，心中暗惑，这件事可以驱邪避灾的神器吗？看着好像没啥特别的呀。对了，学长，刚刚签的是什么啊？灰原雄收起吊坠，看向文人莫言。哦，你说那个呀？卖身，是我们公司的入职签约合同。文人莫言说完，又开始说起福利待遇之类的事情。
正好的是，作为2级员工入职的灰原雄，刚好年薪是1000万。文人莫言还专门给他弄了一个3年分期免息的贷款。文人莫言看着眼前这个天真烂漫、对什么都保持着积极乐观心态的少年，文人莫言也不想他出事。与其毕业以后成为一名自由的咒术师，不如跟着自己混，还有保障一些。灰原雄虽然不是很懂这方面的事情，但听到有年薪1000万，还送一个100米平房给自己住，灰原雄就忍不住一阵感动。原来学长是怕我毕业以后没工作上，学长真是太好了。一想到自己毕业以后就有房住，有钱赚，这不就是自己成为咒术师原因之一吗？灰原雄准备毕业以后就把自己父母接上来一起居住，随后又与灰原雄聊了几句以后，灰原雄问文人莫言和夏油杰2人，对了，文人学长、夏油学长，我最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执行任务，你们需要我替你们带点什么特产吗？灰原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眼睛都笑成了眯眯眼。我倒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你看看那里有什么特产吧。文人莫言回答道，带点甜食吧，我比较喜欢吃甜的。夏油杰说道。时间飞逝，已是3个月以后，文人莫言回到了公司，坐镇后方，消除咒灵计划也在稳步进行。吸收咒具已经将霓虹各大繁华的都市和旅游景点已经安装完毕。因为散播的咒力减少的原因，不出所有人的意料，咒灵的数量的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旧的咒灵正在被咒术师们拔除，新诞生的咒灵数量比之以前少了许多，不仅是数量，就连质量都差了许多。咒术师死亡率大大减少，似乎一个理想的世界正在诞生。就连原本因为死在那次拔除咒灵任务的灰原雄，也因为文人莫言的介入，没有死在那次任务。因为卖给灰原雄的咒具其实是一个装有无上限咒灵操言术的咒具，只要灰原雄遇见生命危险，咒具就会自动将咒灵收服。这让原本以为灰原雄被骗了的七海也找到文人莫言买了一个，而没有啥钱的七海顺理成章地签了卖身契给文人莫言。当然，这种东西可是很稀缺的，只能文人莫言亲自制作，也不多，也就几千个吧。毕竟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文人莫言经常卖给自己底下的员工，或者高价卖出去。公司的最顶层内，文人莫言看着手中的情报，还是没有找到吗？文人莫言一直都在分配人手去寻找4大天灾的踪迹，但根本没有任何线索。不会是自己搞了这个咒力吸收计划，他们没咒力无法诞生了吧？文人莫言心中微微有些遗憾，毕竟他还是很喜欢只打高端局的虎宝。最重要的是，4大天灾里面真人的涉及到灵魂层次的无为转变，是文人莫言想要的，可以通过灵魂来改变肉体，有了它，他的术士神之手才能彻底完善。前不久，文人莫言曾去见了藏在地下阴暗潮湿房间内的一个小孩，而那个孩子就是后面操纵着傀儡机械丸，同样拥有着天宇咒符，只不过是用肉体换取咒力。可怜之人的与性急。初次相见，文人莫言就从对方的眼眸中感受到了绝望与沮丧。文人莫言利用神之手为他治疗，很可惜，只能改变其形态，不能真正的根治。但还好的是，因为文人莫言的改造，虽然只是挂上了一层外壳，没有真正的让与性急像一个真正的正常人一样，但已经足够让与性急感受外面的世界和温暖的阳光，不用再像现在一样，只能每天躲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内，哪怕一点点阳光也会灼烧他的皮肤，那么悲惨。现在的与性急在文人莫言的帮助下，就像是一个身有重病还是无法自己行动的病人，但相比曾经那种只能靠输送营养液泡在营养液里面苟活着，不知道比以前好上多少倍。在文人莫言的改造下，与性急第一次吃到了热乎乎的食物，第一次像一个人一样走路，虽然走不了几步，平时的出行也只能坐轮椅，不能受到任何的刺激，无论是阳光还是气味什么的，但这已经让与性急很满足，十分感激文人莫言。想要真正治好与性急，文人莫言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得到真人的术士无为转变。第110章以古犹太。霓虹被誉为自杀森林的青木原树海深处，临近富士山，一个隐秘无人踏足知晓之地。花玉，你来了。身形和穿着都酷似一个小老头，脑袋上顶着一个冒着黑烟的火山口的漏壶，此时正抽着一个烟壶，吧嗒吧嗒的吐着烟圈。他漏壶的不远处，一个身形魁梧至极，身高起码2米以上，眼睛和肩膀、身体各处都长有树枝枝干的花玉朝着漏壶走了过来。花玉微微点了点头。你找我来是为了什么事吗？漏壶。花玉声音知性，莞尔动听，搭配上他独特的面貌和身材，有种说不出的反差和诡异。漏壶由人类对大地的恐惧而生成，接受了过量的咒力，而获得了智慧并成型诞生的诅咒。花玉由人类对森林的憎恶、恐惧中诞生的诅咒。一个是诞生在富士山火山内的靠着吸收人类对大地的恐惧，
而诞生的特级咒灵。一个是在霓虹的自杀森林，青木原树海靠着人类对森林的恐惧和憎恶而诞生的特级咒灵。两人说起来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诞生的特级咒灵，并且还是邻居，因为青木原树海就在富士山火山的山脚下。俩人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一次，漏狐因为有一次心情不好，到处放火喷射岩浆，让青木原树海燃起了森林大火。而因为森林诞生的花玉十分爱护森林，自然不会任由漏狐再继续肆意妄为下去。两人的初次见面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花玉的生命力和防御力都在漏狐之上，毕竟拥有自然的力量，花玉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只不过在术式的破坏和克制方面，漏狐一直压制花玉打。两人的战斗就像干柴遇烈火，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成为了彼此最要好的伙伴。而刚刚诞生不久的漏狐与花玉也开始思考起来自己存在的意义。然后，生命一旦有了极高的智慧，并且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都会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漏狐受够了躲在阴暗，为什么世界要被人类主宰，咒灵被拔除的世界。漏狐向花玉吐露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消灭全人类，创造一个属于咒灵的世界。而花玉作为大自然的守护者，也认为自然正在被人类摧残与破坏。虽然其中也有人类爱好环境，保护自然，可数量终究还是太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花玉更像一个精灵，这也是为什么连五条悟的六眼都被他蒙蔽过。所以花玉与漏狐一拍即合，准备杀光所有的人类，创造一个只属于咒灵的世界。当然，想要办到这点，光靠他们两个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漏狐与花玉寻找着和他们一样拥有智慧的特级咒灵，但结果不言而喻，像花玉和漏狐这种层次的咒灵是十分难以孕育。但皇天不负有心人，漏狐与花玉分别在大海的深处寻找到了一个正在孕育的咒胎，和东京盘根错杂、阴暗潮湿、满是恶臭的下水道内找到了一个正在孕育的咒胎。一个是由人类对海洋的憎恶、恐惧中诞生的咒胎，另一个由人类对人类的憎恶、恐惧中诞生的咒胎。但想要将它们孕育出来，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诅咒。而这两个正在孕育的咒胎也得到了花玉和漏狐两人看管和守护。如果说四大咒灵是一个家庭，那么毫无疑问，花玉将会是以一个母亲的角色，因为花玉诞生于森林与自然，十分贴近母亲这个角色。而漏狐则是父亲，实力最为强大，年纪也最为老成，就是有时候脾气过于暴躁。真人就是家中最有天赋，被所有人寄予厚望的天才。事实也是如此，如果给真人足够的时间成长，恐怕将会成为最可怕的咒灵，让世人战栗。驼艮就像家中最小的孩子，虽然实力最弱，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诅咒少了很多？漏狐面色惆怅，抽着烟说道。花玉点了点头，的确，最近的诅咒少了很多。难道人类的情绪最近如此平稳吗？花玉疑惑，他发现人类还是和以前一样，自大狂妄，不知所谓。那些破坏自然、欺辱同类、虐杀猫狗小动物的人类也没少，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散发的恶意和诅咒突然少了很多。最近人类的数量也没少啊。花玉疑惑，漏狐惆怅，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涉足人类社会，基本上只是去看看那两个正在孕育的咒胎，因为咒灵的本能告诉他们，人类的社会里有一个巨大的恐怖隐藏在其中。这就是漏狐难受的事情。他已经发现了城市内的咒力都被一个个奇怪的咒具所吸收，但他又不敢去破坏，怕引起咒术师的注意。最终漏狐决定还是顺其自然吧，反正他们咒灵有没有寿命这个概念，大不了等个几十上百年又如何。最重要的是，城市内那个让他们从生命和灵魂层次都感到战栗的存在，让他们意识到想要创造一个没有人类只属于咒灵的世界，必须要等那个人死去才可以。东京一处医院内，才6岁的乙骨忧太因为肺炎在医院当中治疗，在推着输液吊瓶路过一间病房时，遇见了他的一生挚爱。医院外阳光明媚，和煦的夏风宛若一只温柔的大手，拂动着医院窗户的洁白的窗帘。因为父亲的失踪而待在医院准备接受检查的齐本里香，此时正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1年前母亲的突然逝去让齐本里香大受打击。1个星期前，父亲带着齐本里香去爬山，最后2人失踪的1个星期，最终齐本里香在山顶的避难小屋被发现。父亲至今生死未卜。就在齐本里香最难过脆弱的人生至暗时刻，急需一个生命寄托的时刻，乙骨忧太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面容憔悴苍白、楚楚可怜的齐本里香，乙骨忧太忍不住走进了病房。你好，我叫乙骨忧太，你叫什么名字？就是这一次的相遇，让2人成为了彼此之间的最爱。